齐浩，你竟没被毒死，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孟清然怎么也没想到，齐浩不仅没死，还在他进入卧室的一瞬间，用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手段，让他身子软绵，失去了所有气力。最让他惊慌的是，齐浩正抓着他的头发朝着床上拖去。身着藏青色长衫的齐浩拖着一袭红裙的孟清然，没有半点怜惜。那张原本俊逸的脸庞，此刻冰冷至极。成婚3年，你该尽一次当妻子的义务了。齐浩寒声道。孟清然瞳孔猛缩，连忙惶恐叫道：你敢！你我之间可是有过约定的，位至大宗师巅峰之前，你绝不能碰我。约定？齐浩冷然道：你对我不仁不义，欲做使我毒发身亡，还想让我信守约定？孟清然，你还真是好笑至极。今日我便让你知道，我心中有你时，你可以是宝；若我心中没了你，你便连草都不如。吃啦！齐浩眼中凶光一闪，猛地扯裂孟清然的红裙，露出大片春光。孟清然惊恐到了极点，他的纯阴之体乃是他最大的资本，能助人提升修为，绝对不能让齐浩夺了去。惊慌中，孟清然怒吼威胁道：齐浩，你快给我住手！你不能碰我，否则不仅你会死无全尸，连着你齐家也会有灭门之灾，那后果绝对是你承受不起的。齐浩不屑一笑：灭门齐家？你孟家有这个实力吗？孟清然阴沉道：孟家也许灭不了齐家，但自有别人可以。齐浩眼眸一眯：你口中的别人指的是谁？孟清然冷冷一笑：你还不配知道，但如果你敢毁我清白，你和齐家都必死。齐浩眼眸生寒：你以为我会在乎你的威胁？你这纯阴之体，我今日要定了。孟清然瞳孔一缩，齐浩压上去捂住了他的嘴：识得温柔甲，谁怜手中花？狂风推暴雨，折羽系金雀，打得花瓣碎，催得双翅垂。心有恨难平，不泄几分悔。守在院外的侍女小兰好像听到了屋子里有争吵的声音，但想起孟清然入院之前交代过，听到任何动静都不得打扰，便没敢入内探查，继续老实的守在院外。2个时辰后，天已黑沉了下来。孟清然一身疲累的被齐浩像垃圾一样丢在地上，瘫软无力。齐浩，我要杀了你！孟清然歇斯底里的朝着齐浩怒吼起来。反观齐浩则是盘膝坐在床上修炼，他不屑道：即便没这事，你不也想让我死吗？孟清然神情一震，咬牙道：你果然都知道了。齐浩眯眼道：入赘孟家这3年，我倾尽一切的付出，你们却为了窃取我的灵池，进入灵渊秘境，便要害我性命，我说的对吗？若不是自己刚觉醒了前世记忆，以混元造化经化解了体内剧毒，此时的他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齐浩对这一世的自己也不知道该是同情还是嘲笑前世，他3妻4妾72件事随身，哪个不是对他温柔似水，情意绵绵？这一世只有一个妻子，却是一个毒妇。你知道又怎么样？我父亲他们已经前往灵渊取宝，等他们回来，定会将你碎尸万段。孟清然阴冷一笑，想扯过碎裂的裙子遮住身体，裙子却被齐浩抬手一引，飞落到他手中。隔空引物，你竟已踏入了宗师之境！孟清然脸色狂变，惊呼道。齐浩淡淡道：你的纯阴之体还是有点用的。孟清然脸色煞白，眼中浮现强烈的不甘。就算你得到了我的人，你也永远得不到我的心。齐浩不屑一笑，抬手指了指屋角木桌上：休书我已经写好了，从此刻起，你孟清然再不是我齐浩的妻子。如今的他哪会稀罕孟清然？孟清然怒瞪着双眸，难以置信地看着齐浩，刚刚要了他的身子，就要休了他。天底下竟有如此无耻的男人！齐浩，你辱我太甚！再者，你一个赘婿，哪来的资格休妻？孟清然怒吼道。齐浩也不辩驳，眼眸渐冷，对无情之人当以绝情还之。他再也不是之前那个将孟清然视若珍宝的孟家赘婿了。他觉醒的不仅仅只有前世的记忆，更有无人可比的冷意道心和理智。辱你太甚，这才哪到哪？齐浩再次抬手一引，将他隔空抓到床上。孟清然惊惧道：我父兄他们马上就会获宝回来，实力必然大涨，到时候即便你已踏入了宗师境，也是必死无疑。但念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我可以不追究你对我做过的畜生行为，只要你现在离去，我保证不会声张。你想活命的话，现在离开也是你最后的机会。齐浩讥讽道：夫妻同房，若是畜生行为，你岂不也是个畜生？但在我眼里，你孟家一门根本就是畜生不如。你此刻所念的夫妻情分，只会让我恶心。既然从头到尾这都是一场骗局，那我便在此
等着孟毅回来，一段恩怨。孟清然眼眸低垂，惊慌闪烁。他父亲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齐浩不愿逃走，他岂不是还会继续遭到齐浩的羞辱？想到刚才齐浩那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狂暴，他不由得浑身一颤。又来了！惊怕间，孟清然身子一痛，一个时辰后，哗！齐浩将衣物丢给孟清然，穿上，与我一起去灵库。齐浩淡淡道。孟清然匆忙穿起衣服，而这个过程，齐浩一直在看着他，这让孟清然感觉自己就像个小丑，羞愤至极。齐浩，总有一天，我定要断你之根，剜你双目，剁你四肢，让你不得好死。孟清然心中怒恨道。齐浩从床上下来，淡淡道：走吧。孟清然咬牙道：灵库乃是我孟家藏宝重地，我不可能带你进去的。啪！齐浩甩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看来你刚穿好衣服，又想再被扒一次了。齐浩冷笑道：齐浩，你无耻！孟清然捂着脸庞，怒道。齐浩冷哼道：尝尽人间凉薄的我，可以变得比你想象的更无耻。孟清然，面对如今的我劝你老实一些，莫要再自讨苦吃。孟家的灵库设有血脉禁制，只有孟家血脉的人才能开启灵库大门。齐浩当先朝着卧室外走去，恨得牙痒的孟清然尝试着调用了一下元力，可让他失望的是，他依然像是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一样，根本无法调度半点元力。他竟有如此手段，我竟是一点不知。看来这些年他一直都在防着我们。这该死的混蛋，竟是这般能装。但你以为想让你死的人只有我们孟家吗？齐浩，你早已是个必须要死的人，任你再如何折腾，你也蹦跶不了几日了。孟清然心中骂咧咧，又复冷笑连连。二人一前一后出了院子。奴婢见过姑爷小姐。小兰看到齐浩时，整个人都惊呆了。她明明看到姑爷毒发身亡了，怎么又活了过来？孟清然眼眸一寒，忍着双腿发抖急走两步，啪的一巴掌甩在小兰的脸上。贱婢，你着实该死！孟清然怒骂间，本想从储物戒中取出长剑，一剑捅死小兰，可却发现储物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齐浩给剥去了。他恶狠着眼眸，上前就要去掐小兰的脖子。他从小兰口中得知齐浩死讯后，便过去确认，没成想齐浩是诈死，自己也被反制，落入了齐浩手中。砰！不等孟清然的双手掐上小兰的脖子，臀上就被踹了一脚。齐浩，你这个混蛋！孟清然扭头怒吼，吃痛之余更多的是愤怒。他孟清然何曾受过这种羞辱？我说过，你给我老实点。齐浩冰冷道。小兰是又惊怕又懵逼，他猜到小姐为什么想杀他，可却没想到姑爷竟然会为了救他去踹孟清然。砰！小兰猛地跪下，哽声道：多谢姑爷救命之恩，赶紧离开孟家吧。齐浩淡淡道。这小兰虽是一介婢女之身，但品性温良乖巧，一直很是本分。这次他在小兰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了小兰，方才将孟清然骗到了房中。小兰眼眶一红，她就是一个婢女，即便能离开孟家，又能逃去哪呢？小兰无处可去，小兰愿意从此跟着姑爷，侍奉姑爷。小兰跪着道。齐浩淡淡道：对我而言，你是个累赘，自己逃命去吧，我也只会救你这一次。说完，齐浩大步朝着灵库方向走去。跟上，再惹事端，你懂的。齐浩冰冷的声音传入孟清然耳中。孟清然脸上一阵怒红，但见齐浩脚步越发快了，赶忙爬起来跟了上去。路上虽然遇见了几波护卫，但孟清然也没敢求救孟家的高手，都被孟毅带去凌渊秘境了。以现在留存府内的人手，根本没人能是齐浩这个新晋宗师的对手。孟清然也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妄动只会让自己遭到更大的羞辱，只要等到父兄回来，就是齐浩的死期。小兰眼见齐浩、孟清然离去，黯然起身，抹了抹眼泪后，急忙朝着孟府之外跑去。既然齐浩不愿继续庇护他，他就只能用最快的速度逃出孟家了。否则，一旦孟清然脱离了齐浩的牵制，要杀他一个婢女，再容易不过了。孟家灵库前，一间石门上闪烁着斑斓的元力符文。齐浩冷冷看了一眼孟清然，孟清然不甘心地抬起手掌，朝着石门按去。嗡！随着石门上的禁制感应到孟家的血脉力量，元力符文尽数消隐，石门也随之自行开启。不等孟清然反应，齐浩一脚将他踹进灵库之中。齐浩，你敢再踹我一次，我就跟你拼了！一头撞在灵库石板上，磕得头破血流的孟清然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声。拼！此刻的你拿什么跟我拼？齐浩不屑一笑，抬脚在孟清然的屁股上又碾了几下，气得孟清然脸都黑了。随后他瞄了一眼灵库里的各种资源与收藏，
不管有用没用的，全部被他收取进了储物界当中。孟家寄服于他，他便不会再有一丝手软。东西他要拿光，人他也要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眼看着灵库里的东西被齐浩收取一空，孟清然阴沉着脸，敢怒不敢言。这里的收藏可是孟家大半的底蕴所在啊！没事，只等父亲他们回来，再从齐浩手中夺回来便是。但我必须要在父亲他们回来之前脱身，否则以齐浩的无耻性子，定会拿我当人质。孟清然眼眸低闪，心中盘算着脱身之计。齐浩瞥了一眼孟清然，道：“去告诉那些护卫，将近期开采出来的灵石全部运回孟家。”孟清然咬牙道：“齐浩，你别太过分了，你已经搬空了灵库，竟还要打那些灵石的主意。”齐浩眼眸一眯，手掌作势扬起。孟清然眼神急变，连忙道：“我这就去说。”齐浩缓缓放下手掌，淡淡道：“以前我真是眼瞎，竟没发现你是这么贱的。还有，我劝你别耍花招，我的风灵指，即便是大宗师也破解不了。你若强行冲脉，只会落个全身经脉寸断的下场。”孟清然脸色煞白，连大宗师都无法破解，那岂不是只有齐浩才能让他恢复原力修为？孟清然咬牙道：“那你总要给我一个承诺，究竟要我帮你做多少事情，你才会恢复我的原力？”齐浩淡淡道：“等你父亲回来之时，我便为你恢复。”孟清然眉头一扬：“你还真敢等我父亲回来？在我离开园林城之前，总要把恩怨了清了才是。去做事吧，只要你这几日安分些，我可以不再针对你。”齐浩淡漠道。孟清然眼眸一闪，道：“好，只要你不再欺侮我，这几日我就听凭你吩咐。也希望你能信守诺言，等我父亲归来，便恢复我的原力。”二人一起离开灵库。孟清然依照齐浩的吩咐，命令府中护卫去灵矿传话，将最近开采的灵石运回孟家。随后，二人回到小院。孟清然看了一眼屋里，眼神有些躲闪。齐浩不屑道：“放心，你体内那团先天纯阴之气已被我所夺，现在的你，我已无半点兴趣。今夜你就睡在院子里。”孟清然神色一阴，她堂堂孟家大小姐，齐浩竟让她睡院子。我可以回青兰院，你放心，我的原力还需要你才能恢复，我保证不会跑。孟清然咬着嘴唇道：“谎话说多了的人是不值得再被信任的。”齐浩淡漠一声，抬手一个掌刀，直接敲晕了孟清然，然后把她绑在了院中的梨树上。齐浩独自回到卧室，他不知道孟毅等人什么时候会回来，但眼下这时候无人打扰，正好用来修炼。将灵库之中最好的资源尽数取出，摆在身前，齐浩便开始了一夜的修炼。前世修习的混元造化经强悍无匹，那灵炼元的速度犹如鲸吞一般，只是一夜功夫，孟家灵库中几十年的收藏就被齐浩吞炼了1/3。他的修为也从宗师3品提升至宗师8品之境。先前借助孟清然体内的那团先天纯阴之气，不仅帮齐浩踏入了宗师境，更是助他直升宗师3品。仙灵大陆武道修炼共有3个阶段，分别是凡武、灵武、仙武。其中凡武阶段又有武者、武师、宗师、大宗师4个境界。想要从凡武跨入灵武，对于多数武修而言都是难如登天的事。但孟清然体质特殊，只要有大宗师巅峰境界，便可借助他的纯阴之体轻松筑基，跨入灵武阶段。齐浩也是信了孟清然的话，方才一直克制忍耐，未曾碰过孟清然。如今虽然废了一块好料子，但孟清然体内这团先天纯阴之气，他若不夺，多半也只会便宜了别人。可惜转世后的这副肉身资质还是差了一些，等了断了和孟家的恩怨，便去寻找一些天才地宝，改善肉身资质吧。这一世修行有了前世经验，总归会比前世更容易些。晨晓时分，齐浩缓缓睁开眼眸，心中暗道：他这具肉身的资质，在东陵域来说，其实已经算得上是极佳的天赋之体了。但觉醒了前世记忆的齐浩，如今的眼光自然也生了变化。他起身来到院外，孟清然不知何时已经醒来，满眼怒红血丝，瞪着齐浩：“齐浩，你这个王八蛋！你说过只要我安分，便不会再欺侮我，你这又算什么？”孟清然怒道。齐浩淡淡道：“违逆我的吩咐也叫安分吗？”孟清然怒道：“我什么时候违逆你的吩咐了？”齐浩道：“昨夜我让你睡在院子里，你却要回青兰院，这便是违逆。”孟清然，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你只是我的阶下囚，可不是什么孟家大小姐，所以你没资格再和我谈任何条件。齐浩淡漠道。孟清然咬牙道：“你非要这般绝情吗？你不配谈情这个字，哪怕是绝情的情。”齐浩冷声道。孟清然咬牙不语，他现在很后悔，
后悔没有在齐浩中毒之时直接一剑捅死他。当然，他之前没有直接动手，并非是因为对齐浩有情分，而是担心齐浩死在他的手里，有朝一日齐家追究起来会起争端。但如果齐浩是毒发身亡，孟家一句救治不及就可以搪塞过去。齐浩挥手一剑斩断孟清然身上的绳索。灵石应该快运回来了，随我一起去接收。齐浩淡淡道。孟清然阴沉道：好。二人刚到府中前庭，几队护卫便抬着一个个大箱子进入府中。孟清然心里诧异不已，这齐浩怎么能把时间掐得这么准？他哪里知道这些护卫的行踪，齐浩通过掌天图早已了如指掌。在齐浩的魂海之中悬浮着一张色泽黑白的画卷，画卷上是以他为中心方圆30里的地狱缩影。这画卷之物便是掌天图。掌天图乃是齐浩前世所得的一种神图，齐浩能够带着前世记忆转世，并且在危急关头觉醒前世记忆，也完全是掌天图的功劳。传说掌天图可堪舆万界，得之者即可执掌万界天地于一念之间。只可惜前世的齐浩还没来得及好好研究一番，便遭了羯族女帝的疯狂轰杀。虽然让他前世陨落的那一战蹊跷之处颇多，但此刻的齐浩却没有太多的心思在前世恩怨上。既已转世重生，便要先活好这一世，前世的恩怨也只有等他重归巅峰之后才有机会去查个明白。小姐，姑爷，这些便是最近半个月开采的灵石，一共66500颗。护送灵石的护卫咧嘴笑道。自从齐浩为孟家夺下数座灵矿之后，孟家每个月都增加了10多万的灵石收益，他们这些护卫也因此每个月多分了不少灵石，所以这些在外的护卫对齐浩还是很感激和敬畏的。齐浩微微一笑，有了这笔灵石，他的修为又可以增进一些了。不错，你们也辛苦了，一人自取50颗灵石作为赏赐，然后便退下吧。齐浩淡淡道。护卫们大喜，连忙抱拳道：多谢姑爷。众人兴奋拾取灵石，也没人注意到孟清然脸上的不自然。拿了灵石后，护卫们恭敬退去。齐浩将剩下的灵石收取，瞥了一眼孟清然道：孟家容不下我，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吧？孟清然脸色微变，支吾道：没有，你别想太多了。齐浩不屑道：就算你眼瞎心盲，看不到我的好，孟毅也不至于为了凌渊秘境就想置我于死地。毕竟以我的能力，只要再成长些，就能为孟家带来更多好处。更何况凌渊秘境的秘密，你们都没有在我面前试探过，又怎会笃定我不会告诉你们？所以我猜你们想杀我，应该另有原因。没，真没有。孟清然矢口否认。齐浩淡淡道：无妨，你现在不肯说，等孟毅回来，一切就清楚了。武道天骄，何其难得！齐浩这样的资质入赘孟家，对孟家来说绝对是如虎添翼的事情。只要孟毅不傻，就不会做杀鸡取卵之事。而在齐浩的印象中，这孟毅颇有城府，相当精明，若无其他猫腻，不会犯这种糊涂。再次回到院中，齐浩叮嘱孟清然守在院子里，别让任何人来打扰他。随后自己便回屋修炼了。孟清然在院子里待了片刻，便悄然离开了院子。他对着一个护卫耳语几声，护卫便匆忙离开孟家。孟清然赶忙溜回小院，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知一切都在齐浩的注视之中。灵武宗，魏昭，原来你背后还有这层关系。卧房中，齐浩冷冷一笑，他以掌天图窥入孟清然身前，将孟清然和护卫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二人却完全不知。孟清然对护卫的吩咐便是前往灵武宗，向灵武宗的少宗主魏昭求助。一般情况下，如孟家这样的家族势力根本攀附不上灵武宗，孟清然唯一能够攀附上魏昭的资本，恐怕也就是他的纯阴之体了。只不过齐浩不太明白，既然孟清然都攀上了魏昭这棵歪脖子树，为何还要跟他成婚？如果只是为了凌渊秘境的秘密，孟家将他骗来之后直接杀了取灵池，何必既损了孟清然的清白名声，又多浪费这3年时光呢？难道是因为忌惮齐家？可齐家对他并不是很在乎，否则他也不至于会沦落为孟家的上门女婿了。虽然心中有诸多疑惑，但齐浩并没有去找孟清然追问。等孟家陷入真正的绝望之时，他相信所有的疑惑都会有人为他解答。眼下最重要的依旧是提升实力。一晃3日，齐浩都未曾再离开过卧室半步。孟清然几次想要靠近打探情况，但一想到齐浩羞辱他的手段，还是忍住了。这一日，齐浩终于从卧室出来了。去给我弄些吃的来，要丰盛些。齐浩淡漠吩咐道。孟清然不怒反喜，忙道：好，我这就去。如果不是怕了齐浩，他是一刻都不想待在这个院子里。孟清然飞步离开，齐浩则是冷冷一笑。
一炷香后，一行20余人满面笑容地出现在孟府前。家主回来了，护卫与仆从们惊喜宣告。正在厨房里等着下人完成烹饪的孟清然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喜上眉梢，眼眶唰的一下就通红了起来。数日羞辱，终于忍到头了。齐浩，这顿饭你终究是吃不上了，它只会成为我们孟家的庆功宴。孟清然怒笑一声，朝着府门方向飞步狂奔。他要将自己受的委屈都告诉父亲，他要让父亲百倍的羞辱齐浩，让其受尽折磨，再凌迟处死。父亲，母亲。远远的，孟清然就看到了父母带着兄长以及孟家一众高手归来，忍不住鼻子一酸，张口呼喊道：哈哈，乖女儿，为父回来了。怎么才几天不见就哭上鼻子了？一身蓝色大褂方脸的孟毅哈哈大笑道。这一次灵渊秘境之行虽然损失了10多个高手，但收获也是极为不错的。不仅寻觅到了数十株价值不菲的天材地宝，还得到了不少秘境中的灵阶功法和丹药。凭借这些收获，用不了几年，孟家必可跻身晋东灵域一流大族之列。清然，你的穿着怎么如此狼狈？孟清然的母亲刘云见孟清然的衣服有些脏污，不由皱眉问道。眼下孟清然身上穿的乃是一件内衬白衫，上面的灰尘与脏污格外显眼。孟清然哽声道：父亲，母亲，大哥，我们借一步说话。孟毅眼眸一眯，心里暗道：难道是齐浩的事出了什么变故？好，一家4口远走几步，孟清然便将齐浩炸死并欺辱了他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你竟被齐浩那个狗崽子破了身？孟毅脸色大变，随即颤声道：这事若被魏少宗主知道了，我们孟家可就完了啊！还有你大哥进入灵武宗修行的事，也必然要受影响。清然，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孟清然哽咽道：父亲，是女儿大意了，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父亲先为女儿报仇。我要齐浩不得好死。至于魏少宗主那边，即便气怒，他最怨的也是齐浩。到时候我们将齐浩的尸体交出，多少能消魏少宗主一些怒气。大哥的事，父亲也不用担心，女儿虽然纯阴被夺，但依旧是难得的顶炉之身，所以和魏少宗主的这层关系应该还能维系得住。孟毅脸色阴沉道：也只能如此作想了。走，先去料理齐浩那个狗东西。父亲，齐浩已入宗失境，而且会一些诡异手段，这一次我们不能再大意了，还是多带一些人手过去更妥当。孟清然连忙道。在齐浩手中吃了亏，孟清然也不敢再小瞧齐浩了。孟毅眯了眯眼，正犹豫着，刘云阴沉道：夫君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听清然的，多带几个人手过去。这次他们跟着我们也都得了不少好处，即便我们杀了齐浩，相信他们也不会乱嚼舌根的。也好，那就让陈吉、赵英、吕文、张旭4人跟着孟毅沉声道。当即孟毅命其他人先行散了，只留下陈吉等4人。齐浩阴毒乱神，在我等外出期间做出诸多败德之事，今日我孟家便要清理门户，但为了不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稍后之事还请4位闭紧口舌，莫要外传。孟毅冷目盯着陈吉4人道。陈吉4人心中虽然疑惑，这出门的时候齐姑也不是都快死了吗？咋又活了过来？但他们早就看出孟家有除去齐浩之心，所以对孟毅此刻的吩咐也不奇怪。家主放心，我等既效命孟家，有损孟家之言，定不会乱言半字。陈吉4人拱手道。齐浩对孟家的贡献，整个园林城的人皆是有目共睹。恨齐浩的人有，但羡慕孟家有齐浩这个女婿的人则是更多。斩杀齐浩必然会对孟家的名声有所影响，而且齐家的人虽然不待见齐浩，但如果孟家杀了齐浩的消息传到了齐家人耳中，难保齐家不会揪着这事做些文章。孟毅冷冷一笑，很好，既然那小子敢留在孟家等死，我们这就过去成全了他。很快，孟毅一行8人气势汹汹地冲入了齐浩的小院。齐浩，你胆敢欺负我妹妹，给我滚出来受死！孟毅长子孟贤一进小院便眼眸冰冷地喝道。屋中的齐浩冷冷一笑，随即缓缓走出。孟毅、刘云、孟贤、孟清然这4张曾经最为亲近的脸庞，如今个个脸若寒霜，就好像该死的人真是齐浩一样。孟毅见齐浩出来，目色瞬息凶凝，脚步往前一跨。齐浩，你这个畜生，枉我将你从齐家带回孟家，给你锦衣玉食的生活，你不思报恩也就罢了，竟敢违背约定，毁了清然的纯阴之体，你属实是罪该万死。齐浩淡漠的目光落在孟毅身上。孟毅，都这时候了，你还要挂着那副虚伪的嘴脸吗？不如我们都把话说得明白点。至于孟贤，齐浩根本懒得搭理他。孟毅冷哼道：你有必死的理由，还需要多说什么？齐浩淡淡道：
我只是好奇，你们孟家人都这么想让我死，却又不敢言明真正的原因，你们到底是在隐藏着什么呢？孟毅冷冷一笑，并没有打算说出真正的理由。孟清然咬牙道：齐浩，你说过，只要我父亲回来，你就会替我解开风铃指的。你该不会又要做一次言而无信的小人吧？齐浩淡淡道：你过来，我替你解了便是。孟清然脸皮一抽，过去。他看起来有那么蠢吗？现在过去，岂不是白送给齐浩当人质？哼，你休想诓我！等你被擒下之后，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交出化解之法。孟清然脸色恶狠道。齐浩不屑道：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擒下我了。孟毅怒笑，大言不惭。4位长老，这孽障就交给你们了。陈吉4人心中一沉，齐浩终究是齐家人，难道孟毅是打算让他们背上杀害齐家之子的黑锅？可家主下令，他们也不得违背。陈吉4人低吸一口气，往前迈了2步，低沉道：齐姑爷得罪了。齐浩淡淡问道：你们4人确定要为虎作伥？陈吉低眉默然道：识君之路，为君分忧。我等既是孟家的客卿长老，自然要听凭家主的吩咐行事，所以齐姑爷到了九泉之下，也莫要怪怨我等。3位，齐姑爷战力不俗，我等4人一起出手吧。既然免不了背锅，那就4个人一起背。好。随着3人一应，4人周身皆是元力奔涌而出，散发着不俗气势。孟毅眼眸眯起，他倒要看看齐浩敢留在孟家没有逃走，究竟依仗的是什么。按照孟清然的说法，齐浩已经破入宗师境，可宗师境孟家有好几个，眼下这陈吉4人就都有宗师境3品的实力，4人之中任何一个对付一个初入宗师境的人都是绰绰有余。齐浩明知道这些，却依然留在孟家等着他们归来，这很不正常。所以孟毅让陈吉4人出手，更多的是为了试探齐浩，而不是想让他们4人背锅。人死在孟家，只要齐家追究，孟家怎么着都脱不了关系，所以这锅是甩不掉的。4位长老，齐浩现在还不能死，你们先将他4肢打断即可。孟清然阴冷道。好。陈吉也乐得如此。齐浩不屑一笑，脚步一迈，主动朝着陈吉4人迎去，嘴里说道：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便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吧。嗡！一柄青色的反武高阶长剑从齐浩指尖储物戒中一闪而出，握于手中。这柄清风剑怎会在他手中？孟毅脸色一沉，喝声问道。孟清然眼眸一颤，脸色苍白道：父亲息怒，之前女儿被齐浩逼迫着，只能领他进了灵库，但父亲放心，只要擒下了齐浩，灵库里的东西我们还是能够再夺回来的。灵库被盗，孟清然刚才没敢说出来，但现在清风剑出现在齐浩的手里，孟清然也知道这是藏不住了，只能坦白。混账东西，清风剑能拿回来，他若吃了珍藏在灵库里的那些丹药，这还能再夺回来吗？孟毅大怒，要不是孟清然早就被灵武宗的少宗主预定为鼎炉之身，对孟家还有不小的价值，否则孟毅真恨不得狠狠甩他几个大嘴巴子。灵库里的东西可是他攒了半辈子才有的底蕴啊。孟清然吓得不敢多言，只能低着涨红的脑袋，莫再僵着，现在立马给我卸了他的4肢。孟毅怒吼道。刷刷刷刷，陈吉4人感受到孟毅冲天的怒气，齐齐脚步重踏，爆发出奔雷之声，4道人影如同4道急雷火炮冲射向齐浩。冲天拳、风啸刀、烈山枪、风雪剑印，拳影轰隆，刀光呼啸，长枪芒动如蟒，剑气冲若飞雪。4道顶级反武杀招凝聚着凶悍力量，齐攻而至。任何一个新进的宗师境，恐怕挡不住这4人的一次连击。齐浩冷漠的一挥长剑，剑尖上一道凌厉的青芒剑气腾冲而出。这道剑气纯凝至极，如同霹雳一般，随着剑锋一扫，瞬息烁闪成一道横掠的匹练寒光。砰砰砰砰，清风掠芒，4道顶级反武战技竟是瞬息被剑气斩爆。不止如此，剑气更是迅速穿透被碾爆的4道攻击，扑哧4响，从陈吉4人咽喉前掠过。咚咚咚咚，4人来不及再做任何反应，人头已瞪目落地。孟毅、刘云、孟贤、孟清然4人脸色狂变，一剑秒杀4位长老，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一个初入宗师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强的实力？孟贤一边惊呼着，一边连连退步，躲到孟毅身后。他借助这次灵渊秘境的机遇，好不容易才踏入的宗师境，但却知道自己穷尽手段，也根本不可能战胜4大长老中的任何一个啊！你到底是什么修为了？孟清然苍白着脸，颤声问道。恍惚之中，他忽然觉得自己可能真的错了。如此逆天的齐浩，即便在身份上
依旧不如灵武宗的少宗主。可齐浩曾经是真的对他极好啊，而他就算攀附上了魏昭，也不过只能是魏昭的顶炉而已。如果从一开始他就以真心对待齐浩，以齐浩这般天赋，他的未来或许也会很不错吧。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孟毅收起金色，眯眼道：以你表现出来的战力，至少已是宗师境5品修为了，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是才踏入的宗师境。看来你一直都在隐藏着真正的修为。齐浩不屑道：自己虚伪惯了，也就变得喜欢质疑别人了。孟毅，现在你的炮灰已经死光了，该你过来领死了。孟毅怒笑道：以前倒是没看出来你是这般狂妄的，你真以为杀了陈吉4人就可以在我面前这般嚣张了吗？就算你是宗师5品，我要杀你依旧是易如反掌。轰！孟毅体内元力暴涌，形成大片强猛的华光，笼罩身躯，气息确实凶悍非常。这次凌渊秘境之行，已让他的修为从宗师6品提升到了宗师境9品巅峰，只差一步就能踏入大宗师境界了。宗师9品了，看来凌渊秘境确实让你们得了不少好处。齐浩淡淡道。孟毅眉头一挑，有些狐疑。齐浩既已看出了他的修为，竟还能如此镇定，这太不正常了。夫君，此子如今的战力有些不寻常，我怀疑凌渊秘境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他先夺走了，否则他不可能背着我们将修为提升得如此迅速。我们还是一起出手擒下他，再慢慢盘问个究竟。刘云目光冷闪，沉声道。他也意识到齐浩镇定的有些不正常，所以决定要和孟毅一起出手。虽然有些欺负人了，但以这对夫妻的品性，自然也不会在乎这些。齐浩冷冷盯着刘云道：刘云，我曾敬你如母，你也与我说过一个女婿半个儿，没想到你是这般的蛇蝎妇人。但凡你孟家有一人真心待过我，我都不会灭你孟家一门。可如今你们4人谁也休想活着离开这间院子。齐浩的眼眸中迸发出冷厉的杀气。刘云眼神阴沉，低沉道：齐浩，你也别觉得委屈了，你若真是个好女婿，早就该主动将凌渊秘境的位置以及凌迟交出来了。孟毅冷笑道：夫人不必与他再废话，一起出手拿下他。嗡！孟毅右掌一伸，一柄黑色长剑跃入手中。这黑色的长剑散发着一股凶威之气，一看便不是凡品。齐浩见到这柄黑剑，眼眸猛地一震，这是我父亲的蛟灵剑，难道当年我父亲的死和你有关？齐浩声音怒寒。孟毅冷冷一笑道：你即将死，告诉你也无妨了。没错，当年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我。谁让他嘴上与我称兄道弟，却一直不肯将凌渊秘境的秘密与我分享呢？你父亲在我手中受尽折磨，也没有吐露凌渊秘境的位置，我便只能想办法从你身上挖出这些秘密了。所以你要怪就怪你那个死鬼父亲吧，若是他当初直接说了，我也就不用再去找你了。齐浩表现的战力不弱，孟毅也不敢大意，所以准备全力出手。而随着蛟灵剑的出现，孟毅也不再遮掩了。轰！齐浩周身杀气爆腾，强大的元力气息亦是冲天而起。这几日齐浩都在修炼，修为自然又有了提升。宗师巅峰，孟毅瞳孔一缩，他没想到齐浩的修为竟也是宗师巅峰。刘云脸色狂变，刘云的实力虽然在凌渊秘境中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但此刻的修为也只有宗师境7品而已。他没想到出去一趟实力有了提升，回来反而还不如齐浩的修为了。哼，想来你是用了什么极端的秘法之术，短时间内强行提升了实力。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对抗我们夫妇保全一命吗？齐浩，你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很可惜你今日必须得死。孟毅眼中凶芒爆闪，不管是孟家对魏昭的承诺，还是孟毅与齐浩之间的杀父之仇，孟毅今日都不可能放过齐浩。该死的是你们！唰！齐浩怒喝一声，手持清风剑率先出手。只见他身形冲出一道黑影，直奔孟毅而去。哼！孟毅怒哼一声，周身元气一腾，手中蛟灵剑抡出一片剑芒。天诛剑网。剑芒成型，化为一张密集的剑气网，防御在孟毅身前。这天诛剑网乃是孟家最强的防御剑技，也是唯一一部灵武阶战技。虽然只是灵武低阶战技，但论防御强度，以孟毅的修为施展出来，即便是大宗师也很难一击破之。齐浩的剑如同流光穿空，一点寒芒剑气尽聚剑尖。寒星破！轰！清风剑一触天诛剑网，剑尖之上便是寒芒爆闪，一股凝练至极的剑气瞬息透穿剑网，扑哧一声又将孟毅袭胸而过。啊！孟毅惨叫一声，剑网崩破的刹那，人也跟着倒飞开去。夫君！父亲！刘云、孟贤、孟清然惊呼大叫。
谁都没想到，孟毅以蛟灵剑祭出天诛剑网，还是被齐浩一剑击败。扑哧，扑哧，啊！刘云正飞奔向孟毅，忽的2道剑光闪过，将他双臂齐肩斩飞。惨叫中，刘云断臂喷血，奔冲几步，血淋了一地，方才摔倒在地。双臂被斩的剧痛，让他在地上扭动着嘶吼，痛不欲生。孟贤一见父母尽皆不敌，惊恐之中，拔腿就向院外跑去。嗖！清风剑如同流星一般，从齐浩手中爆射离手，飞射向孟贤。扑哧！清风剑钉入孟贤左肩，强大的冲击力将孟贤整个人钉在了院墙上。不要杀我！齐浩，孟家虽然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我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啊！孟贤顾不上疼痛，连忙惊慌的求饶。孟清然已经被这一连串的变化惊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父亲被剑气穿胸，重伤倒地；母亲双臂被斩，也是废了。兄长被钉在墙上，软弱求饶，只剩下他还算完好。可这有什么用？莫说他现在半点元力用不了，就算他的元力能正常使用，他又岂是齐浩的对手？齐浩漠然地扫了一眼孟家4人，随即抬手一引，掉落在地的蛟灵剑嗖的一声飞落到他的手里。齐浩冷冷走到孟毅跟前，他的剑气可不是那么好受的。虽然孟毅只是被剑气穿胸，但残留在孟毅体内的剑气早已暴虐地将孟毅的周身经脉尽数冲断。孟毅虽然未死，却已是废人一个。把灵池交出来。齐浩冰冷问道。孟毅咬牙怒笑道，在我回来之前，我已命人将灵池送去了灵武宗，如今我孟家也算是灵武宗的附属势力了，你敢杀我们，灵武宗不会放过你的。齐浩不屑道，你的遗言就只有这些？齐浩，我和你岳父便不求你宽恕了，但请你看在和清然夫妻一场的份上，饶了清然和你贤哥吧。刘云趴在地上，苍白着脸色，颤声道，他自知和孟毅已经没了活路，所以就想替孟贤和孟清然求个情。齐浩瞥了一眼刘云，冷笑道，既然一切都是骗局，那便只有仇恨，何来的情分？刘云慌忙道，不管怎么说，清然也将清白之身给了你啊。清然，你这丫头还不赶紧向齐浩求情，保下你和你兄长一命啊！孟清然被刘云一喊，方才回神过来，连忙双膝一落，跪在齐浩面前道，齐浩，求求你饶了我们吧，只要你肯饶了我们，你以后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让我做你一辈子的顶炉，我都心甘情愿。齐浩冷笑道，做我的顶炉？对，做你的顶炉，只要你有需要，我可以任你裁补。孟清然连忙道，他现在只需要拖延时间，先活下来，只要等魏昭一来，就算魏昭已经看不上他了，也必然会心生暴怒，到时定会杀了齐浩泄愤。双亲被废，孟家多半也是要完了，自己的纯阴之身也已被破，孟清然已经没多少活下去的念头了，但哪怕是死，他也要拖上齐浩一起。齐浩讥讽道，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拖延时间，好等着魏昭来救你们吗？孟清然瞳孔一缩，你竟然知道魏少宗主？齐浩冷笑道，我不仅知道他，还知道他保不了你们。唰！齐浩提剑一挥，一道剑气飞滑而出，扑哧一声将刘云劈成2半。夫人孟毅扯着脖子发出悲痛的嚎叫声，母亲！齐浩，你这个畜生，你竟杀了我母亲！亲眼看到母亲被一剑劈分，孟清然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朝着齐浩歇斯底里地吼道。孟毅哀嚎之后，眼中也被无尽的恐惧所充斥。齐浩敢杀刘云，那就真敢杀了他们孟家所有人啊！这小子是真的不在乎灵武宗的追杀。齐浩，你要怎样才肯饶过我们？孟毅咬牙怒问道。从凌渊秘境收获归来，孟毅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可不想死。齐浩神色冰冷，寒声道，终于感到绝望了吗？那便老实的回答我几个问题吧。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就和灵武宗的魏昭勾搭上的？孟毅眼神闪烁道，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魏昭的事，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和他搭上的？这还重要吗？唰！长剑斜提，一道剑气滑地而动，扑哧一声经过孟毅左肩，将他左臂齐肩斩断。啊！孟毅惨嚎一声，嘴里痛叫道，我们很早就和魏昭认识了，那时候你还没有入赘孟家。齐浩冷酷阴狠的手段让孟毅再不敢废话了。齐浩眼眸一眯，如此说来，算计我的事，这魏昭也有一份了，否则他一个灵武宗的少宗主，又岂会任由我和孟清然成婚？孟毅颤声道，是我们的计划，魏昭都知道，我们向魏昭保证不会让清然失身于你，并且承诺他在掌握凌渊秘境的位置，探寻一次后便将秘境位置和灵池一起献给灵武宗。魏昭则承诺我们
会将孟家收为灵武宗的附属家族，还会让贤儿成为灵武宗的内门弟子。齐浩瞥了一眼孟清然，道：那孟清然呢？孟毅眼眸一颤，道：在你死后，清然会对外宣布终身为王夫守寡，实则成为魏昭养在暗中的顶炉。齐浩眯眼道：为何是养在暗中？孟毅低沉道：因为魏昭和玄枪门门主的女儿陆红英有着婚约。陆红英有言，魏昭若想娶她，便不可纳妾，不可豢养鼎炉，所以清然和魏昭之间的关系不能被人所知。齐浩恍然，难怪孟清然受了那么多羞辱，也没有搬出魏昭来威胁他，原来是不敢暴露这层关系啊。而孟家要置他于死地，除了斩草除根，也是为了方便魏昭和孟清然行苟且之事。这一家人当真是好毒的心思。他看向孟清然，冷笑道：你还真是可笑又可悲，连沦为别人的鼎炉都要如此见不得光。孟清然脸色苍白，咬着红唇道：我这都是为了孟家，你一个被家族所不容的人，自然不会懂我的牺牲。齐浩淡淡道：你这种蠢，我确实不能理解，不过也无所谓了，我疑惑已解，你们三人也该上路了。孟毅瞳孔一缩，惊怒道：齐浩，你既侥幸未死，那就别再作死，你敢杀我们，魏少宗主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齐浩冷笑道：我说过，今日你们孟家4人没人可以活着离开这间院子，我应当言而有信，不是吗？你噗嗤，孟毅怒然间被齐浩随手一道剑气斩下了头颅。快来人救救我啊，我不想死啊！孟贤怕得惊恐大叫，裤裆都湿了大片，噗嗤，一道剑气掠过孟贤的脖子，随着人头坠落，孟贤永远的安静了下来。孟清然跌坐在地，瑟瑟发抖，瞳孔之中尽是恐惧。他所有的依仗此刻都已化作了亡魂。他颤抖的抬起眼眸，看着齐浩哀声道：齐浩，你真的连我也要杀吗？你之前可是对我那么好啊，只要你饶了我，我……不等孟清然说完，一道剑光掠过孟清然雪白的脖子。孟清然惊恐地捂着脖子，血水从他指缝当中疯狂渗出，很快将他的身前染成一片血色。你真是让我恶心。齐浩淡漠道。砰！孟清然仰面倒地，血染的娇躯痉挛抽搐着，一双被恐惧所充斥的双眸瞪着天空，渐渐无神，哗啦啦。这一刻，院外方才传来一阵阵急乱的脚步声。齐浩解决孟家4人其实并没有用多久，再加上为了隐秘斩杀齐浩，过来之前孟毅还特意支开了附近的孟家护卫，要不是孟贤临死前那一嗓子呼救，或许齐浩走了都没人知道孟毅等人已经死了。这一群孟家高手冲到院门口一看，齐齐惊呆了。家主身首异处，主母被斩2半，裂成了一个鱼字大少爷的无头尸身，被钉在院墙上。小姐躺在地上，捂着喷血的脖子。孟家4人这是全没了啊！还有随着孟毅一起的4大客卿长老也都身首异处的躺在了地上，唯有齐姑爷提剑而立，神色冷酷。这诡异的一幕让赶来的孟家长老和护卫们根本不敢妄动。孟家和园陵城其他家族不同，孟家是孟毅一手创建的，在底蕴上要比其他家族差了很多。也正因如此，孟毅才一直疯狂扩张势力，不断积累底蕴，想让孟家做大做强，甚至不惜卖女也要攀附上灵武宗少宗主。如果齐浩没能在濒死之际觉醒前世的记忆，或许孟毅借助灵渊秘境的收获，用不了多少年还真能成为园陵城的一代枭雄。但命不该绝的终是齐浩。孟毅的贪婪与无情最终让孟家4人尽数丧命。齐浩抬眼瞥了一眼江丽院外，目光却在轻闪的众人，淡漠道：孟氏做事我毒发身亡的事，想必你们也知道一些，只可惜他们未能如愿。如今我杀了孟家4人，这里便不再姓孟，所以你们是想为孟氏报仇，还是愿意投效于我？亦或者你们也可以选择离开。孟氏没了，资产还在，齐浩自然不会将这些资产白白便宜了别人，所以他会继续留在园陵城一阵子，将孟家的资产尽数变成自己的修炼资源。一众人眼眸烁闪，其实在齐浩问话之前，他们心里已经在盘算这件事了。齐浩中了黑毒蛇的毒，不仅没死，还反杀了宗师9品巅峰的孟毅，这强大的实力是毋庸置疑了。另外，齐浩在孟家待了3年，人品如何，其实这些长老和护卫都很清楚。这一次齐浩虽然杀得有点疯过头了，但那也是孟毅先想要了齐浩的命啊。为孟氏报仇，他们压根没想过，一是没实力，二是没必要，孟氏都死光了，这份忠心表给谁看啊？他们考虑的只是走河流的问题。其中一个客卿长老眼眸一闪，含笑抱拳道：敢问齐姑爷，我等若是选择投效于您，又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其他人眼神一喜，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齐浩唇角一扬，淡淡道：“你可以滚了。”这名客卿长老脸色一变，刚想暴怒相斥，可随着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顿时吓得一个机灵，什么也不敢说了，转身就灰溜溜的走了。老者奔逃时腿都是软的，他都不知道自己刚才是哪来的勇气，敢当面跟齐浩要好处的。你们可以做选择了，要走的我不会拦着。齐浩看向其他人，淡淡道。一些人眼眸低闪两下，转身默默离开。虽然齐浩以前为人不错，但如今杀性太过疯狂，他们可不敢追随了。再者，孟氏被灭，齐浩后面可是会有一屁股的麻烦呢。陆陆续续，院前的人走了大半，最后只剩下9个人没有离去。这些人大多是普通的护卫，只有一人是宗师境的客卿长老。齐浩淡淡道：“他们都走了，你们怎么不走？”一个中年护卫躬身抱拳道：“小人李靖愿意从此追随姑爷。”“我等也愿意追随姑爷。”其他人纷纷抱拳道。齐浩面露淡笑道：“我将孟家灭门，后面应该会有不少麻烦接踵而至，你们就不怕吗？”李靖郑重道：“我等这些留下的人都是敬重姑爷为人的，所以不管后面有什么麻烦，我等都愿意和姑爷共担。”齐浩点了点头，随即目光一移，看向唯一留下的那名客卿长老秦震。齐浩虽然没有开口问话，可眼神却让秦震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秦震连忙拱手道：“秦某虽然和姑爷接触不多，但这3年姑爷为孟家所做的一切，秦某都看在眼里，心中一直对姑爷十分敬重。如今孟家所遭遇的一切，那都是他们咎由自取，所以秦某意愿追随姑爷。”齐浩淡笑道：“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心话。虽然我不会许诺你们什么具体的好处，但只要你们忠心追随，我必不会亏待你们就是。将他们的尸体拖出去，处理了吧。”说完，齐浩便转身回了主屋里。李靖看向秦震，询问道：“秦长老，这些尸体要怎么处理才好啊？”秦震眼眸微眯，寒声道：“孟氏无情无义，这种人拖到城外，随手丢了就是。”好。李靖应了一声，便和其他护卫一起开始清理院子。屋内，齐浩眉头轻挑，这秦震莫不是和孟家早就有仇？如今这副局面，其实选择留下来并不理智。这些年，孟家为了扩张，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如今孟毅、刘云一死，孟氏支柱倾倒，客卿离散，即便没有灵武宗的追责，园林城的其他家族也不会放过瓜分孟氏产业的大好机会。若齐浩是其中一员，他必然会选择离开，另觅新的主家依附，而不会因为所谓的人品就留下来共担风险。所以齐浩对李靖、秦震等人的选择心有疑惑，便以掌天图窥察了一番。李靖将孟毅、刘云等人的储物戒摘下，如数放在了院中的石桌上，随后用麻袋将孟毅等人的尸体装走。秦震则回了自己的住处，他从怀中取出一串小铃铛，眼眸微红：“灵儿，爷爷虽然没能亲手为你报仇，但如今孟贤这个狗贼已经被齐浩所杀，而且这处生死的很惨，你也终于可以安息了。”秦震低声哽咽着，将小铃铛紧紧地贴在胸膛上，仿如这小铃铛就是他的孙女。齐浩恍然，原来这秦震进入孟家是为了伺机为自己的孙女报仇。如此，秦震留下应该是为了要还齐浩这份人情。齐浩的心神从秦震身上移开，朝着李靖等人追逐过去。掌天图有着无穷妙用，视野窥察只是最基本的用处。这种窥察毫无痕迹，即便是修为远远高过齐浩的人也无法发现。而且这种窥察之能还能无视任何禁制与屏障，只要是在掌天图显现的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齐浩都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妙用即便是神识也无法比及。窥察中，李靖等人驾着一辆马车便一路出了城，随后将孟毅等人的尸体丢入了城外一处山坑之中。孟毅，你也别怨我们，要怪就怪你们自己瞎了眼黑了心。姑爷如此天骄，又为孟家付出了那么多，可你们却一心只想攀附灵武宗，如今落得这般下场，也是你们自己罪有应得。李靖朝着山坑里唾了一口，一边骂咧咧了几声。随后李靖转过身，对着身后7名护卫沉声道：“兄弟们，既然我们选择留下，那以后就要对姑爷忠心耿耿，莫生背叛之心。今日孟家的下场，你们也都看到了。姑爷虽然是个好主子，不曾薄待我等，但眼里也是容不得沙子的。若有背叛，他的手段必会比谁都狠辣。如果你们现在还有人想走，就赶紧离去，愿意跟我李靖一起回去的，以后就只能跟姑爷一条心。李大哥，我们既然选择留下，就是愿意跟随姑爷的。哈，就是姑爷为人如何，可不是只有李大哥你一个人能看见的。姑爷本就是天纵之资，这次又能大难不死，反杀孟家一门，嘿嘿，
跟着这样的天骄人物，我等未来亦是可期。哪怕我天资有限，难有什么大的成就，但只要能跟着姑爷轰轰烈烈的干一场，那也是与有荣焉，不负此生了。哈哈，说得好，那以后我们8兄弟就好好跟随姑爷，一起轰轰烈烈开创园林城齐家。哈哈，好。卧室中，齐浩眼中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孟毅、孟清然，你们的眼光还真是连这些护卫都不如啊！你们许我忠心，我也会以造化相赐，不会辜负了你们这份信任。原本孟家这些麾下旧人，在齐浩眼中留不留下，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武道一途，一人登顶便可凌驾天下，麾下之力乃为差遣。麾下的实力强些，也只是办起事来可以让他更省心些而已。但让齐浩没想到的是，狼心狗肺的孟家竟还有这些善恶分明之人。既然这些人信任他，齐浩自然也不会吝啬。虽然已是宗师9品，但这点实力还是远远不够。卧室中，齐浩眼眸微眯，心神再次进入掌天图，切换灵隐模式。嗡！随着齐浩内心一声念叨，魂海之中的掌天图蓦然轻微一震，画卷上的图影也瞬息发生了变化。原本园林城以及周边地域的实貌缩影上，豁然闪现出无数颗色泽不同、大小不一的奇异光团。画卷上不同颜色的光团，代表的便是不同属性的灵体。咦，最大的这颗光团竟距离我如此之近！齐浩讶然一声，心神凝视向画卷中心处。在画卷中心处，一颗青色光团有着拳头大小，而其他的各色光团连有黄豆大小的都是少之又少。画上一拳头，实体大如山，所以这青色光团所在之地必然是一处蕴藏疾风的灵藏。心神沉入图中位置，齐浩不由微愣，这灵藏之地竟是在黄家。黄家和孟家只隔着一条街，所以在掌天图上位置和齐浩极为靠近。虽然这里并非是孟家，但所见场景正好是齐浩曾经来过的地方。这里不仅是黄家，更是黄家大小姐黄嫣的院落。1个月前，齐浩还陪同孟清然一起拜访过黄嫣。当时孟清然有意试探黄嫣愿不愿意嫁给他兄长孟贤。黄嫣听出2人来意后，直接就和孟清然翻了脸，最终不欢而散。先看看这院落下方的灵团究竟是何种灵藏再说。齐浩心神一动，朝着院落地底一路下探。心神下沉100米后，一层薄薄的如同淡青色的毫光被齐浩的心神直接穿透了过去，并且没有引起任何力量波动。这层毫光乃是一种颇为不弱的静止力量，也难怪灵藏就在黄家下方，却一直无人发现。若非齐浩拥有掌天图这种神器，他也绝不可能想到黄家的地底深处竟封印着一处灵藏。这是地窝灵湖，没想到在这偏僻的小城地下竟封印着一处的窝灵湖。齐浩不由欣喜起来。静止当中，齐浩所见之景乃是一处方圆100米的地下灵湖。虽然面积不算很大，可这灵湖之中的水液却是精纯至极的灵液，一滴灵液堪比100块灵石。这一壶灵液，那便是极为庞大的一笔修行资源了。而且灵液相比灵石更容易被吸收，有了这一壶灵液，足够让齐浩修炼到灵武巅峰了。不过这灵湖在黄家，而且还在黄嫣的院落之下，倒是有些麻烦。齐浩微微皱眉，寻思办法。既然发现了灵湖，他就不可能让这座灵湖继续尘封地底。黄家是园林城底蕴深厚的大族之一，实力比孟家要强上不少，但以齐浩如今的实力，直接杀入黄家，占了黄家也没问题。但齐浩2世修行皆有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100倍还之。眼下这黄家与他并无怨仇，他不可能为了一处灵湖就做出灭人满门之事。思忖片刻，豁然，齐浩眼眸一亮，或许此法可行。齐浩低声一笑，心神也从灵湖之中退出。他的心神转念朝着上方屋舍之中窥察过去。主屋右侧乃是一间修炼室，此刻修炼室内，一名身穿淡雅黄裙的俏丽女子正闭目盘膝，全神贯注地沉浸在修炼之中。她的身姿曼妙，宛如一朵含苞待放的黄菊。在她身前摆放着数百颗灵石，随着功法引动，每一颗灵石里都溢出丝丝缕缕的清气，朝着女子体内涌去。倒是勤奋，只可惜修炼的功法太差了些。齐浩暗道一声，心神从掌天图中退了出来。他找来一张白纸，又取来笔墨。对于一个曾是巅峰之境的武道强者来说，运笔画图自是简单至极的事。很快，一张以孟家为中心，方圆50里的地图便在齐浩笔下诞生。掌天图显现的地域范围和齐浩的修为有直接关系，肉身修为越强，掌天图显现的范围便会越大。他按照掌天图所示，将稍大一些的光团位置
在地图上标了出来。这些光团都是蕴藏灵气的资源所在。虽然掌天图上的光团密密麻麻足有数万个，但那些太小的光团直接被他无视了。他只标注了72个稍大光团的位置，这些位置处所蕴藏的资源应该都还不错。李靖、秦老，你们来我院中一趟。齐昊唇角微动，魂力传音道。虽然宗师境界属于反武阶段，但已经可以初步施展魂力凝音之能了。收到魂力传音的李靖和秦震连忙赶了过来。二人到时，齐昊已经站在院子里等着他们了。姑家主，您有何吩咐？李靖抱拳问道。他习惯性的本来要叫姑爷，但转念一想，孟家都没了，还姑什么爷？现在的齐姑爷就是元灵城齐家的家主。秦震亦是笑呵呵的拱手道：家主有事只管吩咐，老朽万死不辞。齐昊微笑道：是有个差事要派给你们。说着，齐昊将画好的地图递给秦震。秦震疑惑地接过地图，看了一眼后不解道：这画的似乎是元灵城周边的地图，但老朽愚蠢，不知家主给我们这幅地图是要我们去做什么？还有这图上的圈圈又所指何意？李靖也是抓了抓脑袋，干笑着不明所以。齐昊淡笑道：过去的3年，我为孟家四处寻找灵矿，几乎走遍了元灵城方圆100里之地。除了已经找到的那些灵矿，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有灵物蕴藏的地方。图上的这些圈圈就是这些灵物所在的位置。现在我命你们2人带上府中的其他护卫，按照地图所指，将这些灵物一一取回。秦震、李靖2人震惊地看向齐昊，这图上的圈圈竟然都是灵物的位置，那这幅地图就是妥妥的一张藏宝图了啊！家主竟然将这幅藏宝图就这么的交给了他们，这是何其的信任！家主，您就这么信任我们？秦震颤声道。他原以为就算自己留了下来，齐昊也不可能很快就信任他。他已经做好了被齐昊考验的准备，所以刚才一见面他就表了一句万死不辞。可齐昊一上来就丢给了他一张圈了72处灵物的藏宝图。不管这些灵物价值几何，72处加在一起，那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足以让人眼红，甚至心生背叛了。是啊，家主，这幅图您应该自己秘密保管才是，怎么能随便交给我们啊？李靖一边说着，一边连忙催促秦震道：秦老，赶紧把地图合起来，这张图我们不能看。秦震闻言连忙就要合起地图。齐昊淡笑道：既然你们选择跟着我，就得照我的吩咐去做事。这张图你们收着，我齐昊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速速去吧。既然家主信任我们，我们2人一定办好此事。秦震一边郑重说道，一边将藏宝图收起。或许这巨大的诱惑就是家主对老朽和李靖的考验。秦震心中如是猜想。到了标记点，尽力寻找，如果无所发现，也不必太过强求。齐昊淡淡道：虽然掌天图显现的位置必然是有灵物存在，但普通手段未必能够发现。就像黄家地底下被封印的地窝灵狐，若非借助掌天图的窥察之能，齐昊也无法找到。2人退去，齐昊转身回屋，一边修炼一边等着麻烦上门。之前孟清然差遣一名护卫去灵武宗搬救兵，以那护卫的脚程，如果能够顺利见到魏昭，灵武宗派的人差不多也该来了。不过魏昭和陆红英有婚约在身，他和孟清然之间的交易乃是见不得光的事，所以齐昊猜测魏昭应该不会亲自露面。孟家在灵武宗的眼里不过就是一个小家族，所以此番被派遣救援的人身份不会太高，修为也不会太强，所以齐昊完全不担心。果然1天后，一行气息不凡的武修气势汹汹地来到孟府跟前。这些人10人青衫，2人黑衫，1人身披白袍。青衫为弟子，黑衫为执事，能身披白袍者便象征着长老身份。砰！2名黑衫执事不由分说上前直接抬掌轰开了孟府大门。吓得守门的仆人赶紧奔向齐昊的小院汇报。虽然孟家原先的客卿长老基本都走了，但府上的仆人都留了下来，毕竟这些底层人离开了孟府，想讨个生计都难。家主，不好了，一群人强闯了进来！仆人惊忙叫道。卧室中，齐昊眼眸缓缓睁开。你通知其他人都去后院待着。齐昊淡淡道。仆人一愣，家主这是在保护他们吗？以前的孟家人只会拿他们当牛马使唤，何曾在乎过他们的死活？仆人愣然时，齐昊已经从屋中走出。一会不管有什么动静，你们都不要过来掺和。齐昊瞥了一眼仆人，淡淡道。仆人眼眶一红，感动道：我们不是武者，也帮不上您，只可惜秦长老和李护卫他们都出去了，这可怎么办啊？无妨，不过是一些小角色而已，你们别乱跑就行。齐昊叮嘱一声，朝着前庭走去。大门被破之时，齐昊已用掌天图看了一眼，
只是一眼，他便知道这是灵武宗的人找上门来了。此时灵武宗一行人已经冲到了前庭。谁是齐浩？给我滚出来！一名黑衫执事眼眸阴鸷地眯出一道凶光，怒声高喊道。白袍长老则是气定神闲，低垂双目，若非少宗主有命，这种小家族他一辈子都不会踏足。长老，除了刚才那个仆从，这孟家好像已经没人了。莫不是这几日那小子已经逃了？执事皱眉道。白袍长老安云涛淡淡道，他已经来了。执事眉头一掀，齐浩的身影从一道辕门淡然走出。你就是孟家那个赘婿齐浩？黑衫执事冷笑问道。齐浩瞥了一眼此人，淡淡道，传我齐家还敢狗吠？这就是你灵武宗的做派吗？齐家？执事冷笑道，这里分明是孟家，你一个赘婿，难道还想鸠占鹊巢不成？安云涛眯了眯眼，盯着齐浩道，你倒是对我们的身份很清楚，既如此，就不用废话了吧。齐浩，老夫劝你乖乖将孟家大小姐交出来，她若有半分闪失，老夫绝不会放过你。黑衫执事凶声威胁道。齐浩唇角一扬，那你们可是来得太晚了，孟清然的尸体应该已经发臭了。你们的少宗主若对府事有癖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抛尸的地方。什么？安云涛等人脸色齐齐大变。孟清然已经死了，你休想诓骗我等，老夫不信你敢杀他！安云涛眼眸凶厉。齐浩既然知道孟清然和他们少宗主之间有着关系，那还怎么敢杀死孟清然的？安云涛不信一个小家族的赘婿敢有这样的胆子。齐浩冷笑道，不信你们可以出去打听一下，如今园林城的人应该没人不知道，孟家4人已尽数被我所杀。另外，你们回去时替我带句话给魏昭，最好将临渊秘境的灵池送回来，否则等我去灵武宗找他拿回时，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未必是他能够承受得了的了。灵武宗众人脸色尽皆一片怒青，胆威胁我宗少宗主，我看你是找死！唰！其中一个平常就爱表现的黑衫执事怒喝一声，直接身形暴冲，一掌轰向齐浩。此人有着宗师9品的修为，这样的修为在园林城来说已经是巅峰了。他也觉得自己一出手必然能够轻易重创齐浩，毕竟齐浩就是一个20出头的小年轻，能有多少修为？砰！然而事实却是，黑衫执事还没冲到齐浩跟前，就被一道极强的拳劲力量闪电般击中胸口，整个人迅猛倒飞出去。哇！执事倒飞间，嘴里哇地吐出一口血水，他感觉整个胸膛都要炸裂了一般。安云涛眼神一沉，好霸道的拳劲，看来孟家4人当真没能逃过你的毒手了。齐浩冷漠道，他们都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我奉劝你们就此离去，老老实实的替我传话，否则你们这些人我只会留下一个活口来替我传话，还真是狂妄。安云涛怒笑道。齐浩冷眼盯了安云涛一眼，你若怀疑我的话，那就拿命来试。你！安云涛气得胸膛一鼓，他难以相信在园林城这样的小地方竟然有人敢威胁他，他可是灵武宗的长老，货真价实的大宗师修为，这小子凭什么敢在他面前这么狂？可这小子冷峻的神色，还有那双满含一股莫名威势的眸子，分明又让安云涛感觉到莫名的心悸。难不成这小子的实力真能胜过他这个大宗师？可这怎么可能？长老，此子太狂了，还打伤了孙执事，不杀他何以立我灵武宗威名？另外，他若不死，少宗主和孟家的事一旦流传出去，恐怕会影响到少宗主和陆小姐的婚事，所以他必须得死。另一名执事慕寒杀气道。虽然孙执事被齐浩一拳轰成重伤，让此人也很震惊，但安云涛可是大宗师4品修为，所以他对安云涛有着绝对的信心。安云涛眼眸凶眯，虽然齐浩表现出来的实力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但林执事说的没错，少宗主和孟家的事确实不能被外传出去。齐浩，你自裁吧，如此老夫还能留你一个全尸。安云涛杀气毕露，大宗师的气息轰然释放。齐浩嘴角斜扬，实力不怎么样，倒是挺能装，就你这般修为，在灵武宗多半也就是个外门长老吧。安云涛脸皮一抽，外门长老怎么了？外门长老那也是长老，这小子居然还敢瞧不起他，老夫这不怎么样的修为，杀你却是足够了。安云涛怒然一笑，身形豁然雷动冲出。安云涛的速度快若雷影迅闪，眨眼冲至齐浩跟前，一拳凝力迸发，雷暴拳。眼见齐浩都来不及反应，安云涛凝然冷笑，拳影朝着齐浩的心口怒倒过去。这一拳雷暴之力，在他看来足以将齐浩的肉身轰裂成数块。林执事等灵武宗弟子
脸上一时露出凶狠的笑容。安长老一出手，这狂妄的旗号还不是只有乖乖受死的份？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如今你连后悔都来不及了。林执事冷冷一笑，轰！就在林武宗众人都以为旗号必死之时，一道人影迅猛倒飞回来，狠狠砸向林执事一众。啊！猝不及防的数人被急速倒飞回来的人影撞飞了出去，惨叫声连成一片。林执事反应还算快，及时躲到了一边。但此时的他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倒飞回来的人竟是安长老。噗！倒仰落地的安云涛嘴里喷出一道长长的血溅，原本凶狞的气势此刻已是满面煞白，眸中闪烁着惊恐之色。刚才他的雷暴拳明明已经要砸落在齐浩身上了，可就在那一瞬间，比他拳速更快的一拳轰然重击在他腹部上，他来不及做任何防御，整个人就飞了出去。他的丹田此刻剧痛无比，好像是裂了。你竟敢崩毁老夫的丹田！安云涛颤抖地抬起手指，指着齐浩怒喊道。林执事瞳孔一缩，安长老的丹田崩毁了，那岂不是已经废了？连安长老都成了废人，那这里还有谁能匹敌齐浩？林执事心中猛地一紧，不由想到了齐浩先前的威胁之言，只会留一个活口。齐浩，你给我们等着，我们这就回去替你向少宗主传话。林执事色厉内荏的连忙叫道。其他灵武宗弟子自然也看出了形势不对，连忙组成阵型，将受伤的安云涛和已然昏迷的孙执事护在了中央，但一个个的神色里却难以掩饰的露着惊惧之色。都愣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扶起安长老！安长老伤势极重，必须尽快回宗疗伤才行。林执事对着一帮弟子斥道。他心里那个恼啊，这帮蠢货还不想着赶紧溜，组个屁的阵啊！就凭你们这点修为，护得住安云涛这个老废物吗？弟子们反应过来，连忙去扶安云涛。安云涛也没抗拒，面子是小，性命是大，我让你们走了吗？淡漠的声音如同刺骨的寒冰灌入林执事等人的耳中。齐浩，安长老已被你伤成这样，你还想怎样？我可警告你，我宗的实力绝非是你能够招惹的，就算你能逃，你齐家可逃不掉。林执事心中慌得要死，面上却强作镇定的怒声道。齐浩摇了摇头，讥讽道，没想到灵武宗的人也就这点出息，但既然你们不听我的劝，2次向我出手，我便不可能再让你们活着离开了。说话间，齐浩脚步迈动，朝着林执事一行人缓步走过去。安云涛、林执事等人瞳孔惊缩，难道齐浩还真敢将他们都杀了？这小子是疯了不成？他们代表的可是灵武宗啊！齐浩，老夫劝你莫要作死，你若胆敢杀我宗一人，灵武宗是绝对不会。噗嗤！安云涛正怒声威胁着，一道剑光暴掠一闪，林执事眼眸突瞪，只觉得咽喉处传来一阵刺痛，紧接着他便看到面前喷出一幕血光长老。他杀了林执事。长老，我们怎么办啊？还废什么话，快扶着老夫跑！这小子已经疯了！安云涛惊颤叫道，要不是他伤势太重，他早转身自己先溜了。齐浩冷冷一笑，提剑冲步一闪，剑气挥洒间连声惨叫。唰！凌厉的剑锋架在仅剩的一个活口脖子上，其他人包括安云涛在内此刻都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砰！灵武宗弟子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惧，腿脚一软，直接瘫软的跪坐在地上，连忙求饶道，不要杀我，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外门小弟子，才加入灵武宗没几天，加入没几天就有52品的修为了，你这天赋很强啊。齐浩淡淡道，我刚才太害怕，说错了，是加入灵武宗没几年。小弟子赶忙解释道。齐浩淡漠道，我要你替我传的话，你都记清楚了吗？小弟子忙道，都记清楚了，回去之后我一定告诉少宗主，让少宗主将灵池给您送回来，记住了就好，滚吧。齐浩收起长剑，冷声道，这小弟子回去后说话必然不会像现在这般老实，但只要将他的意思带给魏昭就够了。灵武宗虽然实力不弱，但属于他齐浩的东西谁也休想占有。小弟子被斥却是狂喜不已，没想到这一行人中竟是他这个修为最差的人活了下来。他顿时起身狂奔着离开了齐家。来人，把这些尸体处理了。齐浩将安云涛等人的储物借收取后，便传音去了后院。齐家的仆从们跑过来时，一个个皆是惊喜不已。家主真是厉害，这些人看上去那么凶，没想到会死得这么快。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管他什么人，反正现在都是死人了，拉出去丢山里就行。随着灵武宗一众人的尸体被板车拖出齐家，藏在齐家周围的数个眼线纷纷奔回，将这一消息传给了各自背后的主子。孟家的产业可是一块大肥肉，
盯着这块肥肉的人自然不会少。什么？你说那些冲入孟家的人，只有一个人仓皇逃离，其他人全都被杀了？是的，小人亲眼看见孟家的仆人推着一板车的尸体朝着城外去了。可探听到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那些人的具体身份小人不知，但看上去应该颇有来头。立马去将那个逃离的人抓住，务必问清楚他们的身份。只有弄清楚了他们的身份，才能进一步评估出齐浩如今的实力。是。园林城各大家族内几乎都上演着相似的主仆对话。孟毅一家被杀的消息早已传了出来，城中各族的心思也早已蠢蠢欲动，只不过他们还没有摸清齐浩如今的具体实力，这才没有贸然动手。毕竟从那些离散的客卿长老口中，这些家族也知道孟毅被杀的时候可是有着宗师境9品巅峰的修为，若贸然出手，稍有不慎，说不得就会落得和孟毅一个下场。这些家族没想到他们还没下手，就有一行生面孔冲入了孟家，更没想到这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孟家，没一会功夫就全都躺着出来了。看来如今这齐浩是越发的不简单了啊！各族家主心中皆是微沉。齐浩强大，孟家这块肥肉那就不好抢了。园林城外的山道上，杨怀一口气奔出了数里路，总算松了口气。这齐浩太疯了，竟然真的把安长老他们都杀了。不过他也是真蠢，还想着让我传话。少宗主一旦知道这些，还不得大发雷霆，定会派出内门长老前来将这家伙绞杀。杨怀扭头看向园林城的方向，讥讽一笑，可很快他的笑容就凝固了。数道人影正疯狂奔向他而来。该死，定是这齐浩反应过来，派人来追杀我了。杨怀吓得赶忙继续狂奔。咻！一道箭矢破空而来，扑哧一声扎进杨怀的臀部。啊！杨怀吃痛惨叫，随即腰椎一麻，整个人趴倒在地。这箭矢不仅伤到了他的尾椎，还涂了有麻痹效果的药物，让杨怀直接丧失了行动能力。别杀我！齐浩说过不杀我的，做人要讲信用啊！杨怀连忙大叫道。刷刷刷刷，数人飞奔而至，见杨怀惨叫呼嚎，不由面面相觑，愕然一脸。小子，老子不是齐浩的人，老子问你，你和那些冲进孟府的人是来自哪方势力的？其中一个彪形大汉一脚踩在杨怀的脸上，狞笑问道。他们这些追上来的人虽然来自城中不同的家族，但眼下要做的事情却是一样的，所以谁也没有阻止彪形大汉的问询。杨怀一愣，你们真不是齐浩的人？少他妈的废话，回答老子的问题！彪形大汉恶狠地踩着脚，在杨怀的脸上碾了碾。杨怀吃痛，连忙道：别踩了，我是灵武宗的外门弟子，之前和我一起冲进孟家的人是我们宗门的执事和长老。啥？彪形大汉瞳孔一缩，脸色煞白的赶忙挪开了脚。他脚下踩的竟是灵武宗的弟子？不可能，齐浩怎么敢杀灵武宗的执事和长老？一人冷声道。彪形大汉脸色一青，也觉得自己被耍了。砰！他一脚踹在杨怀的脸上，怒骂道：狗东西，竟敢骗老子！就你这逼样，还好意思冒充灵武宗的弟子？我真是灵武宗的弟子啊！你们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身份令牌给你们看。杨怀哭声道，鼻子里不断的涌着血。彪形大汉刚才那一脚将他的鼻梁都踢断了。啪！杨怀从储物戒里取出一块玉牌来，其中一人捡起来查看，但见做工精致的玉牌上，一面刻着灵武2字，另一面刻着杨怀，在杨怀这个名字上方还横排刻写的外门2个小字，这好像真是灵武宗外门弟子的身份令牌。查看玉牌的人低沉道。彪形大汉瞳孔又复一缩，他要真是灵武宗的弟子，老子岂不是完了？彪形大汉心里一阵慌乱。灵武宗别说他惹不起了，就是他背后的主家那也惹不起啊。其他人此刻的脸色也是阵阵变幻，虽然他们没有踩踏这位灵武宗外门弟子的脸，可也追了对方啊。尤其是那个射了杨怀一箭的人，这会儿的脸色比彪形大汉的脸色还要难看。今日这事我们都有份，若是灵武宗追究起来，恐怕谁也逃不过。拿着玉牌的人低沉道。王兄，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彪形大汉连忙问道。王尊低沉道，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只要他死了，灵武宗的人就会认为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死在了齐浩手里。众人眼神一亮，对啊，只要这个叫杨怀的死了，那就是死无对证啊。王兄这主意好，那我现在就杀了他。彪形大汉眼神一狠，狞笑道。王尊眯眼道，不急，先问问灵武宗和齐浩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怨再说。别杀我，我保证不会报复你们的。你们想知道的，我都可以告诉你们。杨怀惊恐地缩成一团，连忙颤声哭求道。
彪形大汉冷笑道：“呵，老子岂会用自己的性命来赌你的人品？你若乖乖说出实情，倒是可以少受些折磨，否则老子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彪形大汉说着，随手取出一个匕首，在杨怀的身上捅了一下，又握着匕首柄端转了一圈。啊！杨怀痛苦地惨叫起来。我都说，杨怀知道难逃一死，现在只求少受一些痛苦了。很快，他便将此行目的以及魏昭和孟家之间的交易都告诉了众人。王尊等人得知这一切后，不仅没有轻松下来，反而脸色越发难看了。这件事对灵武宗少宗主来说，那是绝对不能泄露的秘密。如今他们却都成了知情者，一旦魏昭知道了，恐怕要死的就不仅仅是他们自己了，或许连带着他们的家人都会被灭口啊！你这个软蛋，为什么要告诉老子这些？你这狗养的东西！彪形大汉怒然一声，一脚跺在杨怀的脖子上，随着咔嚓一声，杨怀瞪目喷血而亡。今日之事，诸位一定要守口如瓶，即便是我们背后的主子，也不能告诉，否则一旦泄露，被灵武宗的人所知，我等必死无疑。回去后，我们就说没有追上此人，这人我们也从未见过。王尊阴沉着脸嘱咐道：“要不是他的实力不允许，他甚至会将这些人也全都杀了。”好，那我们就统一口径，回去跟各自家主复命。彪形大汉赶忙出声应和。发生过的事情怎么能当没有发生过呢？淡淡的笑声豁然从一旁的山林中传了出来。谁在那里？速速给老子滚出来！王尊、彪形大汉等人惊骇不已，齐浩的身影从山林中走出。王尊等人瞳孔一缩，齐浩，他们没想到这躲在暗中窥看的人竟然是齐浩。齐浩走到山道上，瞥了一眼杨怀的尸体，又看了一眼彪形大汉，淡笑道：“下手挺狠啊。”彪形大汉嘴角一阵抽搐，心里暗道：老子再狠，能狠得过你吗？李靖等人丢弃孟家4人尸体的地方，各大家族的人自然都偷偷前去确认过。看到孟毅等人尸体的惨状时，各大家族的人浑身都冒起了寒气。各族迟迟没有行动，多少也有齐浩出手太过狠辣的原因在内。可，齐姑爷，您怎么在此？王尊干咳一声，脸上堆起笑容，拱手问道。齐浩淡淡道：正好路过。王尊等人脸皮一阵抽动。路过？从山林里路过？这话鬼都不信吧？可他们得信啊！现在的齐浩，他们这些武士境哪敢质疑？可今日这事，不知齐姑爷想让我等回去后如何汇报呢？王尊身躯微弓，干笑问道。齐浩笑看着王尊：你是陆家的人，我记得你好像叫王尊，是也不是？齐浩问道。王尊脸色一变，被齐浩记得这么清楚，似乎不是什么好事啊。可正是。王尊硬着头皮应道。齐浩点头道：你是个人物，处事果决，该狠狠，该忍忍，有没有兴趣过来跟着我？王尊一愣，没想到齐浩居然会招揽他，但齐浩一身麻烦，如今还得罪了灵武宗，他可不敢跟着齐浩，当即干笑道：多谢齐姑爷看得起，但陆家对王某有恩情，王某不会离开陆家。齐浩笑道：无妨，以后你若改了主意，随时来齐家找我。随即他瞥了一眼其他众人，道：回去告诉你们背后的主子，感谢他们对我的是这般关心，但切莫关心过了头，否则很容易惹祸上身。还有，刚才这人吐露的消息，你们也一并如实汇报了吧？王尊和彪形大汉的脸色瞬间煞白。如实汇报的话，他们杀死杨怀的事情，岂不是就遮不住了？砰！彪形大汉猛地跪地，脸色涨红道：齐姑爷，这事不能如实说啊！若是让家主知道我杀了灵武宗的人，我家主肯定会弄死我的啊！杨怀是被他一脚踩断脖子，才气绝身亡的，所以彪形大汉这一刻是最害怕的人了。王尊颤声道：是啊，齐姑爷，杨怀的死，我们这些人多少都有份。若是让我们背后的主家知道了，他们为了不让此事泄露出去，肯定会将我们灭口的。还请齐姑爷放我等一条生路啊！齐浩淡笑道：都是老爷们，敢做就要敢认。若你们的主家有灭口之意，你们就说已投奔到我的麾下，兴许可以保住你们一命。至于各家家主会不会给他这个面子，就看这些人自己的运气了。众人脸色或是苍白，或是苦涩不已。他们明明只是听从了主家的吩咐，过来追查灵武宗那一行人身份的，怎么就把自己陷进绝路了？就这样了，诸位，一起回城吧。齐浩淡淡一笑，当先朝着园林城的方向走去。王兄，咋办？彪形大汉瞅了一眼王尊，一脸苦逼地问道。王尊看了一眼齐浩的背影，实在没勇气被刺过去啊，到了这份上，还能怎么办？如实汇报吧。王尊叹息一声，有些无力地跟了上去。
齐浩早就注意到各大家族布置在齐家外面的眼线了，他也猜到各大家族的人一定会对林武宗这些人的身份产生好奇，所以就给他们留了一个最弱的杨怀。这样一来，魏昭想要遮掩的秘密不用他去公开，就再也藏不住了。魏昭想要弄死他，和孟清然暗中苟且，他又岂会让魏昭顺顺利利的和陆红英完婚？另一方面，各大家族的人得知他连林武宗的人都敢杀，想必也会按下那份蠢蠢欲动的心思。齐浩不怕事，但也不想被不必要的麻烦缠身。至于林武宗，即便他今日不杀人，魏昭也不会放过他，所以他又何惧事大？回城之后，众人各自散去。这些家族探子不多时候皆是迈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各自家主身前，忐忑的跪下，汇报着一切什么。那一行人竟是林武宗的人，死的人里还有个是林武宗的长老。你们还一起合谋杀了那林武宗的外门弟子？外门弟子那也是林武宗的弟子啊，你们是怎么敢杀的？你这蠢货，可是给我族惹来大祸了。各族家主听了如实汇报之后，纷纷气炸了，同时心里也是怕得不行。毕竟林武宗对于他们来说，那可是无法匹敌的强大宗门势力。未经之计，只有让你们这些蠢货统统闭嘴，才能让我等各族不落险境了。王尊，老夫知道你向来忠心耿耿，但这一回老夫不能留你了。等老夫杀了你，自会去和其他各族家主说，让那些在场的人都下去陪你。如此你在下面也不会太过顾忌。陆家家主陆丰年阴狠的双眸中杀气迸发，右掌间雄浑的元力轰然凝聚。王尊心头一震，果然家主要杀他灭口。家主，即便我们都死了，这事也瞒不住的。就在我们杀了杨怀之后，齐浩出现了。王尊沉声道。陆丰年瞳孔一张，手中动作猛地一致。齐浩怎会出现？那你们杀死杨怀的事他都看见了。陆丰年颤声问道。王尊这些人的性命好取，可齐浩那可是能将林武宗长老斩杀的人啊。王尊低着头将齐浩出现之后的事说了一遍。陆丰年咬牙怒骂道，齐浩这个狗东西，他这是故意在坑我们啊，难怪他杀了那么多人，却独独放过了一个杨怀。他就是故意利用杨怀，让我们知道魏昭和孟家之间那些见不得光的事。这狗东西简直是太阴损了啊。王尊低着头没有言语。虽然齐浩坑了他，可陆丰年刚才真要杀他，这更让他感到心寒。陆丰年阴沉着脸，沉吟片刻后又道，如此即便杀了你们也于事无补了。既然齐浩想要招揽你，你便过去找他吧，但你究竟是谁的人，老夫希望你心中有数。半个时辰后，齐家中庭候着7人，王尊、刘彪赫然在列。刘彪人如其名，正是在山道上一脚踩死杨怀的那名身高7尺的彪形大汉。咋还差2个？我记得咱们之前不是9个人吗？刘彪狐疑道。王尊低垂双目，沉声道，没来多半就是已经死了。若非他及时说出齐浩出现之事，此刻的他尸体也已经凉透了。那些家族掌事人不管平时有多仁义，但只要牵扯到其家族利益，对他们这些外姓人的打杀根本不会讲什么情面。刘彪脸色一僵，随即轻叹道，也亏得我及时说我已经投奔齐姑爷了，要不然估计我也死了。这一回我总算看透了张胜那货，以前为他卖命，想想真是不值。王尊苦笑了笑，没有多言。陆家、张家不义，改投到齐浩麾下，又能好到哪里去？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时齐浩从辕门走来，我等见过齐家主，愿从此效命齐家，恳请齐家主收留。众人一见齐浩，连忙齐齐躬身作礼，口中呼道。齐浩淡笑道，得罪了林武宗，主家也要灭你们的口。你们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太好过。众人脸皮微抽，他们之所以沦落到现在这副境地，还不是拜齐浩所赐。不过这时候可没人敢说这话。不管你们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的齐家，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现在能保住你们性命的人便只有我。齐浩眯眼道。王尊拱手道，我等明白，只要齐家主愿意收留王尊这条命，以后就是齐家主的。齐浩微笑道，果然不经历一些变故，人心是很难改变的。王尊脸色一红。半个时辰前齐浩招揽他还以忠心陆家的理由拒绝了齐浩，现在他却恳求齐浩收留，那就都留下吧。阿南去给他们安排住处。齐浩笑了笑，对着身旁的仆从阿南吩咐道。阿南忙道，是家主。各位请随我来。王尊等人对齐浩做了一礼，随着阿南走了。家主，他们都是个大家族的人，您就这样收留他们，不会有问题吗？仆从阿北小心翼翼地问道。阿南、阿北是亲兄弟，兄弟2人，一个15，一个14。半年前
他们所在的村子被吴匪洗劫，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被屠光了，只有进山采药的这对兄弟方才幸免于难。两兄弟为了安葬亲人和村民，便将自己卖身给了孟家。齐浩觉得这对兄弟颇有情义，便将他们留用在了身边。齐浩淡笑道：即便有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主家无情义，利自惑人心。等他们发现从我这里得到的远比在救主跟前得到的更多，只要不是傻子，就会清楚自己该站在什么位置。阿北挠了挠脑袋，也不知道听懂没有，只是尴尬地笑了笑。王尊这些人实力都在50进6品以上，这般实力在园林城内已是中等偏上的战力了。只要他稍加提携，踏入宗师不难。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这些人是不是真心追随他，杀了灵武宗的弟子，这些人就已经没有了回头路。王尊等人在齐家住了2日，也没有受到齐浩的召见，更没有被安排事宜，这让王尊、刘彪等人心里有些忐忑。虽然无职一身轻，但这样白住着，恐怕也不会得到资源分配啊。没有资源，他们就无法提升实力。王兄，家主是不是不信咱们？要不咱们去找一下家主，再表表忠心。刘彪来到王尊的院子，愁眉苦脸地说道。王尊低沉道：家主不信我们也是正常的，家主虽然年轻，但也不是凭你口头上表表忠心就能赢得信任的。刘彪使劲地抓了抓头发，那咋整？咱们就一直这样空等着？王尊点头道：等家主安排吧，有了任务后静心做好就成，其他的交给时间。屋中，齐浩缓缓睁开眼眸，这2日他静心修行，修为又提升了些，大宗师4品了。只可惜灵石又耗空了，没想到那安云涛身为灵武宗外门长老，储物界里竟然只有20万灵石，也真是够穷的。齐浩无奈地摇摇头，任他有绝世功法在身，没有充足的资源，想要飞速提升修为也是颇难。好在李靖、秦震等人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齐浩半眯眼眸，只等李靖、秦震等人一回来，他便打算去皇家一趟。只要搞定了皇家，就不用再为修炼资源发愁了。齐浩起身来到库房，库房里摆放着几个箩筐，每个箩筐里都装着灵石。齐浩眉头一皱，这送回来的灵石怎么少了这么多？看来是有人动歪心思了。孟家名下共有7座灵矿，其中3座老矿产量已经不大，但4座新矿月产都在10万灵石以上。如此7座灵矿日均产出至少能有1万灵石的样子，但眼下这些箩筐里的灵石加起来也没有1万颗，而这还是5日的产量，敢动我的灵石真是找死了。齐浩眼眸一冷，魂音传动，王尊带上刘彪他们都到堂前来。王尊眼眸一震，连忙喊上刘彪等人，疾步奔到堂前请家主吩咐。王尊连忙道。齐浩冷声道：灵矿上因有人侵吞灵石，现在我命你带队前往调查，务必追回灵石，将私吞者斩首曝尸，以儆效尤。是。王尊等人立即领命。王尊、刘彪这些人都是狠人，而且和灵矿上的那些人应该都没什么交情。再者，王尊等人急于表现，赢取他的信任，这事交给他们去做，应该能办得不错。王尊等人刚出门没多久，李靖、秦震等人便回了府，兴奋地来找齐浩复命。家主，根据您给的地图，我们这些日子果然是大有收获啊！一见面，秦震便激动地说道。如今他手里握有的灵物，比他这辈子见过的灵物都多。虽然地图上只有72处标注，但有些标注点上却出现了成群的灵物。秦震说话间，将一枚储物戒双手奉向齐浩。灵髓石2块，灵参9根，灵果70颗，4品以上灵草162株，这收获确实算不错了。齐浩查看了一眼，淡笑道。李靖咧嘴笑道：只可惜还有20多处地方，任我们如何寻找也找不到灵物所在，要不然可以收获更多。但这些灵物的总价值应该也超200万灵石了，有了这些，再加上家主的能耐，估计用不了2年，齐家就能成为园林城第1强族。秦震却没有李靖这般乐观，他担心道：家主，虽然有了这些，齐家的底蕴是够了，但灵武宗那边一旦知道孟家之事，恐怕会前来问罪。老朽建议，不如趁着灵武宗尚未发难之前做些打点。齐浩淡笑道：灵武宗的人已经来过了。秦震、李靖闻言一惊，来过了？那他们怎么说？二人心里其实很诧异，灵武宗的人既然来过了，家主居然还能好端端的来找麻烦的，所以我把他们都杀了。齐浩轻描淡写的说道。李靖、秦震二人惊瞪着眼眸，石化了一般，半晌没反应过来，家主把灵武宗的人也杀了，这是彻底把灵武宗得罪死了啊！怎么怕了？齐浩揶揄一笑，可心里是有点发慌，
但在决定跟着家主的时候，属下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李靖干笑道。秦震道：老朽孤身一人，又一把年纪了，倒也无所谓了，只是替家主担心。齐浩淡笑道：能将这些灵物如数带回，你二人的忠心，我自是不用怀疑。齐浩右手一伸，将一块扁平状的黑色玉石递向秦震。这块玉简之中刻录着一部灵武阶功法，你们拿去依次领悟修炼吧。玉简乃是一种经过特殊炼制的魂玉，宗师境以上的武修可用魂石之力在魂玉内部刻录信息，其他武修只需以心神之力进入玉简，便可查知其中内容。秦震、李靖面露狂喜，没想到玉简之中竟是灵武阶功法。要知道，整个园林城内也没听说谁家有灵武阶功法。孟毅好不容易从灵渊秘境之中得到了几部灵武阶功法，但还没来得及开始修炼，就死在了齐浩手里。家主，这可是灵武阶功法，哪怕是在各大灵宗里，这也是秘藏级别的功法。您就这么给我们了？秦震激动道。齐浩淡笑道：灵功虽是珍贵，但忠心更是难求，甘苦与共者，我齐浩自然不会薄待。你们安心收下就是，等王尊等人归来，再赐你们一些灵石，以助修行。多谢家主。秦震、李靖重作礼，感激道：你们歇着去吧，我出去一趟。齐浩笑了笑，跨步离开。秦震、李靖二人此时哪里还想歇着，赶忙回去领悟玉简内的灵武阶功法了。这玉简并不是齐浩亲自刻录的，而是孟毅从灵渊秘境之中得到的。这种垃圾功法，齐浩根本瞧不上，用来收买人心倒是不错。片刻后，齐浩来到皇家府外，守门的皇家仆从一见齐浩，顿时面色一紧，有些惧怕齐浩在园林城内本就颇有威名，如今又杀了孟毅一家，更添凶名。去向你们家主通报一声，就说齐浩前来拜访。齐浩淡笑道：好，小人这就去。仆从慌忙奔进府里，很快他便折了回来，恭敬道：齐姑爷，我家主有请。齐浩点了点头，随着仆从进了皇府，一路穿行来到皇府客堂。客堂内不仅皇家家主黄芒在，连着早就一心修行不问世事的皇家老爷子黄星耀也在。齐浩，你来我皇家所为何事？黄芒见到齐浩，半眯眼眸，开门见山地问道。如今的齐浩，黄芒其实并不想与他打交道，只是碍于情面才见他一面。齐浩遥遥朝着堂内端坐的黄星耀做了一礼，晚辈齐浩向黄老爷子问好。黄星耀淡淡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在此只是替黄芒镇个场子，添些气势。毕竟园林城的人现在谁都知道齐浩此人不好相与。黄伯父不介意，我坐下再聊吧。齐浩冲着黄芒笑道。坐吧。黄芒淡淡应道。齐浩走进客堂，含笑坐下。嗡。齐浩一挥手，6根5品灵参，66颗灵果以及66株4品以上灵草堆满了他面前的茶桌。黄芒、黄星耀瞳孔猛地一张，黄星耀更是唰地站了起来。齐浩，你这是做什么？黄芒狠狠咽了一下喉咙，颤声问道。这么多灵参、灵果、灵草，而且品阶都很不低，皇家几代人的收藏也没有这么多啊。齐浩微笑道。这些都是我的聘礼。聘礼？黄芒、黄星耀一愣。齐浩这是想娶他皇家的闺女，这个刚刚杀了岳父一家满门的凶徒，竟然跑来他皇家下聘礼。黄芒嘴角一阵抽搐，出了孟家这档子事，现在谁还敢给齐浩当岳父啊？除了这些，还有2部灵武阶功法。齐浩微微一笑，又从储物戒中取出2块玉简，放到茶桌上。黄芒、黄星耀二人的眼珠子再次瞪圆了。灵武阶功法还2部？虽然齐浩这种恶婿让人不敢当他的老丈人，但这些聘礼也太诱人了。黄芒又咽下了喉咙，问道：你这是看中了我皇家哪个闺女？齐浩微笑道：您的长女黄嫣。什么？你相中烟了？这不行，绝对不行。黄芒脸色一变，连忙摇头。要是齐浩相中了他某个侄女，黄芒兴许还会考虑一下，但让他自己去做齐浩的老丈人，他可不干。毕竟齐浩上一个老丈人尸体都还没烂透呢。齐浩淡笑道：为何不行？是我不够优秀，还是聘礼不够多？黄芒嘴角轻抽道：原因你心里清楚得很，又何必多问？除此之外，我听说你还得罪了灵武宗，若此时将嫣儿嫁给了你，我这个做父亲的岂不是把自己的女儿推进了火坑？齐浩微笑道：那伯父可曾想过，为何我杀了孟家满门，又得罪了灵武宗，却依旧敢待在园林城，没有逃离？黄芒、黄星耀一愣。是啊，这是为何？黄星耀眯眼道：齐浩，既然你想娶我皇家的闺女，那就把话挑明了说吧。你若能说服我们
这门亲事倒也不是不可以。齐浩微笑道：原因很简单，我身后有人，可无惧灵武宗。至于更多，以我们现在的关系，还不便多说。说话间，齐浩站起身来，指着茶桌上的东西道：这些东西我就先留在皇家了，希望3日之内，皇家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黄星耀忙道：这些东西你还是先带回去吧，等我们商议好了，自会给你一个回复。林武倒还好说，玉简留下来，到时候齐浩要是诬赖皇家偷看，皇家可就说不清楚了。齐浩轻笑道：无妨，即便你们最终的回复是不同意这门亲事，我也只会收回这些灵物。这2块玉简就当是我赠给黄嫣姑娘的。黄芒讶然道：据我所知，你和我家嫣儿也不是很熟啊，你怎会对嫣儿如此大方？齐浩笑道：即便有缘无分，也当表以心意，更何况灵宫而已，对我来说并不算珍贵。黄星耀眼眸一震，灵宫还不算珍贵？难不成齐浩手里还有比灵宫更高阶的功法？二位留步。齐浩微笑作礼，大步离开，只留下眸中震撼、久久难消的黄家父子2人。父亲，您说这齐浩的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啊？黄芒问道。黄星耀摇头道：不敢想，但能让他无惧灵武宗，那定是个我黄家无法匹敌的恐怖存在了。黄芒嘴角抽了抽，这不是屁话吗？别说是齐浩背后那人了，就算是这齐浩，黄家也未必惹得起。那这门婚事，黄芒迟疑着寻求意见。黄星耀沉声道：这齐浩今日表现的倒是客客气气，可一旦我们真的拒绝了他，恐怕他就不是这副样子了。那父亲是同意这门婚事了？黄芒一愣，问问嫣儿的意思吧，这孩子也是个从小就有主意的，若他不愿勉强促成，最终亦是福祸难料。黄星耀道：好，那孩儿这边去找嫣儿问问。黄芒疾步离开，来到黄嫣的院子。父女2人相见后，听完黄芒所述，黄嫣微微沉吟后便道：这门婚事我答应了。嫣儿，你怎么决定的这么快？以前那么多跟你提亲的，你都没看上，难不成你对齐浩也是早有心意了？黄芒诧异道。黄嫣摇头道：女儿和齐浩不过几面之缘，又岂会早有心意？但齐浩亲自入府下聘，聘礼还如此厚重，这不仅是在表明心意，更是在表明他要娶女儿的决心。黄家若是拒绝，恐怕要遭大难。为了黄家，女儿愿意嫁给他。齐浩兄名昭著，本身的实力已经惊人，如今更扬言背后还有强大的存在作为依仗，一个黄家哪有什么底气拒绝？纵然黄嫣心中也不是很情愿，但却将局势看得很清楚。齐浩给足了黄家的面子，黄家若是不接，最后只能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的下场。与其这样，黄嫣索性赌上自己。若齐浩真能抗下灵武宗的压力，不仅齐浩未来的成就非凡，黄家也能借势腾飞。黄芒沉默了片刻，叹声道：苦了你了。黄嫣微笑道：父亲和爷爷从不嫌嫣儿是女儿身，将嫣儿视若珍宝一般，如今嫣儿已经长大了，也该报答父亲和爷爷了。而且除去孟家之事，这齐浩的人品听说还是不错的，其武道天赋更是同龄之中的佼佼者。只论天赋的话，倒是女儿配不上他了。胡说，能娶到我女儿，那就是他齐浩修了800辈子的福气，怎会是你配不上他？黄芒哼声道。黄嫣只是掩嘴一笑。3日后，黄芒派遣家仆来到齐家，请齐浩过府一叙。看来黄家是同意这门亲事了。齐浩心里暗笑，若非是同意了，黄芒不会请他去黄家谈话。再入黄家，这次黄芒会见齐浩的地方并不在客堂，而是在黄家正堂里。正堂里聚着黄家10多号人，这些人都是黄家辈分颇高的人物。齐浩见过黄老爷子，见过各位黄家叔伯。齐浩走入正堂，微笑作礼。哼哼，齐浩啊，坐下聊吧。黄星耀呵呵一笑，指着左侧上手预留的一个空位道：齐浩在年纪上虽然是个晚辈，但以他如今的实力和战绩，可没人真敢拿他当一个普通晚辈对待。给齐浩预留左侧上手的位置，就是黄家肯定了齐浩的地位和身份。齐浩也没矫情，坐到位置上。芒儿，你来说吧。黄星耀冲着黄芒道。黄芒点了点头，冲着齐浩笑道：齐浩，3日前你来我黄家下聘，身为父亲的我已经问询过嫣儿的意见，她愿意嫁你为妻。你若没有改变主意的话，以后你就是我黄家的姑爷了。齐浩站起身，恭敬作礼道：多谢岳父大人成全，我齐浩也在此向黄家诸位长辈保证，只要往后我们夫妻同心，齐浩必不负黄家今日成全之恩，亦不会辜负嫣儿半分。黄芒眉头微挑，这份保证怎么还有个前提呢？若说话的是旁人，黄芒肯定让他滚犊子了，但这人是齐浩，还是忍忍算了吧。哈哈，好。
那你准备何时迎娶伊儿过门？黄芒含笑问道。明日就是黄道吉日，若岳父大人没有意见，不如就让我和伊儿明日成婚吧。齐浩笑道。这事儿自然是越快越好。黄家众人脸皮一抽，他们都是翻了黄历的，明天分明就是普通的日子，哪里是什么黄道吉日？最近的黄道吉日也在半个月之后的。但满堂语境，谁也没有跳出来说这事。可既然你已经做好了迎娶的准备，那我们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了。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我的闺女。你若有负于她，我黄家必不会轻饶了你。黄芒笑道。说最后一句时，他自己都觉得脸上有些烫，但这话要是不说，他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岳父大人放心，小婿定会将伊儿视若珍宝。齐浩笑道。黄星耀呵呵笑道。既然日子都定了，齐浩啊，你就先回去准备吧。好，那齐浩就先告辞了。齐浩笑退离开。齐浩一走，黄芒便是脸色微黑道：这小子未免也太心急了些。黄星耀亦是苦笑，摆手道：既然都定下了，就别说这些话了。你去通知伊儿一声，其他人也都散了吧。黄岩得知明日就要跟齐浩成婚时，整个人也是呆滞了好久。黄岩回过神来后，皱眉道：父亲，齐浩这么心急和我成婚，这里面该不会还有什么猫腻吧？黄芒摇头道：这个为父也不清楚，但除了你，我黄家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那齐浩图谋了。毕竟他送来的那些聘礼至少能值500万灵石，我黄家就算变卖所有产业，那也值不了500万灵石啊。聘礼中灵物一类价值100多万灵石，而灵宫在东陵域一些大型拍卖行中拍卖的价格从来就没有低于过200万灵石。黄烟轻吸一口气，抿嘴道：现在只能希望他不会对我黄家不利吧。次日一早，齐府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便来到黄家府前。齐浩身着大红喜服，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端视玉树临风，精神爽。很快，同样身穿喜服、头顶红盖头的黄烟在黄家人拥簇中被送了出来。齐浩，往后你可要好好待我闺女啊。黄烟母亲叶兰抹着眼泪道。齐浩作礼笑道：岳母大人请放心，小婿定会照顾好伊儿。叶兰哽了一声，摆摆手，示意齐浩可以带着黄烟离开了。喜乐声中，迎亲的队伍开始回返。这次成婚，齐浩并没有邀请宾客。一来，如今园林城里的各大家族皆如虎狼般盯着齐家产业；二来，齐浩刚刚坑了他们一把，这些人就算捧场来了，估计也没什么好脸色。大喜的日子，齐浩自然不会自寻不开心了。完成仪式之后，齐浩就跟着进了新房。新房中，黄烟听到脚步声，红唇微抿，心里忍不住有些紧张。齐浩微微一笑，上前挑了红盖头。黄烟眼眸一抬，清澈的眸子如同碧波春水，闪着光亮，真是好看。亏得你当初没有瞧上孟贤，否则我便没有这个福分娶到你了。齐浩揶揄笑道。黄烟桃腮微红，朱唇轻张道：齐浩，你我已然完婚，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何要娶我了吗？齐浩唇角微扬，抬手轻捏着黄烟的下巴，揶揄道：我就不能是因为单纯的看上了你的美貌才想娶你的吗？黄烟淡笑道：你若真是这般肤浅，我倒是安心了。齐浩笑道：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喜欢其实就是很肤浅的，夫人就不用想得太复杂了。春宵苦短，让我们来完成最重要的一步吧。黄烟嘴角轻抽，眼下明明才刚过辰时，离午时都还远着，这齐浩也太着急了吧。但既已完婚，她始终是要成为齐浩女人的，所以黄烟也没有推拒。她缓缓闭起眼眸，一点温柔着朱唇，恰如春雨润。层层笋衣落，寸寸敷凝脂。轻舟漫入峡，低呼摇颈脖。一朵红梅放，落在两心央。黄烟没想到齐浩比他想象中的要温柔得多，这个忽然就成了他夫君的男人，貌似还不错。云雨邂逅，二人静躺。齐浩让还有些害羞的黄烟枕着自己的臂膀：夫人，以后我们可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齐浩轻笑道。黄烟应道：这是自然，那凡事你可要多替自己的夫君考虑啊。齐浩笑道。黄烟心里微震，齐浩莫非是要暗示什么？念及至此，他柔声道：只要不损害母族，伊儿愿为夫君做任何事情。他同意这门亲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黄家。若齐浩想利用他来对黄家行不利之事，就算已经成了齐浩的人，他也不会答应。齐浩微微用力将黄烟娇躯搂紧，嘴里笑道：黄家是你母族，我只会多加照拂，又怎会去损害，所以这方面你完全不用担心。黄烟心中一松，嘴里嗯了一声。聘礼中的那2部灵宫，夫人可曾查看了？齐浩笑问道。黄烟摇头道：还没有查看，想着等回门之日再看不迟。齐浩讶然，没想到黄烟这般努力修行的人，
竟然能够忍住灵功的诱惑，那就没必要再看了。为夫这里有一部更好的功法传给你。齐浩微微一笑，右手微抬间，掌心里多了一块黑色玉简。黄烟眼露惊色，夫君手中竟还有灵功。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自己说了句傻话。齐浩手里若没有更好的灵功，又岂会将那2部灵功作为聘礼送给皇家？这可不是灵功，而是仙法。齐浩笑眯眯地说道。黄烟瞳孔一缩，仙法？那可是传说中的仙道之物，整个东陵域也没有的东西啊！黄烟激动地侧起身子，顾不得那点羞涩，压在了齐浩的身上，小嘴轻颤着说道：“夫君，你没骗我，这里头真是仙法。”齐浩笑道：“你现在就可以试着修炼了，倒是便知我有没有骗你了。正好这几日，你身子会有些不便，就在这里好好修炼吧。3日后，为夫陪你回门。”黄烟眼眸闪亮，激动道：“我听夫君的，灵功他还能克制，仙法的诱惑可就超出他能克制的范围了。”齐浩将玉简给了黄烟，自己穿衣起床了。这午时还没到，他总不能一天都赖在床上。如今黄烟已经成为他的女人，好处也可以给的更多点了。另一面，齐浩将仙法传给黄烟，也是为了让黄烟看到他的实力与底气。连仙法都有的人，身后会没人，还会怕了灵武宗？的确，查看了玉简之后的黄烟，不仅仅是狂喜，更是完全相信了齐浩在皇家说过的话。除了身后真有大能，齐浩怎么可能会有仙法？但他却不知道，这部所谓的仙法是齐浩辛苦了大半个时辰，将一部通天级别的至强功法弱化了100倍之后方才出现的。没办法，他前世记忆中还记得的功法都太强大了，不能随便拿出来，所以只能弱化之后才能传授给黄烟。若直接传以至强功法，且不说黄烟能不能领悟，这个谎他自己都没法圆了。毕竟他所掌握的那些至强功法早已超出了这方世界的极限所在。午时后，王尊等人从矿上归来，家主私吞灵石的人皆已被惩处，除了追回了13万灵石外，属下还问出了这些人之所以敢私吞矿上灵石，乃是受人指使。堂前，王尊躬身汇报道。齐浩眼眸微眯，他们是受了谁的指使？元武城的洪家和郑家。王尊沉声道。齐浩冷笑道：洪家和郑家真是长胆子了。元武城与元灵城乃是邻城，4座新矿正处于元灵城和元武城的边界上。当初为了抢夺这4座灵矿，齐浩和洪家、郑家没少起争斗，但毕竟矿脉是处于元灵城这边，所以洪家、郑家并没能占到便宜。如今孟家覆灭，齐浩掌权，元灵城各大家族还没敢有动静，这元武城的洪家和郑家倒是急着先下手了。家主，还有个事。王尊犹豫着道。齐浩淡笑道：王尊，我还是欣赏在山道上那个果决的你，以后有什么话都给我直说，莫要吞吞吐吐的。王尊忙道：叛徒说洪家的长子洪文月已经被玄枪门收为弟子了，但这件事属下还没来得及确认。齐浩淡笑道：玄枪门的弟子吗？挺好。王尊一愣，不太明白家主的意思。洪家这就等于有了玄枪门做靠山啊，还挺好。明日一早，你与刘彪随我去一趟元武城，先下去吧。齐浩没有多解释，只是摆手遣退了王尊。随后，齐浩唤来李靖和秦震，取了1万灵石出来，让他们2人带着那些一起寻找灵物的护卫分了。虽然替他做事是这些人的分内事，但适当的给些好处，才能让手下的人以后做事更有动力，也会更加尽心尽力。王尊、刘彪得知之后，皆是对李靖等人羡慕不已。1万灵石对他们这些人来说，那可是十足的一笔巨款了。要知道，他们在原先的家族里，鞍前马后的效命1年，也才只有1200颗灵石1夜时间。齐浩将剩下的12万颗灵石尽数吸收，总算又提升了一品修为。幸好还有2块灵髓石，否则就凭灵矿上的这点收益，还真不够我修炼的。齐浩无奈一叹，结束修炼，站起身来。混元造化经乃是至强之法，吞灵炼化的速度堪称恐怖至极。12万颗灵石，常人没个1年半载，那都吸收不完，他却在1夜之间就全部吸收了。出门之前，齐浩来到新房所在的院子。这新房本是孟毅和刘云原先的屋子，齐浩命人简单收拾，又重新装饰了一下，就作为新房使用了。他自己的院子则留为修炼时使用。夫人，我进来了。门外，齐浩微笑道：夫君稍等，我正在突破宗师境。黄烟连忙道，声音里有着掩饰不住的激动。昨日他还是50境6品，他怎么也没想到，只是修炼了1夜，自己竟然就要破入宗师境了。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哼，夫人真厉害，这么快就要踏入宗师境了。这到了回门的时候，
恐怕会惊掉岳父岳母的眼球呢。齐浩唇角轻扬，露出笑意。虽然黄烟的资质不算特别好，但如今修炼了仙道之法，提升速度自然很快。而且筑基之前不过是凡5阶段，只要有合适的功法和充足的资源，提升起来本就不难。屋中盘膝冲进的黄烟俏脸一红，羞嗔道：“夫君就莫要笑话我了，哪里是我厉害，分明是夫君传授的仙法厉害。夫君快别乱我心神了，我要专注突破了。”齐浩无奈，突破个宗师境还搞得这么紧张。他在门外等了2刻钟，黄烟总算是成功破境，踏入宗师境了。吱呀！黄烟打开门，粉脸涨红，眼眸里的亮光比夜星还要亮闪。夫君，我成功突破境宗师境了，谢谢夫君。黄烟脚尖一点，含着几分羞涩，红唇在齐浩的脸上点了一下，随即赶忙低下通红的脸蛋，不敢再看齐浩了。虽然和齐浩相处的时日尚短，但黄烟已经感受到齐浩是真心待他好，再加上刚刚突破，心中激动得很，这才大胆地表示了一下。齐浩摸了摸脸上被黄烟亲过的地方，揶揄笑道：“就亲一下，会不会太少了点？”那你进屋。黄烟羞声道：“我感觉我的身体已经没问题了。”齐浩轻笑道：“我要先出去一趟，等我回来再一起补上。”黄烟低羞应道：“好。”齐浩笑道：“关于仙法之事，你自己知道就好，若叫其他人知道了，恐怕会生出觊觎之心。”黄烟连忙抬头郑重道：“夫君放心，叶儿不是不知轻重的人，仙法之事，叶儿绝不会对夫君以外的任何人提及。”齐浩也就是叮嘱一句，虽然黄烟是个聪明人，但如果没有他的提醒，黄烟未必会对黄家人保守这个秘密。离开园林城后，齐浩带着王尊、刘彪2人一路策马狂奔，朝着元武城而去。要是能弄头灵兽就好了。狂奔中，齐浩心中不由暗道，虽然他们胯下的骏马都是齐家马厩里最健壮的马匹，可速度和耐力还是不能让齐浩满意。除了东陵城，你们可知还有哪里能够弄到灵兽？骑行中，齐浩问向王尊和刘彪。这一世的记忆里，齐浩知道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很。入赘孟家之前，他的少年时光基本都是在齐家院宅里度过的。入赘之后，一直困身在园林城。园林城以外的事，都是靠着听说和书籍才知道一些。王尊道：“灵兽稀少而珍贵，而且实力强大，除了在东陵城有过拍卖之外，属下也不知道哪里还有。即便有人在山野间遇见了，若能活着离开，也不会随意将灵兽的消息告诉别人，他们只会将消息卖给东陵城内的那些专门猎捕灵兽的人。如此说来，想要弄个灵兽，还得去东陵城一趟了。”齐浩皱了皱眉，东陵城距离园林城足有1000里，若只是为了灵兽，他就懒得跑一趟了。可家主，属下倒是听说了一个地方，很可能有灵兽出没，但消息准不准确，属下可就不敢打包票了。刘彪干笑道。齐浩眼神一亮，如果地方不远，他可以去一趟。有掌天图在手，只要灵兽真的存在，找到并不难。这地方在哪？如果太远，就不用说了。齐浩笑问道。远倒是不远，就在城北80里外的青雾峡。刘彪忙道：“等办完了元武城的事，就去青雾峡看看。若真有灵兽，少不了你的赏赐。”齐浩眯眼一笑。刘彪眼神一喜，连忙激动道：“多谢家主！”快到正午时，一行3人终于抵达元武城。元武城的总体实力和园林城差不多。进城之后，王尊和刘彪明显有些紧张。虽然齐浩战力非凡，但他们毕竟只有3个人，而且这里还是洪家、郑家的地盘。齐浩先来到了郑家府前，守门的郑家仆人眼见齐浩3人脸生，便一副倨傲样子的问道：“你们是何人？来郑府作甚？”王尊冷沉道：“去告诉你们家主，我们齐家主前来造访。”齐家主？仆从忍不住龇牙一笑：“元武城哪有什么齐家主？小子，你该不会姓齐，身边再带着2个人，就把自己捧成是一位家主了吧？”刘彪，去杀了他。齐浩淡淡道。仆从脸色猛地一变，脚步不由快速后退，嘴里惊道：“这里可是郑家，哪容得你们撒野！你们给我等着！”喊叫中，仆从砰的一声撞开大门，溜了进去。刘彪脸露尴尬，郁闷道：“家主，不是属下不听您的命令，是这货跑得太快了，属下都没来得及出手啊！”追进去砍人，刘彪倒也没有这个胆量。齐浩淡笑道：“无妨，有些人不吓唬一下，他就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很快，一行人气势汹汹地从郑府急走过来。今日老子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在我郑家门前闹事。一个满脸络腮的中年男子怒然而来。仆从低头哈腰的跟在中年男子身侧，冷笑着瞥了一眼齐浩后，忙对中年男子道：“二爷，就是这小子。郑奎有些日子没见了。”
齐浩抬眼淡淡道。郑奎此时也看清了齐浩的脸，脸色微变后冷笑道：原来是你小子，你来我郑家做什么？郑奎虽然清楚原因，但还是装作不知的哼声问道。齐浩眼中浮起寒意，冰冷道：我寄到了郑家，你还要装糊涂吗？那些个叛徒如今已被斩杀，但你郑家敢指使他们，到我临时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郑奎哈哈大笑道：交代？你要老子给你什么交代？你说的是老子完全听不懂。你管不好自己的人，还来找我郑家麻烦，你当我郑家是泥捏的不成？齐浩淡漠道：你郑家自然不是泥捏的，而是屎做的。噗！原本有点紧张的王尊和刘彪忍不住笑喷了出来。你敢辱我郑家？齐浩，我看你是找死！郑奎铁青着脸，杀气迸发的怒吼着。齐浩冷声道：找死的人不是我，是你郑家。若郑岩再不滚出来见我，你郑家很快就要见血了。郑奎怒笑道：你当老子是吓大的？敢在我郑家门前如此嚣张，老子先废了你！唰！郑奎怒步一冲，一拳轰向齐浩。王尊、刘彪二人刚要出手拦击，齐浩已然踏步出去，同样一拳轰出，迎向郑奎。这郑奎乃是宗师境6品修为，王尊、刘彪并不是他的对手，所以齐浩也没打算让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更何况他也需要让郑家人看到惹火他的下场。轰！两拳如奔雷般相击一处，但胜负之分却是立竿见影。啊！双拳碰撞的刹那间，郑奎便是发出一声惨叫，身形到飞间，只觉得一股恐怖的气劲冲入了他整条右臂之中，令他感觉胀痛无比。砰！郑奎倒飞的身子还没立稳，整条右臂骤然砰的一声炸裂了开来。啊！郑奎撕心裂肺的声音以及整条手臂爆成血雾的惨状，让一众郑家随从皆是惊呆了。宗师境6品的二爷不仅败了，还炸了一条手臂。你怎么敢伤我家二爷？快去禀报家主和老爷子！郑家随从们瞬间忙乱起来，一部分人赶忙扶住郑奎，一部分人脸色煞白，双腿发抖地护在郑奎身前，生怕齐浩再出手。齐浩并没有再出手，杀郑奎不过抬手之事，但他今日来郑家并不是为了杀人的。齐浩，你敢废我一臂，我郑家饶不了你！郑奎颤着眼眸，色厉内荏的怒道。原本得知孟毅被齐浩杀死，郑家人都以为齐浩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算计了孟毅，所以郑家和洪家才敢肆无忌惮地挑唆灵矿上的人背叛齐浩。但瓜分那点私吞来的灵石并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叛徒不过是棋子，他们原本就是想利用这些叛徒来激化矛盾，只要齐浩忍不住这口恶气跑来找麻烦，郑家和洪家就可以借机把齐浩给除了。如此，孟家的灵矿那就都是郑家和洪家的了。但郑奎完全没想到齐浩的实力如此惊人，一拳就干废了他一条手臂。齐浩瞥了一眼郑奎，淡淡道：再敢狗叫，我便将你另一条手臂也废了。你！郑奎怒然不已，可脚掌却忍不住往后退了退。齐浩的实力明显在他之上，真要冲过来，就靠他身边这些草包护卫，恐怕是护不住他家主真是生猛啊。王尊和刘彪皆在心中震撼。一般来说，家族之间有矛盾打打闹闹很正常，但一般都不会下手太狠，以免真结下了死仇，闹到不死不休的境地。但齐浩现在废了郑奎一臂，这仇怨已和死仇无异了。齐浩，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竟敢在我郑家门前伤我二弟！狂怒之中，郑岩、郑金霄带着10多名郑家客卿飞奔而来，还跟他废什么话，速速将这数字围起来。郑金霄一看到郑奎的伤势，顿时咆哮出声。刷刷刷，郑家客卿飞速冲出，将齐浩3人围了起来。王尊、刘彪2人心里微抖，被12个宗师境围着，他们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经历。齐浩无视包围，气定神闲地看向一脸凶狠的郑岩，淡淡问道：指使我矿上的人背叛齐家，私吞灵石，这事你郑岩认不认？郑岩怒笑道：现在我认不认还有什么区别？你断我二弟一臂，你今日就休想再活着离开元武城了。齐浩淡漠道：看来我还是下手太轻了，没能让你郑家记住教训。既然如此，那就让你郑家门前的血溅得更多些吧。还敢狂妄，你是瞧不清形势吗？郑岩简直要被齐浩气笑了。被12个宗师境围着，就算是大宗师也未必能够讨到好处，更何况齐浩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就算有些天赋在身，又怎可能是大宗师？大哥，这小子的实力确实有点厉害，我估摸着他的修为至少也有宗师境8品了。郑奎咬牙提醒道：就算他是宗师境9品巅峰，今日也必死。
郑金霄冰冷道。郑奎忙道：那是，有父亲在此，这小子绝无活命之理。郑金霄在半年前已经踏入大宗师之境，虽然只是个大宗师一品，但这份修为在元武城已是前3强了。齐浩，断我一臂，就算你现在跪下来求饶，那也没用了，你就等死吧。郑奎又冲着齐浩狞笑道。齐浩不屑地扯了一下嘴角，右手一闪，蛟灵剑直握在手。轰！他一身强大的气息轰然释放开来，原本立木围着他的那些宗师境齐齐瞳孔一缩，脚下惊退数步。这气息是大宗师，他竟然也是大宗师，难怪敢杀上门来了。这真要打了起来，我可得小心些了，别白白送了性命。郑家一众客卿纷纷在心里惊颤着，郑家父子3人亦是脸露吃惊，尤其是郑金霄，他分明感觉到齐浩的气息比他还要强一点点的样子。哼，原来你已是大宗师境界，难怪孟毅那蠢材会栽在自己女婿手里了。郑金霄沉声道。齐浩淡淡道：这话你倒是没有说错，孟毅他就是个蠢材，而你也不比他聪明多少。郑金霄脸色一黑，怒笑道：莫要以为只有你是大宗师。轰！郑金霄怒跨一步，大宗师的气息轰然释放。不过1品而已，杀你如宰鸡。齐浩讥讽道。你……郑金霄险些被气吐血，他承认自己的气息比齐浩弱了那么一点点，但也不至于被视为弱鸡吧。这小子说话也太气人了。齐浩，你休要太狂，你是大宗师，我父亲也是，更何况我郑家还有这么多宗师客卿，只要我们群殴而上，你依旧是必死。郑奎怒声道。他折了一臂，必须要让齐浩付出代价，可不能因为齐浩是个大宗师就让大事化小。齐浩瞥了一眼周围那些宗师境，淡淡道：你们还有最后一次做选择的机会，此时离开尚且可活，倘若不走，那就莫怪我心狠手辣了。这些人虽是郑家客卿，但与齐浩无冤无仇，只要他们不再替郑家卖命，饶了也无妨。哈哈，真是笑话，我郑家养了他们这么多年，他们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的3言2语就背叛郑家？郑奎冷笑道。郑岩和郑金霄的脸色却一直阴沉变换着。齐浩显露大宗师的修为之后，他们其实已经在心中犹豫不决了。虽然郑奎伤势惨重，但郑家的未来更重要，即便他们最终能够围杀齐浩，郑家也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到时候郑家实力衰弱，不仅要面临同城其他家族的打压和欺凌，恐怕与他们合谋的洪家也未必会信守之前的约定，将其中2座灵矿分给郑家了。所以一直只有郑奎在不甘心地叫嚣着，郑岩、郑金霄都没有再开口。郑家客卿们虽然眼神都在闪烁，但并没有人应声，也没人退走。虽然他们是有点怕，但毕竟在郑家做了多年客卿，就这样被齐浩一句话吓跑，那也是不可能的。瞧见了吧，我郑家的客卿岂会被你吓退？郑奎狞笑道。齐浩淡淡道：他们确实有几分血性，只可惜选了一条死路，下辈子记得要跟对人。唰！齐浩话音一落，身形蓦然化作一道光影，以着肉眼难以捕捉的恐怖速度，围着王尊、刘彪2人转了一圈。贼子你敢！郑金霄惊呼一声，身形爆闪而出。砰砰砰！当郑金霄从门前冲出的那一刹，齐浩的身形已经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郑家的12名宗师客卿已然齐齐仰面倒地，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标起了一道血线。郑岩脸色煞白，郑奎也叫不出声了。瞬息秒杀12名宗师客卿，大宗师的实力有这么恐怖？难不成他们的父亲是个假的大宗师？他2人很确定自己的父亲根本做不到，至少这速度他们的父亲就做不到。破山狂影刀，唰！一脸怒红的郑金霄蓦然纵跳劈刀，狂暴的刀气在他手中战刀的锋刃上形成一层血红的厚重刀芒。这一刀的威力，郑金霄自认已是有生以来劈出的最强一刀了。郑金霄虽然不愿意拼命，可齐浩杀了郑家12名宗师客卿，让郑家实力大损，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今日有郑家就没齐浩，家主小心！王尊惊呼一声。郑金霄的这一刀在他眼中已是极为强大的杀招。齐浩冷眼直视，迎着刀芒挥剑一削，凝练无比的剑气裹着蛟灵剑在空间中划出一抹黑影。轰！刀剑相击，刀芒与剑气碰撞的一刹那，郑金霄刀身上的刀芒砰然爆散开去，紧接着整个刀身亦是咔嚓断崩，裂成无数碎片。郑金霄只觉得右手虎口巨震，整个人被一股巨力冲压着斜飞了出去。唰！剑气斜飞，扑哧一声从郑金霄的脖子上斜切斩过，一颗扭曲着痛苦神色的人头翻滚落地，跌落后的无头尸体血水狂喷，
失红了郑家门外之地。父亲，你竟敢杀我父亲，我跟你拼了！二爷，咱们不是他对手啊，别冲动啊！放开老子！你们这些没胆的孬种，您2只手的时候都打不过他，现在就更不可能是他的对手了。郑家还需要您，属下不能看着您去白白送死啊！一个郑家护卫脸色苍白的死死拽着郑奎，急忙劝导，他心里却是暗恼的很。这郑奎就剩一只左手了，还逞什么能啊？现在郑奎和郑岩二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赶紧带头服软求饶，为他们所有人跪出一条生路啊！郑岩的目光从郑金霄的尸体上移开，怒目充血盯着齐浩，恶狠狠地咬牙喊道：“齐浩！”这声音听着，感觉他的牙齿都要咬碎了。齐浩冰冷道：“都说了，杀他如宰鸡，还敢向我出手，这是他自己找死。再者，若是你郑家早点乖乖认错，再给出一笔赔偿，又何至于落得如此？现在我再问你一遍，灵矿上的事，你认是不认？”郑岩此刻虽然悲愤又怨恨，但也没糊涂。再跟齐浩这么硬下去，郑家定然会和孟家落得一个下场，要被直接杀绝的。他深吸一口气，咬牙道：“灵矿之事确实是我不对，但如今我父亲死在你手里，我二弟被你废掉一臂，我郑家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惨重了。”齐浩冷漠道：“一码归一码，郑家再惨，那都是咎由自取。既然你认了，我的损失你还是要赔。”郑岩怒道：“行，从那些人手里，我郑家前后一共就分了5万灵石，我都还给你。”齐浩淡淡道：“多少灵石，你说了不算。”郑岩咬牙道：“那你想要多少？200万吧，我只给你半天时间，不管你是变卖产业还是去借，200万灵石一颗都不能少，否则就莫怪我手黑了。”齐浩淡淡道。在场所有人皆是瞪圆了眼珠子。200万灵石，这齐浩是怎么说得出口的？就算卖了郑家所有的产业，恐怕也凑不齐200万灵石吧？你这是要逼死我郑家！郑岩扯着脖子怒吼道：“大哥，咱们跟他拼了！他想要敲诈我郑家，没门！”郑奎怒道。齐浩淡淡道：“是被逼死，还是立马去死，随你们自己选了，我都行。不过，我善意的提醒你们一句，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人活着，总是还有希望的。你郑家在元武城盘踞多年，总是有些交情在的。半天时间，筹足200万灵石，应该不算太难。”王尊脸皮一抽，他这才看明白家主为何没有直接将郑岩、郑奎也杀了。就算夺了整个郑家，那也得不到200万灵石啊！留着郑家兄弟的性命，让他们去借灵石，反而获益更大。家主连灵武宗的报复都不怕，还会在乎这兄弟2人日后报复吗？家主不仅手辣，心事更黑啊！太可怕了。王尊心中不由一阵发悚，幸好我没打算真当陆丰年的眼线，否则我以后的下场怕也是凄惨至极。不过这事我还是要尽早和家主坦白才行，以免以后生出误会来。王尊心中暗道，他打算回去的路上就和齐浩坦白一切，要不然他会活得很不安心。好，我给你200万灵石，但你要保证拿到灵石之后，不许再伤害我郑家一人。内心艰难挣扎的郑岩也终于做出了妥协。大哥，不能答应他啊！郑奎赤红着眼眸喊道：“你给我闭嘴！你成了废人，死不足惜。可难道你真想看到我郑家被满门尽灭吗？”郑岩怒斥道。满门尽灭这4个字如同重锤，狠狠砸在郑奎的心口上。是啊，他不怕死，可他的儿子、女儿，还有那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孙儿，他们怎么办？这齐浩可是个连岳父岳母以及妻子都杀的疯子，一旦得不到想要的赔偿，定然会将郑家灭门的。郑奎颤抖着，再不言语，原本就苍白的脸更是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了。齐浩见状，淡淡道：“只要灵石足数，你们不再自己找死，我也懒得杀人。”他回头瞥了一眼王尊和刘彪，淡淡道：“你们2人随我入府等待，半日之后见不得灵石，就由你们出手了。”刘彪咧嘴森然道：“家主放心，他们要是凑不够灵石，属下保证让整个郑家鸡犬不留。”该狠狠。齐浩微微一笑，迈步走向郑府。门口的郑家护卫赶忙让出一条道，看着齐浩就这么走了进去，郑岩、郑奎2人愤然又不甘，却也不敢阻止。福二爷回去养伤。郑岩阴沉着脸吩咐道。郑奎眼眸一颤道：“大哥，这200万灵石你打算要怎么凑？”郑岩沉声道：“这事你就不用管了。郑奎的断臂之伤，若是再不治疗，那也是会死人的。只有半天时间，郑岩也不敢耽误了，疾步飞奔着离开。”洪家一名探子正在向洪家家主洪千涛汇报着郑家门前发生的事。郑府之外血溅一地，
这种大事件，元武城各族自然都飞快收到了消息。什么？齐浩那贼子不仅瞬间杀了郑家12名宗师客卿，还将郑经霄也杀了。这小子的实力怎会忽然变得如此强横？洪千涛震撼之中，脸上也有些发白。他记忆中的齐浩虽然很彪悍，但也只是武士境9品啊。以前他是碍于面子，并没有对齐浩这个小辈出手，否则当年争夺灵矿的时候，他挥挥手就能一巴掌拍死齐浩。现在他想弄死齐浩，忽然间实力就不够了。这个属下也不知道，但齐浩表现出来的实力确实很强。家主，这齐浩既然知道他灵矿上出了叛徒的事和郑家有关，想必也知道洪家也有参与了。您可得早做准备啊！洪家护卫小心翼翼地提醒道。洪千涛眼眸烁闪，沉吟片刻后哼声道：怕什么？我儿已是玄枪门的弟子，我就不信这齐浩敢动郑家，还敢动洪家。护卫闻言不敢再多言，但他亲眼看到了齐浩在郑家门前的嚣狂，总觉得齐浩不只是狂，还很疯洪家，齐浩未必不敢动。这时候一名护卫匆匆走来：家主，郑家主在府外求见。护卫恭敬道。洪千涛一挥手冷声道：哼，这时候还见他作甚，沾他的晦气吗？告诉他，我正在闭关的紧要关头，无暇相见。护卫一愣，随即赶忙应道：是。这郑家也真是废物，死了那么多人，一点都没能伤到齐浩。洪千涛怒哼了一声，他嘴上虽然硬，但心里其实也有点发怂。若是郑家能把齐浩拼成重伤，他现在就可以去捡便宜了，哪里还用得着心慌？洪家府外被拒见的郑岩脸色怒青，指着洪府怒骂道：洪千涛，你这狗娘养的，你见死不救是吧？一会老子就把你洪家抖出来，老子不好过，你也休想安生。护卫一脸尴尬，虽然郑岩骂得很难听，但他就一个洪家的普通护卫，也不敢在郑岩面前说什么不是啊。骂了几句没得到回应之后，郑岩只能气愤离开。毕竟时间有限，他不能耗在洪府门外，200万灵石凑不够，他郑家就完了。虽然郑岩不想承认，但他清楚自己已经后悔了，后悔不该动了孟家灵矿的心思，后悔不该惹了齐浩这个煞星狂徒。只可惜悔时已晚，哪怕最终能度过这一劫，郑家也将从此背上巨额债务，势力也必将一落千丈，从此难复荣光。时间一晃，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郑岩还没有回来。郑家的人一个个脸色煞白无血，腿脚发软。半个时辰前，王尊、刘彪2人已经将政府内的所有人全部撵到了中庭，聚在了一起，一共200余人，其中郑家亲眷有30来人。家主，这郑岩该不会自己跑了吧？刘彪狐疑道。坐在太师椅上的齐浩缓缓睁开眼眸，淡笑道：他跑不了。他看似闭目养神，实则一直以掌天图观察着整个元武城的动静以及郑岩的行踪。此时的郑岩也正在狂奔回来的路上。齐浩知道这一切，其他人可不知道。这时候一个郑家青年蓦然从人群里走了出来，颤颤巍巍地朝着齐浩作礼道：齐家主，200万灵石，数额巨大，匆促之间我父亲恐怕难以凑齐，不知我郑家能否换个方式向您赔偿？换个方式？你想用什么方式？齐浩眯眼问道。这说话的青年是郑岩的长子，名为郑杰，亦是郑家板上钉钉的少家主。郑杰连忙道：我几个妹妹还算貌美，郑家愿意将他们送入齐府，为奴为婢，任您使唤。只求若我父亲未能筹借到足够的灵石，齐家主能够高抬贵手，放我郑家一马。郑岩到这时候都没回来，郑杰心里实在没底。大哥，你怎么能这样啊？大哥，你为了活命，竟然要卖掉我们，你还是人吗？我不答应！呜呜！人群里几个年轻的女子吓得哭了起来。都给我住口！若你们真能去伺候齐家主，那是你们的福分。再哭哭啼啼的，坏了齐家主的心情，信不信我直接把你们卖到楼子里换灵石？郑杰扭头，一脸恶狠地冲着那几个妹妹怒吼威胁道。他可不想死，他还等着继承郑家的家主之位呢。齐浩不屑道：你可真是一个好大哥，只可惜他们对我满心怨恨，这样的奴婢都是带着毒刺在身上的，我可不会用。郑杰连忙道：齐家主放心，他们绝对是不敢忤逆您的。齐浩冷笑道：刘彪，去废了他！郑杰瞳孔一缩，吓得哆嗦，赶忙跪地道：齐家主，您这是为何啊？我把自己的妹妹送给您，您怎么还要废了我啊？我不明白啊。齐浩冷声道：因为我最痛恨你这种出卖家人的人了。刘彪咧嘴一声狞笑，朝着郑杰大步奔走过去。不要啊！郑杰惊慌求饶，起身就要逃跑。敢跑就死！齐浩冰冷道。郑杰刚站起来的身子顿时一僵，绝望地瘫软在地。
他毫不怀疑齐浩的话，废了，总比死了强。齐浩，我大哥已经去筹借灵石了，你也答应过，不会再伤害我郑家之人的。郑奎狠着脸，咬牙怒道。刘彪回头看了一眼齐浩，齐浩淡淡道：我答应的，灵石收到之后，不会再动你郑家人。现在我可还没有收到灵石。刘彪咧嘴一笑，顿时一脚重踢出去，正中郑杰裤裆啊！郑杰惨叫一声，整个人都被踢飞出几米，滑进郑家的人堆里。王尊脸皮一抽，刘彪这一脚恐怕是将郑杰踢爆了，而不只是踢废了。齐浩嘴角抽搐，没好气地说道：刘彪，你也太残忍了些，我是让你废了他的修为，又不是让你废了他那里啊！刘彪一脸懵逼，废错地方了。呵，那属下再去补一脚，这次绝对不会废错地方了。刘彪干笑一声，朝着郑杰走去。痛得死去活来，满地翻滚的郑杰赶忙强忍痛苦，哀求道：齐家主，我错了，我不该出卖家人，求您饶了我吧。刘彪没听到齐浩发话，自然不会手软，阴狠一笑间，脚上原力凝聚，一脚跺在郑杰腹部。噗！一口血水从郑杰口中喷出，人也跟着昏死过去。接连被重创，没死已经算是命大了，但他的丹田已被刘彪一脚跺爆，即便还能醒过来，以后也只能当个废物了。杰儿！狂怒的惊叫中，郑岩飞奔而来，可他却来迟了一步。齐浩，这是怎么回事？郑岩怒红着双眼，捏紧双拳问道。齐浩淡淡道：要不你问问你的女儿们。郑岩凶怒的一甩眼，喝问向几个女儿道：你们这些蠢货又怎么得罪了他？父亲，我们没有得罪他。是啊，父亲，是大哥要把我们送给齐浩，可齐浩说他最讨厌出卖家人的人，所以就把大哥废了。什么？杰儿被废了？郑岩瞳孔怒张。郑杰不仅是他的长子，也郑家年轻一代天赋最好的人了，如今竟被废了。齐浩，你答应过我不会再伤害我郑家人的。郑岩怒道。齐浩淡淡道：只怪你自己回来的太晚了，如果你再不将灵石交给我，可就超过我们约定的时间了，到时候不仅你保不住郑家，你手上的储物戒我也会掰下来。你！郑岩气得想吐血，这齐浩还想着杀人夺剑。大哥，你若筹足了灵石，就快点给他吧，他若不走，郑家就一刻不得安生。郑奎咬牙道。郑岩低吸一口气，一挥手，5个大箱子轰声落地，200万灵石，一颗不少，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放过我郑家。郑岩沉声道。他现在也不敢再说什么威胁的话了，一来他根本没底气威胁齐浩，二来他可不想好不容易筹到了灵石，还是保不住郑家。你们去看一下。齐浩吩咐道。王尊、刘彪连忙过去，打开箱子查看。家主，灵石足数。很快2人恭敬汇报道，眼中满是对齐浩的敬畏。家主只是来了一趟元武城，轻轻松松就得到了200万灵石，各大家族拼死拼活费尽心思，几十年也存不到这么多灵石啊。齐浩点了点头道：既然灵石足数，郑家的事就接过去了。齐浩走过去将箱子收起。我们走。齐浩朝着外面走去。王尊、刘彪嘿笑跟着。郑岩眼眸一眯，豁然转身冲着齐浩的背影喊道：齐浩，指使你矿上那些叛徒背叛你的，不只有我郑家，洪家也参与了。齐浩扭头淡笑道：出卖洪家，你就不怕洪家报复你吗？郑岩只是沉声道：洪家可比我郑家富裕多了，莫说是200万灵石，就算是300万，他们也拿得出。齐浩揶揄道：可洪千涛的儿子比你的儿子优秀啊，你这是既想报复洪家，又想算计我吗？郑岩脸色煞白，目露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的心思竟然被齐浩全都看穿了。他原本想着只要齐浩去洪家也杀一波，不仅可以让洪家跟着郑家一起衰落，还能让齐浩得罪玄枪门，这近乎完美的一石二鸟之计刚开始就要破灭了。郑岩，我奉劝你一句，郑家好不容易保住了，往后就安分一些做人，再起坏心思，你可借不到足够的灵石来保命了。齐浩不屑一笑，迈步离开。家主，咱们是要回去了吗？出了郑家后，刘彪咧嘴问道。现在他对齐浩这位新主子是佩服得五体投地。齐浩眉头一挑，奇怪地看了一眼刘彪。回去？我还没有收到洪家的赔偿，怎会回去？齐浩淡淡道。您若去洪家，岂不是称了郑岩的意？刘彪愣然道。刚才齐浩在郑家已经道破了郑岩的算计，他还以为齐浩不会再去洪家了。齐浩淡淡道。他衬意不了。刘彪有些糊涂。王尊笑道。想不明白就别想了，我们跟着家主就是。齐浩笑道，去找个人带路。是。对元武城他们3人都不熟悉，带上王尊、刘彪
就让他们干这些寻人带路的杂事的。很快，在本地人的带领下，一行3人来到洪家门前。还没等刘彪上前说话，洪府大门轰然打开。洪千涛阴冷着一张脸，目光直视向齐浩。在他身后跟着洪家一众客卿和护卫。齐浩，我洪家可不像郑家那般软弱可欺，你若也想敲诈我洪家，可就打错算盘了。洪千涛冷笑开口道。齐浩淡淡道，我以为郑家的事能让你识相些，没想到你还是这般盲目自信。你真以为你儿子成了玄枪门的弟子，我就不敢动你洪家了？洪千涛眼眸一颤，难道这齐疯子还真敢得罪玄枪门？玄枪门那可是真正的灵宗大派啊！哼，别以为你说几句疯话，我就会被你吓住。想让我洪家赔你200万灵石，那绝对不可能。不过灵矿上的那点事，我洪家确实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赔礼。林克卿，把我准备好的东西给齐家主送过去。洪千涛对着身边一位宗师客卿吩咐道。林克卿走到齐浩跟前，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小木箱里，打开。齐浩淡淡道。林克卿犹豫了一下，将箱子打开。呵，齐浩瞥了一眼，发出一声冷笑。这木箱里约莫只有10万颗灵石的样子。洪千涛哼声道，这些灵石已经远远超出我洪家分账所得的灵石了，你该知足了。我也实话告诉你，在你来之前，我已经派人去玄枪门通知我了。你若还要纠缠不清，就等着玄枪门的长老找上门吧。远水救不了近火，洪千涛，你确定要惹怒我？齐浩眯眼道，你洪家的这点人可不够我杀的。洪千涛心里又是一震，这齐浩每一句威胁的话都让他倍感压力，但他也不敢弱了气势，因为一旦低头，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会和郑家一样要被敲诈惨了。可齐浩没错说，远水救不了近火，等他儿子回来，他和洪家人的尸体估计都凉透了。洪千涛，我不喜欢扯虚的，天黑之前拿出200万灵石，你洪家可安然无恙。若你不答应，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路。齐浩冷声道。洪千涛脸皮一抖，咬牙道，200万太多了，洪家根本拿不出这么灵石。那是你的事，少一颗灵石，你洪家今日都免不了血光之灾。敢碰我齐浩的东西，你就要付出代价。齐浩冰冷道，这份赔偿我洪家认了。洪家众人后方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父亲。洪千涛连忙转身，朝着后方走来的老者躬身作礼。洪旭阳没理会洪千涛，而是淡淡看向齐浩道，后生可畏，齐家主能将郑经霄斩杀，确实让我洪家忌惮3分。更何况本就是我洪家有错在先。齐浩淡笑道，还是老爷子明事理。洪旭阳淡笑道，实力不如人罢了。不过200万灵石不是小数目，元武城的这些家族刚刚被郑家借了一遍，我洪家此时再去借，多半也借不到多少灵石了。所以老朽想请齐家主能够多宽限几天，到时候老朽一定带上足数灵石，亲自送到齐家。齐浩笑问道，老爷子想要我宽限几天？最多10天，灵石必会送到齐家。洪旭阳保证道，好，那我就给洪家10天时间。齐浩淡淡一笑。洪千涛见齐浩竟然真的答应了，脸上忍不住浮现一抹喜色。10天时间足够他儿子带着玄枪门的长老赶回来了。洪旭阳拱手道，那就多谢齐家主了。齐浩淡笑道，我只希望老爷子能够一直这么明事理，若动了不该有的心思，那真就会害得洪家万劫不复了。洪旭阳眼眸微震，我在齐家等着老爷子。我们走。齐浩丢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走远一些后，刘彪忍不住道，家主，洪家这个老不死的分明是想拖延时间啊，他肯定是想等着洪文月回来。洪文月知道元武城的事后，肯定也不会自己一个人回来的。王尊笑道，你都能想到的事情，家主能想不到吗？那咋还答应他们啊？刘彪不解地抓了抓腮。王尊笑道，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家主既然这样做了，必然是有深意的。切，说了等于没说。刘彪翻了个白眼。齐浩瞥了一眼王尊，淡笑道，在我面前不用装着。王尊干笑道，家主慧眼如炬，属下哪敢欺瞒？是吗？你真就没点事瞒着我？齐浩玩味的笑看着王尊。王尊眼眸一颤，也不管还在元武城的街道上，直接双膝一沉，跪在齐浩面前，嘴里忙道，属下确实有一事没有告诉家主，但属下从来没想欺瞒，只是还没有机会向家主坦白。现在你有机会了。齐浩淡淡道。一边的刘彪都看傻眼了。王尊连忙道，在属下投奔您之前，陆丰年暗示属下，让属下成为他在您身边的眼线。但正如您所料，那日山道回去后，
陆丰年本想杀了属下灭口的，是家主的威名，才保住了属下一命。属下对陆家早已寒透了心，既跟随了家主您，就绝对不会再有二心。齐浩点了点头，起来吧，没有二心最好，只要你们忠心于我，我也不会亏待了你们。他看了一眼刘彪，刘彪连忙道：家主，张胜没让属下给他当眼线，估计他也知道属下不是那块料。齐浩笑道：你确实不是这块料。齐浩回到园林城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这让他再次感叹骑马赶路的速度太慢了。待明日我便去青雾峡一趟。下马时，齐浩心中暗道齐浩取出2份灵石堆在地面上，微笑道：这次随我奔波，你们也辛苦了，赏你们一人1000灵石。王尊连忙道：家主，这次我们2人也没有出什么力，哪配得到这样的赏赐啊？赏你们，你们就拿着，做我的麾下，只有忠心还不够，还得有实力才行。若半年之内你们到不了宗师境，就自己滚吧。齐浩淡淡道：啊，半年到宗师境，家主，这我哪行啊？刘彪顿时苦笑道：他如今才50境6品，正常修炼的话，以他的资质，恐怕2-3年都到不了宗师境。王尊却是眼露惊喜之色，单膝跪地道：属下一定努力，不负家主的栽培。齐浩微微一笑，不愧是能被陆丰年敢用作眼线的人，这脑瓜子就是比刘彪聪明得多。齐浩笑着转身而去。刘彪先是愣了愣，然后一脸苦笑地问向王尊：王兄，家主这到底是啥意思啊？王尊激动道：你这蠢货，家主既然说要让我们在半年之内踏入宗师境，这就表明家主有栽培我们的心思。只要我们之后能够继续忠于家主，刻苦修行，半年入宗师多半问题不大了。啊，那到底怎么才能提升得这么快啊？刘彪郁闷地抓着脑门子，还是想不通。王尊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道：我怎么知道，但家主肯定会有办法，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就看你我后面的表现了。就你这脑子，你也不用去多想了，只需要记住，修炼上别偷懒，家主让你做什么，你就用心去做好即可。哦，多谢王兄指点，改明儿我请王兄喝花酒。刘彪感激道：这个可以有。王尊眯眼一笑。虽是深夜，主屋里的灯光依旧亮堂着。齐浩微微一笑，上前叩门：夫君，是你回来了吗？黄烟欣喜的声音传来，随即门被打开。齐浩笑道：都这么晚了，夫人还没睡呢。黄烟脸色微红，羞声道：夫君未归，我岂能独寝？而且平常我也是要修炼到深夜的。齐浩上前一步，贴着黄烟的身子，用胸膛将她顶回了屋内，脸上带着几分坏笑道：其实我这里还有一种既不耽误修炼也能睡觉的功法，不知道夫人愿不愿意修习呢？黄烟的脸滚烫不已，他也是修炼之人，自然明白齐浩说的功法定是一种双修功法，但这种功法在传言中都是不正经的荒淫之术，可面对齐浩，他却生不起拒绝的念头，反而羞怯的心中还有几分期待。灯火熄，人未尽，月下云影动，蛟龙吻芙蓉。啜银石撞钟，引路到浮红。晨光破晓，两人依偎。2次事情，黄烟也渐渐适应了自己齐浩妻子的身份。她如小鸟依人，纵是被齐浩折腾得有些疲倦，脸上却挂着甜蜜的笑容。齐浩的手掌摩挲在黄烟光滑的香肩上，轻笑问道：怎么不问问我昨日去了何处？黄烟柔声道：夫君若想说，嫣儿就听着；若是夫君不想说的，嫣儿也不会多问。看来这一次我没有再看错人了。齐浩笑了笑。黄烟蓦然有些心疼，从齐家离开的那些客卿，黄家也接收了一人，所以他对齐浩斩杀孟氏一门的原因也知道一些。不过客卿知道的有限，只知道是孟家的人对齐浩见死不救，还盗取了齐浩的灵池献给了灵武宗。孟清然和魏昭之间的肮脏交易，客卿不知道，黄烟也就自然不知道了。山道上追踪杨怀的人并没有黄家的人，这意味着黄家并没有对孟家的产业有过觊觎，这也是齐浩对黄家人出手大方且很客气的原因之一。夫君，嫣儿不会说话，但嫣儿可以向夫君承诺，只要夫君不负嫣儿，嫣儿也绝不会有负夫君。黄烟扬起脑袋，看着齐浩，一脸认真地说道。齐浩揶揄一笑，抬手勾着黄烟的下巴道：这还叫不会说话？你这话都暖到为夫心里了。黄烟脸色大羞，赶忙把脸埋进齐浩的胸膛里。齐浩笑了笑，把他和孟家之间的恩怨，以及孟清然和魏昭之间的脏脏交易和黄烟说了一遍。黄烟听闻后不由气怒道：这孟家人竟然无耻到了这地步，不仅杀了夫君的父亲，夺了夫君的灵池，竟还要用有名无实的夫君之名给孟清然和魏昭做遮掩。难怪夫君会把他们全杀了，他们这一家子就该死。呵，他们确实该死，所以都死了。告诉你这些，就
就是希望你知道，你夫君我不是疯子，也不是不懂得怜惜人，只是有些人不配被怜惜。齐浩笑道。黄烟柔声笑道。虽然成婚之前嫣儿心里还有些忐忑，但通过这2日的相处，嫣儿已经完全不怕夫君了，心里只有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好好的做一对神仙眷侣。齐浩哈哈一笑，翻身将黄烟压住，又是一出龙戏凤。齐浩起身后，从储物戒里取出2口大箱子来，放在屋中。这2口箱子里有80万灵石，可助夫人修炼。我今日还要再出去一趟，夫人可要在家中好好修炼，若不然，夫人这娇弱的身子可扛不住为夫连夜的折腾。齐浩坏笑道。黄烟脸上刚浮起的震惊，顿时被娇羞所覆盖。夫君，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灵石啊？黄烟羞声道。他是真的没想到，齐浩一出手就是80万灵石，哪怕他在皇家再受宠爱，也从来没有拥有过这么多灵石啊。齐浩笑道。如今你修炼仙法，灵石消耗得快，只要能助我夫人提升修为，这点灵石又算什么？夫人，我就先走了，你一个人赖在床上也没什么意思，不如快快起身洗漱，等为夫回来后，你我夫妻2人再一起赖床。齐浩丢给黄烟一抹坏笑，便离开齐府，孤身朝着青雾峡方向驾马而去。园林城北边一座庞然密林中央，地裂出一道深有数百丈的巨大峡谷。俯瞰之下，峡谷中轻雾涌动，犹如一层青色的云海，将峡谷下方尽数遮掩。峡谷上方，一人伫立，旁边的一棵古树上拴着一匹枣红骏马。清障浮生之处，必有毒物横行。这青雾峡倒是一处炼毒宝地。齐浩眼神微闪，心中升起盘算，还是先看看这里究竟有没有灵兽存在吧。齐浩低语一声，盘膝坐地，内视魂海，掌天图静谧悬浮。妖灵模式，嗡！掌天图微微轻震，图影之上顿时显露出无数颗色泽不同的光点。这些光点基本都集中在6个区块上，这6个区块正是坐落在青雾峡周边的6个小镇。光点代表的则是体内蕴藏着元灵之力，亦或者是妖元之力的活体生灵。咦？齐浩心中低疑了一声。青雾峡这一块，除了他以外，竟还有6个光点。这6个光点有5个光点挨在一起，另外1个光点则是与5个光点相距4里。看来盯上这只灵兽的人不止我一个啊。齐浩低笑一声，视线朝着青雾峡中的那颗银色光点落去。银色光点在掌天图上颇为醒目，毕竟雷属性的力量本就不多见。目光穿透进青障之中，在峡谷峭壁之间有着一个天然的石洞，石洞中赫然蹲卧着一只体型巨大的凶禽。这凶禽貌如鹰隼，一身银羽，折射着亮白光芒，如同一片片钢片般披附在他1丈多长的身躯上。齐浩神色一喜，这灵气匮乏的东陵域内竟出现了一只银羽雷雕，我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些。不过从他在掌天图上显示的光点大小来看，这只银羽雷雕至少也有筑基3品以上的修为了。且不说以我现在的实力能不能制服得了他，他要是振翅一飞，我可没法追上他。欣喜之后，齐浩沉吟下来，他想猎捕灵兽就是想要找个坐骑，银羽雷雕这种飞禽灵兽无疑是最适合的，但抓捕难度也会更大。能被称为灵兽，至少都有筑基境的修为，这一点齐浩在来之前就是明白的。如果是陆地走兽，他凭借自身手段还有信心将之击败驯服，但如银羽雷雕这种飞行猛禽，想要抓住齐浩还真没多少信心了。毕竟天高任鸟飞，他未曾踏入筑基境，元力尚未化为灵力，还无法做到御空飞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齐浩眯了眯眼，通过掌天图朝着峡谷之中那5处光点看去。随着视线拉近，一行5人清晰地出现在齐浩眼中。这5人3男2女，2老3少，2个老者气息内敛，眸中有金光烁动，修为不低。那人的消息会不会有误啊？我们都在这青雾峡里走了半天了，也没看见什么灵兽啊。毒虫子倒是不少。其中一个身穿青色长裙的女子狐疑道：我就说了，这种小地方是不可能有灵兽的，若再让我遇见那个骗子，非得给他一些教训不可。白面青年冷哼道：若真有灵兽存在，他也不会轻易让我们找到，更何况那人也说了，青雾峡有灵兽，只是他个人的推测，我们过来本也是为了碰碰运气罢了。走在最前头的女子淡淡说道。这女子青眉凤目，俊秀的脸颊，白净无瑕，一头乌黑的长发束成了高马尾，再配上她身上那一袭藏青长衫，使得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干练飒爽。走在前头意味着她在这一行人中的地位颇高，修为最强的2名老者反而走在最后。可我最讨厌毒虫了，姐，要不咱们还是离开吧。青裙女子撒娇的扯着马尾女子的手臂，嘟着红润的嘴唇道。马尾女子无奈笑道：
再找一个时辰，若依旧没有收获，我们就离开。这总长了吧？嘻嘻，还是姐对我最好了。青裙女子嬉笑道。马尾女子笑道：继续往前走吧，我有种感觉，那人的推测很可能没错。老朽也有同感。这时后方的一名老者轻笑道。马尾女子眼神一亮，欣喜道：马长老，以您的见识，可不会像我一样只是凭感觉。您是发现了什么吗？马长老微笑道：不知你们发现没有，这峡谷之中的毒虫虽多，但却异常安分。确实。马尾女子脸上喜色更盛，惊喜道：我明白了，这些毒虫之所以这么安分，一定是有让他们极为害怕的东西存在。青裙女子笑道：姐，他们怕的可不就是我们吗？不说我们3个都是宗师境，2位长老可是筑基境修为，足够让这些讨人厌的毒虫吓得趴着不敢动了。马尾女子摇头道：这些毒虫虽然毒性强大，但尚未筑基，未开灵智，对我们这些走进了他们领地的人类，不仅不会惧怕，正常情况下反而会本能地生出攻击意识，所以他们怕的一定不是我们。青裙女子一愣，难道他们怕的是这里生存的那只灵兽？这么说，这里真有灵兽了。白面男子道：这些毒虫不敢妄动，也未必就是在怕着什么。如今是白天，本就不是毒虫活跃的时候，也不排除这种原因。马长老点头道：但这一路走来，没有一只毒虫或者是一条毒蛇攻击我们，这就有点不太正常了。白面男子皱了皱眉，虽然他依旧不相信这种小地方会有灵兽出现，但也没有反驳马长老的话。且再找找看吧。真没有，我们也没什么损失。马尾女子淡笑道。一行5人继续前行，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银羽雷雕盘踞的石洞下方。原本闭目养神中的银羽雷雕，一双银光烁动的眸子豁然睁开，荡出一抹凶气。下一刻，他双翅一展，凶厉地朝着峡谷之中俯冲而去。小心！峡谷中2名筑基境长老同时感受到危险靠近，惊呼提醒的同时，2人一人祭出一层灵光盾影，将3名青年男女笼罩在内。马长老则是身形暴冲而起，一掌轰向轻雾涌动的头顶上方。啊！刚刚冲上去的马长老就发出一声惨叫，随即整个人迅速朝着峡谷中跌落。马长老、马尾女子等人大惊失色。砰！马长老重摔在地，胸前的衣衫被撕裂成了布条，5道剑骨血痕森然可见。孙兄，快护着他们离开峡谷！马长老强忍剧痛，惊忙朝着另一名长老叫道：已经来不及了。孙长老眼神一颤，咬牙道：大小姐，这只灵兽的实力恐怕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你们先走，我来拖住这只孽畜。马长老的修为和他一样，马长老被如此迅速的重创，孙长老便知道想要收服这只灵兽已经不可能了，能不能保住性命那都要看运气了。孙长老一收灵盾，右手间浮现一柄赤色长剑，赤元剑气。轰！一束火红的剑光冲霄而起，一只巨大的银羽雕身亦在这时候扑压而下。只见银羽雷雕双翅朝着下方一扇，2道银色雷光般妖元之力形成2道银色锋刃，交击着轰在孙长老的赤元剑气上。轰！伴随着一声轰隆巨响，孙长老的剑气轰然破散。好霸道的妖元！孙长老瞳孔一缩，竟是银羽雷雕，还至少是筑基境3品。孙长老心中陡颤，他和马长老虽然都有筑基境的修为，但都只是筑基境2品而已。原本以他2人之力联手之下，应该能够对付一般的筑基3品灵兽，但现在马长老一个照面就被重创，失去了大部分战力。这出现的灵兽不仅修为在3品之上，还是一只身怀雷系妖元的猛禽凶雕，这几乎没有半点胜算了。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会有筑基3品以上的灵兽？这下我们完蛋了。白面青年脸上挂满了惊恐之色，他原本都不信这种地方会有灵兽，又怎会想到这里不仅有灵兽，还是一只拥有着筑基3品修为的银羽雷雕。我们快跑！白面青年拉上姐妹2人就要跑，我不能丢下马长老和孙长老。马尾女子怒沉一声，甩开白面青年的手掌。萧俊，你先护着青韵离开。姐，你只是宗师境，留下也帮不上忙的，快跟我们一起走吧。林青韵急声道。林红鸾低沉道：是我坚持要来的，纵使难逃一死，我也要和孙长老一起为你们多争取些时间。你们快走吧，再耽搁谁也活不了了。青韵，别犹豫了，你姐说的没错，快跟我走。萧俊一咬牙，拉着林青韵便是狂奔而去。姐！林青韵被强拉着离去，泪水奔涌。此时击破了孙长老剑气的银羽雷雕并没有急着再次发起新的攻击，而是在上方盘旋着，似乎是在调整着攻击方向。孙长老则是浑身充灌着雄浑灵力，眼神如雷雕一般，
同样凶厉。马长老强忍着伤痛，咬牙站了起来，随时准备着与银羽雷雕殊死一搏。大小姐，你不该留下来的。孙长老咬牙道：我虽修为不够，但身上还有几张灵符，只要我们能伤到他，兴许就可以将他惊走。林红鸾沉声间，白皙的右手中豁然多了一张细长的火红符纸。赤火灵符。孙长老眼中忍不住一喜。立！豁然，银羽雷雕一声厉啸，宽大的银色双翼飞展开来，整个雕身猛地俯冲下来。那一双凌厉的雕爪上雷源奔涌，雕类灵兽实力本就凶悍无匹，再加上雷源属性，战力就更加恐怖了。下方三人瞳孔里皆是忍不住浮出强烈的惊恐与慌张。毕竟要是经不走这银羽雷雕，他们三人绝对都会被银羽雷雕撕成碎片。林红鸾咬破了舌尖，让自己保持镇定，嘴里沉声道：二位长老妾莫急着出手，等他靠近过来，我先引爆赤火灵符，然后趁着他慌乱之际，二位长老联手对他予以重击。好！孙马二人同时应道。双方实力本就有些悬殊，银羽雷雕动作迅速，如果他们的攻击落不到银羽雷雕身上，不仅会白费了灵力，反而还会给银羽雷雕近身撕碎他们的机会。唰！银羽雷雕暴冲下来，双翅压下一股强劲的气流，吹得三人发丝飞舞，衣衫作摆。来了！眼看距离已近，林红鸾以自身原力冲灌手中灵符，用力抛投出去。轰！刹那之间，赤火灵符在三人头顶上空5米处爆闪出大片赤红的火光。这是灵火之力，而非普通的火焰。火焰温度极高，可瞬息融化普通铜铁。立！银羽雷雕厉笑一声，双翅猛地一收，又复急速张开。这一对银亮的双翅犹如2只巨大的扇叶，扇出2股强劲的雷源飓风。轰！灵火之力顿时4分5裂，朝着周边崩散开去。他竟是连灵火也不惧。林红鸾脸色煞白，剑流云，崩山掌。轰！轰！虽然赤火灵符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孙长老和马长老还是在灵火崩散的一瞬间发起了攻击。此时银羽雷雕距离他们已经太近，再不出手，估计连出手的机会都要没有了。孙长老展出的强大剑芒犹如一道冲天而起的赤虹，颇为威势。马长老虽然已是重伤之身，但决然之间也是调集了体内所有的灵力，聚在这一掌之中。然而银羽雷雕的强大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轰！银羽雷雕张口一吐，一道雷源光链冲射而出，须臾间便将孙长老、马长老的联手杀招冲击得爆散当空。这下真完了，两位长老彻底绝望了。云天剑符，去！咻！随着一道白色光影闪烁击出，冲突之间，白光竟是化作一柄完全由灵力聚成的3尺剑影，眨眼间刺至银羽雷雕的身前。孙长老、马长老二人的眸中再次升起希冀的光芒。没想到大小姐的身上竟还带着云天剑符这种强大的剑符在身。云天剑符的威力，正常情况下都足以秒杀住接近3品灵修了，斩杀一只妖禽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砰！然而希望越大，绝望的就越彻底。眼看着灵剑影就要刺入银羽雷雕的胸膛了，却被银羽雷雕蓦然合握的双爪生生抓爆。力！但灵剑影爆散时产生的巨大灵爆之力，也将银羽雷雕的身体轰得抛飞起来，摇摇晃晃着，看起来有些不稳的样子。砰！祭出云天剑符后的林红鸾亦是两眼一黑，昏倒在地。以他的修为，想要成功祭出云天剑符，是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的。这剑符本也是他父亲给他的保命之物，但也只有在真正的绝境之下才能忌用。马长老和孙长老虽然担心林红鸾的情况，但此时却是他们最后能够将银羽雷雕重创的机会，所以二人不约而同地调集体内所有灵力，各出一击，轰向身形摇晃的银羽雷雕。轰！轰！剑影掌力冲空而起，银羽雷雕上有几分浑噩，未能及时躲避，顿时硬是地挨了2击，凄厉一声，振翅飞逃。机会来了！目睹这一切的齐昊眼中亮光一闪，连忙起身朝着银羽雷雕飞去的方向追去。银羽雷雕并没有飞太远，飞空10里多后，他便落到了悬崖上一块突出的巨石上，以嘴会轻轻翻动着腹部的伤口。银羽被血水浸染成红色，还有血水不断滴落，伤势看起来也不轻。就在银羽雷雕蹲卧下来，准备以妖元疗伤时，豁然上方一道人影迅猛扑跃下来。立！银羽雷雕听到动静，怒叫一声，便要振翅飞逃。可齐昊是算计好了距离后才扑下来的。雷雕的翅膀刚刚张开，齐昊就扑在了银羽雷雕的背上，双手死死锁着银羽雷雕的脖子，双腿一时同时紧紧夹住银羽雷雕的身体两侧。立！银羽雷雕大怒，
双眸之中凶气爆腾，不断挣扎甩动着，想将这个胆敢骑在自己身上的人类甩出去。可不论他怎么用力，却都无法将齐浩这个狗皮膏药丢出去。我劝你别白费心思了，还是乖乖屈服，认我为主，做我的灵兽吧。齐浩揶揄道。前世今生他也没用这种方式抓过灵兽，要是在前世他可丢不起这人，但今世他连筑基境的修为都没有，面对这种凶情，能不硬拼还是别硬拼了哩。银羽雷雕张嘴怒笑，仿佛是在讥讽齐浩痴心妄想。下一刻，银羽雷雕猛地从巨石上飞了出去。他原以为齐浩会害怕，谁知道却听齐浩笑道：不错不错，这体验感相当不错，你确实很适合当我的坐骑。立！银羽雷雕凶厉一吼，载着齐浩直接冲出峡谷，飞到了1000米之上的高空。齐浩眯了眯眼，这个高度要是摔了下去，他就算不死，恐怕也得残啊。豁然，齐浩的身躯猛地一晃，紧接着整个人在高空之中急速旋转了起来。银羽雷雕这是想用飞转之力将齐浩甩出去。嘎嘎嘎！哟，你是威风凛凛的银羽雷雕啊，又不是野鸭子，怎么还嘎嘎的叫呢？揶揄的笑声让银羽雷雕想哭。这究竟是什么人类啊？甩不掉就算了，还他妈的要气死雕！要不是你把我的脖子都快掐断了，我会发出嘎嘎的怪叫声。还有腹部的伤口传来剧痛，他感觉好像是被塞进了一只脚，这个比自己这个畜生还要畜生的人类，莫非是把他的伤口当成马凳子踩了？银羽雷雕飞旋的动作不得不缓了下来，本就伤势不轻，又被齐浩掐着脖子踩着伤口，让他虚弱的感到一阵晕眩，摇晃着双翅便朝着下方落去。齐浩心里一松，这银羽雷雕要真是硬气的和他死磕到底，一人一雕从1000米高空摔下去，就算有混元造化、金护体和雷雕荡肉垫子，那滋味也不会好受。飞落到地上后，银羽雷雕虚弱的半眯着眼睛，趴在地上装成一副要死的样子。只要这个人类误以为他真要死了，从他背上下来，他就立马振翅飞走。只可惜齐浩并没有上当，好歹这银羽雷雕也是筑基境3品的修为，哪有这么容易死？别装了，交出妖魂印，让我当你的主人，我会帮你疗伤的。齐浩拍了拍银羽雷雕的脑袋，笑道。银羽雷雕不理会他，继续装死。齐浩翻了翻白眼，这畜生开了灵智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都学会骗人了。行，让你装，我现在就拔光你脖子上的银羽，让你变成一只秃鹫。齐浩说话间，一手揪住银羽雷雕脖子上的一把银羽，他刚要用力，银羽雷雕便是瞬息站起，脑袋扭转，怒视着齐浩。一股狂暴的雷元妖力从他体内疯狂聚集，眼看着就要从他嘴里喷射出来。嘎！齐浩猛地一握银羽雷雕的脖子，掌心之上一股精粹的元力化为丝丝交错的元力印法，堵住了银羽雷雕体内妖元的传输，还想喷我。看来光把你变成秃鹫还不够，还得把你做成烤鸡。齐浩冷冷一笑，眼中迸发出一股冰寒的杀气，这杀气让银羽雷雕瞳孔一缩。眼前这个人类明明修为不怎么样，为何他的杀气却有一种强大的威迫力量？别以为我看上了你，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顽劣了。你这坐骑我也不是非收不可，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你的妖魂印，否则死。听着齐浩冰寒彻骨的威胁声，银羽雷雕微微犹豫，便点了点头，体内聚集的那股雷元之力也消散开去。他也是真的没力气再折腾了。齐浩淡淡一笑，这就对了，你识时务，我也不会欺负你，跟着我你不亏。银羽雷雕心里有苦说不出，但此时他也清楚自己只有屈从于眼前这个人类，才能留得一命了。嗡！一团黑色的妖魂从银羽雷雕头顶浮现出来，这黑色妖魂呈阴损之态，但只有巴掌大小。妖魂印乃是灵兽柱激起之后凝聚的本命魂印，交出妖魂印就会从此受人控制。齐浩涌出一抹魂力，融入雷雕的妖魂印中，这认主也就完成了。现在只要齐浩一个念头，就可以引爆银羽雷雕的妖魂印，取其性命。齐浩亦是满意一笑，从银羽雷雕身上离开。他右手朝着银羽雷雕腹部的伤口贴合过去，随即元力涌动，注入其中。银羽雷雕原本有些不屑的眼神豁然一震，诧异且震惊地看向齐浩。他没想到这个修为不怎么样的人类，元力竟然拥有神奇的治愈效果。只是须臾之间，他腹部上残留的剑气便被驱散，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齐浩所修炼的混元造化经可不只是战力强大，更具造化之能，至于这点小伤自然不在话下。很快银羽雷雕的伤势便完全被治愈了。好了，随我回家吧。齐浩淡笑道。银羽雷雕却是目光一凶，看向峡谷之中。虽然他已经成了齐浩的灵兽，但峡谷中那几个伤了他的人，
他却不想就这样放过了。想去报仇？齐浩笑眯眯地问道。银羽雷雕连连点头。齐浩捏了捏下巴，坏笑道：可我能顺利将你收服，他们也算是帮了我的。我若放任你去报仇，岂不是有些恩将仇报了？银羽雷雕闻言，有些失望地低下了脑袋。他现在性命握在齐浩手中，齐浩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去报仇。但现在你是我的灵兽了，你受了欺负，我若不帮你出头，岂不是也叫你寒心？齐浩揶揄道。银羽雷雕抬起头来，眼神有些呆愣地看着齐浩。所以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吧，我们不伤他们的性命，只需要点赔偿，拿到多少赔偿，回头都折算成你能用上的东西，你看如何？齐浩笑道。银羽雷雕想了想，点了点头。齐浩微微一笑，跳到银羽雷雕背上。那就走吧，去找他们。银羽雷雕眼中凶气一闪，双翅一展，朝着青雾峡当中飞去。峡谷中，孙长老手里扶着一个，肩上还扛着一个，蹒跚之间还不时紧张回头，生怕那银羽雷雕去而复返。林红鸾元力耗空，脱力昏迷，孙长老给他喂了几颗丹药，也没能醒来。他不敢耽搁，就只能扛着林红鸾走了。马长老胸前的撕裂伤，服用了几颗丹药，也没能止住血，那伤口之中依旧残留着丝丝雷流，阻止着伤口愈合。他蹒跚中一路拖行着血迹，照这个样子，恐怕没走出青雾峡，血就要流光了。孙长老，我怕是走不出去了，你带着大小姐自己走吧。脸色煞白无血的马长老虚弱地说道。那怎么行？我们好不容易击退了银羽雷雕，侥幸活得一命，我怎么可能将你丢在这里？孙长老断然拒绝。可那银羽雷雕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追杀过来了，扶着我赶路，太耽误你们了。马长老叹声道。不会的，那畜生刚刚还一直发出惨叫呢，想来也伤得不轻。孙长老道。丽，你看那畜生又在惨叫了。孙长老道。马长老脸皮一颤道，这声音我怎么听着离我们有点近啊？孙长老瞳孔一缩，好像是有点近啊，唰！他猛地回头，瞳孔瞬息又张大开来。马长老，你还真是乌鸦嘴啊！孙长老颤声道。马长老一回头，顿时再也支撑不住了，绝望地跌坐在地。呼啦！银羽雷雕猛地低飞，呼啦一声从孙长老头顶飞过，强大的气流将孙长老直接压趴在地，他肩上的林红鸾也翻滚到了一边，一头磕在一块石头上。脑袋上的疼痛让他秀眉一蹙，长长的睫毛颤动两下，猛地一怔。我还没死！他惊喜一声。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还是要死的。齐浩从银羽雷雕背上跃下，一脸淡漠地说道。林红鸾震惊地看着齐浩，这个人竟是从银羽雷雕背上下来的，难不成这银羽雷雕早就是有主的灵兽了？马长老、孙长老反而脸色一喜，有人，那就可以商量。这位小兄弟，我们是东陵城林家人，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误会。孙长老连忙站起来，脸上堆起一抹笑容道。要是在外面遇见一个像齐浩这样的小青年，他自然不会如此客气。可现在他灵力几乎耗空，身边带着2个伤员，而齐浩的身边却站着一只目光凶视的银羽雷雕。齐浩眼眸半眯，误会。见到我这灵兽时，我只看见他伤痕累累，眼里充满了委屈，要不是我有些手段，他的命可能都要保不住了。银羽雷雕心里无语至极，他什么时候在齐浩面前表现出委屈的样子了？少来恶心雕，行不行？孙长老苦笑道。小兄弟，你只看到了你这只灵兽的伤，没看到我们3人都差点死在他手里啊！而且说起来还是他先主动攻击的我们。齐浩眼神一冷，所以你是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反而要让我给你们一个交代吗？可老朽倒也不是这个意思，既然都是误会，不如我们就此结果，我们不追究他，你也让我们离去，如何？孙长老干笑道。现在这形势，他哪敢让齐浩给什么交代？不如何？齐浩冷声道。就算是我这灵兽先动的手，但你敢说你们来这里不是冲着他来的吗？这孙长老脸上一阵涨红。这位公子，是我们误信他人，以为这里的灵兽是无主之兽，方才想着前来猎捕，如今造成这些误会，我们的确该负全责。林红鸾暗暗打量齐浩许久后，此时站起身来，抱拳作礼道。齐浩点头道，你这态度我喜欢，错了就要认，莫要找其他借口。孙长老脸皮一抽，但未多言。林红鸾脸色微红，还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而且这公子的年纪明明看着比他还要小几岁，偏偏说话是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不知我们要怎样，公子才能放我们离去？林红鸾眼眸微闪，问道。好不容易都活了下来，他自然也不想节外生枝，
再让自己和2位长老陷入险境。他现在只希望眼前这位公子不要提出太过分的要求，比如让他留下当顶炉什么的。齐浩淡淡道：“我这灵兽既性命无虞，你们也就不用为他偿命了。但你们人可以活着离开，手中的储物戒却得给我留下。毕竟为了治愈他的伤势，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孙长老、马长老脸色大变，留下储物戒？这储物戒里可是有着他们大半辈子的收藏啊！林红鸾亦是眼眸一震，觉得眼前这人属实贪婪得很，但微微沉吟片刻，他便点头道：“好，没问题。”说着，他摘下了自己的储物戒。2位长老，将储物戒都摘下吧，损失多少，回去之后我会如数不齐给你们。林红鸾转身说道。话音一落，又压低声音道：“只要人能没事，就比什么都重要。”孙长老和马长老咬了咬牙，都将储物戒摘了下来。他们倒不是怕死，只是不想因为储物戒连累了林红鸾。林红鸾拿着3枚储物戒走到齐浩跟前，伸出白皙的手掌，笑道：“还请公子收下。”齐浩直视着林红鸾，微笑道：“姑娘这性子倒是难得的很。”林红鸾心中微紧，这人可千万别看上了我啊！虽然此人必然大有来历，但我林红鸾可不会随随便便的委身于人。早些离开吧，把这颗丹药给那个老者服下，否则以他的伤势，怕是撑不住多久的。齐浩淡淡一笑，从储物戒里取出1枚丹药来，递给林红鸾。林红鸾愣然地看着齐浩，这个扒皮青年居然会好心的给他丹药，怎么怕这丹药有毒？见林红鸾发愣，齐浩揶揄道。林红鸾忙道：“没有。”那就多谢公子了。若马长老能够安然无恙，他日红鸾必将重谢。齐浩摆摆手道：“不必了，这地方的清静已经被你们搅了，我也不会在这里继续逗留了。你们走吧。”齐浩将丹药放在林红鸾手心里，将那3枚储物戒顺手收走，转身坐到银羽雷雕背上。银羽雷雕振翅一闪，飞空而起。林红鸾3人这才彻底松了一口气。马长老，这颗丹药你服下吧。林红鸾转身将丹药送到马长老嘴边。马长老越发虚弱了，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虽然手里这颗丹药看起来有点普通，但马长老这伤势已经容不得林红鸾多想了。马长老艰难地将丹药吞入口中，可很快他眼眸金睁，好纯粹的力量，这丹药之力竟真的在飞快治愈着老朽的伤势。马长老欣喜之间，连忙扯开胸前的布条，随着丹药之力化散开来，他这胸前处传来一阵麻痒的感觉。这3人俱都惊呆了，伤口开始愈合了。那公子给的究竟是什么丹药啊？这效果简直堪比仙丹啊！孙长老激动道。林红鸾低吸一口气道：“这公子的来历绝对不简单，恐怕是某个仙宗游历至此的弟子。”孙长老汗颜道：“亏得这位公子也是个好性子，要不然我等3人没死在银羽雷雕爪下，也得死在这位仙宗弟子手里。确实庆幸。”林红鸾感慨道。糟了！蓦然，林红鸾脸色涨红，惊呼一声。孙长老、马长老面色一紧：“大小姐，怎么了？”“没什么。”林红鸾赶忙道。他只是想起来自己的贴身衣物可都在那枚储物戒里，还有部分是最近刚换下来，还没来得及清洗的银羽雷雕的洞府中。齐浩查看了一下3枚储物戒里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总价值在30万灵石的样子。回头我去买价值30万灵石的妖元丹给你，今日之事就当接过去了。齐浩笑道。银羽雷雕有点不信，那3人可是有2个筑基境，那女子虽然修为差一点，可却是大家族的大小姐，之前还拿出了2张价值不菲的灵符来轰她呢。这3人储物戒里的收藏加在一起，怎么可能才30万灵石？你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信的样子，你这是在怀疑主人的人品吗？齐浩眉头一挑，露出不爽之色。银羽雷雕赶忙摇头，表示没敢怀疑。歇着吧，一会我们还有大事要干。齐浩淡淡一笑。银羽雷雕满目疑惑，这无耻的主人又要干什么？半个时辰后，齐浩骑着银羽雷雕再次回到峡谷之中，去将峡谷2边的毒虫都驱赶到我这边来。齐浩吩咐间，自己盘膝坐了下来。既然到了这里，那总要给即将登门的客人们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啊。回到齐府时，又已经是深夜了。入城之前，齐浩将银羽雷雕收入了灵兽袋中。林红鸾一行乃是有备而来，自然早早就在储物戒里备好了灵兽袋，倒是让齐浩省了不少事。新房里烛火依旧亮堂。次日，齐浩和黄烟早早起床，纵是双休了一夜，小夫妻2人依旧精神十足。今日是黄烟回门的日子，2人携手来到黄府门前。守门的仆从一看到2人，便欣喜地朝着府内扯着脖子叫道：“小姐和姑爷回门了。”
齐浩笑了笑，眼中也泛起了光芒。夫君，我们进去吧。黄烟柔声一笑。齐浩笑道：叶儿，你嫁给我之后，我可没有欺负过你，一会儿见了岳父岳母，你可得多说说我的好话。黄烟脸色一羞，心里暗道：这几日我被你欺负的还少吗？夫君这般人物，还在乎我父母的看法吗？黄烟笑道。齐浩笑道：那必须在乎啊。黄烟心中一甜，其实以齐浩如今的实力和底蕴，根本就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和眼光了，反而该是黄家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这位新姑爷才是。入府后拜见了二老，又敬了茶，相处之间倒也喜笑颜开，其乐融融。齐浩明显发现黄芒的元力变得精粹了不少，应该是已经开始修行灵功了。燕儿啊，这2部灵功都是齐浩给你的聘礼，你且收回去吧。一番该有的礼数结束后，黄芒呵呵一笑，将2块玉简取出。至于聘礼中的那些灵石和灵材，黄芒没敢摊下，都作为嫁妆，让黄烟带去了齐府。只有这2部灵功，黄芒留了下来。这几日，他和黄星耀也都在抓紧参悟修行，如今功法已经熟记于心，玉简也该还给黄烟了。黄烟笑道：父亲，这2块玉简就放在黄家吧，女儿已经修行了另一部灵功。黄芒一喜，激动地看着齐浩道：齐浩，当真如此？齐浩笑道：是的，另一部灵功更适合烟儿修行，至于这2部灵功就留作黄家的传承之用吧。哈哈，那岳父就不客气了。黄芒激动道：有了灵功作为传承，不出100年，他黄家必将大兴。要知道东陵城的那些强族，可不就是因为有着灵功作为传承，才能变得强大无匹，实力堪比一方小宗门吗？家宴之后，黄烟便领着齐浩回了自己从小生活的院子。咦，进入院子后，齐浩便低吟了一声。黄烟一愣：怎么了夫君？烟儿，你这院子有些不对劲啊。齐浩眉头轻挑道。黄烟错愕道：哪里不对劲了？他在这里生活了10几年，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齐浩摇头道：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先看看。说完，齐浩盘膝坐下，半晌后，他睁开双眼，脸上的表情十分凝重。他这般样子让黄烟不由紧张起来。夫君，我这院子到底怎么了？莫非是藏着什么邪祟之物？黄烟连忙问道。齐浩摇头道：并非是邪祟之物，而是一处极为难得的修炼宝地。修炼宝地？黄烟更迷糊了。虽然他不知道自己的院子怎么就成修炼宝地了，可若真是宝地，那不是好事吗？见黄烟不解，齐浩沉声道：你这院子下方蕴藏着极为磅礴的精纯灵液，其所藏如同一片小灵湖，哪怕是仙宗知道了也会眼红。所以这虽是宝地，却也可能会为黄家招来灭门之祸。灭门之祸这4个字让黄烟瞳孔一缩，脸色煞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他自然也懂得，那就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了。黄烟连忙道。齐浩摇头道：我能感应到下方灵湖的存在，修为稍强的其他人自然也就能够感应到。黄家能够安然无恙到如今，属实是侥幸了。夫君，那怎么办啊？黄烟焦急道。齐浩笑道：我倒是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夫人愿不愿意了。黄烟抓着齐浩的手臂，气恼地摇晃起来，嘴里羞嗔道：夫君，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跟烟儿卖关子？快说说你的主意吧。齐浩笑道：如果我们夫妻2人悄咪咪地把这些灵液都吸收了，把宝地变成了普通之地，黄家的隐患自然也就消失了。黄烟一喜，可转念一想，这灵液所在，他连感受都感受不到，又如何去吸收呢？忽然，黄烟心中又是一震，愕然地看着齐浩，他似乎终于明白齐浩为何要娶她了。如果这小院地下真有大量灵液，齐浩绝对不是刚刚才发现的了，很可能是上次与孟清然一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察觉了。黄烟心里不由有些难受，但想通的这些他也没有说破。夫人，你怎么了？你是不愿意吗？齐浩轻握上黄烟的手掌，笑问道。黄烟挤出一抹笑容道：夫君这办法极好，叶儿怎会不愿意？一切都照夫君说的办吧。叶儿只是有些为黄家担忧而已。齐浩笑道：只要我们吸收了下方那些灵液，黄家之地便不会再受人觊觎，而且到那时你我修为也必然可有大幅提升，也能更好的保护黄家了。但有一点，夫人需要谨记，人多嘴杂，此间之事暂时不能告诉任何其他人，否则一旦消息泄露出去，东陵域的那些大宗必然都会前来争抢，黄家深陷其中，定然难以幸免。黄烟点头道：叶儿明白，叶儿不会和任何人说的。齐浩笑了笑，他知道黄烟是个聪明人，此刻定然已经猜到他娶黄烟的真正原因了。他起身将黄烟拥进怀里道：若族若想兴盛，
必须先集中资源，培养一个真正的强者出来。唯有强者振族，弱族才能有真正崛起的机会和时间。而皇家能否兴盛的希望，就都在夫人身上了。如今夫人身修仙法，又有灵狐相助，用不了几年，东陵域内便将无人再敢招惹皇家了。待那时，皇家便可安稳无忧地进入飞速强盛时期。感受着齐浩怀里的温暖，黄烟的眼神也是微微亮起。虽然他知道齐浩娶她有利用之嫌，但齐浩对他的好也不像是装出来的。而且以齐浩的实力，完全可以强占皇家，将皇家的这一切据为己有。但齐浩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娶了她，给了她名分，传了她仙法，还留下了皇家。念及至此，黄烟抬起双臂，环抱上齐浩的腰身，柔声道：叶儿已是夫君的妻子，自是完全信任夫君的。夫君怎么说，叶儿就怎么做。齐浩笑了笑，轻抚着黄烟的秀发。虽然之前他对黄烟有所隐瞒，但这却是对他和对黄烟都是最好的。齐浩虽然可以强占了皇家，但这不是他的行事作风。二来，他无冤无仇的强占皇家，也容易引起其他势力的怀疑，从而对皇家倍加关注。如此就会增加地窝灵狐被其他人发现的可能。娶了黄烟，成为皇家姑爷，再与黄烟一同吸收灵狐之力，便就两全其美了。相拥片刻后，黄烟好奇问道：夫君，你说的灵狐，叶儿怎么感觉不到呢？齐浩将他轻轻推开，笑道：因为他在地底深处还有一层封印，寻常手段是感应不到的。我们想要汲取其中灵液，我还需要布置一个阵法。回头你就和岳父说，你在齐家修炼，无法专注凝神，想留在这里闭关修行，想必岳父也不会拒绝。而这几日，我会准备好布置阵法所需的一切物品，等我准备好了一切，就过来陪你一起闭关。黄烟笑道：好，那我一会就去和父亲说。齐浩抬手刮了一下黄烟白净无瑕的琼鼻，坏笑道：等一切准备妥当，我们夫妻二人就要在此日日同修，夜夜双修了。黄烟满面羞红，一刻钟后，黄烟和齐浩一起见了黄芒。黄烟表示想留在自己的小院里修炼，黄芒虽然觉得有些不妥，但见齐浩没有丝毫不悦的样子，也就答应了。齐浩则告辞而去，独自回了齐家。叶儿，你和齐浩刚刚完婚，就要回来修炼，这齐浩真没意见。齐浩走后，黄芒狐疑道：即便二人相处没几日，感情不算太深，但毕竟新婚燕尔，在身体上那也是如胶似漆的时候啊，齐浩怎会愿意分开？黄烟笑道：夫君这几日有点事情要忙，等他忙完后就会来皇家陪我一起闭关修炼。啥？那小子要来皇家修炼？这有点不太好吧？黄芒眼眸一瞪，惊得差点咬破舌头。虽然齐浩这个女婿目前表现得不错，可终归是一个大煞星啊。偶尔串门他还能接受，可常住在皇家的话，他这个老丈人心里着实有点慌啊。毕竟当初的孟家被齐浩住着住着，最后就成了齐家。阿黄烟知道黄芒的顾虑和担忧，轻笑道：父亲，您不用担心的，我黄家又不是孟家那般薄情寡义的人，可我黄家自然干不出孟家那些缺德事了。行吧，虽然你出嫁了，但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你们想在哪里修炼就在哪里修炼。黄芒笑道：谢谢父亲。黄烟欠身谢道，随即他一挥手，两个大木箱子落地。父亲，这箱子里的灵石是夫君特意叮嘱让女儿孝敬您的。黄烟笑道。黄芒眼神一震，这么大的两个木箱子，若是装满了，怕是得有60万灵石吧。他打开箱子一看，果然都是满满的灵石。这小子出手也太大方了吧，他这哪是孝敬，这是想把自己的老丈人给直接收买了啊。黄芒惊呼道。黄烟掩嘴一笑，女婿给的，父亲放心，收着就是。这不仅仅是一份孝敬，也是对皇家的补偿。毕竟那地窝灵狐若是换成灵石的话，何止1亿颗。齐浩回到齐家后，便将李靖、秦震等人招到身边，让你们找的东西找得怎么样了？齐浩问道。秦震忙道：还差3样东西未能找到，王尊、刘彪二人已经去了附近几城寻找了。齐浩点头道：先将你们找到的东西拿给我，剩余的那3样找到之后立即送到我这里。是。秦震连忙将一干物品交到齐浩。这些东西都是布置阵法所需要的材料，迎娶黄烟之前他就已经交代秦震、李靖等人去找了。等待的日子，齐浩自然不会闲着，一边利用手里现有的资源修炼，一边骑着银羽雷雕将园林城周边数百里的灵物薅了个遍。有银羽雷雕这个飞行灵兽在，赶路可太方便了。再加上掌天图的精准定位，齐浩是一薅一个准。短短几天功夫，他的储物界里就塞满了各种天材地宝。这一日，齐浩在屋中修炼，豁然数声惨叫传入他的耳中。唰！齐浩眼中寒芒一闪，从屋中急奔冲出。
齐府前庭倒落着数名护卫的尸体。咻！一道凌厉的剑气正直逼秦震的心口。灵山石盾。秦震怒骇之间，连忙祭出一道黄光遁印。轰！虽然遁印被剑气瞬间轰散，但也多亏了这道遁印，消耗了不少剑气之力，使得秦震只是被轰飞出去，并未被这一剑当场斩杀。竟是灵功遁法，有意思。执剑的青年双目微眯道：“穆喜燕没想到，在这园林城的小家族当中，一个客卿长老竟会深修着灵功。”噗！秦震吐出一口血水，眼神恶狠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无缘无故的就闯入我齐府杀人？”闯入齐府的并不止穆喜燕一人，在他身后还有2男3女以及一名须发花白的垂目老者，只不过动手的只有穆喜燕而已。穆喜燕唇角一扬：“好一个齐府，孟家果然是变天了。既然你没被我一剑杀死，我便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告诉我，孟毅一家现在在哪？”秦震冷冷一笑：“你想找孟毅的话，那就自己抹了脖子下去找他吧。孟毅竟已死了，那你是否见过我灵武宗的外门长老安云涛？”穆喜燕眉头一挑：“你要找的人都已经死了，现在我便送你去见他们。”随着冰冷的声音传来，齐浩眼含杀气的急掠而来，一剑直刺穆喜燕。好快的速度！穆喜燕心头一惊，手中长剑连忙抡转而起，形成一道搅动的剑芒，轰向齐浩。这一剑名为剑龙卷，是只有灵武宗内门弟子才有资格修炼的灵武剑技。轰！然而穆喜燕信心十足的一剑却被齐浩手中的蛟灵剑一次击破。剑尖一点寒光，迅速逼近穆喜燕身前。穆喜燕惊恐至极，身形连忙往后飞退。原本垂目不动的老者，这一刻双眼暴睁，身形唰的一闪，化作一道残影，落到穆喜燕身前。镇灵掌！老者心头低喝，右掌对着齐浩的剑尖直轰而去。强劲的掌力爆发出极强的灵震之力，将齐浩连人带剑震退数米。老者眉头一皱，没想到自己这一掌竟然只是将齐浩震退了几米而已。以师父的实力，竟然只是将他震退了。师父可是筑基境6品啊，这青年难不成是个筑基境？穆喜燕和其他青年男女见此一幕，都在心中暗暗惊呼。宋长风半眯双目，冷冷盯着齐浩道：“你刚才说什么？我宗安长老也死了？”齐浩冷冷一笑：“他要杀我，自然的死。魏昭这是坐不住吗？这么快就又派了你们过来？安云涛等人死了也没多久，而且没有活口回去报信。”齐浩原以为灵武宗再次来人应该还要一些日子的，但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如他所料的那般。没等到安云涛回去复命，魏昭氏如坐针毡。毕竟孟清然落在齐浩手里，不仅随时都可能把纯阴之体给弄丢了，还可能会暴露他和孟清然之间的关系，到时候一旦传开，更会直接影响到他和陆红英的婚事。所以安云涛没有如期回去复命，魏昭就连忙又找了宋长风，让他带着6名弟子到园林城一趟。可宋长风没想到，不仅孟毅一家已经死绝了，连着安云涛也死了。宋长风眼中闪过一抹凶怒，沉声道：“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连我灵武宗的人也敢杀！”齐浩不屑道：“你和安云涛说话是一样的可笑，但如果你跟他一样蠢的话，恐怕也得把命留在这里。”宋长风顿时被气笑了：“老夫承认你有点本事，但在老夫面前如此狂言，你不觉得自己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了吗？”宋长风怒笑道。齐浩讥讽道：“我还敢待在园林城，就说明我不惧了你们。不过我劝你，还是先把命留着，回去告诉魏昭一声，他夺我灵池以及和孟清然暗中苟且的事，如今园林城各大家族都已经知道了。说不得此刻已经有消息传入玄枪门了，他现在最应该去做的事情，该是想想怎么去哄哄他那位未婚妻，而不是来寻我的麻烦。可如果连你们也死在这里，这个消息就无法传回魏昭耳中，一旦消息继续发散下去，你们的少宗主又未能及时补救，到时候灵武宗和玄枪门的联姻恐怕就真要泡汤了。”宋长风脸色大变：“你竟敢将消息散了出去，你还真是会作死！”宋长风怒道。齐浩冰冷道：“你们灵武宗的人也真是一个比一个不要脸，魏昭夺我秘境，觊觎我的妻子，还要杀我，我不过是将他做的丑事如实说了出去，倒成我在作死了。”宋长风脸色阴了阴，如果他今日杀了齐浩，那些听到消息的人就会认为他今日之举是在替少宗主灭口了，传言也就会被彻底坐实。老夫可以先不杀你，但你必须跟我回灵武宗，必要的时候你需要出面替我宗少宗主澄清，否则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沉吟后，宋长风冷声道：“哼，真是痴人说梦。”齐浩冷冷一笑：“3息之内，你们这些人除了这人必须留下给我的护卫长命以外，
其他人若再不离开，那就都死在这里吧。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当作是狂言，但代价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性命。师傅，这齐浩简直太嚣张了，不如直接杀了他算了。穆喜燕怒笑道，这齐浩居然还想让他给那些卑贱的护卫偿命，简直笑死他了。宋长风的其他5名弟子也皆是面露讥讽地看着齐浩，留下他们7人的性命。这齐浩说的不是狂话，根本就是癫言。有他们的师傅在这里，区区一个齐浩哪有这般能耐？宋长风却是眯紧着眼眸，死死将齐浩盯着。这个齐浩是他见过的最狂的年轻人，可却也给他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齐浩的狂太过镇定，让他看不出一丝破绽。难不成这小子真有什么手段，可以留下我们所有人？宋长风心中忍不住有些狐疑。3、2，在宋长风狐疑时，齐浩已经冰冷地开始了倒计时。等等，宋长风蓦然冷哼一声，我们可以先离去，但你想让老夫留下自己的弟子，这段无可能。宋长风冷声道。齐浩冰冷道，杀了我齐府的人，就不可能再活着离开，不留下他，那你们这些人就全都留下吧。你！宋长风凶目气怒，可齐浩越是这般狂妄，宋长风心里就越不淡定。一个客卿净身修着灵法，齐浩一个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却拥有着诡异奇快的身法速度以及超出寻常的实力。这个齐家有点不太正常，前有孟毅一家被杀，中有安云涛一行尽数覆灭，现在齐浩面对他这个筑基境6品，依旧凛凛无惧，气势逼人。虽然这小子实力不弱，但仅以他自身的实力，根本不足和老夫叫嚣。莫非这齐家之中其实隐藏着一位真正的强者？这人才是齐浩最大的底牌。宋长风心中猛地一震，没有底牌岂敢猖狂，这是常识啊。看来你果真是和安云涛一样蠢了。齐浩冷冷一笑，他的笑容落在宋长风眼里，瞬间成为一种致命的危险信号。好，喜宴可以先留下，但你要留他性命，否则凌渊秘境的灵池你就再无机会拿回了。宋长风沉声道。穆喜宴眼眸惊震，师傅，您不能丢下弟子啊，落到这小子手里，弟子即便不死，那也要脱层皮啊。穆喜宴赶忙道，他心中属实难以置信，强大的师傅竟然害怕了。若不是心生了惧意，师傅怎会答应齐浩的要求？闭嘴，少宗主的事才是大事，耽误不得。宋长风怒斥一声，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是怕了安云涛当初定然就是不信自己会死，然后他就死了，宋长风才不要和那安云涛一样盲目自信，因蠢而死。师傅，穆喜宴有些绝望地哀求道。宋长风却是不再理他。齐浩也不正面回应宋长风的诉求，只是冰冷道，回去告诉魏昭，下回让他自己来，我等着收他的狗命。宋长风眼眸一眯，没错了，这齐浩的背后定然隐藏着强大底牌，否则他岂敢又说出这种狂话？少宗主虽然修为不高，但背后可是整个灵武宗啊。看来这齐浩并没有少宗主说的那么简单，对付此子之前，必须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背后隐藏的力量才行。宋长风心里暗道一声，冷然转过身，低哼道，其他人先随我回宗。师父！穆喜宴追着喊了一声，他煞白的脸上再无先前那副意气风发的模样了。宋长风没有回头，大步离开齐府。齐浩冷冷一笑，冲着穆喜宴冰冷道，被人抛弃的滋味如何？穆喜宴怒视道，就算如此，你也休想拿捏我，等我宗门的人再至齐家之时，你必死无疑。齐浩不屑道，你就没想过我放你师父他们离开，为的就是引来更多灵武宗的人前来送死吗？穆喜宴瞳孔一缩，你哪有这个实力？蠢货！唰！齐浩讥讽一声，豁然脚步一跺，身形化为流星极光般冲向穆喜宴。你敢！噗嗤！穆喜宴惊呼着，刚要提剑施招，可他只喊出2个字，剑身尚未抬起，咽喉已被齐浩一剑洞穿。穆喜宴难以置信地瞪大着眼眸，他没想到齐浩的速度竟是如此的恐怖。他堂堂灵武宗的内门弟子，大宗师7品修为，在齐浩面前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刚刚走出齐府，听到了身后动静的宋长风等人心中猛地一紧。师父，大师兄他，其中一人惊颤出声，快走，这里很危险，再不走恐怕我们都要留在这里了。宋长风压着声音，奔走的脚步越发急促了。这齐浩在他还没有离开齐府之前就对穆喜宴下杀手，这不更加证明了这齐浩身后有所依仗吗？齐府内，齐浩扫了一眼被杀的护卫，共有4个。秦震佝偻着身子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道，家主，是老朽无能，未能挡住他们。齐浩摆手道，武道世界
生死有命。更何况那穆喜宴应该是个大宗师七品，本就不是你能对付的。秦震修炼灵功的时间还短，虽然这段时间提升了2品修为，但依旧还是宗师境，自然不是大宗师的对手了。坐下，我先为你疗伤。齐浩道。秦震忙道：老朽无碍的，回去休养几日便好，怎敢劳烦家主。齐浩笑道：府里本就没几个人，如今又折了4个，我可没有时间让你休养。李靖、王尊等人都出去替他找需要的东西了，现在府里除了仆从和婢女，连一个护卫都没有了。齐浩直接按着秦震的肩膀让他坐了下去，随即便将混元造化经的力量渡入秦震体内。随着力量涌入，秦震瞳孔惊震，他体内翻涌震荡的血气竟是瞬息平息的下来，内伤也在飞快地被治愈着。家主修炼的究竟是何种逆天的功法？元力对疗伤竟有如此奇效，这可是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好用啊！秦震惊喜不已，虽然内心好奇，但他也知道不该多问的，一个字都不能问。好了，你去把这小子的储物戒摘了，里面的东西就用来抚恤这4名护卫的家人。齐浩挪开手掌，沉声道：武道世界，生死有命，谁都有可能被杀。4名护卫的死并没有让齐浩的心中生出多大的波动，不是他冷漠，而是见过太多的生死，早已看淡了。好，秦震答应一声，疾步过去将穆喜宴的储物戒摘了。他一查看，不由惊声道：家主，他这储物戒里足有50多万的灵石，还有不少丹药和灵材，这是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换来的，无论多少都给他们的家人分了。但既然数额巨大，你分给他们家人的时候就要隐秘些，莫要遭人觊觎，那样反而是害了他们的家人了。齐浩叮嘱道。秦震怔怔地看着齐浩，这么多的灵石，家主竟然都舍得。秦震一把年纪了，却从未见过像齐浩这样的人。老朽替这些护卫谢过家主。秦震满弓腰身，深深做了一礼。重回屋中的齐浩盘膝坐下，看来要找个有点实力的来给我看大门才行了，毕竟我也不可能时时盯着周围的动静，倘若再出现几次今日这种情况，我这几个手下可就要被杀光了。齐浩眯了眯眼，心中暗道，虽然灵武宗这些人齐浩没有放在眼里，但园林城内的武修修为都不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按照齐浩的想法，这门将的实力至少也得有个筑基境的修为才行，看来得去东陵城一趟。齐浩寻思着。王尊等人还没有消息，齐浩也不想空等下去。东陵城是东陵域的中心城池，汇聚了不少灵武世家，武道资源也更丰富，应该有他要的东西。这老小子居然还没有走。齐浩冷冷一笑。在掌天图中，齐浩看到宋长风一行离开园林城之后，便藏身进了附近的一个山林里。秦老，将穆喜宴的尸体送到我院子里来。齐浩传音道。秦震刚刚为4个护卫收完尸，正准备差人将穆喜宴的尸体丢出去喂野狗呢，听到齐浩的传音，连忙对几个男仆道：先不拿他喂狗了，将尸体送到家主院子去。很快，穆喜宴的尸体被送到齐浩小院。齐浩往穆喜宴的嘴里塞了一张纸条。秦震等人正愣时，齐浩也没逼着他们，将银羽雷雕放了出来。这是灵兽银羽雷雕。秦震瞪大了双眼。啥？灵兽？听说灵兽那都是筑基境啊。仆从们也是震惊不已。城南的小树林里藏着几个人，你把这具尸体给他们丢过去，丢完就走，别被人斩了。齐浩对银羽雷雕淡淡道。银羽雷雕点了点头，当即双爪对着穆喜宴的尸体一抓，双翅一展，飞向天空。那振翅之间形成的强大劲气顿时将仆从们掀倒了开去。齐浩摇了摇头道：你们还真是弱不禁风。秦老吩咐下去，从明天开始，齐府之人全员修武，就先传授他们反武高阶功法，以后若表现得好，再传灵功。月俸上也给所有人都翻个3倍吧。仆从们闻言皆是狂喜不已，他们从未敢想，被视为低贱身份的他们竟然也可以修炼了，而且一开始就要被传授反武高阶功法。多谢家主，多谢家主。几个仆从跪地高呼。秦震呵笑拱手道：老朽遵命。想了想，他又道：家主，灵武宗那些人还没有走吗？齐浩唇角一扯：放心吧，他们绝不敢留下来过夜，他们若敢留下来，我倒要高看他们一眼了。城南小树林，宋长风盘膝坐地，5名弟子隔着他不远处，皆是一脸凄哀，气势汹汹的来，没想到那么快就灰溜溜的从齐府逃了出来。现在不仅大师兄死了，他们还要像老鼠一样藏在林子里。哼，都给我振作一些，等天黑之后，你们便悄然入城，去向那些家族打听齐浩的事。只有将这小子了解透了，将来才有机会
为你们的大师兄报仇，听到了没有？宋长风闭目斥道。他现在也烦得很，从齐府出来之后，他总觉得这些弟子们看他这个师傅的眼神和以前不一样了。砰！啊！啊！宋长风话音刚落，便有重物坠落的声响传来，同时响起的还有那5名弟子的惨叫。宋长风大吃一惊，猛然侧身看去，但见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横倒在5名弟子之间，有3名弟子被尸体砸断了腿，啊惨叫着，另外2名弟子更惨，脖子都被砸变了形，直接没气了。是谁？给老夫滚下来！宋长风怒吼一声，抬头朝着上方看去。这一看，宋长风顿时傻眼了，上面枝叶繁茂，根本没有藏人，但在天空之上却有一只巨大的银色飞鸟正振翅而去。银羽雷雕，这里竟有如此稀有的灵兽。不对，这掉下来的尸体竟是穆喜燕。难道这银羽雷雕是齐浩那小子的灵兽？他一个还没筑基的小子，怎么可能收服灵兽？宋长风瞳孔一缩，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他虽然是灵武宗内门之中的末位长老，但那也是妥妥的内门长老之一了，连他都没有资格拥有灵兽，齐浩的身边竟然能有银羽雷雕这种稀有灵兽作为灵宠，这岂不是又一次说明齐浩并非是在虚张声势，而是真有实力和底气？师傅，我的腿断了，您快救救弟子啊！师傅，这砸下来的人好像是大师兄，大师兄的嘴里还塞着一张纸条。宋长风一惊，连忙奔过去，将穆喜燕嘴里的纸条抽了出来。滚！纸条上只有这一个字，却让宋长风瞳孔惊缩，骇然不已。他竟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宋长风心中猛地一抖，出城之后，他分明小心戒备着，并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跟踪着他们，可他们的行踪还是被齐浩知道了。不对，不是齐浩，定是齐浩背后那人。走，马上离开这里！宋长风咬牙道。可弟子的腿断了，走不了啊！我的腿也断了。看着3个哭唧唧的弟子，宋长风脸皮一阵抽搐，心想着怎么不把你们3个也一起砸死算了？现在难不成还要他这个师傅背着这些断腿弟子回宗？可就算是背，他也背不了3个。你们自己叠到一起，为师先扛你们走。等到了附近的镇子上，为师再买一辆马车。总之，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再逗留了。宋长风咬牙道。虽然齐浩写的是一个滚字，可这个字落在宋长风的眼里，跟死字没什么两样。3个断腿弟子，一个爬上一个的背，3个人哀嚎着叠在了一起。宋长风心里是又气又悲呼哀哉。离宗之前，他怎么也没想到，出门带着6个弟子，回去时就没一个全乎的。齐浩，不管你背后的人有多强，敢这般欺侮我灵武宗，你就等着死吧！宋长风心里怒吼一声，将穆喜燕等3具尸体收进了储物界，随即拿了一条绳索，将3个断腿弟子像捆柴一样的捆在了一起，扛起飞奔着宋长风，还真推娘的是个人才啊！齐府内，齐浩一脸的玩味。齐浩笑了笑，纵身一跃，落到银羽雷雕背上。早去早回，我们也该动身了。园林城相距东陵城虽有1000里，但有了银羽雷雕后，这距离便不再是问题。半个时辰都没到，齐浩已经跨越1000里，来到了东陵城附近。银羽雷雕乃是颇为稀有的灵兽，齐浩初到东陵城也不想太过招摇，所以在城外就让银羽雷雕降落下去，收进了灵兽袋。那林家的几个人估计都还没有回来。看着前方的城池轮廓，齐浩不由想到了林红鸾3人。虽然他对林家不了解，但林红鸾身边有2名筑基境随行，林家在东陵城的势力应该不弱。不过齐浩也没想去沾林家的光，说不得真遇上了，林家的人还会找他麻烦呢。毕竟他可是连林红鸾的底裤都给收走了。先让我瞧瞧这东陵城的实力怎么样吧。齐浩微微一笑，随地盘膝坐下。妖灵模式，掌天图嗡声一震，顿时画卷之上闪烁出无数颗光团，光团的大小代表的是体内藏灵的容量。这容量的大小反映的亦是修为的高低，按照光团所示，这东陵城还真有点实力。筑基境以上的武修足有70多个，其中这最大的4颗光团应该都是金丹境的强者了。齐浩眯了眯眼，即便他掌握着前世的功法，但毕竟这一世的修炼是在重头来过。筑基境他可以不放在眼里，但金丹境的实力却足以碾压如今的他。庞家、萧家、董家、林家，这第4个金丹境强者竟是林家的。齐浩眉头一挑，他通过掌天图不仅找到了这4个金丹境强者所在的地方，看清了其人的模样，还把视线移到了他们所在府邸的大门前。通过门匾便可知道这些人所在的家族。我这运气未免也太好了点，灵武宗和玄窍门的麻烦还没有解决，
这又招惹上林家了。不过我到底救了那马老头一命，这林红鸾回来之后，应该不会跪求他家这位老祖去寻我的麻烦吧？齐浩脸上挂着无奈之色。这些集中在各大家族内的筑基境，估计是撬不动了。毕竟他们和所在家族早已绑定了利益关系，只能从那些个体散修身上下手，或可图之。齐浩心思一转，视线朝着那些单独存在的筑基境看去。想要拉拢一个人，自然要先摸清对方一些基本的习性和品性。了解了对方的习性，才能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了解了对方的品性，才知道这个人值不值得被他揽入麾下。当齐浩决定入城时，天已经黑沉了下来。入城后，齐浩来到一个破旧的小巷子里。季兄弟，我家帮主是真有诚意的，帮主已经许诺，只要季兄弟肯加入我们的龙帮，副帮主的位置就是季兄弟您的。小巷外，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带着6个抬着大箱子的随从，站在一户人家跟前，谄笑着拱手作礼。回去告诉王蛮，我是不会加入地龙帮的。若再来叨扰我娘亲休息，就休怪我季东山不懂待客之道了。屋中传来一道冷厉的声音。八字胡中年眼中闪过一抹阴鸷，如果不是季家出了一个天骄儿子，他岂会来这破巷子？季兄弟，你再考虑考虑吧。我们帮主是真心想邀请季兄弟加入地龙帮的。帮主知道季兄弟的娘亲身体不好，所以特意命我等送来6箱灵材，为大娘调养身体。八字胡脸上堆着笑容道。砰！屋门打开，一个神色冰冷的青年双臂抱着一柄带鞘长剑走了出来。你是要我出剑吗？我若出剑，你必死。季东山冷冷地将八字胡盯视着，他的眼神如同剑光一般凌厉，害得八字胡心口一抖。走，我们这就走。八字胡连忙干笑道。八字胡等人匆忙离去。出来吧。季东山冷冷道。昏暗中，齐浩从一个拐角处淡笑走了过来。一个地龙帮的狗头军师还不至于让季东山露面他出来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齐浩。虽然齐浩的气息并不是很强，但不知为何他手中的剑刚才却传出一阵悸动。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只会在他遇到强大剑修之时才会出现。真龙不与蛇舞，季兄弟很明智啊。齐浩笑道。虽然齐浩脸上挂着笑容，但季东山依旧不改冷色，反而眼中带着一抹警惕道。你是谁？来我家何事？齐浩笑道。我能救你娘亲的命，还能传你一套更强的剑诀。哼，传我剑诀？季东山冷冷一笑。看来你对我的师承并不清楚。齐浩道。确实不太清楚，不过你的剑心虽然坚韧，但剑意却不够纯明，这就足以说明了你现在所修的剑诀并不算高明，应该只是一部领武中阶剑诀。季东山眼眸眯起，他所修炼的剑诀的确是一部领武中阶剑诀，可领武中阶剑诀放眼整个东陵域，虽然不是最强的，但也已经是极高品阶的功法了。毕竟领武高阶功法在整个东陵域也就那么几部，而且都掌握着底蕴极深的强大武宗之中。你这口气倒是挺大，但我对你的剑诀没有兴趣。不过如果你真能救我娘的性命，我们倒是可以谈一谈，但如果你敢骗我，不管你是谁，我都不会让你活着离开。季东山冷然道。齐浩笑道。你这说话的口气倒是有几分像我。季东山脸皮不由一抽，亏得眼前这个青年的年纪比他还要小几岁，若是来个中老年，季东山甚至都以为是他那个从未见过的渣爹找来了。让我进去吧，早点就好你娘亲，他也可以少些痛苦。齐浩淡笑道。季东山低沉道。你从未看过我娘亲的情况，你确定你能救我娘亲？齐浩淡笑道。等你拥有了绝对强大的手段后，你也可以像我这般自信了。季东山他觉得眼前这个青年太能装了，若是平时他就算不拔剑也得冲上去甩对方2个嘴巴子，可现在齐浩这份自信却又正是他所希望的。好，只要你能治好我娘亲，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季东山也不问齐浩的目的了，直接沉声道，同时拉开了院门。齐浩微微一笑，走了进去。2人进了屋，转入一间卧室。这房子虽然破旧，但里面却是异常的干净整洁。卧室中，一名妇人虚弱地躺在床上，脸上的憔悴一眼可见。妇人听见动静，悠悠地睁开双眼。季东山见状，连忙冲到榻前，跪在地上，握紧妇人的一只手，哽声道：娘亲，您终于又醒了。这人说他能治好您，就让他试试吧。妇人艰难地摇了摇头，挤出一抹笑容道：傻孩子，娘亲命数已尽，心里清楚得很，你就不用再为娘亲操心了。等你处理好了娘亲的后事，你就回山随你师父好好修炼去吧。不，孩儿不能没有娘亲。季东山眼眶通红道：你快给我娘亲看看。我季东山说话作数
只要你能治好我娘，我什么都答应你。季东山冲着齐浩郑重道。齐浩笑道：那你还不让开？季东山连忙起身让到一边。齐浩走到榻前，刚想去抓妇人的手，妇人却将手掌缩了回去。这位公子不用白费心思了，妇人救急已深，谁也治不好了。妇人沉声道。齐浩淡笑道：确实是救急已深，您这病快有20年了吧？妇人眼眸一震，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齐浩。季东山则是脸色一沉，眼露凶气道：你到底会不会看病？我娘亲这病分明是5年前才发的。齐浩撇嘴道：只是你5年前才知道罢了。我说的对吗，伯母？妇人眼中微微烁闪，沉默片刻道：没想到公子虽然年轻，但确实有些眼力。可妇人这病，只要你们信我，那就好治。齐浩笑道。妇人惊讶地看着齐浩。季东山连忙道：我愿意信你。他母亲的话等于是承认了他的这个病确实已经有20年了。敢问公子是哪一宗的高徒？妇人却是问道。齐浩笑道：我来自一个小地方，就在千里之外的园林城，不知您听说过没有？妇人和季东山皆是一愣。园林城，他们虽然没有去过，但倒是听说过。那的确是个小地方，不管是季东山还是妇人，本能的都以为齐浩该是某个大宗的弟子才是。总之，我绝不是您的仇人，所以您完全不用有其他顾虑。齐浩眯眼一笑。季东山皱眉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娘亲还有仇人？在他眼中，他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人，又怎么会有仇人？妇人却是低吸了一口气，沉声道：东山，你先出去，娘亲有话想和这位公子单独谈谈。这季东山有些犹豫，齐浩对他来说毕竟是一个陌生人。齐浩笑道：大孝子，听你娘的话，出去等着吧。我保证，等你们母子再见的时候，你娘亲绝对不会再像现在这么虚弱。好。季东山一咬牙，应声走出了卧室。这时候他只有相信齐浩了，毕竟这么多年来，他找了不少名医和炼丹师，都没人能够治好他娘亲的怪病，甚至这些人连他娘亲的病症所在都摸不清。卧室中只剩下齐浩和妇人。看来您儿子并不知道，您曾经也是一名武修，而且还是一位强大的金丹境武修。季东山一离开，齐浩便是轻笑道。妇人瞳孔一震，沉声道：你是他的门下，如果你是为了取我性命而来，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本就活不了几日了，你没必要再沾染鲜血。我只求你们能够放过我儿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信真有人能够一眼看出他的过往，除非这是一个对他底细很清楚的人。齐浩笑道：看来伯母还是不信我，但没有关系，等我治好了您，您自然也就相信我了。在见到妇人之前，齐浩只是有把握可以治好妇人，但他也没想到这妇人以前竟是一名金丹境的强大武修，这倒是让他捡到一个老宝贝了。齐浩没和妇人多做掰扯，而是先开一脚背入，将妇人的手掌抓握在手。混元造化经的力量随着他的掌心渡入妇人体内，妇人淤堵的经脉顿时被一股温热的力量缓缓冲击着，淤堵之处也被渐渐化散开去，变得通畅。妇人诧异地看着齐浩，这年轻人竟真的是在帮他治伤，而且这手段比他见过的任何手段都要有效而高明。看来这青年的确不是他的门下，他都没有这般手段，他的手下就更不可能具备这等手段了。妇人心中暗道，心神也渐渐松弛了一些。经脉好通，但想修复丹田却非一日之功，伯母恐怕要跟我回园林城住上一段时日才行。齐浩轻笑道。妇人诧异道：你真是来自园林城的？齐浩笑道：园林城虽是一方小城，但亦有隐士高人存在，我师尊便是一位隐士武修，所以我会些手段。妇人恍然，难怪这青年如此年轻便具有这般不俗的手段了，原来是身后有高人。妇人眼眸微闪道：我信公子有助我重铸丹田的手段，但我想知道公子如此费心救我，究竟有何目的？还是说你想让我做些什么？齐浩微笑道：我缺几个看大门的，所以来东陵城物色人才。您儿子就挺不错的，有天赋有实力，还有一片难得的孝心，这实力和人品都符合我的要求。妇人愕然地看着齐浩，有些难以置信，这人如此费心，就是为了让他儿子去看大门。公子若不说实话，妇人这病就不劳公子费心了。妇人沉声道。齐浩很无奈，怎么说实话还没人信了。伯母，您看清点情况好吧，您生的是儿子又不是女儿，您都这个岁数了，而且又是这么个情况，我能图你们家什么啊？我唯一能图的就是您儿子那点实力，可以给我当个门将，震慑一些宵小而已。齐浩没好气地说道。妇人嘴角一顿抽搐，
虽然齐浩的话有点难听，可好像说的也没错。见妇人沉默了下来，齐浩再次笑道：只要你答应让你儿子去给我看大门，我不仅可以帮你重铸丹田，还可以传你儿子一套更强的剑诀。以你儿子的资质，不出10年就能踏入金丹境，到时候你差不多也能重修回巅峰之境了，报仇也就有希望了。而且你们虽是孤儿寡母的，但到底还有个亲人在，可如果你死了，你儿子可就真的再没亲人了。他那么孝顺，说不得还会因此崩溃，道心受损，从此从一代天骄沦为平庸之辈。季有容一脸苦笑，没想到公子这般了不得的人物，劝人的话却是说的这么直白实在。齐浩笑道：直白实在才能感入人心。季兄弟还在外面等着呢，不如将他叫进来，也问问他的意思。也好，但妇人的情况还请公子暂时保密，不要告诉我。季有容恳请道。齐浩点头道：没问题。东山，你进来。随着季有容一声呼唤，季东山连忙跑进来，急切问道：娘亲，您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这位公子确实是有真本事的。季有容笑道。季东山激动道：那您的病还没完全治好？齐浩笑道。季东山也没怪怨，毕竟他娘这病要是好治，也就不会拖到现在了。那你有把握将我娘亲丸全治好吗？季东山热切地看着齐浩问道。齐浩点头道：3个月之内必定可以完全治好，但你和你母亲要随我去园陵城，毕竟我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而且此后10年你都要留在园陵城替我看家护院。10年之后，你我两清，你想去啊都随你。季东山狂喜，没有丝毫犹豫道：好，只要你能治好我母亲，别说10年，就算是让我给你当牛做马一辈子，我也答应。齐浩哈哈笑道：你也算是颇有天赋了，让你当牛做马，多少有些浪费人才了。伯母，你看见兄弟都答应了，那您这里想必也没有问题了。季有容道：如果一切都如公子所言，我母子2人愿意跟着公子前往园陵城，等妇人伤愈，也必将以残身之躯报答公子。哈哈，好。齐浩一笑，自然不会拒绝。一旦季有容丹田重铸，便可重修，而且修炼的速度会比正常的午休快得多。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季东山问道。我在东陵城还有点事，走的时候我会过来找你们。齐浩笑道。好。季东山应道。那我就不打扰伯母休息了，先告辞了。齐浩拱手作别。季东山将齐浩送出院子，深深作了一礼道：多谢公子救我娘亲，还未请教公子名讳。齐浩，但从此刻起你也可以称我为家主了。齐浩微笑道。季东山讶然，没想到齐浩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家主了，莫非这齐浩是自己在园陵城新立了一族？否则他如此年轻，就算天赋异禀，族中长辈也不可能这么早的就把家主之位传给他。季东山心中猜测。砰！季东山蓦然单膝跪落在地，抱拳作礼道：从今日起，我季东山便奉齐浩为主，只要家主能将我母亲彻底救好，季东山必誓死相随。齐浩笑道：那你可跑不了了，因为你母亲我绝对可以救好。季东山激动不已：回去照顾你母亲吧。齐浩淡淡一笑，踏步而去。该去找下一个门将了，这一个依旧是一个让人意外的存在。纵使入夜已久，但东陵城依旧热闹。古旧的街道上，一个铁匠铺前炉火旺盛，有力的敲砸声叮叮入耳。公子要打什么铁器？若是打造兵器，老朽这里可就只能打造一些普通的刀剑。锻造台前，光着膀子的魁梧老者一边专注地敲砸着垂下那块通红的铁块，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齐浩轻笑道：我不打东西。老者眉头一挑，这才抬头看向齐浩：那公子来老朽这里是做什么？齐浩微微一笑：就是见您老这手艺不太行，所以想过来给您老指点指点。老者脸皮一抽，随即神色微冷地哼声道：公子可真爱开玩笑，是不是开玩笑？您老让我试试就知道了。若是这块铁被我断废了，我赔您一块灵石，怎么样？齐浩笑道。老者眼眸微眯，将铁锤放下：公子想玩，那就玩玩吧。老者退到一边去，并且向齐浩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倒要看看这个年轻人能在他面前装成什么样。他在东陵城打铁几10年了，还从没有人挑过他的刺，如今却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小逼崽子说手艺不太行，老者心里也是极为不爽。齐浩微微一笑，随手一挥，将铁块重新移入炉火之中。嗡！随即他以自身原力轰入炉火，炉火顿时轰的一声旺盛了数倍，温度也大幅提高。老者眯了眯眼，并没有说什么。待炉火中的铁块已经有了融化的迹象，齐浩抬手一引，
铁块飞出，落到锻造台上。老丈，接下来可要看清楚了。齐浩眯眼一笑，锤起的一刹，便如疾风骤雨，连绵不绝。火星四射，灿烂的星火光芒，竟成浑圆收放，毫无一丝凌乱之象。这不可能！老者忍不住惊叫出声。锻造锤砸，火星的迸溅虽然可以通过敲打的力度与角度来控制远近和大致方向，但怎么可能在连续的敲击中让火星每一次都精准地弹射在相同的距离？而且火芒浑圆，如同日晕，这意味着在一瞬间之中，齐浩便敲击了数十次，而且每一次都不在同一个位置和角度，偏偏不同的位置和角度，力度还能完全相同，这简直就不是人能做到的事。听到老者的惊呼，齐浩的唇角不由扬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就不信自己漏了这一手，这位隐藏在东陵城的炼器师还不得屁颠屁颠地跟他回园陵城。终于，齐浩落下最后一锤，原本拳头大的铁块最后只剩下鸽蛋大小了。呀，您老看一看，这铁块怎么小了这么多？该不会真被我敲飞了吧？齐浩一扭头，冲着满脸震惊的老者笑眯眯地问道。老者半晌之后方才回神过来，狠狠瞪了一眼齐浩道：小子，少给老子装了，说吧，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齐浩轻笑道：最近家里老是进贼，想请您老拿着这柄锤子去替晚辈镇镇宅子。除了1000颗灵石的固定月俸外，刚才这套锤法我也可以交给您老，不知您老意下如何？老者虽然心动，但并没有立即答应。他本名钟天雷，如齐浩所料，是一名炼器师。因为一些缘故，他隐于市井之中，从未显露半分修为和炼器之能。可今日，这个明显精通炼器之道的陌生青年忽然找上了他，钟天雷心中自然有所警惕。镇宅，谁家好人会让一个炼器师去镇宅啊？小子，既然你已经识破了老夫的身份，那就实诚点，别再说这些忽悠人的话。老夫也承认，你刚才那套锤法对老夫确实有几分吸引力，但老夫也不会因为一套锤法就卖了自己。钟天雷冷冷一笑，眼中露出些许凶芒。要是齐浩还敢忽悠他，他不介意给这小子一点教训。齐浩也是无奈，这年头真话总是没人信。好吧，其实是我家里缺个打铁的，我虽有技艺，但人太懒，不想自己动手。您老要是看得上我这手艺，就跟我走，我也不让您拜师，只要您免费给我打铁10年，顺带着替我看个家，护个院，刚才那套锤法以后就是您老的了。齐浩笑道。钟天雷眯眼道：所言当真？虽然你刚才只是用蛮力在敲打，但瞧着力道运转的法门，这套锤法的品阶可是不低。齐浩笑道：绝对当真，我又不想成为一个糙汉子，这门手艺对我而言那就是鸡肋了。钟天雷脸皮一顿抽搐，所以他是糙汉子。他不由瞧了瞧自己，确实挺糙的。那你的家又在何处？钟天雷，千里之外的园陵城。齐浩笑道。钟天雷一愣，是老夫知道的那个地处西北边的园陵城吗？对，就是那个园陵城。齐浩笑道。钟天雷皱了皱眉，那种小地方竟有如此强大的锤法传承。从齐浩出现开始后，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不管真假，且随这小子一起看个究竟再说。他若敢骗老夫，老夫再收拾他不迟，反正左右不过耽误几天的时间。钟天雷心里暗道，齐浩使用的还是原力，连助激劲都没有，教训这小子还不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行，老夫就先随你过去看看，若你说的都是真话，倒是老夫占你便宜了。钟天雷道。齐浩轻笑道：无妨，一点小便宜罢了，占就占了，明日我离开时再过来找您。齐浩转身离开，钟天雷不由眯起双眼。这小子明知道老夫的修为远胜于他，居然还能在老夫面前如此不卑不亢，这底气倒不像是寻常人家的。可这园陵城什么时候出过了不得的人物了？老夫怎么是一点没听说过？对于齐浩，钟天雷是既有怀疑也很好奇。齐浩离开铁匠铺后，便在夜市里转了转，买了一些勉强能看得上眼的东西。随着夜深，热闹的东陵城也渐渐安静下来。齐浩却是一人出了城，灵隐模式，光团浮现，无数华光让齐浩笑歪了嘴。东陵城的地底深处有着一座巨大的灵脉，因为灵脉藏得太深，根本无法开采，所以这些武修干脆就在这里定居修炼。无数年过去，就形成了如今规模的东陵城。天下之地，但有城池都是有原因的。形成城池的原因，不外乎就是人文和地理这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这地理更多的指的就是资源。一夜忙活，齐浩收获颇丰。虽然东陵城附近早都被人搜刮过无数遍了，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掌天图这种神器。一些隐藏极深的灵物，不是每个人都有造化能够发现的。次日一早，齐浩逛了东陵城几大商行，买卖之间
不仅将所需的物品一概买齐，还淘了几件不错的东西。也该回去了，和洪家约定的日子也没几日了。万一洪家提前来了，光凭秦震、王尊他们可没法应付。齐浩心中暗道，便朝着铁匠铺方向走去。钟天雷今天直接没生火，早就闲坐在铺子里嗑瓜子儿，等着齐浩了。眼见齐浩来了，钟天雷眼神一亮：“小子，我们这是要走了。”齐浩笑道：“您得感谢我，若非是我，您哪来这么悠闲日子？”钟天雷撇嘴道：“不过是最后的悠闲罢了，老夫可不信，你忽悠老夫跟你走，真的只是让老夫去给你打铁看门的。”齐浩摇摇头，心里暗道：“就你这实力，除了能给我看看门，也做不了什么。”不过为了照顾钟天雷的面子，这些话他并没有直接说出口，免得这进了笼子的老鸭子给飞了。接了钟天雷，又和季有容母子会合，四人出城10多里。钟天雷皱眉道：“小子，你该不会是想让我们一路走去园林城吧？你好歹也该雇辆马车啊。”季东山道：“是啊，家主，此去路遥，我担心我娘的身体受不了，要不到了前面的镇子上，我去买辆马车。”齐浩笑道：“我比你们更懒，哪会走路回去？这里也差不多了。”齐浩微微一笑，将银羽雷雕放了出来。银羽雷雕，三人齐齐惊呼：“娘，您怎么会知道这种稀有的灵兽？”季东山诧异地看了一眼季有容，季有容轻咳一声道：“娘听说书人形容过银羽雷雕的样子，所以一见他便脱口而出了。”季东山恍然，没有多怀疑：“小子，你竟有这等稀罕灵兽，难怪你没有在城里放出来，否则你恐怕很难顺利出城了。”钟天雷眯眼笑道：“银羽雷雕的出现，让他再次看到了齐浩身上的不凡。他对齐浩以及齐浩背后的势力也是越发好奇了。我也是怕控制不住脾气会杀人，所以就辛苦几位跟着我多走了10几里路了。”齐浩微笑道。钟天雷、季东山眉头齐齐一挑：“齐浩还敢在东陵城杀人？雷雕，辛苦你了，先赏你1颗4品妖元丹，等回去后再给你10颗。”齐浩轻笑间，朝着银羽雷雕嘴里丢了1颗4品妖元丹。银羽雷雕眼神瞬间亮了起来，10颗妖元丹，那可是足够能让他的修为再提升1品了啊！擦，这小子到底什么家庭啊？出手这么阔绰，这1颗4品妖元丹可是要上万灵石啊！钟天雷都惊了，别说他没有灵兽，就算他有，他也舍不得这么喂啊！雷雕直入云霄，跨越千里，不论是一把年纪的钟天雷，还是内心孤傲的季东山，这一路都在羡慕不已。对于武修而言，除了追求自身实力强大以外，有些外物同样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契合的灵兽就是其中之一。可对于大多武修来说，别说什么契合不契合了，能弄到一个灵兽那都是奢望。到了，下方齐府就是我家了。园林城上空，齐浩轻笑道。钟天雷小心翼翼地用心神之力朝着齐府扫了一眼，他既想看看这齐府的实力，又怕惊动了其中的强者。在他看来，齐浩如此优秀，必然是有大能培养。他虽然是筑基境，但在这个真正的大能面前根本不算什么。可这心神一扫，钟天雷属实有点懵了。这齐府不仅没有他想象中的强大气息存在，连个大宗师都没有，甚至连人都没几个。别奇怪了，我家就这几个人。齐浩眯眼笑道。钟天雷淡淡一笑道：“老夫明白，这只是你住的地方，只要你遵守承诺，将那套锤法传授给老夫，不该老夫看到的，老夫不再去好奇就是了。”齐浩笑着朝钟天雷竖起一根大拇指，既然这老家伙这么喜欢脑补，那就让他自己脑补去好了。一行人落入齐府中庭，秦震、李靖等人连忙迎了过来。家主，众人欣喜作礼。齐浩点了点头，问道：“府上没再出什么事情吧？”倒是没出什么事情，就是城里那些家族，昨天都陆陆续续前来拜访。不过家主没在家，老朽就婉拒了他们。如今家主回来了，估摸着他们很快又要上门来了。秦震笑道：“昨日银羽雷雕飞空，园林城里的人只要不是瞎子，那都看到了。言传之下，自然也都知道，这银羽雷雕是从其府飞出去的。一只筑基境灵兽的战力，足以碾压园林城内的这些家族了。如今这些家族再不敢觊觎孟家遗留的那些产业了，前来拜访，也是为了缓和关系。虽然他们还没来得及对齐浩做什么，但之前派出眼线盯着齐府的事，齐浩没说破，他们却不敢当作自己没做过。”齐浩淡笑道：“我可没工夫理会他们，一会来了，依旧拒了。顺便告诉他们，只要别来招惹我，就可以相安无事。园林城的这些家族势力，自打齐浩觉醒了前世记忆后，就没放在眼里过了。他也没打算吞并这些家族。正如他所言，只要别来招惹他，就可以相安无事。”
若是有人不长脑子，那就连脑袋一起别要了。是。秦震笑应道，同时眼眸在钟天雷、季有容、季东山三人身上扫了一眼。齐浩微笑道，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钟天雷钟老，这位是季东山季兄弟，以后齐府的大门就交给他们来守着。李靖，你派人在府门后面一点的左右两边，用最快的速度建造2间木屋。对了，左边的木屋外面再弄个铸造台。听着齐浩的吩咐，不仅秦震、李靖惊呆了，钟天雷、季东山也是瞪直着眼眸。这齐浩还真是让他们来看大门的。齐浩吩咐完李靖，笑看向钟天雷、季东山道，答应你们的事，过几日我就会兑现，你们先安顿下来吧。既来之则安之，老夫没意见。钟天雷摸了摸鼻子，心里却是有些无奈，一想到自己以后10年很可能都要躲在大门后面敲砸，他就觉得很对不起前半生的自己。没有隐士之前，他钟天雷也算是1号响当当的人物啊。可谁能想到，齐浩说请他来看大门，是真的看大门啊，夫君。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冲了过来。齐浩微愣，夫人，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到了跟前，黄烟脚步放缓了些，朝着钟天雷等人微微欠身，见了一礼后，方才回应道，昨日听说府里出了事，我就回来了。见夫君没在，就在家里住下了。齐浩心中一暖，如今的齐家算是一个危险之地，他不在府中，黄烟还住了下来，等他回来足见心意。傻妮子，以后我不在府中，你就去老丈人那待着，那些麻烦都是冲我来的，你不在府中，他们多半也不会去寻你的麻烦。齐浩笑着刮了一下黄烟的鼻子，黄烟脸色微羞，嗔声道，夫君，好多人呢，你我伉俪情深，他们羡慕还来不及呢，有什么好害羞的？齐浩咧嘴一笑，将黄烟与钟天雷等人相互介绍了一下后，齐浩牵着黄烟的小手回了主院。烟儿，我打算今日筑基，你和雷雕手在院子里为我护法。主院里，齐浩微笑道。黄烟惊喜道，夫君，你都要筑基了。他知道齐浩的修为挺高的，但没想到齐浩已经要筑基了。这些日子的修炼，齐浩已然将修为提升到大宗师9品巅峰了，也只有筑基之后，他才能以灵力布置阵法，引动地窝灵湖的灵气上冲，供他和黄烟吸收修炼。齐浩微笑道，相信夫君用不了多久，你也可以轻松筑基。毕竟，齐浩猛地一搂黄烟的柔腰，坏笑道，毕竟为夫的滋润，那可是玉露甘霖，最养人了。夫君，你要羞死烟了。黄烟羞恼一声，这夫君什么都好，就是不太正经，经常口出虎狼之词，让他浑身不自在。齐浩大笑一声，进了屋中。黄烟、雷雕则守在院子里。雷雕的鸟脸有些发黑，说好的把人背回来，奖励他10颗妖元丹呢。黄烟则是好奇地打量着银羽雷雕，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灵兽，我可以摸摸你吗？黄烟试探着伸了伸手，银羽雷雕眼眸一眯，把脑袋别了过去。黄烟正有些尴尬时，齐浩的声音传出来道，这是你的主母，你也敢耍性子？银羽雷雕这才乖乖地把脑袋伸过去，让黄烟轻抚。夫君，你专心筑基，别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你。黄烟连忙道，呵，就筑个基而已，午饭前为夫就出来了。齐浩笑道。黄烟闻言瞪大了一双杏目，现在距离午饭时间可就不到1个时辰了，他听说的灵武筑基光是调整状态就需要数日时间的啊，以元力洗髓伐身，铸就灵道根基，那就更需要10数日的时间才能完成了。1个时辰内，夫君怎么可能完成筑基？轰！让黄烟没想到的是，1个时辰还差1刻钟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主屋之中冲天而起。与此同时，钟天雷、季东山2人也是骇然抬头看向主屋方向。什么情况？这屁大的功夫，那小子踏入筑基境了。钟天雷老目金瞪，满脸的难以置信。这齐家主究竟是什么妖孽？想当初我为筑基足足准备了3日，整个筑基过程也用了10日。就这，师傅已经夸我是天才中的天才了。季东山呆掉了，和齐浩一比，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天才中的天才，而是妥妥的一个废物啊。季有容眼中亦是金色连连，这齐浩的天赋莫说是在东陵域了，就算是放眼整个大灵州，也是无人可及的恐怖妖孽啊。看来这齐浩的背景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了。季有容心中暗道，能够如此快速筑基，除了自身天赋外，强大的功法亦是不可或缺的。季有容不由激动，齐浩这么厉害，那就真有可能修复他的丹田了。主屋中，齐浩身前2块灵髓石已经化为了粉末，幸好马上就可以布置的隐通灵阵了，若不然这资源又得跟不上我修炼的速度了。眯眼一笑间，
齐浩起身从主屋里走了出来。夫君，你也太厉害了，真的这么快就成功筑基了？黄烟激动道。齐浩抬手捏了捏黄烟嫩滑的俏脸，坏笑道：为夫有多厉害，叶儿不是早就知道了吗？怎么还如此惊讶？夫君，你收敛点啊，大雕还在呢。黄烟羞得跺脚。齐浩咧嘴一笑，一挥手，10颗4品妖元丹朝着银羽雷雕飞射而去。自己找个地方炼化去吧。银羽雷雕眼神大喜，一口吞下10颗妖元丹，飞身而去。叶儿，阵法材料已齐，我们回皇家吧。早些将阵法布置出来，你也可迅速提升修为，早日筑基。齐浩微笑道：叶儿听夫君的。黄烟目光灼灼，激动不已。孟清然啊孟清然，你究竟是多蠢，才会这般心盲眼瞎，放着这般妖孽的夫君不去珍惜，却要舔着脸去给魏昭当顶炉。黄烟暗感幸运之际，心中不由也想到了孟清然。来到皇家后，黄莽以及闭关苦修中的黄星耀都急忙出来见齐浩，询问昨日的情况。齐浩稍微解释了下，让他们无需担心后，就和黄烟回了小院。阵法一道，对元灵城的武修来说那是极其高明的手段，但对于齐浩而言却并不是什么难事。前世巅峰，随手一挥即可成就乾坤大阵。这一世虽然修为低弱，但布置一些简单的阵法还是手拿把掐的。经过半日的布置，2道阵法先后升起，将小院完全笼罩起来。最外层的阵法为藏天隐神阵，此阵除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外，最主要的作用是藏灵隐息，防止他人以心神之力窥探。内层阵法便是的隐通灵阵，此阵之力可下接地窝灵狐，以大阵之力透过封印，将灵狐中的灵气力量抽取到地隐通灵阵当中。虽然因为封印的关系，大阵抽灵的速度会被大幅削弱，但抽取的灵气也足够当前修为的齐浩和黄烟修炼了。轰！随着的隐通灵阵启动，一股磅礴的灵气从地底下方轰泻而出，涌入黄烟的院中。我的天，竟有这么多浓郁的灵气涌出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泡在了灵泉里。夫君，我这院子现在岂不是成了洞天福地了？感受到小院的变化，黄烟激动不已，一张俏脸因为兴奋而变得通红。齐浩微笑道：的确算得上是洞天福地了，所以你现在应该更明白我让你保守秘密的原因了吧？黄烟连连点头道：叶儿懂得，只怕是连灵武宗、玄枪门那些大宗中也没有如此的修炼福地，一旦被他们得知，皇家的末日也就到了。齐浩宠溺地摸了摸黄烟的俏脸，笑道：放心，有我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让你有事，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能免就免。你我的时间更多的该用来提升自身修为，而不是浪费在那些无关之人身上。黄烟兴奋道，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修炼了。齐浩一笑：那便开始修炼吧，不过得先双修呀。夫君，你修呼声中春色荡，山飞沙落满闺房。2日后，修炼中的齐浩眼眸微眯，踏入筑基境后，掌天图的窥察范围已经扩展到了方圆120里范围。即便是金丹境的武修，其心神探查的范围也不过只有方圆100里左右。元武城恰在掌天图的范围之内，看来这洪文月在玄枪门混得不太行啊，竟然只带了2个玄枪门弟子回来，连个长老都没能搬来，真是让人失望啊。齐浩不由皱眉，心里暗道，虽然还没到约定之日，但在洪家人看来，洪文月回来了，这件事就可以了结了。次日一早，不出意外，洪家一行人便从元武城动身，朝着元灵城浩浩荡荡而来。元武城外，郑岩、郑奎躲在暗中窥看着。大哥，你说洪家的这些人能收拾齐浩那小子吗？郑奎因沉着脸道。郑岩眯了眯眼，冷笑道：如果洪文月能把他的师傅请回来，或许还成，但只凭他们这些人去了也是自取其辱。郑奎眼神一惊，这洪文月可是玄枪门的弟子，齐浩还真敢得罪玄枪门不成？郑岩沉声道：昨日我派去元灵城的人已经回来了，这齐浩可是杀过灵武宗外门长老的狂徒，他洪文月不过是玄枪门的一个弟子而已，齐浩就更不会将他放在眼里了。郑奎狞笑道：现在我倒是希望这齐浩能够继续狂下去，他若是把洪文月杀了，那便有大戏看了，洪家这些人都死在元灵城才好。郑岩阴冷一笑。半日后，洪家一行人来到齐府外，齐府大门闭合着，隐隐只听到门后有敲砸的叮叮声传来。洪家一行人皆是眉头一皱，这齐府怎么连个看门传话的人都没有？洪千涛狐疑一声，他旁边的青年面露冷笑道：多半是知道孩儿带着师兄师姐回来了，吓得毕府了。不过他既然敢招惹我洪家，那就休想躲过去。你们2个过去把门给我轰开。
这青年正是洪千涛的长子洪文月。随着洪文月的吩咐，2名跟随的护卫刚要上前，府门便是轰然一声从里面拉开，随即一个手拿铁锤的黑面老者，一个抱剑青年，神色冷然地出现在洪千涛一行眼中。是谁要轰门？钟天雷眼眸一眯，冰冷问道。洪文月冷笑道：老东西，本少劝你莫要找死，赶紧去把齐浩给我叫出来。本少既然来了，他便躲不过去了。哼，现在的年轻人是真的狂啊。钟天雷神色阴鸷地笑了笑。季东山淡淡道：有些年轻人狂，那是有真本事的，可有些年轻人却是不带脑子的狂。洪文月脸色一黑，他自然听得出来，这一老一少是在讥讽他，我看你们是找死。洪文月怒吼一声，刚要拔剑，便听身后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道：文月师弟，莫要冲动，今日我们是来化解恩怨的，不是来在天事端的。这清冷的声音明显带着一抹不悦。洪文月连忙转身道：楠楠师姐，都是这齐浩一直太欺负我洪家了，我也只是想替我父亲出口恶气。萧楠楠没有理会洪文月，而是冲着钟天雷拱了拱手道：老人家，烦请替我们通报一声，就说洪家众人和玄枪门弟子萧楠楠前来拜访。钟天雷眉头一挑：你是玄枪门的弟子？虽然他早看出来这一群废物里面有2个青年的天赋还不错，但却没想到这2人竟是来自玄枪门。难怪齐浩这小子要找老夫和季东山替他看大门了，就他惹的这麻烦，一般的护卫根本看不出这大门啊。萧楠楠道：是的，所以还请老人家给我这个面子。钟天雷暗忖间看了一眼季东山。季东山道：我去见家主。说完，季东山转身朝着府内走去。钟天雷眯眼淡笑道：同为玄枪门的弟子，姑娘这涵养可就比某些人强多了。洪文月咬牙怒道：若非是你们闭门不见，我又怎会气急败坏？钟天雷不屑道：不过一个想仗势欺人的废物罢了，就算你也是玄枪门的弟子，老夫依旧不会高看你一眼。你……洪文月气得想爆炸。文月师弟，你怎连这点定性都没有？一切等见了齐浩再说。萧楠楠青眉一皱。萧楠楠身边的青年朝着萧楠楠作礼道：师姐，文月师弟刚入门不久，心性自然还需锤炼，倒是这齐浩确实过分得很。2家只是一点小小的恩怨，他便狮子大开口，想要索求200万灵石作为赔偿。被人如此欺负，换谁都难以心平气和啊。洪文月心里一喜，昨晚楼子里那一顿果然没有白请，还请萧姑娘、李公子一定要为我洪家做主啊。洪旭阳、洪千涛赶忙躬身作礼道：洪老爷子和洪家主放心，今日有我和师姐在，你们和齐家的恩怨必可化解。李翔自信地笑道：这小小园林城的一族家主，难道还敢不给他玄枪门的面子吗？萧楠楠皱了皱眉，但并未多言。钟天雷瞧着这一切，只是微微冷笑。虽然他还不知道齐浩和这洪家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但齐浩那小子可不像是个怕事的主。奇怪，季东山和齐浩怎么还没过来？等了好一会儿，不仅没见齐浩过来，也没看到季东山回来。钟天雷心里不由暗觉奇怪。洪家的人脸又黑了下来，一个个捏紧了拳头。洪文月本想发怒，可一想到刚才被萧楠楠训斥，倒是忍住了。可有些人却忍不住了，这齐府应该也没多大吧？齐家这是故意把我们晾在这里吗？李翔眼神阴沉道。钟天雷撇撇嘴，不应话，他就只负责看门，只要门前这些人不强闯，他也不会动手。萧楠楠也皱起眉头来：师姐，不如我们直接进去吧，早些解决了文月师弟这事，我们也好早些回宗修炼。这种地方可不值得我们耽误太多时间。李翔沉声道。萧楠楠低吸一口气，朝着钟天雷道：老人家，烦请你再去通传一声，倘若再见不到齐家主，我们就只能自己进去找他了。钟天雷摇头道：季东山喊不来家主，老夫去了也没用，你们要么继续等着，要么就回去吧。洪千涛眼眸一眯，冲着齐府之中怒喝道：哼，齐浩，你未免也太狂妄了些，竟敢将玄枪门的高徒拒之门外。洪旭阳一时冷声道：齐浩，你我2家的事总归要是解决的，你避而不见，是为何故？他们可不能就这样走了。一旦萧楠楠、李翔回了玄枪门，他洪家岂不是又得被齐浩那个狂徒随意揉捏了？狗叫什么呢？如各侧都让人拉得不痛快。懒洋洋的声音中，齐浩和季东山缓缓走了过来。萧楠楠脸皮一抽，这齐浩还真是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能说出口。齐浩，你总算是赶出来了。洪文月冷笑道。虽然他是第一次见齐浩，但季东山他刚刚见过另一个青年，那自然就是齐浩无疑了。齐浩淡淡的瞥了一眼洪文月，
便将目光笑眯眯地落在洪旭阳身上。洪老爷子，零食都准备齐了吗？洪旭阳脸皮一抽，玄枪门的人都来了，这小子还敢跟他要零食？洪文月被齐浩无视，正怒着呢，闻言怒笑道：还想敲诈我洪家？齐浩，你简直在做梦！齐浩眼眸一眯，那日在洪家，老爷子可是亲口向我许诺，会在10日之内将200万零食送到齐家。我信得过老爷子的人品，却没想到老爷子的人品竟是如此的不堪，真是让人好生失望啊！洪旭阳老脸涨红，哼声道：非是老夫言而无信，而是你提出的赔偿根本就不合理。今日有玄枪门的高徒在，你齐浩休想再耍泼皮那一套。齐浩咧嘴一笑，原来是靠山来了，腰杆子硬了就敢不认账了。行啊，那就让我看看你们找的靠山能不能靠得住。你们之中谁是洪旭阳口中的玄枪门高徒？恕我眼拙，没能看出来。李翔眼神一阴，怒声道：你果然和洪家说的一样，简直狂妄至极。齐浩好奇地将李翔上下打量着，玩味道：你瞧着也不像是玄枪门高徒该有的样子啊。这位姑娘倒是还有几分大宗高徒的气质。李翔的脸顿时如同吃屎般难看。师姐，我忍不了了。李翔怒声道。齐浩笑道：忍不了就别忍了，也正好让我看看你对不对得起玄枪门高徒这个称号。你这是想挑战我吗？李翔怒极而笑。齐浩不屑道：你还没资格跟我动手，我这2个看门的你随便挑一个，只要你能打赢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不仅洪家的赔偿免了，我也会为自己的狂妄向你致歉。可如果你输了……齐浩眼眸忽然冷寒起来，那就给我哪来的滚哪去，别没几分实力还要硬装着给人充门面。李翔气得眼眶血红，那眼神恶得想生吞了齐浩一般。齐浩摇了摇头，还说洪文月心性不行，你这心性和他也就一个层次，只是你比他更能装一些罢了。齐浩，我弄死你！李翔怒呼一声就要冲上去。冷静些！萧楠楠低喝一声，抬手将李翔挡了下来。师姐，他如此如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即便不杀了他，我也要给他一些教训才是，回头即便师父责罚，我也认了。李翔怒道。萧楠楠冰冷地看着齐浩道：齐浩，我们是来对你和洪家之事进行调解的，你也莫要再挑衅我师弟了。齐浩笑道：萧姑娘可能没弄明白，第一，洪家犯我在前，若非我有点实力，我齐家灵矿或许早已被他和郑家合谋夺走，如此萧姑娘今日也没机会来做什么调解了。第二，我本不想羞辱谁，可总有人非要自己跳出来当小丑，我羞辱他也是为了配合他所极力饰演的小丑角色罢了，否则他岂不是太没有存在感了？师姐，你听听，他又在羞辱我。今日师姐若不让我出手，我道心必损，还请师姐莫要再拦我了。李翔怒吼道，他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胀了起来，像一条条青黑色的大蚯蚓似的。萧楠楠见齐浩的理不饶人，还一直在刺激李翔，心中也是腾起了火气。既然你丝毫不给我玄枪门的面子，我也不再拦着我这师弟了。我可警告你，我这师弟乃是大宗师6品修为。他含怒出手，下手必然不轻。萧楠楠沉声道：噗，对不住对不住，老夫实在是没忍住。钟天雷扑笑一声后，赶忙憋着笑意，朝着众人拱手作礼。老东西，你在笑什么？难不成你觉得我师兄的修为还不够对付你们的吗？洪文月怒道。钟天雷笑道：够够够，这可是大宗师6品，听着就觉得好强。李翔感觉自己要疯了，再不出手发泄，他觉得自己要被活生生的气死了。好，既然你们这般狂妄，那我就先杀了你们，再教训齐浩。李翔怒道：哎，小伙子，别欺负老人啊，你挑他，他好欺负些。钟天雷指了指季东山，季东山往前一步，轰，他助激进3品的修为轰然祭出。李翔顿时吓得身子一个后仰，原本怒意狰狞的脸庞瞬息变得煞白起来。你竟是助激进？这不可能，这小小的园林城里怎么可能会有助激进？李翔失心疯般的大叫道。萧楠楠亦是瞳孔一缩，震惊地看着季东山，这么年轻的助激进，这恐怖天赋足以媲美宗内的那5大妖孽了啊！洪家的人一个个都僵硬了，瞪着眼睛，气都不冒一个。谁能想到齐家居然能有助激进？这特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钟天雷没好气的道：季东山，你干啥啊？人家远道而来的，又憋着一肚子气，你先陪人家过2招咋地了？你这气息一亮，他还敢动手吗？季东山淡淡道：我之所以显露修为，就是不想和他动手，他还不够资格做我的对手。噗！李翔脸面朝天，
体内上窜的那股血气再也按捺不住，一口血水喷如血雾。师弟，师兄！萧楠楠、洪文月大惊。萧楠楠赶忙取出一颗丹药给李翔喂了下去。师姐，这齐家太欺辱人了啊！李翔眼眶通红的哽咽道。身为武道小天才，又是玄枪门的内门弟子，李翔从小到大都是夸赞加身，人群里的耀眼存在。可今天他被人按在地上狠狠地给羞辱了，偏偏这一刻他已经没有半点底气再叫嚣了。萧楠楠深吸一口气，目色清冷，沉声劝慰道：人外有人，师弟也不必太过在意。他扭头看向季东山道：这位公子应该并不是齐家人吧？不知公子师出何宗？季东山淡淡道：如今的我就是一个给家主看大门的仆从而已。萧楠楠眼眸半眯，又看向笑眯眯的齐浩道：齐家主真是好手段，能够招揽到这样的青年才俊。可即便如此，齐家主也不该如此欺辱我玄枪门的弟子。齐浩无奈道：萧姑娘，我原以为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没想到你也是帮亲不帮理。若非是你这师弟一直如疯狗般乱叫，谁有那个闲情去羞辱他？萧楠楠脸皮一阵抽搐。虽然李翔今日的表现是冲动毛躁了一些，可他在外代表的毕竟是玄枪门啊。师弟被辱，他这个当师姐的总不能一句话都不替他说。可齐浩的话又让他哑口无言。萧姑娘，依我看，你不如带着你师弟回去吧，洪家的事你们就别掺和了。齐浩微笑道。洪旭阳脸色一变，急忙道：萧姑娘，你是文月的师姐，可不能不管我们洪家。你们要是走了，这齐浩肯定要灭了我们洪家的。这个你没说错。齐浩笑道：对于你这种言而无信的人，我向来是不会手下留情的。不过你若能交上200万颗灵石，我可以放过洪家其他人，只杀你一人。洪旭阳瞳孔一缩，惊恐到了极点。这齐浩当着萧楠楠的面都敢说要杀他，那他这条老命还有谁能保得住？齐浩，你莫要太猖狂了。你当真以为身边有个筑基境的帮手就可以目空一切了吗？洪旭阳颤声怒吼道。齐浩讥讽道：洪旭阳，你是自己找死，怨不得任何人，也休想指望任何人能够救得了你。你现在可以回去凑灵石，顺便给自己打一口棺材了。明日这个时辰，我会到洪家收灵石，取你命。萧姑娘，你看他狂的。萧姑娘，你倒是帮老朽说说话啊。洪旭阳慌忙叫道。师姐。洪文月也连忙恳求地拉了拉萧楠楠的衣角。萧楠楠也有一口气被堵在胸口，气得他两边都疼，可他能怎么办？一天时间，就算他回宗班救兵也来不及了。萧楠楠抿了抿红润的嘴唇，看着齐浩道：齐浩，你要怎样才能放过洪老爷子？他毕竟是我师弟的爷爷，我既在这里，就不能看着你杀了他。齐浩笑道：萧姑娘是大宗高徒，品性高义，我自然知道，所以我让萧姑娘先回去啊，这样明日我去杀她的时候，萧姑娘不就看不见了吗？若非是为了照顾萧姑娘，我又岂会留她这条老命到明日呢？萧楠楠愣了愣，合着齐浩让她离开，还真是在为她着想了。虽说眼不见心不烦，可他已经来了，又怎么能丢下洪家人就这样离开呢？齐浩淡笑道：玄枪门在东陵域来说也算是一方强宗，这宗门弟子足有数千，若每个弟子都把家族的麻烦带给宗门去解决，玄枪门的未来可就堪忧了。毕竟每帮这些弟子一次，玄枪门就会树敌一次。若这洪文月是个顶级天才，玄枪门护着他，我倒是能够理解的。可他明明就是一个草包啊！我真的不理解，萧姑娘这么护着他做甚？洪文月气得跳起来，怒吼道：齐浩，你这个混蛋！你说谁是草包？我能被宗门收为弟子，那就已经证明了我的天赋。还有，你少再忽悠我师姐，我师姐冰雪聪明，又岂会听你忽悠？师姐，你一定会帮我们洪家渡过难关的，对不对？洪文月恳求地看着萧楠楠。如果这时候萧楠楠真的转身走人，他洪家就真的要完蛋了。萧楠楠深吸一口气，朝着齐浩欠身作礼道：齐浩，我承认你说的话有道理，但作为同门，我既然来了，就不能对自己的师弟不管不顾。若你能放过洪家，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往后你若有所求，我可以无条件帮你一次。齐浩摇摇头，笑道：像萧姑娘这么傻的人也是不多了。行，看在萧姑娘的面子上，只要洪家赔偿100万灵石，这事就算过去了。什么？你还敢要100万灵石？齐浩，你可真敢开口！洪文月怒道。齐浩眼眸蓦然一寒，再吵吵，我割了你的舌头，洪家犯我，本该灭族。你也不看看郑家的下场，难道你真以为有玄枪门护着你，我就不敢灭了你洪家？你洪家在我眼里，不过就是一群跳梁老小丑罢了。
给你们免去100万灵石，已是看在萧姑娘还算明事理的份上，若不然，就冲你今日给我摆的这一出，足够让我灭你洪家10次。萧姑娘，我已给了你面子，你若再替他们说情，就别怪我当着你的面，将这一干洪家人尽数杀光了。齐浩看向萧楠楠的目光也是冷沉了下来。萧楠楠低吸一口气，他能感觉到齐浩眼里的凶气并非是装出来的，这个人够狠够凶够狂，惹毛了绝对真会杀人。好，就依你说的。萧楠楠点头道：师姐。洪文月脸色煞白，简直难以置信。闭嘴！萧楠楠厉声斥道：文月师弟，这件事本就是你洪家不对在先，理亏于人，现在齐家主已经少要100万灵石，还饶了你爷爷的性命，你还要怎样？你若是再拎不清，就不用再跟我回宗门了。洪文月瞳孔一缩，他玄枪门弟子的身份可不能丢，这马甲一落，洪家真就彻彻底底的完了。是，我都听师姐的。洪文月连忙低头道，他低垂的眼眸里却是闪过一道阴冷的凶光。萧楠楠，今日你向着外人如此不护我，等我将来修为超过了你，看我如何羞辱你。齐浩摆摆手，淡淡道：洪家的可以滚了，记住，明日这个时辰，我若再看不到灵石，那就什么废话都不用说了，准备以血洗地吧。洪旭阳、洪千涛二人脸色难看，心里明白今日之事已经定落，再不可能有所改变了。回！洪旭阳阴沉地喊出一个字，转身便走。洪家人跟行而去。齐家主，那我们也告辞了。萧楠楠作礼道。齐浩微笑道：萧姑娘留步，你欠我的人情，现在就有机会还了。至于那2个草包，就跟着洪家人一起先回元武城吧。李翔脸都绿了，好不容易才平顺了一些的气血，又要躁腾起来。草包不是洪文月吗？怎么他也成草包了？萧楠楠脸皮轻轻抽动了一下。说实话，就以齐浩的表现来看，他还真的有点害怕和齐浩单独相处。这人风性张扬，看上去可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啊。也不知道这个人情齐浩会要，他怎么还好？萧楠楠硬着头皮答应道，毕竟这是他自己许下的话，也不好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你们先回元武城。萧楠楠侧身对洪文月和李翔道：师姐，你一定要小心这个齐浩，这厮可不是什么好人。李翔咬牙道。萧楠楠心里苦，齐浩身边2大柱激进强者，他即便再小心又有什么用？虽然钟天雷没有显露修为，但萧楠楠却猜得出来，钟天雷的修为多半不会比季东山低。同时给齐浩看大门的钟天雷说话的口气又很随意，这是有绝对实力才有的底气。洪家人和李翔等人走远后，齐浩方才微微一笑，邀请萧楠楠入府。齐浩将萧楠楠领入自己修炼的小院中，摆上2盘灵果，又斟了2杯灵果酿制的仙露酒。萧楠楠讶然，虽然他是玄枪门的内门弟子，但他还是头一次被如此奢侈的规格招待着。齐家主，你想让我怎么还你人情，还是直说吧，这些就不必浪费了。萧楠楠笑道。齐浩微笑道：看来刚才的我吓到萧姑娘了，让萧姑娘对我是十分的警惕。萧楠楠轻咳道：没有，论事确实是洪家有错在先，我也知道理亏，只是身为同门，理应相互照应，所以我也是为难得很。齐浩微笑道：我就喜欢萧姑娘这种明事理又重情义的人，所以才会区别对待。萧楠楠脸色微红，羞声道：齐家主谬赞了，尝尝吧，保证没毒的。齐浩轻笑着拿了一个灵果递给萧楠楠。萧楠楠不好再推却，便接过来咬了一口，瞬时他眼神一亮，这果子好充沛的灵气，其味清甜，芬芳馥郁，可我竟从未见过这种灵果，不知其家主能否告知。齐浩笑道：此果名为香灵果，只会生于3000丈以上的旱地高峰之处，10年生一叶，10叶方孕蕾，花期3年半，成果17载。萧楠楠瞳孔一缩，惊呼道：那这岂不是5品灵果了？齐浩含笑点头，确实。萧楠楠看着手里咬了一口的灵果，想还回去，可果子缺口处还落着他几道不太清晰的牙印，这还回去，齐浩也不会再吃了吧？齐浩笑眯眯地盯着萧楠楠有些窘迫的样子，这名市里的女孩子果然脸皮都会薄一些。萧姑娘既然已经咬了一口，索性就全吃了吧，若不然这灵气可要白白流失了。齐浩笑道。萧楠楠被齐浩笑眯眯的眼神正盯得有些不自在，闻言便道：那就多谢齐家主馈赠了。话音一落，他连忙抬起衣袖遮住了俏脸，小口啃食起来。没多久，一颗香灵果就入了肚腹，化散成磅礴的灵气，聚到萧楠楠的小腹处，剧烈涌动。萧楠楠脸色微变，惊呼道：我好像要破境了，齐家主可否借你家的修炼室一用？
齐浩笑道：“我身后这屋便是我的修炼室，萧姑娘只管去吧，我在此为萧姑娘护法。”瞧着齐浩这淡定从容的模样，萧楠楠一愣，齐家主莫非早就料到这颗香灵果的灵气能够助我破境？齐浩微微一笑，人情落到实处才不算白给。萧姑娘，你可又多欠我一份人情了。萧楠楠脸色微红，说好的竟然是还人情的，结果人情还没还上，这又欠上齐浩一份天大的人情了。萧楠楠原本的修为已经是大宗师9品巅峰之境，这一颗5品香灵果的药力直接助他有了破境之势，如果破境成功，他就能顺利筑基，从此踏入灵武阶段的修行之路了。这一份人情可比前面那份人情大太多了。好，齐家主的人情我都记着，我不能再耽误了，先行失陪。萧楠楠急忙应声，便冲向了屋内。若他有更好的选择，他断然不会随意冲入一个男子的房屋，但他在园林城内，人生地不熟，体内的灵气又在躁动，他根本没有时间去选择其他地方了。萧楠楠在齐浩的屋里一待就是一夜，直至第二天申时，方有一股强大的气息从屋中波动散出。咦，奇了怪了，家主的屋中怎么又传来了筑基成功的动静？季东山眼眸一愣，钟天雷眯眼道：“应该是姓萧的那个姑娘成功筑基了。不过昨日老夫观她的气息，分明还没到时候，想要达到筑基条件，至少还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怎么在家主的院子里待了一夜，这就筑基了？”季东山沉吟道：“我们这位家主可真是高深莫测，而且行事也着实让人捉摸不透。”钟天雷笑道：“确实，昨日那李翔和洪家人被气得半死回去，这萧姑娘却得了这般大的造化。你说会不会是家主看上这萧姑娘了？”季东山点头道：“若是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齐浩的小院中，随着吱呀一声，满脸欣喜的萧楠楠涨红着俏脸走了出来。恭喜萧姑娘成功筑基，从此踏入灵武。齐浩面含笑容，拱手祝贺道。萧楠楠脸色更红了些，欠身作礼道：“这都要感谢齐家主。师傅说，按照正常的修炼进度，我至少要2年后才能达到筑基的条件，未曾想在这里就成功筑基了。我不过是略添助力，最重要的还是萧姑娘自己有天赋。若换了那2个草包，就算给他们吃2颗香灵果，那也没用。”齐浩微微一笑，作势邀请萧楠楠在院中石桌旁坐下。萧楠楠也不扭捏了，自然地坐了下来。齐浩在此为他护法一夜，毫无歹意，让他对齐浩也信任了许多，甚至对这个男人更是充满了好奇。毕竟齐浩明明对玄枪门的弟子别说没有什么敬畏之心了，更是表现半分好感没有，可偏偏却送了他这么大的人情。齐家主，你为何要这样帮我？萧楠楠有些脸热地问道。5品灵果价值不菲，可不是谁都愿意拿出来白送于人的。在宗门里就经常有一些师兄师弟拿着礼物来讨他的欢心，但那意思谁都懂，分明是想追求他，和他结为道侣。萧楠楠怀疑齐浩是不是也有这门心思，但齐浩表现的好像又不太明显。齐浩笑道：“萧姑娘莫要多心，我这个人脾气很怪，看得上眼的人我便愿意交个朋友，看不上眼的人在我眼里那就是草包垃圾，而这些无关其身份，只看其人品。我不知萧姑娘心里是如何看我的，但萧姑娘从出现至此刻，我都是很认可和欣赏的。”萧楠楠一愣，就只是这样，没别的心思了。可齐家主这性子，那还确实是怪得很，就因为这样就白送我1颗5品灵果。不过这份恩情我会记住的。萧楠楠笑道。齐浩道：“萧姑娘说笑了，昨日是与你开玩笑的，这是我自愿赠与，算不得什么恩情。但你为了帮助洪家，欠我的那份人情是必须要还的。”萧楠楠心中微紧，郑重道：“齐家主想要我怎么还这份人情？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绝不推辞。”齐浩笑道：“简单，将这封信替我带给陆红英。”说话间，齐浩取出一个早已封装好的信封，递给萧楠楠。萧楠楠一愣，就这么简单的事？若是别人欠我这么大的人情，那肯定不能这么简单的就还了。谁让欠我人情的是萧姑娘呢？齐浩轻笑道。萧楠楠俏脸又是一热，心里暗暗有些羞涩。他这样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这封信我可以帮你带给陆师姐，但不算还你人情。你还有别的事情需要我帮忙吗？萧楠楠一边接过信封，一边问道。齐浩笑道：“没了。”说罢，他起身笑道：“已经过了和洪家约定的时辰了，我该动身去元武城了。萧姑娘也要与自己2位师弟会合的，不如与我一起。”好。萧楠楠起身道。他正要准备往外走，忽的狂风乍起，一声雕鸣响彻入耳。立！雷雕振翅冲霄，在天空盘旋了2圈后，方才缓缓落回院中。萧楠楠一双杏目差点瞪掉在了地上。
银羽雷雕，这该不会是你的灵兽吧？萧楠楠震撼的难以置信。整个玄枪门一共4000人，但灵兽才有5只，而这5只灵兽的主人，其中4个是宗门师长，最后一个灵兽主人则是宗主最宠爱的小女儿，也就是陆红英。这小小的园林城出现2个筑基境，已经很让人意外了，没想到竟还有1只灵兽。而这些让人意外的存在，不是齐浩的麾下，就是齐浩的灵兽。这齐浩真的是像洪文月说的那样，是一个视杀岳父满门的无耻赘婿吗？我看他根本就对齐浩一无所知。哼，他竟敢这样欺骗师傅，待我回去后看师傅怎么罚他。震惊的同时，萧楠楠心里也是升起一股火气。如果不是洪文月欺骗了师傅，将齐浩说成是一个视杀岳父满门、鸠占鹊巢的无耻之徒，师傅又怎会让他和李翔随同离宗，帮着洪家？没有这些欺骗，就不会有昨日的门前之争，更不会让齐浩对玄枪门有这么大的成见了。若是换个时候与齐浩相遇，兴许他和齐浩萧姑娘坐到我的大雕上来吧。萧楠楠愣神时，齐浩轻笑朝着他招了招手，那笑容落在萧楠楠眼里，如同春风般明媚，哪里像个无耻之徒。萧楠楠本来有点犹豫，但见雷雕背上宽敞，也就没有拒绝。萧楠楠坐在齐浩身后，2人身体隔着小半尺的距离。雷雕，出发，去远5城收账。齐浩淡淡一笑，银羽雷雕顿时一翘手，振翅朝着天空飞去。啊！萧楠楠还是第一次乘坐飞行灵兽，没有经验。银羽雷雕冲空之时，他身子猛地向后一坠，那种瞬间的失重感让他本能的惊恐一声，连忙伸出双臂，一把将齐浩的虎腰紧紧搂住，整个胸膛也都紧贴在齐浩的后背上。齐浩唇角不由微扬，莫慌，马上就稳了。齐浩轻笑道：对不起，是我失礼了。萧楠楠脸色通红如血，感觉自己都羞得没法见人了。他竟然主动地抱紧了一个男人的腰，还把自己身体最柔软的地方紧紧地贴在了男人的背上，简直羞死人了啊！好在正如齐浩所言，雷雕升上高空之后，虽然速度极快，但他的身体确实稳了许多。萧楠楠这才小心翼翼地松开手，抱着也无妨的，你我皆是午休，何惧这些小节？齐浩眯眼笑道。萧楠楠脸色一热，心里暗啐，你当然是无妨了，我可还是个冰清玉洁的黄花大闺女呢。啊！忽的，雷雕蓦然一个加速，那突生的巨大冲力差点将萧楠楠从高空甩了出去，吓得萧楠楠再次惊叫，抱紧了齐浩。这一刻的他，除了双臂僵硬地锁紧在了齐浩腰上，身体其他位置感觉全都瘫软了一般，再无半分力气。没想到坐在灵兽身上飞行竟是这么恐怖的。萧楠楠颤声道，从前她自认也是女中豪杰，胆色无双，可今日她才知晓，原来自己也是知道害怕的。齐浩哈哈笑道，你刚刚筑基，尚未习练御空之术，故而心中有所恐惧，等你掌握了御空之术，便不会觉得恐怖了。萧楠楠忽然眼眸一震，她震惊地看着齐浩的后脑勺，你莫非也是筑基境了？她忽然发现自己一直没有认真想过齐浩的修为，因为在潜意识里，她觉得齐浩应该就是洪文月口中的大宗师2、3品的修为。齐浩轻笑道，筑基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萧姑娘何故这般惊讶？萧楠楠脸皮一阵抽搐，筑基还不算了不起的事情，整个东陵域万里之地，数千万武修，可修为在筑基境以上的不过只有寥寥近1000人罢了。玄枪门身为东陵域5大强宗之一，宗内修为在筑基境以上的也不过只有100多人而已。这齐浩虽狂，却狂得很有底气，但凭借他自身之力，即便再有天赋，也很难在这个年纪达到如此成就。毕竟就算他占了孟家的底蕴，孟家的底蕴也不够支撑他顺利筑基的。而且他面对我宗师的那份狂，也并非是狂妄无知的那种狂。莫非在他的身后还有着什么强大的依仗？萧楠楠出身大宗，比寻常武修更清楚筑基难如登天。毕竟在玄枪门内，有不少天赋极为不错的师兄师姐都卡在大宗师9品巅峰，苦熬数年甚至是几十年都无法筑基的。齐浩能够这么早筑基，除了本身天赋以外，剩下的绝对不仅仅只有运气成分。萧姑娘，雷雕要降落了。齐浩笑道。哦。满腹心思的萧楠楠随口应了一声。啊！蓦然他又一次发出惊叫，蓦然的俯冲让他整个脑袋都趴进了齐浩的脖子里，那柔软的唇瓣也紧紧印在了齐浩的脖颈右侧。直到雷雕落进了洪府的中庭空地上，萧楠楠都没能从惊吓中缓过神来。刷刷刷，洪府中道道人影面露惊骇地飞闪而来。一个齐浩还没应付过去，洪府中竟又天降凶情。洪家这是得罪了哪路天神，才要倒这样的血霉啊？父亲竟是齐浩那厮。原本心里还有些害怕的洪千涛，
蓦然看到银羽雷雕上坐着的人正是齐浩，顿时口中发出惊呼。洪旭阳咬牙道：“老子眼没瞎，没想到这齐浩竟有如此凶情当坐骑。师姐，你怎么和齐浩同城而来，还和他搂得这么紧？”李翔脸色难看至极的斥问道。他爱慕萧楠楠已久，原以为这次和萧楠楠一起离宗办事，还能让二人关系变得更亲近一些，谁想他竟看到萧楠楠和齐浩抱在了一起，而且还是他爱慕的师姐主动抱紧的齐浩，脑袋还埋在齐浩的脖子里。李翔胸膛一堵，感觉自己又想吐血了。周边的叫吵声让萧楠楠意识到已经安全落地，他脸色通红的松开齐浩，从雷雕身上跳了下来。不等他开口解释，齐浩便冷冷瞥了一眼洪旭阳道：“灵石准备好了吗？”洪旭阳咬了咬牙，鼻子里哼了一声，他一挥手，3个大木箱落地，100万颗灵石都在这里了。你若不信，那便自己数数。洪旭阳沉声道。这100万灵石不仅掏空了洪家的家底，连着洪家名下的2座灵矿都低价卖了出去，方才凑齐的。虽然一座灵矿远不止100万灵石，但开采灵石却需要时间。元武城那些家族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等捡便宜的大好机会。齐浩唇角一扬，数就不用了，你虽是无姓之人，但却是贪生怕死之徒，想来你不会拿自己的老命来作假。齐浩，灵石已经给了你，何故还要羞辱老夫？洪旭阳梗着脖子怒吼道。要不是他没信心能够打过齐浩，他恨不得冲上去手撕了齐浩。齐浩不屑道：“是自己无信又无能，才给了别人羞辱你的机会。倘若你堂堂正正，洪家何至落到今日这般田地？往后休要再把歪心思打到我齐家头上，否则无论谁为你求情，都保不住你们洪家。”洪家一众人纵是满面阴怒，却也是敢怒不敢言。小姑娘，那我们就此作别，后会有期了。齐浩转头立马换了一张笑脸，朝着萧楠楠拱手道。萧楠楠脸色微红，拱手道：“好，后会有期。”齐浩微微一笑：“有机会再带你骑我的大雕。”走了。不等齐浩吩咐，银羽雷雕双翅一震，冲霄升空，随即急速远去。师姐，你和齐浩那厮为何是一起来的？你昨夜又是夜宿的何处？李翔颤声问道。萧楠楠眉头一皱，冷声道：“师弟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在怀疑什么？”李翔咬牙道：“我只是不想看到师姐误了自己。”是啊，师姐，那齐浩是什么人？你都看到了，他就是一个既疯又狂的无耻之徒。师姐可千万别因为他有一只大雕就犯糊涂了啊！洪文月也是连忙道。萧楠楠本不想解释什么，可一听这二人一言一语的说到他心里顿时火气一冒，怒斥道：“我就喜欢其他的大雕怎么了？你们有大雕吗？你们二人怕是连只小鸡都没有。既然洪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们也无庸再做逗留了，现在立马启程回宗。”洪文月脸色一变，忙道：“师姐，这天色将晚，不如还是等到明日一早再走吧。你若不想回宗，可以不用回去了。”萧楠楠冷哼一声，直接迈步朝着洪府大门方向走去。洪文月脸色难看至极。李翔咬牙道：“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师姐竟变得这般向着齐浩那厮了？”洪文月阴沉道：“师姐在园林城可没有什么相熟的人，今日又与齐浩同城而来，举止亲密无间，现在更是为了齐浩，丝毫不顾及我们同门之间的情分。师兄，他二人之间的关系，恐怕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亲近得多啊！这该死的齐浩，我一定要杀了他！”李翔双拳紧握，赤目怒道。洪文月忙道：“师兄莫要冲动，这齐浩虽是该死，但以我们的实力，想杀他却不容易。且不说他身边那头灵兽，齐府之内可还有一个筑基境强者，想要他死，我们还需从长计议才行。”李翔冷冷一笑：“不是只有他齐浩会找帮手？”洪文月唇角一扬。洪旭阳、洪千涛站在二人身后，眉宇间却隐着一抹担忧。齐浩霸道凶狠，他们着实是有些怕了。万一李翔、洪文月没能杀了齐浩，齐浩不敢冲去玄枪门，但想来元武城可就太容易了啊！成颠行，齐浩很快就回了齐府，并将钟天雷、季东山二人叫到身边。家主，季东山恭敬作礼。钟天雷捋须一笑，样子有些几分散漫。齐浩也没在意，虽然钟天雷已经成了他的门将，但还没有从他这里得到半分好处，自然不会对他太过恭敬，没有急躁的跳脚，已经算是不错了。叫你们过来，就是打算兑现之前向你们许下过的承诺。不过，在兑现我的承诺之前，你们还有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若得了我的锤法和剑术，以后的10年，你们可就无法抽身了。齐浩淡笑道。钟天雷撇嘴笑道：“家主把我们诓到园林城之前，可没有告诉我们齐家竟招惹上了玄枪门和灵武宗。
齐浩微微一笑，若不是招惹的麻烦确实有点烦，我又怎会需要2位筑基境来给我看门？我虽未曾明说，但我以为以钟老的聪明，定是早已猜到了大概。钟天雷嘴角一抽，他要是说自己没猜到，岂不是等于是说自己不够聪明了吗？季东山抱拳道：“只要家主能彻底救治好我母亲，季东山誓死守卫齐府。”齐浩笑道：“季兄弟笑意感人，将来你也定不会后悔今日的决定。你母亲的病包在我身上，3个月内必定痊愈。”季东山激动道：“多谢家主。”齐浩随手一抛，一枚玉简飞向季东山。季东山一愣，虽然接住了玉简，却有些迟疑道：“家主，我虽效命齐府，但我还是想继续修行我师父传我的剑诀。”齐浩唇角轻扬：“剑诀给你了，学不学是你自己的事，但我觉得你至少应该先看看我给你的这部剑诀。”季东山一想也对，看看也无所谓，他心神一动，探入玉简之中。季东山瞳孔暴睁，面露极恐之色。钟天雷一脸愕然，这季东山平日稳重的很，今日只是查看了一下剑诀内容，怎就被惊恐成了这副模样？良久，季东山方才缓缓收神，身体却依旧忍不住的在轻颤着。砰！季东山猛然一跪：“多谢家主赐我剑诀，与我造化。自今日起，季东山愿为家主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季东山郑重道。齐浩微微一笑，轻抬手道：“去吧。”是。季东山连忙起身，急匆匆离去了。钟天雷狐疑道：“家主，你给了他一部何种品阶的剑诀啊？把这小子激动成这样？”齐浩微笑道：“个人有个人的造化，钟老的天赋不在剑术，就不必关心季兄弟的事情了。我尚不知钟老最后的决定是。”钟天雷翻了翻白眼：“老夫人在这里，还用多说吗？虽然齐府的麻烦是不小，但老夫这把年纪了，倒也无惧了。”齐浩再次挥手抛出玉简，钟天雷眼神一喜，将玉简接过：“这里就是你之前在老夫铺子里施展的那套锤法？”钟天雷激动问道。齐浩摇头笑道：“那日展现的不过是入门级的基础锤法而已，这里却是完整的撼天落日锤法。”钟天雷眼眸巨震，那日让他惊艳不已的锤法，竟然只是入门级的基础锤法，那这完整的撼天落日锤究竟有多高明？钟天雷忍不住也现场查看了一下玉简中的信息。下一刻，他如季东山刚才一般，亦是瞳孔暴睁，目露骇然。这绝对不是灵武阶功法能具备的威能，难道这撼天落日锤是一部仙武阶功法？钟天雷激动得差点心梗。齐浩淡笑道：“这部锤法不仅能够让钟老的锻造技艺大幅提升，想来也足够让钟老重拾信心，再冲金丹了吧？”钟天雷神色一惊：“你小子怎么知道？”齐浩微微一笑：“钟老不必对我太过好奇，知道的太多未必是好事，只需谨记造化难遇，欲知当惜，切莫自误。好了，钟老该去大门那边了。”钟天雷深吸一口气，躬身作礼道：“多谢家主造化之恩，老朽定以残身，效以犬马之劳。”钟天雷转身退去。齐浩唇角轻扬，这老头总算在他面前收了那份傲性。不过也是一个筑基境9品巅峰的强者，没点傲性反倒奇怪了。除了齐浩，谁也想不到钟天雷这个糙老头会是筑基境9品巅峰的强者。有了这2个门将替我看守大门，我也可以安心去皇府修炼一阵子了。齐浩微微一笑，随即便去找了季有容。重铸季有容的丹田需要以混元造化经的力量慢慢温养一段时间才行。完事后，他才去了皇家。夫君，洪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吗？大阵中，黄烟温柔地贴近齐浩的怀里，笑问道。齐浩轻笑道：“已经解决了。这2日，夫人有没有想我啊？”夫君，黄烟娇羞一声，顶着胸口撞了齐浩2下。哈哈！齐浩大笑一声，抱起黄烟，便是一轮双修云雨之后，黄烟靠在齐浩肩头，羞声笑道：“夫君是越发厉害了，嫣儿都有些承受不住了。要是有个姐妹能替嫣儿分担一下就好了。”齐浩心中一笑，暗道这黄烟聪慧，黄烟定是从黄家人口中听说了萧楠楠的事，才故意有此一说，既显大度，又是在试探齐浩对萧楠楠的心意。纳妾之事，且随缘分吧，暂时为夫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齐浩轻笑道：“有了前世记忆的他，便不可能再纯情的与一个女子相守一生，这一点他并不想欺骗黄烟。”黄烟眼眸微颤，微微有些失落，但很快他便释然了。他虽是齐浩正娶之妻，但黄家和齐浩的实力明显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他和齐浩的婚姻并不是表面上的联姻与嫁娶，实则是无形压力下的一种被迫复存关系。只有拎得清这一切，
他和黄家才能一直安然留存。黄岩没有再说话，只是往齐浩胸膛上贴得更紧了些。有了孟清然的前车之鉴，黄岩自然不会再犯糊涂。他相信，只要自己做好了妻子的本分，即便齐浩有了新人，也不会亏待了他和黄家。转眼又是数日过去，一脸憔悴的宋长风终于带着3个断腿弟子回到了灵武宗所在的灵秀山山下。回来了，我们终于回来了。3个断腿的青年男女仰头望着灵秀山，眼里皆是水汪汪的一片。守山的4名外门弟子连忙过来作礼。弟子见过宋长老。4人作礼时，眼角却是忍不住偷偷瞄着马车上的3名断腿伤员。这3人可都是内门中的师兄师姐啊，现在怎么都成这副逼样了？而且他们没记错的话，宋长老离开的时候明明是带着6名师兄师姐的，咋就回来了仨？另外3个该不会嘎了吧？回来的宋长风内心很复杂，守山的弟子内心戏也很多。宋长风低吸一口气，沉声道：你们分出3人，将他们3个背回内门。是。守山弟子不敢多问，连忙应声。宋长风神色阴沉的独自先行。灵秀山高耸入云，有3000丈，1000丈以下为外门之地，1000丈之上至2000丈为内门所在，2000丈之上为灵峰禁地，是灵武宗金丹老祖的清修之所。宋长风进入内门区域后，直接来到一处被阵法笼罩的小院前。老夫宋长风求见少宗主。宋长风躬身作礼道：哈哈，宋长老，你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宋长老定然不会像安云涛那个废物一般，连一点小事都办不妥当。大笑声中，小院上方灵影一晃，阵法散落。宋长风脸皮一顿，抽搐。他虽然活着回来了，但好像和安云涛那个废物并没什么两样。很快，一个身着锦衣的青年从院中走出。这青年便是灵武宗的少宗主魏昭。魏昭和齐浩年纪相仿，约莫也是20出头的样子。宋长老这一趟辛苦了，回头我必有重赏。魏昭呵笑走来。宋长风深吸一口气，咬牙道：少宗主，老朽无能。魏昭的脸色顿时僵硬了下来，他眼眸微沉道：宋长老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没能救下孟清然？宋长风苦叹一声，当即将他到了园林城后发生的一切如实向魏昭说了一遍。魏昭在听到孟清然被杀时，脸庞就开始变得狰狞。在得知他和孟清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齐浩大肆宣扬，园林城各大家族都已知晓后，他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极点。听完所有一切后，魏昭怒笑道：所以你甚至都没有正式向齐浩出过手，就仓皇地从园林城逃了回来。宋长风一张老脸通红的快要滴出血来，他惭愧道：是因为老朽怀疑在齐浩的背后定然隐藏着一名实力绝强的神秘强者，老朽若是出手，不仅杀不了齐浩，恐怕就没人能够将这些消息带回来告知给少宗主了。呵，魏昭冷笑道：没想到你堂堂一个筑基境6品修为，竟会中了那齐浩的疑兵之计。他齐浩不过是元郎城齐家的一枚弃子而已，身后哪里会有什么绝强靠山？他若真有这样的靠山，又怎会进入孟家成为一个赘婿？宋长风忙道：少宗主，这齐浩绝非是如您了解的这么简单。他不仅在老朽的掌力轰击下做到了毫发无伤，还拥有银羽雷雕这样的灵兽坐骑，这一切都表明他绝不普通啊。魏昭冷冷一笑：怎么？那照你的意思，我想杀他，还要请老祖出手才行了。宋长风低头不言，他瞧着齐浩那有恃无恐的样子，恐怕即便老祖出手，也未必能够杀得了齐浩。但这话要真说了出来，恐怕会让少宗主更加暴怒与不平衡。哼，你回去吧，这事便不用你再插手了。魏昭冷哼道。在他的眼里，宋长风已经和安云涛一样是个废物了。宋长风低吸一口气，拱手道：既如此，老朽便回了。但老朽还想提醒少宗主一声，当务之急还是想办法尽早和陆红英完婚才是。一旦那些对少宗主不利的消息传了开去，这桩婚事恐怕会有变数。魏昭眼眸凶眯，他已经失去了孟清然这个极品鼎炉，和陆红英的婚事绝对不能再出变故。哼，宋长老还是回去好好把你那颗吓破了的胆好好休养一番吧，本少宗主的事就用不着你再操心了。魏昭冷声道。宋长风心中一阵悲凉，这一趟他不仅丢了大脸，折损了数名弟子，还失去了少宗主的器重。以后他在灵武宗的日子怕也不会好过了。宋长风离开后，魏昭眸中闪过一抹阴狠：齐浩，不管你有没有什么狗屁靠山，敢惹怒本少宗主，你都必须的死。不过宋长风倒也没有说错，眼下还是和陆红英的婚事要紧，等完婚之后再去收拾这齐浩不迟。魏昭眼眸一闪，决定明日一早便前往玄枪门，争取能将婚期提前。次日，魏昭在几名内门长老的陪同下
遇见离宗，直飞玄枪门。而此时，风尘仆仆的萧楠楠三人也终于回到了玄枪门。弟子拜见师父。疾风院内，萧楠楠三人向一名盘膝修炼中的中年男子躬身作礼。中年男子面相儒雅，看到三名弟子归来，脸上露出微笑道：“一切可还顺利？”砰！洪文月眼眶一红，双膝猛地磕地而跪，口中呜咽道：“师父，还请您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许仲刚眉头微皱：“怎么？难道你回去迟了？”洪家已经遭了那无耻赘婿的毒手。萧楠楠冷冷瞥了一眼洪文月，朝着许仲刚抱拳道：“师父，洪家安然无恙，一人未语。但弟子今日方知，原来洪师弟竟是这般会演戏。师姐，我哪有在演戏啊？洪家被那齐昊坑得有多惨，师姐你都看见了啊？”洪文月跪在地上，摸着眼泪卖惨道。李翔阴着脸道：“师父，那齐昊仗着自己在园林城有些势力，确实欺人太甚。”许仲刚低沉道：“到底怎么回事？”萧楠楠连忙道：“师父，整个事件弟子已经调查清楚，其起因要从齐昊被孟家坑害开始说起。”当即，萧楠楠将齐昊被孟家坑害，齐昊大难不死，反杀孟氏一门，接管了孟家一切。元武城洪家、郑家趁机策反孟家所属灵矿上的人员，私吞灵石，以及齐昊前往元武城强势追究郑、洪两家的事说了一遍。齐昊的手段虽然强势霸道，但这件事的确是洪家有错在先。既是洪家里亏于人，弟子也不好借着宗门之名以势压人。最后齐昊看在宗门的面子上，只向洪家索要了100万灵石的赔偿。萧楠楠沉声道。许仲刚闻言冷冷看了一眼洪文月：“文月，你师姐说的这些可都属实？”洪文月眼眸一颤道：“孟家之事弟子不是很清楚，灵矿之事弟子回去后倒是问过家父，似乎是这样的。但我洪家前后明明只分得了几万灵石，这齐昊却索要100万灵石，这分明就是讹人啊！”许仲刚怒哼一声道：“你对孟家之事既然不是很清楚，为何当初又在为师面前言之凿凿地说那齐昊就是一个忘恩负义，是杀岳父满门的无耻之徒？还有齐昊对你洪家的追究，你却说成是因灵矿之争，齐昊霸道欺人，可没说是你洪家趁虚而入，图谋夺人灵矿。”洪文月脸色煞白，连忙求饶道：“师父，弟子知错了。当初家中传信，弟子只知道家族被人所欺，没有弄清事实。现在弟子已经知道错了，还请师父饶恕弟子这次。”许仲刚冷声道：“若非是你师姐将一切查清，恐怕你依旧会是满口谎话，自己去后山撕过牙，撕过10载吧。”洪文月满眼惶恐，连忙道：“还请师父开恩，饶过弟子这次啊！”许仲刚冰冷道：“再多言，便直接废除修为，将你逐出师门。”洪文月骇然，颤声道：“弟子这便去撕过牙。”洪文月仓皇起身，奔去撕过牙方向。李翔虽然对洪文月这个小苦逼有点同情，但这时候也不敢替他求情，只道：“师父，这齐昊虽然占了理，但索赔100万灵石，确实也是太贪了些。而且交涉的过程中，此人对我玄枪门毫无敬畏，弟子觉得多少应该给这齐昊一点教训，以立我宗威信。”许仲刚抬眼看了一眼李翔，李翔不由喉咙一滚，脸色有些不自在起来。既是洪家理亏，便是我们不占理，你还想让别人对我宗有所敬畏？这件事既已解决，就这样了。洪家与齐昊之间的事，你们不得再有任何干预。许仲刚沉声道：“是。”李翔连忙道：“你也退下吧。”许仲刚低哼一声，摆摆手。李翔急忙作礼退下。许仲刚这才目光灼灼地看向萧楠楠，笑道：“楠楠，你莫非已然破镜，成功筑基了？”萧楠楠笑道：“师父真是火眼金睛，即便弟子没有显露分毫气息，师父都看出来了呢。”许仲刚惊喜道：“你竟真的成功筑基了？难道此次离宗，你是遇到了什么大造化？”萧楠楠当即将齐昊赠予香灵果并为他护法的事说了出来。刚才不说，是不想让洪文月和李翔二人知道，若知道他在齐昊那里得了好处，恐怕又要乱嚼舌根。许仲刚惊讶不已，萧楠楠能够提前顺利筑基，必然是有所造化，但他万事没想到，这造化竟是齐昊送的。许仲刚眼眸微闪，低沉道：“楠楠，你老实告诉为师，这齐昊是不是有意追求于你？五品灵果虽然珍贵，但与你一生幸福相比，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萧楠的脸上浮起2朵羞红，忙道：“师父，齐昊应该没有这层意思的。他说是因为弟子的人品，这才将香灵果赠予弟子的。”许仲刚淡笑道：“这小子倒是颇有识人之能，为师众多弟子之中，唯你品行最是正直。不过这齐昊性子上亦有几分邪气，
戾气也重，以后如无必要，你还是不要和他再有接触了。萧楠楠忙道：可弟子还欠着他的人情，这不见又如何还他的人情呢？许仲刚道：回头为师会让你大师兄给他送去一些4品丹药作为答谢。虽然4品丹药不及那颗香菱果贵重，但只要数量上去，也足够抵得上他这份人情了。萧楠楠只得应道：弟子知道了，心里却是有些黯然，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在齐齐号的大雕为师这里有几颗淬灵丹，你且拿去，正好用来稳定境界。许仲刚微微一笑，取出一个丹药瓶子来，递给萧楠楠。萧楠楠欣喜道：多谢师傅。萧楠楠离开后，许仲刚眉头不由轻皱，这丫头刚才的神情似是有些不对劲啊，怕不是真对那齐号动了春心吧？许汉山，你这混小子，赶紧给老子滚过来！许仲刚心神一动，一道魂音传了出去。这许汉山既是许仲刚的长子，亦是疾风院里的大师兄。很快，一个憨憨的高壮青年手持一杆黑铁长枪，脸上挂着汉字走来。父亲，这些时日孩儿一直潜心修炼，好像没犯什么错啊。许汉山一脸迷糊地看向许仲刚。许仲刚瞧他这一脸的呆样，便是苦笑道：老子当年真应该给你起名字叫许憨憨。许汉山一愣：父亲，师兄师弟他们背后这样叫我也就算了，您怎么也想叫孩儿许憨憨了？啥？还真有人叫你许憨憨？许仲刚脸色一黑，眉宇间有些怒意。许汉山咧嘴道：父亲，这些都是小事，孩儿没在意。您叫孩儿过来，究竟所谓何事啊？孩儿今日练枪的时间还没够呢。许仲刚无奈道：身为男儿，你就只知道练你手中那杆破枪，活该你到现在还没个媳妇。许汉山抓了抓脑袋，嘿笑道：孩儿又不习双修之法，要媳妇有啥用？孩儿此生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仙灵第1强。许仲刚脸皮抽了抽，他这个儿子憨是憨了点，但确实也是难得的武痴。年仅25岁，便已是筑基境4品修为，不仅是玄枪门内同龄中的第1高手，即便是放眼整个东陵域，在同龄中实力也能击入前5。你不想要媳妇，为父还想要孙子。之前为父跟你提过，让你去追求你师妹的事，你可去做了？许仲刚哼声道。许汉山一愣，这好像没有。父亲，您当时是让孩儿追求哪位师妹来着？孩儿有点想不起来了。许仲刚揉了揉太阳穴，这憨货是真的一点都不像年轻时候的自己啊。是你楠楠师妹，为父可警告你，你若再不行动，你楠楠师妹就要被别人抢走了。许仲刚没好气地提醒道。许汉山嘿笑道：没事，反正我师妹多，楠楠师妹不行，那就换个师妹呗。不行，你只能娶你楠楠师妹。宗内的女弟子，除了你陆师妹，就属你楠楠师妹天赋最好了，她也是为父心中最中意的儿媳妇。许仲刚哼声道：那孩儿现在就去问问楠楠师妹，愿不愿意跟孩儿一起给父亲生个大孙子。许汉山憨憨一笑，转身就要走。许仲刚惊呆了，他感觉自己这儿子好像不只是憨。臭小子，你给我回来！许仲刚苦笑道。父亲，又咋了？许汉山转过身来不解问道。许仲刚无奈道：这件事还是让为父找个机会和你师妹说吧，让你自己去铁定要砸。你将这几瓶丹药送去园林城齐家，交给齐家齐号，就说是为父对他帮助你楠楠师妹筑基的谢礼。许仲刚一挥手，4瓶丹药飞向许汉山。许汉山抬手收入指尖的储物戒中，脸上露出苦笑道：父亲，园林城挺远的啊，这多耽误孩儿修炼啊，您就不能换个人去？许仲刚眯眼道：这齐浩也是个武道天才，你去之后可以找他切磋一番，你若能赢，回来那柄破云枪就是你的了。许汉山眼神狂喜：父亲，你可说话算数，孩儿可是惦记那杆破云枪许久了。许仲刚撇嘴道：你能赢再说吧，那齐浩虽然比你小，但实力未必比你弱。许汉山眉头一挑，这齐浩的年纪居然比他小，这还是他父亲头一次让他去找一个比他年纪小的人切磋呢。孩儿这就动身。虽然还没有见到齐浩，许汉山已经对齐浩充满了好奇。记住，只是切磋，莫要结仇。许仲刚叮嘱道。许汉山咧嘴道：孩儿晓得。许汉山离开后，许仲刚轻声一叹：你要是输了，为父也不必去开这个口了。玄枪门以枪术立宗，整个宗门共有12套灵武阶枪法，为12套枪法传承对应，玄枪门设立了12武院，疾风院便是其中一院。此刻萧楠楠没有急着去稳定境界，而是来到12院之一的天星院外求见师姐陆红英。萧师妹，随我来吧。一名天星院的师兄殷勤地笑道。玄枪门内3仙子，萧楠楠不仅是其中之一，更是最受男弟子们倾慕的一位。虽然论天赋和容貌，
陆红英当排第一，但陆红英为人冷傲，更是早已和灵武宗的少宗主有了婚约，已是别人盘子里的肉了，惦记不得。另一个仙子虽然长得很好看，但在武道天赋上和陆红英、萧楠楠一比，却是差了不少。多谢师兄。萧楠楠礼貌作礼，跟着天心院的师兄来到一处小院前。陆师妹，萧师妹找你有事，可方便一见？院外，师兄笑问道。院中没人应声，但很快陆红英便是微皱眉头走出。萧师妹找我有事？陆红英狐疑问道。他知道萧楠楠，但二人之间往日也没有什么交集。萧楠楠作礼道：陆师姐，我有一个朋友托我给你带了一封信。说着，萧楠楠从储物戒中将齐浩给他的那封信取了出来，向陆红英递了过去。陆红英更是疑惑了，但只是一封信，他便接了过去。他撕开信封，将其中的信纸展开，下一刻他原本就显得有些清冷的俏脸刹那间布满了寒霜。你这朋友姓甚名谁？陆红英冷冷问道。萧楠楠一愣，师姐，这封信怎么了吗？你不知道？陆红英冷声道。萧楠楠连忙摇头。丁师兄，你且先离开吧，我想和萧师妹单独聊聊。陆红英沉声道。丁师兄笑了笑，识趣的离开了。你自己看吧。陆红英冷哼一声，将信纸递给萧楠楠。萧楠楠狐疑的朝着信纸上看去，他心里也是好奇的很，齐浩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能把陆师姐气成这样？可当他看到信纸上仅有的那3个字时，一张脸顿时变得错愕不已。陆绿英，齐浩故意错写陆师姐的名字，这究竟是何意？红英变绿英，难道他是想说陆师姐被绿了？陆红英沉声道。萧师妹，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这朋友究竟是谁了吧？我倒要去亲自问问，他写这3个字给我究竟是何意思？萧楠楠想了想，苦笑道：师姐，他应该是想提醒你，魏昭此人的品行有问题。陆红英清冷道：萧师妹，我虽然专于修炼，经识不多，但也不是傻子，这个绿字代表何意，我自然是懂的。但传这种话，总要有证据才行。若无实证，我也绝不允许有人随意诋毁我将来的道侣。所以，还请萧师妹如实告诉我此人是谁。若萧师妹不说，我便只能去疾风院找许师叔了。萧楠楠抿了抿嘴，道：他叫齐浩，如今是园林城齐家家主。虽然陆红英此刻怒气不小，但齐浩既然让他将信交到陆红英手中，想必也不怕和陆红英见面。陆红英眉头微皱，园林城，这可有点远了。萧师妹怎会认识园林城的人？陆红英觉得奇怪。萧楠楠并非园林城人士，入宗之后如他一般也是刻苦修行，极少离宗。而园林城地处偏远，按理说萧楠楠不应该会和园林城的人有交集才是。萧楠楠寻思一番，便将齐浩与洪家之间的纠葛以及孟家之事告诉了陆红英。至于魏昭之事，齐浩在我面前并没有提过半点。我原以为他写信给师姐，是和师姐早就相识了。萧楠楠道：那我就亲自去问他。倘若魏昭真有不端之举，我会记下他这份人情，但他若是污蔑，即便他有过悲惨的经历，我也绝不会轻饶了他。陆红英沉声道。萧楠楠道：虽然我和齐浩认识的时间也不算长，但我相信他应该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若陆师姐真要找他当面对质，我愿陪同师姐一起去。陆红英点头道：好，那就辛苦萧师妹陪我走一趟了，明日一早我们就出发。好。萧楠楠正答应着，刚刚离去的丁笑又附舌了回来。陆师妹，魏少宗主来了，此刻正在大殿中，宗主让你过去一趟。丁笑笑道。陆红英眉目一沉，道：他这时候来做什么？丁笑道：我隐约听到他和宗主的谈话，好像是想要将你们的婚期提前。想将婚期提前？陆红英眼眸一眯，心中蓦然冷寒。一般来说，定下的婚期是不会随意更改的，这魏昭忽然想要提前婚期，绝对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陆红英不由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纸，这魏昭是怕包不住带给我的这个绿字了吗？陆红英心中冷笑。师妹，宗主和魏少宗主还在等着呢。丁笑笑着提醒道。陆红英冷笑道：我不想见他，还请师兄代我向父亲说一声，就说我忽感契机，准备筑基，恐怕无法如期和魏昭完婚，这婚期尽量延后。丁笑一愣，但陆红英向来冷傲，他也没多劝，只道：好，那我去向宗主转达师妹的意思。丁笑一走，陆红英眼眸微闪，看向萧楠楠道：萧师妹，我想了想，我们还是即刻下山前往园林城吧。不将这件事弄清楚，我心中始终憋着一团火气，如此对我的修行必定极为不利。萧楠楠一愣，道：现在走倒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有我们2人吗？虽然齐浩对他还不错，但陆红英毕竟是宗主之女，身份尊贵，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他可没法向宗门交代。陆红英沉吟道：“此事暂时我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既然师妹有安全上的顾虑，那我就去请上罗师叔，和我们一起吧。”萧楠楠眼神一喜，道：“有罗师叔陪同，那自是最好。”二人口中的罗师叔，便是寒冰院院长罗冰云。罗冰云乃是筑基境8品修为，所习玄冰枪法，战力强大，只要不是遇到金丹境的强者，便能护他们二人一路无虞。大殿上，魏昭还在一脸殷勤地拍住陆枪的马屁，希望这个未来老丈人能够同意将他和陆红英的婚期提前，却不知陆红英3人已经悄悄离宗。怎么回事？红英怎么还没来？陆枪皱了皱眉，心里也是嘀咕着。虽然婚姻大事多由父母做主，但陆枪对陆红英却是极为宠爱，婚期提前这事，他还是想听听陆红英自己的意思。宗主。此时丁啸孤身入殿，恭敬作礼。陆枪眉头一挑：“不是让你去叫你师妹过来吗？他人呢？”丁啸瞥了一眼魏昭，而后躬身道：“宗主，师妹忽感契机，正准备潜心闭关冲击筑基，说很可能无法如期和魏少宗主完婚了，希望能够将婚期后延。”什么？婚期后延？魏昭闻言，脸色顿时一变。他可不信陆红英这妖巧，刚好在这时候来了契机，准备筑基，难道是园林城的事已经传入了陆红英的耳中，让他对我有了意见？魏昭神色一阴，陆枪则是面露激动之色，惊喜道：“红英要筑基了，这是好事啊！婚期可改，契机难得，你让他安心闭关筑基，若他在婚期之内顺利筑基，那便如期完婚；若是在婚期之后出关，那就另择吉日再行完婚。”好，弟子这就去。丁啸忙道。魏昭贤侄，看来你想将婚期提前，这是不行了。陆枪轻笑道。魏昭脸皮轻抽，挤出一抹微笑道：“侄儿纵是心急，想早日迎娶红英妹妹，但红英妹妹要筑基了，这是好事，侄儿也为她高兴。既然今日见不到红英妹妹，侄儿也要回宗，多做努力，争取早日筑基，如此才能和红英妹妹般配了。”哈哈，以贤侄的天赋，筑基也是早晚之事。陆枪大笑道。离开玄枪门后，魏昭的脸色顿时狰狞起来。先不回宗，随我去园林城一趟。魏昭冰冷道。不管陆红英不见他，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一些消息，他都不能再留着齐浩的狗命了。齐浩不死，他怒气难消，心也难安。难得安静的几日，齐浩的修为亦在稳步提升之中。地窝灵湖下灵液充足，让他根本没有资源之忧。短短数日时间，他已将修为提升到了筑基境3品。从筑基境1品提升到3品，这对于寻常武修来说，至少是数年之功。即便是天赋绝佳之人，也要1年。但齐浩仅仅只用了9天。黄烟修为不高，提升效果就更为明显了。时至此刻，他已经成功踏入大宗师境界，并且将修为提升到了大宗师6品。这是黄烟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夫君，我们修为提升的这么快，会不会被人怀疑啊？这一日，双修结束后，黄烟依偎在齐浩的怀中，不由说道。齐浩淡笑道：“即便有人怀疑，只要在他们闯入这里之前，我将大阵撤除，地底灵气不再涌出，他们便发现不了灵湖的秘密。所以，你只管修炼，无庸担心这些。纵是有事，也有为夫顶着。”黄烟这才安心下来。齐浩，你出来一下。忽然，院外传来黄芒的声音，莫不是外面出了什么事？黄烟面色一紧，毕竟他早就叮嘱过黄家人，若无要事，尽量不要打扰他们修炼。而且自从得到灵功，黄家人也都忙着闭关苦修，根本无暇来找他们。齐浩笑道：“我去看看。”齐浩穿好衣衫，从大阵中走出，黄芒的身边还跟着秦震。老朽见过家主。秦震连忙作礼道。齐浩微笑道：“不必多礼，直接说是吧。”黄芒笑道：“齐浩啊，那你们主仆聊，我就先回了。”好，辛苦岳父大人跑一趟了。齐浩拱手道：“哈哈，无妨。”黄芒笑了一声，转身离去。秦震这才道：“家主，齐家来人了，如今正在府上等着。”齐浩眉头一挑，这齐家人定然是元狼城的齐家人了。从他入赘孟家至今，齐家也没有一人来看过他，如今怎么来了？来的是谁？可知其名？齐浩问道。自称齐俊，看年纪比家主略小几岁，身边还带着4名宗师客卿，应该是您本家的少爷。秦震道。齐浩唇角一扬，原来是他。走吧，一并回去。是。很快，齐浩和秦震回到齐府。钟天雷上前道：“家主，里面那位是您本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拦着，放他们进去了。”齐浩淡淡道：“以后除了我和我夫人，谁来都给我挡在外面。”钟天雷忙道：“好。”自从得到撼天落日锤锤法后，钟天雷对齐浩也敬畏了许多。秦老，
你忙去吧，不必跟着。齐浩吩咐一句，自己便朝着正堂走去。以他如今的心神修为，自然可以轻易感知到齐俊的位置所在。大堂内，一个穿着不俗的青年闭目躺在一张椅子上，他双腿伸直，架在一名跪地趴伏的齐府下人背上，双腿两侧各有一名丫鬟，正替他揉按着。齐浩缓缓走进正堂里，是谁给你的权利，敢这么使唤我府上的人？齐浩冰冷道。齐俊眼眸一睁，偏头瞥了一眼齐浩，一脸玩味道：哟，这不是四叔家的齐浩哥吗？还别说，你如今这说话的气势，还真有几分当家主的派头了。只不过，你府中的这些下人，知道你以前在我齐家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吗？好像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吧。齐浩淡淡道。先说说你的来意吧。齐俊邪笑道。也没什么，就是齐征大哥下月16要大婚了，爷爷让我来告诉你一声。虽然你入赘进了孟家，但毕竟也是姓齐的，大哥大婚，你作为堂弟也应备上贺礼，到场祝贺。但爷爷他老人家绝对想不到，你入赘孟家是假，夺人家产才是真。啧，我是真的没想到，当年被我们欺负的连声都不敢吭一声的你，竟还有这样的手段呢。齐浩眼眸一眯，原来齐俊来园陵城，只是来给他送齐征大婚的消息的。我的手段还有很多是你想不到的。齐浩淡淡说着，人也朝着齐俊走了过去。齐俊眉头一挑，他身后的4名宗师客卿眼眸齐齐一眯，暗自戒备起来。你们退到一边去。齐浩对跪地的男仆和2名丫鬟道。齐俊哼声道：本少还没舒服够，你们哪也不许去。3名仆人一脸惶恐，一时不知道到底该不该退。齐浩冷声道：莫忘了你们是谁府上的人，究竟该听谁的命令？都给我滚一边去！齐浩一怒，3仆连忙惊慌着退到一边。齐俊脸色一沉，怒道：齐浩，为了给你递话，我可是走了300多里路，让你府上这些卑贱的下人给我揉揉又怎么了？齐浩唇角一扬，那就让我亲自给你揉揉。说着，齐浩猛地俯身，双手按在齐俊的左右膝盖上，咔咔啊！齐浩双手落下的那一刹，爆鼓声和齐俊惨叫的声音便是几乎同时响起。齐浩，你怎敢！4名宗师客卿大惊失色，他们虽然早有提防之心，但万万没想到齐浩出手如此之快，下手如此之狠。轰轰轰轰，4人怒呼间同时抬手，以掌力轰向齐浩。轰！哪知齐浩只是一扬手，一股强大的气劲便将4人的掌力尽数轰爆，气劲的于是更将4名客卿齐齐轰飞。噗噗噗噗，4人倒飞间尽皆吐血。再敢向我出手，死！齐浩冷冷地扫了一眼4人，4人眼中尽是惊恐。即便没有齐浩的这声威胁，他们也不敢再出手了啊！齐俊这一刻也是又慌又怒，他惊颤地看着齐浩道：你敢捏断我的双腿？等爷爷知道了，爷爷是不会饶了你的。齐浩不屑一笑，双手如魔爪一般，又对着齐俊的双膝抓去。不要！齐浩，你快住手！我再不敢使唤你的下人了。齐俊瞳孔惊缩，连忙求饶道：虽然腿已经断得不能再断了，可若再被抓一次，那绝对能够把他活活疼死啊！一边的3名齐府仆从这一刻也是害得脸色煞白，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只因为这齐俊少爷使唤了他们，家主便生生捏爆了齐俊的双腿。就这点出息也敢在我的地盘上装？齐浩冷冷一笑，收回了双手。齐俊见状，心里暗松了一口气，可嘴上还是痛得直吸气。他哪里能想到，如今的齐浩竟然这么疯。消息我收到了，回不回去且看我到时候的心情了。你们可以滚了。齐浩淡淡道。4位客卿，快带我离开这里。齐俊哭着喊道。4位客卿连忙忍着内伤，拥簇到齐俊身边。看着齐俊血淋淋的双腿，4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快带我走啊！齐俊哭着叫道。我内伤极重，怕是背不了俊少爷了。你们3人谁感觉好点，赶紧把俊少爷背到马车上去。一名客卿脸色苍白道。另外3人脸上也是堆满了苦涩。谁的伤势不重啊？要不是他们一直以原力强压着体内那股震荡，他们感觉自己的脏腑都要破裂了。我不行，我此刻连走路都很艰难。我也不行，我连站着都很勉强了，别说是背人了。那我来。最后一人咬牙道。可他刚将齐俊背到身后，勉强用了几分力气，一张脸便变得血红起来。噗！一股气血冲腾，这名客卿瞬间喷出一口血水，人也朝着地上趴去，摔得昏死过去。啊！他背上的齐俊自然也跟着摔到了地上，嘴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3名客卿慌张中又有些不忍直视。
其中一人颤巍巍地朝着齐浩座里恳求道：“浩少爷，能否请你府中的人将军少爷送到马车上？”来的时候，他们本是充满了优越感，可现在他们对齐浩只剩畏惧。今时今日的齐浩虽然依旧是不被齐家重视的孤儿，但齐浩的实力以及这份狠辣却早已不同往日。齐浩之狠令人战栗。齐浩淡淡道：“我府上的人只能伺候我，他若想上马车，要么你们背着走，要么自己爬过去。你们三个很闲吗？府上没事忙了吗？”齐浩皱眉看向三名仆从：“奴婢这就走。”三人连忙小跑着离开正堂。齐浩，我可是你堂弟啊，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齐俊疼得龇牙咧嘴的叫道。齐浩淡淡道：“如果不是看在这层关系上，你以为你断的只有双腿吗？这点裂骨之伤，回去养个半年就能好。但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次教训，倘若再敢对我不敬，我会直接杀了你。”齐俊瞳孔狠狠一缩：“杀？齐浩还敢杀他？不对，他连自己老丈人一家都灭门了，又怎么会不敢杀他？这个人已经杀疯了。”齐俊猛地一激灵，连忙颤声道：“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惹你了。如是最好。”齐浩默然一声，踏步走人。至于齐俊五人怎么离开，那就不是他操心的事情了。既然回来了，他便去了一趟季有容的院子。齐浩之所以对齐俊下手狠辣，不仅仅是因为齐俊在齐府内作福作威，随意使唤他的仆从，更是因为以前在齐家时，齐家那帮人没少欺辱他。以前他没人护着，反抗只会落得更惨的下场，而今他可以自己护着自己，有仇报仇，方才不损道心。季有容院中一轮温养结束，齐浩微笑道：“你这恢复的效果比我预想的还要更好一些。”季有容坐里笑道：“都是托了家主的福。”齐浩笑道：“是你自己底子不错，我这里有一套养气固脉之术，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在院子里练练。虽然你丹田破损，无法聚气屯灵，但习练之时，灵气过体，亦可起倒润深温脉的效果。若坚持修炼，应该能让你重铸丹田的日子提前半个月。”说着，齐浩从储物戒里取出一个小本子来，他将养气固脉之术已经画在了其中。季有容惊喜接过，道：“多谢家主，我定会依法好好修炼。我期待你早日重聚金丹。”齐浩微微一笑，起身离开。算着时间，接下来的几天齐家应该会很热闹，所以他也没打算再回皇家了。回到自己的小院，齐浩进入掌天图，以妖灵模式窥察了一下，方圆180里内并没有出现新生的强大灵团，这意味着并没有外地的强大灵修来到他所在的这片地域。齐浩虽然在人前表现得颇为狂妄，但在暗地之中实则也很谨慎，几乎每日他都会进入掌天图窥察1-2次，以防灵武宗的人不讲武德，直接派出金丹老贼前来绞杀他。如果有金丹境来杀他，他还是要暂避锋芒的。不过金丹境在东陵域已是巅峰强者，这样的存在一般会自视甚高，不会轻易出手。灵武宗即便要玩大的，齐浩猜测多半也只会多派一些筑基境过来找他麻烦而已。次日午时，齐浩习惯性的进入掌天图内查看。50里外有3处不弱的灵团正在朝着园林城方向移动。第一处只有1颗灵团，看灵团大小，应该是一名筑基境4品武修。第二处则是3颗大小不一的灵团挨在一起，这3人修为从低到高，应该是大宗师9品、筑基境1品以及筑基境8品。第3处的灵团足有6颗，除了一个小渣渣，另外5个都是筑基境修为，最强大的一人修为亦是筑基境8品。齐浩眼眸轻眯，朝着3处分别看去，看来热闹都要集中在今天了。齐浩唇角一扬，半个时辰后，齐府门外一个高大青年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许汉山抬头看了一眼门匾上的齐府2字，咧嘴笑道：“总算是到了。”玄枪门疾风院许汉山前来拜会，还请开门。眼见门外无人值守，许汉山便扯着嗓子高声喊道。门后的季东山眉头一挑，这玄枪门怎么又来人了？我去通知家主。钟老您先挡着。季东山丢下一句话，便飞速前往齐浩的小院。钟天雷歪了歪嘴，不爽道：“这些小逼崽子烦不烦？一天天的耽误老夫修炼锤法。今天要是再来找麻烦的，老夫高低赏他几锤子。”轰卡！钟天雷黑着脸打开府门，他双臂抱怀，不爽地瞪着许汉山，问道：“来齐府作甚的？”许汉山眉头一掀，这老头是没听清楚他报的师门吗？我是玄枪门疾风院弟子许汉山，来找一个叫齐浩的，你让他出来。许汉山道。钟天雷哼声道：“在门外等着。”许汉山虽然有些不爽，但还是忍住了脾气。很快，齐浩和季东山一起走来。
这人果然也是冲我来的，只不过他既也是玄枪门的弟子，怎么没有和萧楠楠他们一起？齐浩心中奇怪，面上淡笑道：“我便是齐浩，你找我何事？”许汉山一双眼睛好奇地将齐浩上下打量了一下，果然比他还要年轻几岁。可除了年轻，他从齐浩身上完全没看出来有什么武道天才的样子啊，瘦不拉几的，连肌肉团子都没有，恐怕连自己的玄铁枪，这齐浩都未必能够提起来吧。2件事，许汉山也不墨迹，伸出2根手指道：“第一件事，家父让我给你送来4瓶丹药，作为你帮助我师妹筑基的酬谢。”许汉山一挥手，4瓶丹药飞空而动，朝着齐浩爆射而去。齐浩一俯手，轻易化解了4个丹药瓶子上裹挟的灵境，并将4瓶丹药尽数收入储物戒中。许汉山咧嘴一笑，果然是有点实力的，应该配做我的对手了。我来这里的第2件事，就是想跟你切磋一场，希望你能答应。齐浩淡笑道：“我若不答应呢？”许汉山一愣，不答应？这个情况他没想过啊。他不由抓了抓脑门子，不解道：“我们都是武者，比试切磋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为什么不答应？”齐浩淡笑道：“不想白费力气。你若真想和我切磋，那就来点赌注。”许汉山一喜：“成啊，什么赌注？你来定。”齐浩笑道：“若你赢了，你想要什么？随便开口。若我赢了，你就留下给我当护院，为期10年，如何？”这许汉山虽然看起来脑子不太灵光的样子，但能在这个年纪修着低阶功法，还能达到筑基境4品修为，足见武道天赋不错。而且这许汉山的父亲能够一次性给他4瓶4品丹药，在玄枪门内应该有些地位。若能将许汉山留在齐府当护院，应该可以替他挡下不少麻烦。许汉山有些犹豫，10年时间可不短。怎么，没信心能够赢我？那你还比什么？直接回去得了。齐浩不屑道。许汉山闻言一恼，哼声道：“谁说我没信心赢你了？我只是在想，你要是输了，我要东西，你未必能够给他出来罢了。”我不会输。齐浩笑了笑：“你可以出手了。”许汉山一愣：“就在这里比？”齐浩唇角轻扬：“赢你又不费事，就不用换地方了。”狂妄！许汉山再憨，也被齐浩的狂言激怒了。轰！他脚步猛地一跺地面，身形暴掠冲出，一杆黑色玄铁枪如黑龙般急速穿空，直刺齐浩胸膛而来。季东山脸色微变，筑基境4品。钟天雷也是皱了皱眉，虽然他知道齐浩战力不弱，可毕竟才突破境筑基境没多久砰。然而下一刻，2人的眼珠子都差点瞪掉了。只见一道残影乱空烁闪，随着一道重击声传出，许汉山连人带枪便倒飞了出去。蹭蹭蹭，许汉山倒飞出10几米后，以玄铁枪撑地，方才踉跄着勉强稳住了身体。许汉山眼眸惊震，难以置信地看向齐浩：“你是怎么做到的？”许汉山惊声问道。齐浩背负双手，淡笑问道：“不过是能够完美地掌控自身灵力罢了。”许汉山问的并不是齐浩那鬼魅一般的神奇身法和超快速度，而是他明明中了齐浩一掌，那股恐怖的灵劲刚刚崩击在他身上时，他感觉自己定是要被轰得粉身碎骨了。可神奇的是，那股灵劲竟是瞬息化散成片，将他整个人强推了出去，人也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震伤，并无大碍。这种感觉就像是长枪刺体的一瞬间，忽然由枪刺变成了钝状。齐浩如此精妙的收发控制力，让许汉山震骇不已。至少在他认识的人里，没有一人能够做到如此程度。还用再打吗？齐浩淡笑道。许汉山苦笑摇头：“若真是生死之战，刚才你那一掌足以取我性命，我完全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了。”齐浩面露微笑，这许汉山还真是个老实憨厚的人。他笑道：“那你可就要兑现赌约了。”许汉山郑重道：“你放心，我许汉山愿赌服输，以后10年我给你当护院就是。不过我要回去一趟，跟我父亲说明此事。虽然他把我坑惨了，但我若不回去一趟，他肯定要担心的。”齐浩讶然：“你为何说是你父亲坑你？”许汉山苦笑道：“是我父亲说，只要我打赢了你，他就把珍藏的那柄高阶灵武长枪破云枪给我，所以我才来找你切磋的。”齐浩不由想笑，坑爹的儿子挺多，这坑儿子的爹倒是少见得很。这许汉山的父亲应该是从萧楠楠口中得知了他也是筑基境的事，所以就想让许汉山来试试他的实力。没成想这一试却让自己的儿子输了10年。好，你可以回去一趟，不过不是现在，你先随我入府。齐浩道。许汉山收起玄铁枪，狐疑地跟着齐浩走进府内。钟天雷眼眸轻眯，看向季东山低沉道：“咱们这位家主可是又给我们露了一手，不管是刚才的身法，还是那控制自如的灵境掌控力，可都不是东陵域能有的手段。
即便他这个筑基境9品巅峰，也自认做不到像齐浩那般完美的控制力。季东山淡笑道：“我以为在家主传我们新功法的时候，钟老就已经猜到这些了。”钟天雷翻了翻白眼：“对于家主，我们还是不要过于好奇的好，谨守本分，看好大门就够了。我有种感觉，只要我们尽忠职守，家主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造化。”季东山目光灼灼道。钟天雷笑眯眯地说道：“有道理。”二人关上大门，一个修炼剑诀，一个修炼锤法。可没修炼一会，门外又来3人。这次没等门外传来叫喊声，钟天雷手中的锤子便是猛地停下。季东山也是皱眉看向府外，烦请钟前辈和季大哥通传一声，就说萧楠楠前来拜会。萧楠楠在府外拱手笑道：“这小妮子怎么回事，还带了个硬茬过来？”钟天雷沉声道：“我去禀报家主。”季东山道。钟天雷点了点头，过去将府门拉开。萧姑娘，这才离去几天，你怎么又来了？莫不是看上我家主了？钟天雷笑眯眯地抱着双臂道。一旁的罗宾云青眉一皱，萧楠楠脸庞一红，赶忙道：“钟前辈莫要说笑了，我们此来是有正事要找齐家主的，亦或者说是齐家主故意引我们在灵齐府的。”钟天雷眉头一挑，他忽然想到，家主正常情况下都在皇家那边和小媳妇腻歪着，这2天却留在了齐府，似乎真的是在等人的样子。那你们等着吧，季东山已经去禀报了。钟天雷笑道。好。萧楠楠笑道。罗宾云眼眸微眯，上前一步道：“听闻齐府的2位守门人都是筑基境修为，不知阁下是筑基几品修为？”钟天雷淡笑道：“老朽就是个糙老头子，只要罗院长不在齐府生事，就可以无视老朽的存在。”罗宾云眼眸一闪：“你竟然认识我？”钟天雷淡笑道：“不曾见过，但玄枪门12位院长皆是盛名在外，老朽还是听说过的。而12位院长中，也只有罗院长一个女院长，所以好猜得很。”罗宾云清冷道：“听你刚才的口气，我若在齐府生事的话，你还能阻止我不成？”钟天雷只是笑了笑，没有回话。陆红英低沉道：“师叔，这老者的实力恐怕不一般。”罗宾云眼脸微眯，心中其实也有同感。萧师妹，你见过他出手吗？陆红英低声问道。萧楠楠摇头道：“没有。”既是罗院长亲临，钟老，你就领他们过来吧。齐浩的魂音忽地笑传而来。钟天雷笑道：“3位，家主有请，你们跟老朽来吧。”走。罗宾云眼眸一闪，带着陆红英、萧楠楠2人进入齐府。入府后，他们看到府门之后2侧的小房子，不由暗觉诧异。很快，钟天雷领着罗宾云3人来到齐浩的小院外。许汉山，大师兄，你怎么在这？罗宾云、萧楠楠一眼就看到了同坐院中的许汉山，皆是惊讶不已。许汉山尴尬起身，朝着罗宾云作礼道：“见过罗院长，你怎会在此的？”罗宾云问道。许汉山道：“其家主之前帮助萧师妹成功筑基，所以家父就让我送来几瓶丹药，以作答谢。至于赌约之事，他并未提及。”萧楠楠恍然，没想到师父动作这么快，看来师父是真的不想让我和齐浩再有接触了。萧楠楠不由抿了抿红唇：“3位，院中简陋，随意坐吧。”齐浩微微一笑。陆红英的目光这才锁定到齐浩身上，沉声道：“就是你让萧师妹给我递的信。”齐浩笑道：“不错，正是我。陆姑娘若想详细了解，不妨先坐下来，希望你能解释清楚，并且能够证实所言不虚，否则你必将承受2宗怒火。”陆红英冷沉道。齐浩淡笑道：“我与陆姑娘算是同病相怜，所以陆姑娘可以放心，我之所言绝无一字虚假。”陆红英一愣，同病相怜，难不成这齐浩也被绿了？见齐浩言之凿凿，陆红英3人这才围着石桌坐下。钟天雷守在院外，没有进来。如果不是有罗宾云这样的强者在，他这会儿已经回去打铁了。说吧，魏昭背着我，到底做了什么？陆红英沉声道。齐浩淡笑道：“想必陆姑娘已从萧姑娘口中知道，我灭了孟氏满门的事情了吧？”陆红英点头道：“萧师妹的确和我说了，但这是你与孟家的恩怨，我不予置评，也不想了解更多。”齐浩眼眸微眯，声音微冷道：“其实萧姑娘知道的并不全面。孟清然虽然名义上是我的妻子，但她和魏昭之间早在我们成婚之前就达成了肮脏的约定。”随着齐浩娓娓道来，自曝其丑，陆红英、罗宾云等人既是怒然不已，对齐浩也有几分同情。齐浩的遭遇竟比他们知道的还要更惨。将整个事情说清后，瞧着3女眼中的同情之色，齐浩轻笑道：“我说这些可不是为了卖惨，博取你们的同情。我与孟家之间的恩怨，在我将他们亲手杀死之时，
已然烟消云散。如今我执掌齐家，又和皇家联姻，另娶娇妻，日子可比之前和美多了。之所以让萧姑娘传信给陆姑娘，一是看不惯魏昭此人的卑劣，不想让陆姑娘受人蒙骗，误了终生；二来也是想毁他姻缘，为自己报上一仇。你倒是实诚。罗宾云沉声道。齐浩淡笑道：我与陆姑娘素不相识，自然不会纯粹当好人。陆红英眼中噙着阴冷的怒色，低沉道：虽然我能感觉到你应该没有骗我，可如今你将孟家满门尽灭，魏昭自己又绝对不会亲口承认这些，那便等于是没了证据。罗宾云道：的确没有实证，你让我们如何确信？齐浩笑道：虽然你们看不到证据，但却可以听到真话。陆红英眉头一皱：你所谓的真话可做不了我退婚的理由。齐浩道：自然不是我的真话，而是魏昭的真话。陆红英脸色一变：你想让我们去劫持魏昭，逼他吐露实情？罗宾云沉声道：这不可能。魏昭就算人品有问题，但他毕竟是灵武宗少宗主，我们若劫持了他，必会引发大宗矛盾，后果不堪设想。齐浩淡笑道：不必去劫持他，只要你们在我这里小住几日，他自会来的。在我面前，他可不会有所遮掩。陆红英眼眸一亮：对啊，如果齐浩说的都是事实，魏昭一定会想办法将齐浩灭口的。到时候即便魏昭本人不来，来替魏昭灭口的人必然也是魏昭的亲信。只要是灵武宗的人亲口承认魏昭和孟清然之间有所勾连，那他便有了足够的理由去退婚。难怪你之前没有对萧师妹提及魏昭之事，还故意只写那3个字气我。你做这些布局不仅仅是为了引我过来让你解释清楚，更重要的是想让我亲眼看上一出大戏旗号，真是好城府啊。陆红英瞪眼道。萧楠楠愕然，一向清高冷傲的陆师姐也会瞪眼了。齐浩轻笑道：没办法，我人微言轻，又无实证，所以只能出此下策，让陆姑娘亲自过来眼见为实了。好，那我们就在齐府住上几天，但你能确定魏昭的人一定会来吗？陆红英道。齐浩道：放心吧，其实他们已经来过2次了，只不过第1次来的人全被我杀了，第2次来的人我将他们羞辱了一番就放了回去，还让他们传话，让魏昭亲自将我的灵石送来，只要话带到了魏昭跟前，但凡他魏昭有点脾气，都会忍不住要来杀我的。齐浩的话让陆红英、萧楠楠震撼不已，连罗宾云也是难以置信地看着齐浩，这家伙居然还杀过灵武宗的人，还一直故意在激怒魏昭，难道他就真的不怕灵武宗？虽然齐府内加上齐浩和那只大雕一共有4个筑基境，可这样的实力在灵武宗面前依旧是翻手可灭的小角色啊。院外的钟天雷嘴角也是连连抽搐着，他终于明白齐浩为什么会跑去东陵城找他和季东山来给齐府看大门了，感情齐浩是要硬刚整个灵武宗啊。老夫现在下船还来得及吗？钟天雷心里一阵苦笑，虽然他内心也很狂傲，但对上整个灵武宗的话，他还是忍不住想跑，毕竟灵武宗内那可是有着货真价实的金丹境强者的。如果我是魏昭，我一定会来。罗宾云寒声道。齐浩心中亦是冷冷一笑，魏昭不仅会来，而且已经来了。轰！一声剧烈的轰响从齐府大门方向传来，钟天雷、罗宾云等人脸色一沉。不会这妖巧吧？萧楠楠惊讶道。陆红英冷笑道：定是魏昭得知我不愿将婚期提前后，直接带人杀到园林城来了。钟老，你速去看看，季东山一个人应该挡不住。齐浩提醒道。好。钟天雷眼神一沉，脚步移动间身如暴雷般一闪而逝。罗宾云神色一惊，好快的速度。齐浩，这钟老莫非是筑基境9品？钟天雷的速度让罗宾云自认不及。萧楠楠、陆红英也是一脸吃惊的看向齐浩，这齐浩不是一个差点被孟家害死的赘婿吗？身边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老仆？齐浩微笑道：钟老确实是筑基境9品。几位，你们就在这里看戏吧，我也该去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罗宾云沉声道。齐浩，拿回灵石即可，你若伤了魏昭的性命，灵武宗一定会与你不死不休的，到时候就算是那位钟老也保不住你欺负的。齐浩笑道。多谢罗院长提醒。说着，齐浩朝着府门方向走去。此刻府门之后的空地上，季东山手中的长剑已然出鞘，他的脸色阴沉至极。你就是齐浩，难怪你能杀了孟毅那个废物，原来你竟是个筑基境。但你即便如此，今日你也难逃死劫。魏昭冰冷地看着季东山，眼中杀气溢露道。他从未见过齐浩，也没见过季东山，所以把季东山错认成了齐浩。季东山虽然有些意外，但看着面前气势汹汹的一群人，并没有解释。
如果能够以齐浩的身份替齐浩挡过一劫，他也心甘情愿。家主切莫过来，来人实力很强，府中之力根本无法阻挡，还请家主速速带上我母亲，从后门离开。季东山悄然向齐浩传音道：“你不是很嚣张吗？如今怎么不敢吭声了？”魏昭看着神色阴冷却一言不发的季东山，冷笑道：“虽然他的修为不如季东山，但他身边可是站着5名筑基境强者，这样的阵容足以杀灭齐府800次。”唰，风呼声炸来，一人硕闪奔至，落在季东山身边。钟老，今日我们恐怕要栽了。季东山沉声道。钟天雷笑道：“暂时还栽不了。”又来一个筑基境。魏昭眉头一皱，虽然钟天雷的气息没有显露，但速度极快，口气挺狂。魏昭只要不蠢，都能看出钟天雷应该也是个筑基境。看来就是你给了齐浩狂妄的底气。魏昭盯着钟天雷，阴冷道。钟天雷瞥了一眼魏昭，不屑道：“我家家主的底气从来都是源于自身，只有像你这样的废物才会依赖别人以增底气。若非有你身后这5人在，你连齐府的大门都进不来。”魏昭脸色怒青，忍不住暴吼一声：“老东西，我看你是找死！”钟天雷撇撇嘴，这种无能狂怒的威胁他岂会在意？没想到魏少宗主还算是识物，让你将凌迟送过来，你还真来了。淡淡的笑声从一角传来，随后齐浩背负双手缓缓走来。季东山面色一紧，忙道：“家主，您怎么没走？”齐浩笑道：“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还在他手里，我当然不能走了。”魏昭眼眸一沉，阴鸷的目光落在齐浩身上。“你才是齐浩？”魏昭冷沉问道。齐浩淡淡道：“不错，我才是那个差点被你戴了绿帽子的齐浩。但上天眷我，未能让你得逞。孟清然的纯阴之体，最终还是被我得到了。”魏昭面上浮起狰狞，虽然他有把握能够通过自身修炼顺利筑基，但纯阴之体的妙用可不仅仅是能够帮助大宗师巅峰轻松筑基，更能以阴补阳，强化资质啊。这样一个原本该属于他的极品鼎炉，却被齐浩给毁了。咦，好像不对，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你被我戴了绿帽子才是。毕竟在我和孟清然成婚之前，孟清然已经依附于你，算是你的人了。魏少宗主，没想到你还挺大方，为了区区一枚灵池，竟把这样一个极品鼎炉送到了我的胯下。齐浩唇角斜扬，一脸玩味的笑道。钟天雷、季东山2人嘴角一阵抽动，小院里的萧楠楠和陆红英脸上也是一阵骚红。魏昭眼神越发恶狠，紧握的双拳一直剧烈震动着。齐浩，你休要得意，就算你之前占尽了便宜，今日你也必死无疑。魏昭怒笑道。齐浩不屑道：“是吗？就算你能杀死我，你和陆红英的婚事也休想再继续了。我已然命人将你和孟清然的事情传去了玄枪门，想必这个时候消息差不多也该送到了。”魏昭讥讽道：“你算什么东西？你以为你将消息送了过去，玄枪门的人就会信你吗？”齐浩淡淡道：“就算不信，陆红英的心里也会对你埋下怀疑的种子，这往后你也休想在暗中豢养鼎炉了。”魏昭冷笑道：“他怀疑又怎样？只要他进了我魏家的门，往后如何都只能是我说了算。啧啧，不愧是魏少宗主，这气概可以。”齐浩笑眯眯地说道。魏昭冷笑道：“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饶了你，你回我鼎炉杀我门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齐浩唇角轻扬：“你就这么自信一定能够杀我？”魏昭眼眸一眯，杀气毕露道：“你的依仗不过就是这一老一少2个废物罢了，等他们死了，我看你还怎么装。薛长老、钱长老先杀了这2人，这齐浩我要慢慢折磨死他。”魏昭身旁的5名强者中，2人冷厉踏步而出。季东山正要迎上，钟天雷眯眼道：“这2人都是筑基境6品，你不是对手，都交给老夫吧。”季东山眼眸一惊：“钟老，你有把握？”钟天雷从未显露过修为，季东山自然并不清楚钟天雷的真正实力。齐浩淡笑道：“相信钟老就好，这样的废物，钟老一个能打10个。”薛长老和钱长老神色奇惊，他们2人尚未显露修为，这钟老竟已经将他们的真实修为看破了。吃惊的自然还有魏昭等人。敢问阁下尊姓大名？魏昭身边修为最强的毕长老半眯双目，沉声问道。钟天雷瞥了一眼毕超凡，淡淡道：“你还不配知道老夫的名讳。”毕超凡脸色一黑，不仅齐浩能装，这齐浩身边的人也都这么能装吗？那老夫倒要试试看，阁下究竟有何手段了。毕超凡冷然道：“2位长老，你们先退下。”随着毕超凡话音一落，薛长老、钱长老连忙退后了几步。钟天雷看了一眼齐浩，问道：“
家主，是打伤还是打死？毕超凡脸皮狠狠一抽，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他可是筑基境8品强者，既然他上赶着找死，钟老就送他一程吧。齐浩微笑道。钟天雷眼皮一跳，还真要打死？打死灵武宗筑基境8品长老，这球可就结大了啊。钟天雷笑道。好，那就打死。他脸上的笑容好像有点僵。你们还真是狂得没边了。毕长老，杀了他！魏昭气怒道。毕超凡眼眸一寒，右手一抬，一柄刻着金色云纹的长剑嗡然浮现。哗！随着灵力灌注剑身，云纹剑身上顿时轰涌出一股强大的剑气，直冲云霄。吼！隐隐之间，冲霄的剑气里竟是发出一道龙吟之声。小院里，萧楠楠一脸急色，连忙向罗冰云道：罗院长，不能让他们真打起来啊，万一出了人命，事情可就闹大了。罗冰云眼眸微闪道：这是齐浩和灵武宗的恩怨，我们不好插手，更何况齐浩离开时我已经叮嘱过他了，他不听劝，我也没有办法。陆红英见萧楠楠为齐浩如此担忧，不由揶揄道：萧师妹，你这么关心齐浩，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萧楠楠脸色大红，忙道：哪有，我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齐浩之前帮我成功筑基，我自然不想看到他为了一时快意让自己身陷绝境啊。其实自他杀了孟氏一门，和魏昭的仇怨就已经结下，不管他今日杀不杀人，结果都一样。罗冰云淡淡道。陆红英点头道：确实如此，魏昭几次扬言齐浩必死无疑，杀心凛然，齐浩早就没了退路。萧楠楠脸色一白，这么说，就算齐浩躲过了今日，也终将难逃灵武宗的强势轰杀。罗院长，齐浩天赋极高，是难得的绝世天才，您能将他收到门下吗？只要齐浩成了我宗弟子，灵武宗再想动他，就得掂量掂量了。萧楠楠恳切地看着罗冰云道。罗冰云摇头道：如果他没有杀人，兴许以我宗弟子的身份还能保住他，但在此前他已经杀过不少灵武宗的人，此时再入我宗也已无用了。更何况齐浩身边能有筑基境9品强者护着，本身又有筑基境修为，他又岂会愿意拜入到我的门下？这齐浩颇有心气，他敢得罪灵武宗，多半也瞧不上我玄枪门。罗冰云这话一出，陆红英顿时眉头一挑，他还瞧不上我玄枪门？那钟老再厉害，也就是筑基境9品，我宗可是有金丹境强者的。罗冰云眼眸微眯道：你们觉得齐浩凭什么能够让一个筑基境9品强者宁肯得罪灵武宗，也要守在他身边，还敢为他去杀灵武宗的长老？一直没有说话的许汉山低沉道：难怪我打不过他，他的身后定然有个超级强大的师傅。陆红英、萧楠楠目色一惊，对啊，他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就算齐浩本人天赋再强，但如果没有强者传道授意，以他的年纪也断然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罗冰云眼眸一眯，那钟老要出手了。府门后的空地上，毕超凡的剑气在苍穹上传出龙吟之声后，整个园林城的人皆在同一刻骇然抬头看向齐府上空。魏昭冷冷一笑，等着齐浩的脸变成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然而齐浩不仅没有露出半点怯色，反而唇角还扬起一抹讥讽的笑容。那所谓的龙吟之声不过是剑气震荡空间形成的气震之音，这完全是剑气不够精粹的表现。亏那毕超凡还一脸的牛逼样，看得齐浩只想笑。钟老，快把他打死吧，别让这种不入流的剑修耽误了您修炼的时间。齐浩摇头道。毕超凡差点气得吐血，他祭出这一招龙吟九霄，为的就是震慑齐浩和齐府之人，结果却被说成是不入流的剑修。行，老朽一锤子搞定他。钟天雷眼眸凶眯，既然齐浩要杀，那他便杀。钟天雷右手一挥，一柄黑色的锻造锤骤然握于手中。这柄锻造锤毫无灵光，一看便知不是什么灵兵，只是一柄普普通通的锻造锤。毕超凡忍不住怒道：你未免太瞧不起人了，难道你就准备拿这个锻造锤与我一战？钟天雷冷冷一笑，恕老夫直言，你在老夫眼中还不如老夫锤下的一坨废铁耐砸。轰！一股赤红的火芒之气骤然自钟天雷体内爆腾而出，他那一身恐怖的修为气息也终于完全显露出来。筑基境9品巅峰，你竟是一个筑基境9品巅峰的灵火修士。毕超凡脸色大惊，那股冲霄的剑气也因他心神俱颤而维持不稳，轰然散去。魏昭等人同样脸色大变，急忙后退。筑基境9品巅峰的灵火修士不仅足以碾压毕超凡，就算灵武宗这5名筑基境强者一起上，在钟天雷的手下也根本撑不住多久。魏昭怎么也没想到，孟家的这个废物赘婿身边竟然有一个筑基境9品强者，而且还是战力彪悍的灵火修士。齐浩，今天本少宗主认栽了。
你且给我等着，我们走。魏昭咬牙怒吼一声，就要带人撤走。虽然魏昭也很狂很傲，但也不傻，面对如此强大的灵火修士，不跑那就是等死了。齐浩冰冷道：凡破门入我齐府者，只有死路一条。钟老，出手吧。齐浩冰冷的声音让钟天雷的神经瞬息绷紧。家主这意思是全都杀了吗？这里头可是还有灵武宗的少宗主啊，杀了他，灵武宗还不得炸锅？到时候恐怕灵武宗的金丹老祖都要直接冲过来灭齐家了。家主这是真疯了啊，还不动手？齐浩见钟天雷有些犹豫，冷冷斥声道。他这一声冷斥竟让钟天雷感觉到了一丝微破之感。算了，大不了杀了这些人，老子就自己跑路替他做了这事，也算是还了他的人情了。钟天雷眼眸一凶，心中暗道，按照他的行事风格是不会把事情做绝的，但齐浩这个疯子毕竟对他有大恩惠，钟天雷也只得陪着齐浩疯一把了。唰！钟天雷身形一纵，暴冲向魏昭等人。毕超凡脸色大骇，叫吼道：你们先走，老夫来拖。砰！毕超凡的话还没有喊完，一道黑影便是压顶而来，砰的一声砸得他脑袋爆浆啊！快去挡住他！魏昭眼见毕超凡竟被钟天雷如此轻易的一锤子锤死，吓得一边向外冲逃，一边裤裆里滋滋冒尿，砰砰砰砰。他只听见身后又是接连4道炸裂的声响，却是再也不敢回头去看。唰！魏昭刚刚冲出府门，一道人影闪烁冲出，挡在了他的身前。砰！啊！齐浩一脚踹出，踢在魏昭的小腹上，痛得魏昭惨叫一声，双膝一沉，煞白着脸色跌跪在地。齐浩，别杀我！只要你肯饶了我，我不仅可以把你的灵池还给你，我还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魏昭忍住剧痛，颤声求饶道。而此时脸上被溅了不少血的钟天雷也一身凶气地走到魏昭身后。既然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便不能再留他性命了。只要没人能回灵武宗报信，我们就能多些时间转移到其他领域去。钟天雷沉着脸举起了手中的锻造锤。等等，齐浩淡淡道。钟天雷眉头一皱，人都要准备逃命去了，还要灵池有个屁用啊！齐浩，只要你肯饶过我，这些长老死就死了，现在我还活着，一切就还能商量的。等我回去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们是遭到了魔修的伏击，这才导致5名长老身陨的，我保证不会牵连到你们。魏昭惊恐道。齐浩的疯让他真的怕了，至少这一刻他对齐浩只有畏惧，再不敢有一丝别的心思。魏昭，希望你能言而有信，否则你今日这般跪地求饶的怂包模样，我必会让整个东陵域的人都知道，到时候不仅灵武宗因你蒙羞，你自己也没脸再苟活下去了。冰冷的声音从府内传出，正是陆红英、罗冰云、萧楠楠、许汉山4人走了过来。4人扫了一眼被钟天雷重锤击杀的5名灵武宗长老，心中都在倒吸凉气。这钟天雷也太残暴了，锤锤爆浆，这是真拿灵武宗长老们的脑袋当铁坨子砸了。魏昭瞳孔一缩，猛地回头。陆红英，你怎么在此？魏昭惊呼道。陆红英冰冷道，你说呢？若不是因为你和孟清然之间的那些肮脏交易，我岂会来到这里？魏昭彻底无力下来，就算齐浩能够饶他一命，他和陆红英的婚事也不可能了。齐浩，魏昭毕竟是灵武宗的少宗主，你就留他一命吧。想来他为了自己和灵武宗的名声，以后也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的。陆红英看着齐浩道。对，我绝对不想让今日之事传了出去，所以我回去后绝对不会乱说的，我可以对天发誓，此生再不会踏入园林城。魏昭连忙道。他现在只想求活，至于脸面早就丢尽了。齐浩微微一笑，伸手道，将灵池还我。好，我现在就给你。魏昭连忙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其色如玉般的灵池，这灵池乃是打开灵渊秘境的媒介，没有此物，即便知道灵渊秘境所在，也无法开启秘境阵门。齐浩眼眸一眯，没想到这灵池还真留在魏昭手上，倒是省了他不少事。魏昭喉咙一滚，颤声道，灵池已经还你了，我可以走了吗？齐浩笑道，既然你这么着急走，那我就送你走吧。不用了，我自己走可以的。魏昭连忙道。咔！魏昭刚刚抬起双膝准备起身，一只有力的大手猛然锁住他的咽喉，咔嚓一声将他喉咙捏断。罗冰云等人瞳孔惊震。砰！魏昭的尸体如死狗般被齐浩松开。你这么怕死，我若不送你一程，你又怎么舍得自己上路？齐浩不屑道。齐浩，你不该杀他的。罗冰云沉声道。齐浩瞥了一眼罗冰云，又看了一眼陆红英，淡笑道，他死了，陆姑娘就不用和他退婚了，岂不省了很多事？
陆红英眉头紧皱，虽然魏昭死了，他是不用退婚了，但却会引来更多的麻烦。魏昭被杀，他和罗宾云就在现场，就算人不是他们杀的，林武宗恐怕也会迁怒他们，从此和玄枪门彻底交恶。而且连魏昭都死了，魏昭和孟清然之间的事情那就更说不清了。林武宗咬死不认，两宗关系必会愈发糟乱。齐家主真是好算计。罗宾云眼眸微寒道。齐浩微微一笑，我不过是了结自己的恩怨罢了，谈不上算计。请陆姑娘见证这一切，只是不希望有朝一日，不明真相的陆姑娘会找我为她的未婚夫报仇而已。我们回宗。罗宾云阴沉着脸道。陆红英深深看了一眼齐浩，跟着罗宾云离开。萧楠楠看了一眼齐浩，欲言又止。齐浩冲他一笑，道：萧姑娘莫要担心我，回去吧。萧楠楠脸上一红，羞恼道：谁担心你了？你这人就是不知好歹，刚才罗院长都好心劝你了，你为何不听？现在谁都没有办法了，你还是赶紧离开园林城吧。说完，他便气呼呼地小跑着去追罗宾云和陆红英了。许汉山尴尬道：齐浩，我还要回来给你当护院吗？你应该准备逃命去了吧？齐浩淡笑道：如果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那就不用回来了。许汉山哼声道：我许汉山一言九鼎，怎会言而无信？只要你不跑，我就信守承诺，给你当护院。呵，我等你回来。齐浩笑道。许汉山眉头一挑，难道齐浩真打算留在园林城等死？不对，还他有个神秘的厉害师傅，所以才有恃无恐。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拜齐浩的师傅当师傅？许汉山心中不由升起一抹期待。玄枪门四人走后，齐浩笑看了一眼钟天雷和季东山，道：跟我进来吧。小院里，齐浩淡笑道：今日之事就当你们还了我的人情了，如果你们若怕了，想走就走吧。季东山抱拳道：10年之期未到，家主在哪里，我季东山便在哪里。纵使有林武宗的金丹杀来，我也不会背弃先前的承诺。钟天雷嘴角忍不住一抽，这季东山还真是个耿直孬货啊。家主，依老朽之见，我们不如暂时先离开园林城，避一避风头。如果真有金丹杀来，以我们的实力，那是绝对无法抗衡的。钟天雷轻咳道：他已经想好了，如果齐浩坚持不走，那就不能怪他无情无义了。齐浩的恩情虽重，但还不足以让他搭上性命。最重要的是，留在这里，那和白白送死没什么两样。齐浩淡笑道：我哪也不会去，我既然敢杀魏昭，就不惧了林武宗的报复。钟老，你若对我没了信心，就离去吧。今日你帮我杀了那5名林武宗长老，足以还清人情了。钟天雷眉头挑动，他很想问问齐浩，到底凭啥不惧了林武宗的报复？迎战金丹境的底气究竟在哪里？虽然他和许汉山等人也有着相似的猜测，可毕竟没有亲眼看到齐浩身后的强大靠山啊。可齐浩分明又半点不慌，比他还稳如老狗钟老，做人可得守信。人情虽还，承诺犹在。当初我们承诺的10年之期，现在连1个月的时间都还没到，您难道真想走吗？季东山冷沉道。虽然钟天雷的修为和强大战力都让他敬畏，但钟天雷犹豫不言，分明是有点想走的意思，这让季东山对钟天雷的为人不由轻看了几分。钟天雷脸皮一抽，脸上浮起一抹恼红色，嘴里哼道：老夫何时说过要走了？老夫只是替家主忧心，提个建议而已。齐浩淡笑道：既然钟老没有要走的意思，那便通过我的考验了。钟天雷心里一惊，齐浩刚才那番话竟是在考验他。如果他真的走了，会有怎样的下场？不会被齐浩背后的那位强大靠山直接给抹杀了吧？以齐浩的风劲和杀性，这不是没可能的事啊。钟天雷疯狂脑补时，齐浩起身淡笑道：既然你们如此坚定地跟随我，那我便再送你们一场造化。钟天雷眼眸惊震，再送一场造化？齐浩已经传了他一套仙武阶的强大锤法，还能再给他怎样的造化？季东山连忙道：家主，您已经帮我们很多了，我们不能再接受您的好意了。齐浩瞥了一眼钟天雷后，方才对着季东山笑道：我只是带你们去个地方，至于最后能否得到造化，还得看你们自己。若你们的实力能够成功得到提升，以后跟在我身边，你们也更有信心些，不是？钟天雷老脸通红，齐浩这分明就是在点他啊。可我们对家主一直都是很有信心的，只不过老朽这修了几十年的心性，依旧是差家主太多了。钟天雷干笑道。齐浩微笑道：倒也不怪你，毕竟我有底气在身，你没有。钟天雷眼眸一闪，这齐浩的背后果然是有强大的存在做靠山吗？立！齐浩放出银羽雷雕，路程有点远，坐他过去吧。齐浩淡笑一声，跃身站到银羽雷雕背上。钟天雷、季东山二人连忙也跃到雷雕背上，站在齐浩身后，乘风而起，
飞驰600余里。在齐浩的指引下，银羽雷雕朝着一处山谷中缓缓落下。家主，我们来此作甚？中天雷好奇问道。他心神探查间，并没有发现这里有强大的灵气波动。随我来就是。齐浩将银羽雷雕收入灵兽袋中，一边朝着山谷深处走去。走了100多米后，齐浩在一棵枯树前停下。这枯树从外观看，完完全全就是一棵枯死的树木，但随着齐浩手握枯树一枝，冠以灵力，整个枯树顿时闪烁出淡淡的白色毫光来。中天雷一惊，这枯树竟就是隐藏在此的秘境灵媒。季东山怔怔地看着齐浩，任何一处秘境都是极为难得遇见的宝地，任何人发现了秘境，恐怕都会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并将秘境悄悄作为私库，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取资源。当初的孟家为了得到这灵渊秘境的秘密，可是费尽心思迫害齐浩，但现在齐浩就这么带着他和中天雷来到了灵渊秘境所在的地方，这是对他们何等的信任。齐浩一抬手，那枚灵池飞射而出，嗡然一声便融入了白光微闪的枯树之中。嗡，须臾后，一道白色流光从枯树中跃闪而出，泻落在地，化作一道阵印图文，紧接着阵印图文上升起一道看起来有点虚幻的白色光门。这里面便是灵渊秘境，你们先进去吧。齐浩淡笑道。已经到了这里，季东山也不矫情了，一脸郑重地朝着齐浩抱了抱拳，然后一步踏入光门，身形转瞬消失。中天雷尴尬道：家主，你这真是让老朽羞愧的无地自容啊。齐浩笑道：钟老不必如此，你我尚未相熟，心有顾虑也是人之常情，但我齐浩用人不宜疑人不用，更从不负真心待我之人，往后你我情谊能续多久，可就全在钟老了。中天雷郑重道：家主如此诚挚相待，老朽今日便在此处立誓，往后10年生死相随，再无犹疑。齐浩微笑道：好，能得钟老这一事，这一趟就不算白来了。进去吧。好。中天雷应了一声，朝着镇门走入。齐浩抬手朝着古树一引，灵池飞出，落到他掌心里，他这才踏步走进镇门。灵池取出后，这镇门便维持不了多久了。果然，随着齐浩进入秘境，镇门嗡然散去，山谷里也恢复了先前的空寂。嗡！不过一瞬，齐浩便出现在了一个略显暗沉的空间里。此处空间极为广阔，以齐浩现在的心神之力，无法探查到其边际所在。家主，季东山、中天雷二人神色间皆有一些激动，尤其是季东山，他这还是第一次进入秘境空间。齐浩笑道：钟老，以你的心神力量，能否覆盖整个灵渊秘境？中天雷激动道：老朽的心神之力足可前沿50多里，可刚才试了一下，不仅没到尽头，甚至连这处秘境的中心之地都没有触及。这灵渊秘境即便不是仙5级秘境，也得是灵5级秘境中最顶级的秘境了。秘境也是有等级，这个等级划分便和秘境的范围大小以及灵气浓郁程度有关。通常情况下，范围在方圆100里以下的秘境多半就是灵5级秘境。这类秘境一般是由灵5巅峰强者缔造而成。虽然灵5巅峰强者的修为已经极其强悍，但他们缔结秘境空间的极限范围也只能做到方圆100里了。唯有踏入仙5阶段的强者，才能缔结出超过方圆100里范围的超大秘境空间。齐浩淡笑道：我父亲当年进入这处秘境时，只有宗师境6品修为，所以只前行了60里就不得不止步了。但他和我提过，在他驻足的地方，遥遥可见一处流动的白色银光半悬于空，我猜测那应该是一处灵铺所在。灵铺？中天雷和季东山齐齐惊呼出声。哼，别急着激动，我也是猜测罢了。走，我们过去看看。齐浩淡笑道：好。二人激动应声。如果真有灵铺，那对他们的修炼可是有极大好处的，尤其是他们现在修炼的功法，那可都是仙5阶的强大功法，在灵铺之侧修炼，必可一日千里，提升迅猛。这灵渊秘境中虽然光线微暗，但其中草木却比外间生长得更为旺盛，处处可见参天的巨树。滋！三人前行间，豁然一处深草之中窜出一条大腿粗的黑背巨蟒。那巨蟒冲出间，蛇口大张，直奔季东山的脖子咬去。哼！季东山一声冷哼，手中长剑离鞘，劈出一道凌厉的剑气。哧啦！剑光从蛇头纵劈而下，半截蛇身都被劈分裂开。中天雷笑道：不愧是秘境之地，这普普通通的乌梢蛇竟能生长到这般程度。这条乌梢蛇全长竟有9米，远远超过了正常的成年乌梢蛇体型。不过很可惜，它也只是长得大了些，体内并未运生妖元之力。这就意味着它长得再大，也无法踏入妖道，蜕变成灵兽。去收起来，回去用来熬蛇羹，还是不错的。齐浩轻笑道：
这乌梢蛇虽然不是灵兽，但蛇身长，年兽灵气浸润，也具备不俗的药力。府中那些普通护卫和仆从，若是食用，必能大大增强体质。季东山依言将蛇身收起，三人继续前行。这条路上有明显的踩踏痕迹，偶尔路过的地方还有一些腐臭的味道随风传来。忽然齐浩眼眸一眯，淡笑道：梦呓那帮人还真是眼瞎，居然连这么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钟天雷、季东山二人一愣，啥好东西？他们也没发现啊。齐浩身形一转，朝着左边走去。没走几十米，他便用脚拨开一丛杂草，杂草里躺着一块巴掌大、金灿灿的不规则石头。钟天雷瞳孔放大，狂喜道：这是阳灵晶石，还这么大一块。季东山好奇道：阳灵晶石，这是很珍贵的矿石吗？对于矿石的了解，他自然不如钟天雷了。钟天雷激动道：阳灵晶石乃是炼制仙兵的稀有矿石，你说珍贵不珍贵？虽然东陵域内没人能够炼制出仙兵，但只要在炼制灵兵的时候加入一点点阳灵晶石粉，就可以大幅提升灵兵的品质，甚至可以直接炼制出极品灵兵来。季东山惊呼道：这阳灵晶石竟然这么珍贵！他手里的剑虽然也是一柄灵兵长剑，但在品质上却只是灵武低阶长剑。齐浩微微一笑，将阳灵晶石捡起来，朝着钟天雷抛去。钟天雷眼眸一瞪，慌忙接住，嘴里颤声道：家主，您这是？齐浩笑道：我们之中只有您是炼器师，这阳灵晶石自然由您收着了。回去后就辛苦您帮我和季兄弟将手中的灵剑回炉重炼一番。钟天雷激动道：没问题，包在老朽身上。家主也请放心，这阳灵晶石老朽绝不会私用。齐浩笑道：无妨的，钟老有需要就用，它再珍贵也就是一块矿石罢了。钟天雷怔怔地看着齐浩，齐浩的慷慨让他又一次被深深折服。这样的家主恐怕全天下也就只有齐浩一人了。继续往前吧。好，三人继续往前。这一路上，钟天雷和季东山都瞪大了眼珠子左看右寻，生怕错过了什么好东西。虽然也有不少收获，但没能再找到可与阳灵晶石媲美的宝贝了。随着深入，他们遇到的野兽也是越发凶猛。在50里处，季东山斩杀了2头壮硕的黑虎。这2只黑虎同样不是灵兽，但其战力足以威胁到大宗师了。齐浩心中暗道：当年父亲也是命大，竟能深入60里。家主，前方果然有灵瀑存在，灵瀑之侧还有一条赤炎灵蟒盘踞。钟天雷激动道：灵兽在东陵域可是稀有品。齐浩笑道：既然是赤炎灵蟒，钟老就先行过去，试试看能否将它收服吧。钟天雷惊喜道：家主当真要将这条赤炎灵蟒让给老朽？齐浩无奈道：钟老，我们之间能不问废话吗？我既然说了，那还能有假？快去吧。嗨嗨，多谢家主。钟天雷激动的抱拳致谢，随即身形一闪，朝着灵瀑方向暴掠而去。齐浩看向季东山笑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便是那处灵瀑，过去后你便好好修炼，先将修为提上来。灵兽虽然不常见，但以后总会有机会再遇到。季东山笑道：东山明白。齐浩微微一笑：那我们歇会，等钟老料理了那条赤炎灵蟒，我们再过去。好。齐浩盘膝坐下，心神之力却是进入了掌天图当中。掌天图的覆盖范围比钟天雷这个筑基境9品巅峰更为广阔，应该足够将整个灵渊秘境囊括其中。果然，在掌天图上呈现着一片规则的圆形块状地貌。齐浩所在的位置距离整个圆形地域的中心位置还有50里的样子，看来这灵渊秘境就只是一处灵武级秘境。齐浩心里暗道，整个灵渊秘境直径约莫200里，他们被传送过来的位置在东侧边缘，这片空间的灵气也是自东向西愈发浓郁。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便是灵瀑所在的位置。灵瀑向西30里外，齐浩惊讶地看到了一处院落，这西侧竟有一处毒院。查看之间，毒院已然有些破败，院中的石桌上积着厚厚的灰尘，但院子里种植的10多株灵材却让齐浩心中一喜。这些灵材都是颇为不错的极品灵材，而且每一株的年份都在1000年以上。亏得这毒院有灵阵保护，否则这些极品灵材定然早就被那些灵兽啃食了。在毒院四面，齐浩发现了4只修为相当的灵兽。这4只灵兽多半是觊觎院中的灵材，只不过他们都无法打破保护毒院的阵法，所以就守在了毒院周围，等着阵法之力完全消损后再冲进去抢夺灵材。若这4只灵兽当真存的是这种心思，那他们可有得等了。这4象天臂阵虽然经过岁月消磨，阵法之力确实损耗了大半，但想等大阵灵力耗空，至少还需要600年。
这4头孽畜还真是多管闲事的很。齐浩眉头一皱，心神从掌天图中连忙退出。就在刚才，毒院四面的4只灵兽齐齐朝着灵瀑方向飞奔而去。正是中天雷与赤炎灵蟒的战斗波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在这里等着，等我传音，你再过去。齐浩丢下一言，便朝着灵瀑方向暴掠而去。季东山脸色微变，心中暗道：难道前方有什么危险？可那条赤炎灵蟒明明不是钟老的对手啊！季东山一直以心神之力在关注着中天雷和赤炎灵蟒的战斗。那条赤炎灵蟒的气息虽然很强，但一直在被中天雷吊打。若不是为了让赤炎灵蟒屈服认主，这会功夫早就被锤死了。季东山自然不知道，有4只实力更强大的灵兽正在朝着中天雷奔去。这4只灵兽在掌天图上显现的灵影光团都和中天雷差不多大小，这意味着这4只灵兽都有筑基境9品巅峰的修为。纵然中天雷锤法强悍，1对1胜算极大，但以1敌4的话，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得被4兽所分食。灵渊秘境虽然只有方圆100里，但却有数十座灵峰矗立其中。这些灵峰形态高瘦，偶有洞府开于山壁，俯瞰之下如同一根根巨大的青黑石笋错落林立。灵瀑便就在其中一座灵峰上。这灵瀑并非是水瀑，而是浓郁至极的灵气自高处吐泻沉落而下形成的氤氲灵雾，远观之下便如瀑布悬空，故称灵瀑。此刻齐浩来到的这座灵峰，其山腰间一处断壁上的石孔中正不断有灵气喷薄出来，形成氤氲灵雾。灵雾向下坠沉，直落100米，方才渐渐稀薄。旁侧不远，中天雷手持那柄锻造锤，正一锤又一锤地敲着赤炎灵蟒的脑袋。服不服？认不认主？信不信老夫下一锤子就敲死你？赤炎灵蟒每次挨完锤子都会怒着3角眸，恶狠地瞪着中天雷。他30多米长的蛇身上已被中天雷砸断了6处蛇骨，现在除了脑袋，蛇身已经使不上半分力气。家主，您来了。这畜生犟得很，都快被老朽敲死了，竟都没有半点屈服之意。中天雷见齐浩闪身而来，不由郁闷道。齐浩眯眼道：那就杀了他吧。有4只灵兽正朝这里赶来，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了。中天雷眼神一惊，4只灵兽，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赤炎灵蟒身上，倒是没有关注别处动静孽处。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若还倔着，就休怪老夫一锤将你的脑袋轰得稀巴烂了。中天雷眼冒凶气地扬起锻造锤，轰！灼热又强大的火灵之力从中天雷手臂上飞涌而出，将锻造锤瞬息焚成赤红色。这一锤子下去，莫说是赤炎蛇蟒的脑袋会裂开，就算是一坨铁也得崩成铁花飞溅。赤炎蛇蟒蛇眸缩动，蓦然扭头朝着齐浩看去。下一瞬，一条闪烁着赤红光晕的迷离小蛇从蛇头顶部飞出。中天雷还没来得及欣喜，这赤炎蛇蟒的妖魂印却是朝着齐浩飞了过去。中天雷脸皮一阵抽搐，整个人都僵了。这赤炎蛇蟒几个意思？他忙活了半天，这孽畜却要向齐浩认主。齐浩也是愕然，他淡笑道：没想到你还挺有灵性的，但我没打算收养你这条小蛇，所以你还是回去跟他吧。看在钟老的面子上，以后我会赐你一些造化的。他身修混元造化经，这赤炎蛇蟒定是感应到了他身上的造化气息。被拒后，赤炎蛇蟒眸中掠过一抹失望，只得控制着妖魂印飞到中天雷面前。中天雷正想怒斥赤炎蛇蟒几句，蓦然身后方向传来震天的虎啸狼嚎，一股股凶悍妖气压低着树梢，随着劲风冲击而来。不好，这几只灵兽的气息比赤炎蛇蟒强多了，恐怕每一只的实力都不弱于老朽。家主，你快先走。中天雷脸色大变，你速速完成认主吧，我先去拦住他们。齐浩淡淡道，随即身形移纵而去。中天雷瞳孔一缩，他没听错吧？家主要去拦住那4只筑基境9品的灵兽。中天雷深吸一口气，赶忙将自己的一抹心神之力朝着赤炎蛇蟒的妖魂印中融入过去。收！完成认主后，中天雷便将重伤的赤炎蛇蟒先收进了灵兽袋中。吼！吼！凶厉的兽吼声让中天雷没时间感受收服灵兽的喜悦。轰轰轰轰！中天雷一转身，刚准备冲过去支援齐浩，可前方骤然出现的一幕却让他惊瞪眼眸，顿不呆立。但见10里外的凹谷里豁然爆发出一大片恐怖的白光剑影，他粗略估摸着，剑影至少有300道。糟了，难道是这凹谷之中隐藏的剑道杀阵被触发启动了？家主撑住，老朽这边来救你。中天雷猛地咬牙，双脚重跺地面，2股赤红火焰自他脚掌喷发而出。轰！轰！火焰暴涌，
中天雷的身形迅速冲空，飞向凹谷。御空飞行中的中天雷蓦然眼眸一滞，他看到一道人影，周身之外裹挟着数百道剑影，腾挪掠动，轻松游闪在4头强大灵兽之间。这是什么剑术？竟能以剑气凝成数百件影环身相随，这剑气凝聚的剑影也凝实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如果不细看，还以为是真剑。这些灵兽竟是黑灵虎、白狼、地灵金甲虫、妖刀螳螂。每认清一只灵兽，中天雷的眼角便是忍不住狠狠跳动一下。这些灵兽都是灵兽之中极其稀有的存在，战力也比寻常的同境灵兽至少彪悍数倍。可齐浩的身形不仅能在4兽之间轻松游走，更能不时操控着随身的白光剑影，朝着4兽身上的要害进行攻击。如是看来，即便没有我在，家主也能轻松收拾了那臂超凡。中天雷看到这一幕，不由老脸通红。他还一直觉得斩杀毕超凡等人是帮了齐浩莫大的忙，甚至可以说是保住了齐浩的小命。现在看来，他在齐浩面前简直就是个老丑啊！砰！凹谷中，齐浩一个迅猛闪身，从左右夹击而来的黑灵虎和白狼收拾不及，砰的一声狠狠撞在了一起。剑龙冲！齐浩眼眸一闪，双手剑指一引，顿时周身剑影向两侧飞速合聚，化为2头各由100多道剑影组成的剑影长龙。去！一声敕令，2股剑影长龙对着黑灵虎的腹部以及白狼的腹部暴冲而去。轰！轰！黑灵虎和白狼虽然腰身强大，但刚才的激烈碰撞也是撞得有些晕眩。没等他们清醒过来，已被剑影长龙轰中腹部，强悍的腰身顿时被轰飞。刷刷，2道宽大的青色腰刀影从后方趁机劈空而来，直落齐浩头顶。齐浩仿佛背后生眼，身形一闪，完美避开了妖刀螳螂的偷袭。突突突，刚避开妖刀影，齐浩面前又突突冒出数十根妖元金刺。这些妖元金刺尖锐凝实，凌厉如锥。齐浩一个腾身向下怒压一掌，轰！强大的掌印之力重压而下，那些金刺纷纷爆裂开去。齐浩这一掌让中天雷再次震撼不已。要不是他知道齐浩才筑基不久，他还以为面前的人是一个金丹境的大能呢。一只1米多长的金壳甲虫从地底破土而出，张开金翅，正要冲向齐浩，却被从天而落的一只黑锤哐当一声重砸在背，轰的一声坠落在地。既然钟老来了，那后面的事就交给钟老了。齐浩轻笑道。中天雷眼神一急，忙道：别啊，家主，咱们一起效率更高啊。开什么玩笑啊，虽然那灵金甲虫被他一锤子偷袭重伤了，但还有其他3大灵兽呢。齐浩自然是在开玩笑了。虽然中天雷修行了撼天落日锤，战力很强，但毕竟修炼时日不久，锤法未能完全精通，以1对3的话还是有些艰难的。好吧，我替钟老缠住这妖刀螳螂，那黑灵虎和白狼防御颇强，以我现在的剑气强度，很难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唯有钟老的重锤方可杀之。齐浩笑道。齐浩并不是在谦虚，虽然他有剑阵环身，仗着身法和剑术双绝，能在4大灵兽的攻击之间游刃有余，暂时立于不败之地，但想要斩杀任何一只灵兽都不容易。他再厉害，现在也只是筑基境3品而已，更何况灵兽腰身的防御性本就异常强大，剑气难以轰破，直击其要害。若是能杀，刚才那招剑龙冲他就已经得手了。可事实却是，黑灵虎和白狼都只是被轰飞了出去，破了点外皮，受了些许震荡，并没有造成重创。中天雷目光一闪，笑道：好，老朽正好用他们来试试撼天落日锤的威力。以1敌3，他没什么信心，但以1敌2的话，仗着仙武阶的锤法，或可一战。之前斩杀毕超凡等人时，中天雷用的依旧是他以前修炼的锤法，毕竟当时罗宾云等人都在窥看之中，中天雷有意隐藏自己的最强战力。撼天落日锤的战斗法门，他还没有机会用于真正的战斗之中。吼！此时被齐浩以剑龙冲轰飞的黑灵虎暴吼一声，凶厉的再次扑跃回来。哼，来得正好，巨力擎天，一式镇山锤。中天雷冷哼一声，手举黑色锻造锤，瞬息间霸道的灵力从他经脉之中暴涌而出，转住右臂，会向高举的那柄锻造锤中。砰！刹那间，锻造锤上一层黑色的外皮崩裂开去，外皮崩碎后露出里面黑得透亮的真正锤体，而这里面的锤身赫然散发着灵武中阶的灵兵气息。中天雷在东陵城隐藏身份，这灵锤自然也要跟着一起隐藏起来。这一刻，他震碎灵锤外面的黑铁外皮，显然已经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一切了。轰！黑锤上火芒爆然轰腾，一股强大的力量交织汇聚在锤体之中，
竟是形成了一种恐怖的威压气息。这股力量感和威压感让钟天雷恍惚中感觉有种能够一锤砸破天的狂妄。这撼天落日锤法果然强悍，哪怕只是第一式都有如此恐怖的威势。钟天雷亢奋不已。黑灵狐感受到火锤之上裹挟的恐怖威压之力，瞳孔猛地一缩，竟是果断的腰身一转，掉头就跑。钟天雷一愣，堂堂黑灵虎竟被吓退了。传说中的黑灵虎不是特别凶猛残暴吗？孽畜休逃，快回来吃老夫一锤！钟天雷怒喝一声，提着火锤便要去追。好不容易有机会施展一锤，难道要锤空气？逃了就算了，全当养在这里的宠物了。待他日，兴许可以将之收归麾下，充作坐骑。齐昊轻笑道：刷刷。在黑灵虎逃窜而去的同一刻，白狼、妖刀螳螂也匆忙遁逃而去。灵兽虽然凶悍，但也有畏惧之心。钟天雷锤身上凝聚的恐怖力量，让他们都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四兽围攻，他们尚有信心一战，但现在地灵金甲虫趴在地上，六腿抽搐，好像快死的样子。黑灵虎又逃了，白狼和妖刀螳螂哪里还敢逗留，转瞬就逃得没影了。钟天雷没好气地说道：不是说灵兽都很凶悍无畏的吗？怎么这四只都这么怂？白瞎了老朽刚才还怕过他们一会儿。齐昊笑道：筑基之兽灵智已和人类无异，人类有未死之心，他们自然怕死。说话间，齐昊轻步走到地灵金甲虫身边。地灵金甲虫是在张开金甲外翅的时候被钟天雷一锤重击，这一锤直接砸在了他防御相对薄弱的肉背上。此刻地灵金甲虫的脑袋前有着一滩粘稠难闻的黄液，气息极为微密。你若臣服，我可以救你一命。齐昊淡淡道。地灵金甲虫艰难地抬起头来，朝着齐昊滋了一口黄液。齐昊身形微退，避开了腥臭黄液。他眼眸一寒，蛟灵剑提握在手。既然你找死，那就去死吧。噗嗤，蛟灵剑劈出一道剑光，将地灵金甲虫的脑袋斩下。钟天雷眼皮一跳，这可是筑基境9品的妖兽啊，都不再多劝劝，说杀就杀了。厉！一声刁鸣，立空而起。银羽雷雕一出来，就看到了地灵金甲虫的尸体，那一双辉煌的雕眸顿时狂喜发亮。赏你了，去灵铺那边吞食炼化吧。齐昊淡淡一笑。银羽雷雕闻声欢快的长啸一声，随即俯冲而下，一嘴叼住的灵金甲虫的尸体，朝着灵铺方向飞去。钟老，我们也过去吧。好。二人朝着灵铺暴掠而去。季东山远远地听着动静，几次想要去帮忙，可一想到自己的实力在那些凶兽面前根本无济于事，去了也只能是拖后腿，所以只能强忍着冲动在原地等待。季兄弟，可以过来灵铺修炼了。耳边传来齐昊的声音，季东山连忙奔跃到灵铺边缘和二人会合。家主，先前您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秘籍的剑影，莫非也是一种剑术吗？季东山一见齐昊便激动问道。他是剑修，对于这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玄妙剑术自然是充满了好奇。齐昊微笑道：算是剑术，但严格来说其实是剑阵之术。剑阵之术？季东山惊愣道。剑阵我知道，可单人独身如何成阵？这剑阵又怎能随身而动？齐昊唇角微扬，揶揄道：以你现在的境界，即便我和你说了，你也无法领悟，所以就莫要好奇了，半懂不懂，最易浑噩，不如一概不知，乃得尽清。你好好勤修凌天剑典，这套剑诀足够你将来睥睨天下了。季东山脸上一热，连忙抱拳道：多谢家主教诲，我记住了。齐昊抬头看向灵铺，轻笑道：我们会在这里停留10日，我给你们2个都定了一个小目标。东山兄弟的小目标便是借助此间磅礴灵气，将灵剑胎给凝聚出来。季东山脸色微白道：家主，按照凌天剑典所述，凝聚灵剑胎最好是在筑基境7品之后方可尝试。如今我才筑基境3品，这能成吗？齐昊淡笑道：循规蹈矩，虽是稳妥，却难有奇功。你若信我，如今就可尝试凝聚，早日凝成剑胎，你便能早些借助剑胎之力淬炼剑气，内蕴剑意。季东山郑重道：好，我试试。钟天雷哈哈笑道：家主，那您给老朽定的小目标又是什么？总不能是让老朽在10日之内缔结金丹吧？齐昊轻笑道：没错，钟老的小目标就是缔结金丹。钟天雷眼眸惊瞪：啥？家主，你莫不是说笑？就算有灵铺围住，老朽也不可能10日结丹啊。且不说老朽尚未感觉到突破的契机，即便契机来临，这结丹所需的时间向来都是短则数月，长则半年到1年啊。钟天雷连忙道：若强行结丹，轻则经脉尽断，修为全废，
重则可是会直接爆灵炸体的啊！齐浩让他结丹，钟天雷心中属实有点慌，这不是拿他的老命开玩笑吗？齐浩淡淡道：“你口中的常识，乃是低阶功法所需的结丹时间。如今你修炼的撼天落日锤，乃是仙武高阶功法，此功法早已将你的灵力淬炼到极为精纯的程度，而你的境界已然圆满，足够达到结丹的要求了。我等修行，可不能坐等所谓的契机。凡夫等契机，强者当逆天而修，夺天地之造化。契机这个东西是一种玄乎的感觉，契机来临时，突破确实会简单一些，有种水到渠成的畅快感。但真正的修道，从来都是逆天而行，与天地夺造化。虽然齐浩之言听得钟天雷有些热血澎湃，但一想到10日结丹，他还是信心不足。各自行动起来吧，信念强，力则坚，万事可成。齐浩皱了皱眉，挥手道：“不过是巨剑胎、结晶丹而已，这二人都这般没信心，如此心性，大道难远。若非眼下他能用的人太少，否则他都要放弃培养这二人了。”见齐浩有些不耐，季东山一咬牙道：“拼了！”“对，拼了！”钟天雷亦是恶狠狠地做了决定。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他们感觉到了齐浩对他们的失望，这种感觉让二人心中不由一慌。若家主真对他们失望了，往后可就很难再得到家主赐予的造化了。不管是仙武功法还是秘境灵瀑，这些造化都是他们在遇到齐浩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所以哪怕他们依然信心不足，也要决然一拼。灵瀑吐雾，氤氲腾涌，继东山与钟天雷盘坐于灵瀑两侧。轰轰，随着功法各自运转开来，灵瀑豁然雾涌成流，分作两股，朝着左右涌去。齐浩见二人已入修炼正轨，身形一闪，朝着西侧那栋独院飞去。齐浩已用掌天图窥察过整个秘境，秘境之内并没有过分强大的危险，最大的威胁就只是那几头灵兽而已。对低等武修来说，秘境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存在，但其实大多秘境空间对于缔造它的主人来说，秘境不过就是为了隐世闲居而开辟出来的一块菜园子，一个人参可以进入其中的储物界，亦或者是为了给门下弟子创造一个安稳无忧的修炼之地。所以一般来说，秘境空间里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但也有一些秘境是例外，如天灾秘境、封魔禁地、荒古遗境，这几类秘境当中都充斥着极为恐怖的凶险。唰，齐浩飞身落下，站在毒院之前。虽然毒院里有什么他都能看到，但毒院内的4象天臂阵可没那么好破。他抬起右手朝着阵法贴去，嗡，微微感应后，他便收回手掌。这阵法强度，等钟老踏入金丹境，以撼天落日锤的威力，差不多就能破了。齐浩淡淡一笑，转身便朝着东面飞去。他来这里就只是为了亲自感应一下4象天臂阵的防御强度而已。眼下他却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回到东面被传送进来的地方，齐浩右手一挥，灵池飞出。灵池与秘境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灵池浮现，秘境的传送阵法就会跟着显现。嗡，随着一股能量波动，阵印图文显现，阵门也再次升起。齐浩收起灵池，踏入阵门，被传送回山谷枯树之前。他眼眸微眯，心神在周围探查一番，没有发现旁人气息之后，他心神一动，掌天图竟从他的魂海之中飞离而出。收！齐浩心头一声低喝，催动掌天图，爆发出一股无双的威能之力。那原本嵌在石壁上的枯树竟是嗡然一震，从石壁脱离而出，化作一抹灵光，窜入掌天图内，消影不见。齐浩心神一隐，掌天图化作一道黑光，没入眉心，回到他的魂海之中。这一幕若是叫其他人看到，定会惊骇莫名，因为哪怕是仙灵大陆上的至高强者，也没有收取秘境空间的能耐。秘境从构建的那一刻，其位置便已经固定死了。秘境媒介虽然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但其所在都与特定的虚空节点相接，绝不能移动分毫。若强行移动，便会使得媒介与秘境空间脱离，从此再无法进入秘境。但掌天图乃是天地神物，其神能可将天地万界囊括其中，莫说是一处秘境空间了，哪怕是一方世界也能被收入其中。但前提是齐浩必须要让掌天图的气息与要收取的空间完全相融才行。气息相融的过程倒是简单，只要齐浩进去转一转，让掌天图的力量充分覆盖到空间所有边角即可。当然，能否收取秘境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便是这秘境空间必须是无主之物，不能与任何武修还建立着心神联系，否则掌天图也无法强行收取。这是大道法则之力的限制，并不是掌天图的威能不够。齐浩夺回灵池，收取灵渊秘境，不仅仅是为了秘境空间中的资源，更是为了对这一世的父亲有个交代。灵隐模式，
掌天图上亮起无数颗大小不一的光团。齐浩将那些大的光团位置记住，飞身前往收取灵物。此间山谷和园灵城相距甚远，齐浩既然来了，自然要薅上一把。薅了一圈后，齐浩孤身飞往园灵城。虽然灵瀑之处灵气浓郁，但其浓郁程度远不如皇家地底的灵湖。咻！御空飞行，途经一座深山上空时，忽然一支强劲的黑色箭矢自深山之中爆射升空，直指齐浩。齐浩神色一冷，这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把他当野味给射了？唰！蛟灵剑劈出一道剑光，精准地劈落在黑色箭矢上。轰！黑色箭矢应声爆裂，竟又炸散出大片黑色毒雾。这点手段自然阴不到齐浩，他抬手一掌将毒雾轰散开去。哟，反应很快吗？但被我盯上的猎物从来没有一个能成功逃掉的，你也不会例外。玩味的银铃笑声震荡虚空，一道娇小的身影也自深山之中烁闪而出，一身黑裙如寿宴。这飞腾升空的女子个头不高，看起来还很瘦弱，两只麻花长辫垂放在扁扁的胸口前，似乎是为了遮掩身体上的这份尴尬。哼，再看我挖了你的眼。女子见齐浩的目光打量在自己身上，原本玩味的笑容蓦然变得有些阴狠起来。齐浩不屑道：想挖我的眼，你恐怕没有这个实力。女子冷笑道：看样子你是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了。你很有名吗？齐浩淡漠问道。女子下巴微扬，冷笑道：听说过黑莲鬼女吗？齐浩摇头道：没听过，但也无所谓了，今日之后便不会再有这号人物了。唰！齐浩话音一落，身形猛然暴掠冲空，手中的蛟灵剑冲击出一道凌厉的剑气，直逼黑莲鬼女的咽喉刺去。管他是谁，胆敢无缘无故的偷袭他，那便死。齐浩一剑骤然袭来，黑莲鬼女瞳孔狠狠一缩。他没想到齐浩的身法速度竟比他的生莲鬼步还要快，而且这一剑的剑气之威也比刚才斩爆魔毒剑的那一剑更强。该死，这家伙明明这么年轻，实力怎么会这么强？难道他和我一样也服用过定年丹？血魁现！匆忙之间，黑莲鬼女惊喝一声，猛地挥手，一道血色人影暴冲而出，撞向持剑冲来的齐浩。而他本人脚下闪烁出两朵黑莲光圈，纤细的腰身一转，从侧面倒飞身形，借此拉开和齐浩距离的同时，他双手连连甩出数根黑色长针，分别对着齐浩的脑门、脖子、腹部爆射过去轰。齐浩长剑一脚，剑身上裹挟的强大剑气瞬息将冲撞过来的血魁之身斩爆开去。他的剑气现在虽然不足以一剑斩爆筑基境9品灵兽的腰身，但斩爆一个只有筑基境4品气息的血魁之身还是很轻松。咻咻咻咻，黑色长针破空而来，几乎近身。齐浩不屑冷笑，一股霸道剑气自体内轰震向外，轰轰轰，黑色长针尽数被轰飞开去。就这点手段吗？齐浩看着脸色狂变的黑莲鬼女，露出讥讽一笑，随即他剑刃连斩，数道剑气斜击成弧，朝着黑莲鬼女所在的虚空交击斩去。莲花盾，轰！骇然间，黑莲鬼女将体内的灵力疯狂轰涌出来，这些灵力在她身边竟是飞速化作一朵黑莲之形，将她护在中央。轰！然而这从前防御极为不弱的莲花盾，这一刻却被齐浩的剑气轰然斩爆开去。扑哧扑哧扑哧，残余的剑气之力将黑莲鬼女身上的黑裙斩裂划碎，化作片片黑蝶飞舞而去。齐浩眉头微皱，他原以为这女子会被他的剑气直接斩爆肉身的，没想到她黑裙之内竟还穿着一件05阶的亮银色软甲战衣。这05战衣可救不了你第二次。齐浩冷然一声，手中剑锋又复指向黑莲鬼女。黑莲鬼女早已被吓得花容失色，娇躯颤抖。这青年到底是什么怪胎？实力过分强大不说，竟还只想着杀他。难道这人就不想在杀他之前做点什么吗？这和自己以前遇到的那些猎物怎么就不一样了？曾经他也遇到过一些实力与他相当，甚至比他还稍微强大一点的猎物，但只要他稍微表现得弱一点，或者是落入下风，那些猎物就会生出戏谑之心，出手间也会留有一定的余地，不会想着将他一击毙命。而那时就是他骤然暴起，将猎物一击必杀的时候。可现在齐浩完完全全的就想一剑杀爆他，别杀我，我认怂！黑莲鬼女连忙惊叫道。齐浩嘴角微抽，认怂？认怂就可以不死吗？这女人在逗他吗？从你偷袭我那一刻起，你已经踏上了死路。齐浩冷漠说道。嗡！蛟灵剑身凌厉充盈，层层剑气凝实成芒。这一剑的威力
即便是灵武战衣也能斩爆。黑脸鬼女脸色煞白无血，她很清楚，就算自己转身飞逃，也根本逃不掉的。眼看着齐浩手中灵剑就要抬起斩出，他慌忙叫道：“只要你不杀我，我就带你去一个地方，那地方能让你得到一大笔修炼资源。”齐浩眼眸微眯，这一大笔修炼资源能有多少？他淡淡问道。虽然他现在有很多修炼资源，但资源这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黑脸鬼女忙到至少价值500万灵石。齐浩冷笑道：“你若是骗我，你的下场会很惨很惨。价值500万灵石倒也值得他走一趟了。”黑脸鬼女心中松了一口气，忙道：“那地方的资源总价值比500万灵石定然是只多不少的，不过能不能拿到手，还要看你自己的本事。”齐浩问道：“那地方有什么危险？”“那地方有个筑基境7品的魔修，但你能这么轻松的胜过我，杀他应该也不难。”黑脸鬼女道。这黑脸鬼女有着筑基境5品的修为，又有血魁为助，实力算是很不错了。只可惜这次他踢到了铁板，遇到了齐浩。一般像齐浩这么年轻的人，从他头顶飞过，最后要么变成了尸体，要么就被炼成了血鬼。齐浩淡淡道：“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以饶你一命。”黑脸鬼女惊喜道：“生死攸关，我怎敢骗你？那走吧，我现在就带你过去。”“不急。”齐浩淡淡道：“去之前把你的储物剑还有你身上的这件灵武战衣都交出来，就算我不杀你，你也得付出一些代价。”黑脸鬼女瞳孔一缩，颤声道：“你这和要我得命有什么区别？”齐浩冰冷道：“你若不愿意交出，也可以直接选择去死。别以为你带我去找那个筑基境7品的魔修，我会承你的人情。你也不过是想借我的手去帮你杀了他罢了。能侥幸活的一命，你就该十足庆幸了。”黑脸鬼女那一双大眼睛里不由浮动出些许泪光来，她颤声道：“你这人怎么比我们这些魔修还要心狠？再废话，死！”齐浩冰冷哼声，剑锋抬起，这种柔弱攻势对他可没屁点用处。“好，我交，都给你。”黑脸鬼女一咬牙，摘下手中的储物剑丢向齐浩，随后身上的那件灵武战衣也被他一把扯了下来。“这件月华战衣也给你。”黑脸鬼女羞怒着将战衣扔向齐浩。齐浩掌心一抬，爆出犀利，将月华战衣扯入手中，收进储物戒里。“毛都没长齐，还敢劫我的道？”他冷笑一声，从黑脸鬼女的储物戒里取出一件黑色裙袍丢了过去。这黑脸鬼女的储物戒里竟有200多万的灵石和不少稀有灵材，倒是个小富婆。但这些灵石和灵材是怎么来的，不用多想也知道是她抢来的。黑脸鬼女咬着红唇，迅速将裙袍穿在身上。“带路吧。”齐浩淡淡道。黑脸鬼女沉声道：“那里距离此处有100多里，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赶到。你可别以为我是在耍花招，谅你也不敢耍花招。”齐浩淡淡道。黑脸鬼女不再多言，身形一闪，朝着左侧方向御空而去。齐浩脚步一踏虚空，身形唰地追上黑脸鬼女，掉在她身后3米外。这个距离，任凭黑脸鬼女还有什么手段，也逃不出她的杀招。二人一路无言。黑脸鬼女飞身在前，齐浩就掉在她身后。随着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黑脸鬼女的心弦也是绷紧起来。虽然她没想耍什么花招，可她却担心身后的这个男子到了地方后会过河拆桥，从背后捅她一剑。毕竟到了地方她就没利用价值了，这男子又怎会真的愿意放过她这个魔修？你可不能过河拆桥，言而无信，那样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黑脸鬼女咬牙出声道。齐浩不屑道：“我若真要杀你，你连做鬼的机会都没有。”黑脸鬼女：“虽然我知道我是个恶人，但我变成这样也是有原因的。”黑脸鬼女蓦然扭头，一双水汪汪的雾眼带着可怜兮兮的样子看向齐浩：“用不着在我面前装可怜。”齐浩淡漠道。齐浩的冷漠让黑脸鬼女心里更是忐忑，这么冷的一张脸，那心肯定是又黑又狠啊！不行，我还不能死。黑脸鬼女暗自轻咬红唇，低沉道：“我12岁时就被我师父掳走了，他逼着我吃了定颜丹，从此我的容貌和身体就没再有过一丝变化。师父拿我当顶炉，传我魔功，逼我杀人，我若不肯，他便威胁着要杀我全家。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我宁肯一死了之，也不会成为他的傀儡的。”黑脸鬼女说完，等了半天也没等到齐浩的回应。这家伙难道真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我都把自己悲惨的经历全告诉他了，他竟还是这般无动于衷。到了，在前面那座山的山腰上有一个隐蔽的山洞，里面的人是我同门师兄。在山洞外面他布了一个很厉害的杀阵，所以你最好是用言语将他引出来，然后再杀他。还有，
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去，万一你没能杀死他，他又看到了我，必然会想到是我出卖的他，到时候我还是难逃一死。黑脸鬼女沉声道。齐浩淡淡道，放心，如果他和你一样也是作恶多端的魔修，今日就活不了。看在这魔修价值不菲的份上，齐浩也不介意做一回除魔味道的大好人。黑脸鬼女眼角微挑，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修为，这么自信？刘道可是筑基境7品。齐浩没有回答黑脸鬼女的问题，而是用蛟灵剑戳了戳她的背，冰冷道，我追你逃，你去山前喊你师兄出来帮忙，等他出来之后，我从正面进攻，你从侧面偷袭他。黑脸鬼女脸色一变，这人也太阴险了吧。见黑脸鬼女似乎有些犹豫，齐浩淡漠道，既然你已经卖了他，那就卖得彻底点，只有他死了，你才能继续活下去，不是吗？黑脸鬼女咬牙道，好，但你必须发誓，杀了他之后你要放了我。扑哧，齐浩剑尖一刺，扎进黑脸鬼女的肩膀。你！黑脸鬼女又怒又惊，别再跟我谈条件，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齐浩冷声道，一个小魔女，屁事还挺多。就算这女人之前说的遭遇都是真的，如今的她也早已不值得被同情了。黑脸鬼女低吸一口气，沉声道，我这就去引她出来。唰，她身形一纵，朝着前方的山峰暴掠而去。齐浩故意放慢了些许速度，佯装追杀过去。师兄，救我！快到山前的时候，黑脸鬼女一脸惊慌失措地朝着山中大叫道。盘膝在山洞中的一名中年男子眼眸豁然睁开，谢文这个废物竟把麻烦引到了老子这里。低哼间，刘道心神之力张弛开来，朝着山前虚空探查过去。贱人，给我站住，今天谁也救不了你。齐浩杀气腾腾地轻喝着，师兄，我们好歹是同门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只要你肯出手救我，待会你想怎样就怎样。谢文急声喊道。刘道眉头一挑，眼中不由浮现些许喜色。这谢文虽然和他是同门，但仗着是师傅的顶炉，以前从来没有把他这个师兄放在眼里，如今有求于他，的确是个机会。哈哈，师妹，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刘道哈哈一声狂笑，身形猛地窜出山洞，抱月腾空。谢文看到刘道，满目惊喜，娇媚道，多谢师兄愿意救我，我说话作数，只要师兄帮我杀了这人，一会儿师兄想怎样，师妹都依着。因为定年丹的缘故，谢文俏脸稚嫩，永远像个少女，刘道对她是垂涎已久。好，那师兄就替你杀了此人。刘道邪狞一笑，随即目光一凶，冷视齐浩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仗着有几分实力，竟敢追到这里来，那你可就没有活路了。齐浩皱眉道，你也是个魔修？刘道邪笑道，没错，老子不仅是个魔修，还是一个强大的魔修。师兄，别跟他废话了，快杀了他。谢文眼中掠过一抹阴狠的催促道，哈哈，师妹这是急着要伺候师兄了吗？刘道玩味一笑，师兄，你真讨厌。谢文娇嗔一声，妈的，这女人可真是个骚狐狸。刘道咽下一口口水，看向齐浩的目光愈发狰狞，希望你储物戒里的东西别让老子太失望，否则老子把你剁碎了喂山猪。想要我的储物戒，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来抢了。齐浩冷然道，呵，还挺狂，老子这就让你看看老子有没有这个实力。轰！刘道怒笑之间，一股强盛的气息从他体内爆腾开来。唰！下一瞬，他身形一晃，变成一道鬼魅黑影，眨眼间冲至齐浩近前虚空。而此时他的手里已多了一柄血色的战刀，战刀气息不俗，应是一柄05阶战刀，血浪千断斩。战刀在虚空之中划出一道弧线，随着刀身劈下的那一刹，恐怖的血色刀气磅礴轰涌而出，如同绵绵不绝的狂涛凶浪，轰斩向齐浩。这刘道虽然嘴上也狂，但他心里却并未小瞧齐浩的实力。毕竟谢文好歹也是一个筑基境5品强者，能逼得谢文逃命，齐浩的实力至少也在筑基境5品之上了。血浪斩空，威势确实不俗。位于刘道后方的谢文眼眸烁闪着，却并未按照和齐浩的约定出手偷袭刘道，他在观望，也在等着出手的时机。但究竟向谁出手，还要等到具体的时候，他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凶猛的血色刀气眼瞅着已到了身前，齐浩蓦然侧踏一步，顺空步，嗡！须臾之间，齐浩的身影竟是无端消失开去。这一幕让刘道神色一变，人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之所以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只可能是对方的速度太快，闪身到了他视线之外的地方。扑哧！想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一柄带血的剑尖已经从刘道背后直穿胸前。怎么可能？
刘道低着头，难以置信地看着胸前穿出的血色剑尖。谢文的瞳孔一时猛地紧缩，他一直在关注着二人之战，也想看看齐浩的实力究竟能不能胜过刘道。可刚才那一瞬，他几乎没有看到齐浩是怎么突然出现在了刘道的身后。砰！蛟灵剑上剑气一震，刘道长喷一口血水，脑袋一搭，彻底死绝。方才的剑气震荡已然将刘道的五脏六腑彻底震碎，断了他所有的生机。那柄血刀刚离手，便被齐浩收了。噗嗤！齐浩长剑斜抬，剑刃从刘道右腋穿出，直接斩下右臂。齐浩掌心一扯，刘道的断臂落入他的手中，尸体则是飞速坠落。下方很快传来一声衰响，齐浩将断臂上的储物戒摘下，便将断臂随手丢了。心神一扫，他唇角微微一扬，这刘道储物戒里的收藏确实还不错，光是灵石就有400多万颗，其中还有不少丹药、玉简以及灵材等物，估摸着总价值在700万灵石的样子。你已经拿到了刘道的储物戒，我是不是可以走了？谢文在后方颤声问道。在刘道死的时候，他想过逃，可这抹念头刚刚升起，他就掐灭了。若是逃，说不好就会被齐浩一剑飞削了脑袋，倒不如安分的留下赌一赌。齐浩扭头瞥了一眼谢文，淡淡道：刚才我若有不敌的迹象，你便会和他联手一起对付我吧？我没这么想过。谢文脸色煞白，连忙否认。齐浩冷笑道：你不用否认，我会信守承诺，饶了你这次。谢文大喜，激动道：多谢公子不杀之恩，那我走了。急什么？齐浩淡淡道：随我去你师兄的洞府。谢文轻吸一口气，点头道：明白了，我一定将公子伺候得舒舒服服的。齐浩他可不是这意思，但也懒得去解释。他脚步一踏，朝着山腰方向飞落而去。谢文跟在身后，心里暗自冷笑，还以为这家伙是什么清正之人，原来也是个色胚。山腰处2块巨石中间有着一个入口细窄的洞府，洞府外面确实有细微的杀阵力量波动，启动这杀阵的主阵盘也在刘道的那枚储物戒里，如今已落到了齐浩手中。齐浩瞥了一眼谢文，抬手指了指地面几处，淡淡道：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几处，浅挖一下，下方埋着阵印，挖的时候小心一些，别给我弄坏了。谢文脸皮一抽，这家伙带他来这里是为了让他干苦力的。好，我会小心的。为了活命，谢文只能乖乖的答应。齐浩朝着洞府中走去，洞府里很是简陋，除了一张打坐修行的蒲团，便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昏迷着侧躺在地上，瞧着气息已经很微弱了。齐浩皱了皱眉，朝着女人走过去。他虽然不爱管闲事，但这种情况倒也不会见死不救。真是个畜生。齐浩只是瞄了一眼女人，眼中便是冒起了寒气。这女子瞧着只有17、18岁的样子，可见的肌肤上几乎都是淤青，这显然是被暴力欺辱过。刘道是完全没将这女子当做一个人来对待了。齐浩抬手朝着女子体内注入一股灵力，齐浩的灵力乃是造化灵力，对于恢复伤势有着奇效。在他灵力的润养下，女子眼眸微微一颤，随即身子猛地蜷缩起来。不要碰我，不要碰我！女子惊恐大叫着，两手抱着脑袋，根本不敢去看面前的人是谁。刘道已经死了，你重获自由了。齐浩沉声道。女子身躯一震，抱着脑袋的手掌这才缓缓放开，小心翼翼地偷看向齐浩。见面前的人果然是一张陌生面孔，女子激动问道：那个恶人真的已经死了？齐浩点了点头道：死透了，他再也伤害不了你了。呜呜！女子闻言捂着脸庞便是痛哭起来。齐浩不由轻叹一声，瞧着女子的身形和林红鸾差不多，他便从林红鸾的那枚储物戒里取了一套衣服出来，放在地上。这里有件衣服，你换一下，等会我带你离开这里。齐浩走到洞府外，正在挖着阵印的谢文猛然觉得一股寒凉之气扑身而来。你要杀我？谢文惊悚地看向齐浩，齐浩那冰冷的杀意让他惶恐不已。齐浩冰冷道：你师父是什么人？修为几何？今在何处？谢文心中一震，这人难不成还要去杀他那位师父？谢文连忙道：我师父是公孙基，实力很强，金丹境2品修为。你虽然已经很强，但对上他绝无胜算。如果你真想杀他，最好叫上你的师父和同门一起，而且需要好好计划一番，绝对不能让他逃掉。公孙基心狠手辣，还睚眦必报，招惹他又没能杀死他的话，必会遭到他无穷的报复。齐浩眼眸半眯，看来你也是真的很想杀他。谢文咬着嘴唇道：那是自然，他毁了我的人生，也只有他死了，我才有机会重新做人。齐浩诧异地看了一眼谢文，他一般待在何处？
像你和刘道这样的弟子还有几个？齐浩又问道。谢文道，他没有定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每隔3个月就会来找我采补一次。他门下的弟子我也不是都见过，只知道刘道还有另外2个。我们毕竟是魔修，也怕聚在一起会被正道修士给一锅端了，所以正常情况下都是分开修炼的。齐浩沉吟片刻问道，他上次找你是什么时候？1个月前，就在我偷袭你的那个山林里。谢文抿嘴道。齐浩心里暗道，如此说来还有2个月的时间，2个月我足以踏入金丹境了。他看着谢文道，你当真想重新做人？谢文忙道，当真的，若可以，谁不想过着一家团圆和和美美的日子？如今的我连家都不敢回，只能远远地看着家人。齐浩淡淡道，既如此，我便给你2个选择：1，你可以直接走；2，你回到之前的那处山林，等着公孙姬去找你。2个月后，我会带着帮手去杀了公孙姬，这样你就能彻底摆脱他的控制了。谢文的眼神犹豫起来，他想直接走，可又不想错过这个能让公孙姬被杀的机会。内心挣扎片刻后，谢文猛地抬头郑重问道，公子真有信心能够杀死公孙姬？齐浩淡淡道，只要他去找你，那就必死。好，我回山林。谢文目露决然道，就算到时候齐浩保不住他的性命，但只要能让公孙姬死，对他来说一切就值了。齐浩微微一笑，看来这个谢文是真的恨极了公孙姬。那你现在便走吧。齐浩道。谢文迟疑了一下，脸色微红道，能不能把我的储物戒还我？当然，里面那些有价值的东西你都拿走，只要把储物戒盒里面的衣服还给我就行。这个要求不过分，齐浩就答应了。谢文刚离开，山洞里的女子才缓缓走了出来。她早已换好了衣服，只是听到齐浩和谢文在说话，便没有出来。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女子感激道。齐浩道，顺手罢了。你是哪里的人？距离不远的话，我可以送你回去。倘若太远，那我便只能将你送到附近的城镇，再给你一些零食，然后你自己想法子回去了。女子忙道，不敢劳烦公子，贼人已死，我也恢复了一些气力，可以自己回去的。也好。齐浩点了点头，他随手取出一个储物戒，递给女子道，拿着吧，里面有些丹药和零食，回去后也不用想太多，昨日已成过去，你的人生尚有远方。女子眼眶一红，欠身作礼道，多谢公子，不知我能否知道公子名讳？纵然我不能报答公子什么，但公子的救命之恩，我定会铭记终生。齐浩摇头道，无需如此，归途之中自己多小心吧。齐浩一扶手，将地面上那些被挖出来的阵印收取，随即身形一闪，腾空而去。这女子体内有元力流转，全盛时应是武士境7品修为，只要不遇到恶人，自己回家是没问题的。齐浩对她的照应已经足够了。回到园林城后，齐浩便去了黄家。他刚准备去黄烟的院落修炼，便被黄芒叫住。几个时辰前，齐家生出的动静惊震了整座园林城，黄芒在修炼之中都被惊到了。但这一次，他遵照齐浩先前的嘱咐，没有告诉黄烟，也没有前往齐家，但他的心里一直忐忑得很。如今带到齐浩，自然要问个明白。齐浩也没想着隐瞒，便将发生在齐府内的事情和黄芒说了一遍。黄芒得知齐浩杀了灵武宗一干内门长老，还有少宗主魏昭后，差点吓晕了过去。岳父大人放心，不管后面如何，我不会连累到黄家就是。齐浩轻笑安慰道。黄芒心悸难平，心里也是有苦说不出。他的女儿是齐浩的妻子，灵武宗若是疯狂报复过来，可不是齐浩说不连累就不连累的。但事已至此，他也只能认了。岳父大人，我去找嫣儿修炼了，你也安心修炼即可，天塌下来自有小婿顶着。齐浩淡然一笑，朝着黄烟小院而去。黄芒瞧着齐浩的背影，神色复杂。齐浩的优秀超出了他的想象，但同时这个女婿也是一个极度危险并且极度能惹事的主啊。黄家与之相连，同是机遇与凶险并存。哎，但愿你真的能够顶得住，要不然我黄家也得完。黄芒轻叹一声，也匆忙去修炼了。如今黄家和齐浩已经在一条船上，他只能希望齐浩真能抗下所有风浪。进入小院大阵，黄烟正欲收工相迎，齐浩笑道，夫人继续修炼，莫要分心，我也要专注修炼几日。好。黄烟柔声一笑。齐浩盘膝坐下，混元造化经在体内急速运转起来。轰！功法一转，院内的磅礴灵气瞬息疯狂地朝着他体内灌涌而入。在他的丹田之中，一柄银白如玉的3寸小剑一时随着功法的转动飞速旋转着。隐隐之间，小剑内里竟有无数密集的剑气
飞舞其中。这小剑乃是灵力凝练俱成，在剑道之中被称作灵剑胎。齐浩修行的功法自然不止混元造化经。混元造化经虽然强大无双，但却不主杀伐之道。前世齐浩同修2大绝世神功，一为混元造化经，此功可吞炼天地万元，造化己身；二为周天剑阵诀，此剑诀内养剑胎，剑胎之内聚剑气为印，可列无穷剑阵。之前在凌渊秘境内，齐浩身环300剑影，有斗4大灵兽，施展的就是周天剑阵诀当中的环星剑阵。这套剑阵只是周天剑阵中的基础剑阵，但却攻守兼备，也是齐浩当前修为最容易驾驭的剑阵。虽然前世所有的记忆都在，但很多强大的绝学和手段却需要强大的修为之力才能施展出来。灵武宗的报复不会来得那么快，所以最近一段时日，齐浩正好可以用来潜心修炼，提升修为。转眼10多天过去，齐浩没去管季东山和中天雷有没有完成小目标，他自己的修为却有了实打实的提升。仅仅闭关13天，齐浩便从筑基境3品提升到了筑基境7品。这恐怖的修炼速度让一旁的黄烟震撼得无以复加。他一度怀疑自己的夫君根本不是什么绝世天才，而是仙神大帝转世。此刻齐浩停下修炼，也是因为黄烟终于要筑基了。黄烟有些紧张，齐浩便在一旁为他护法。黄烟做梦也没想到，和齐浩成婚不过1个多月的时间，他就要从武士境的小菜鸟变成筑基境的大佬了。轰！随着一股强盛的气息从黄烟体内激荡而出，黄烟整个人亦有一种脱胎换骨的奇妙感觉。这一刻，他元力化灵，只觉得身轻100倍，所见的一切也都变得愈发清晰。筑基提升的不仅仅是根骨之资，更是灵道修行的起始。恭喜夫人！齐浩轻笑着送上祝贺。黄烟激动的脸色涨红，起身便依偎到齐浩怀里，柔声道：若非夫君传我仙法，又让我同享灵狐之力，一儿哪有今日这造化？夫君，你让一儿怎么报答你才好呢？齐浩抚着黄烟脑后的秀发，笑道：你我夫妻一体，自当荣辱与共，何须报答？黄烟心中又甜又暖，小手羞怯地移到齐浩腰下，俏脸微红道：夫君，一儿伺候你沐浴吧，也是多日没有沐浴了。那夫人与我一起可好？齐浩坏笑道：呐。香汤雾氤氲，迷离眼若熏，俯身坐鱼姿，欢喜吞水皮。1个时辰后，黄烟留在屋中稳定境界，齐浩则回了一趟齐家。如今的齐家在园林城早已无人敢惹，只要灵武宗的人没来报复，齐家便是风平浪静。秦震、李靖、王尊等人皆在努力修炼之中，虽然他们提升的速度难以和黄烟相比，但修了灵功又不愁资源，众人的修为也在稳步提升之中。李靖、王尊等人已入宗师境，而秦震更是成为了大宗师。齐浩回到自己的小院，布下一座阵法，将整个小院笼罩起来。齐浩盘膝坐地，心神微动。嗡！随着白光一闪，齐浩竟是原地消失开去。瞬息后，齐浩出现在了凌渊秘境当中。凌渊秘境被收入掌天图后，齐浩的心神便能随时进入秘境。就在刚才，他感觉到秘境之中传来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估摸着应该是中天雷突破进金丹境了。果然，齐浩刚进入秘境，就听到一串张狂的大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夫终于踏入金丹境界了，家主果真是承不起老夫啊！哈哈！灵铺边上，中天雷须发皆张，满脸狂喜的笑容。另一边的季东山则是一脸羡慕的抱拳恭贺道：恭喜钟老踏入金丹。中天雷哈哈笑道：季小兄弟不必羡慕，以你的天赋，结丹也是迟早的事。季东山目光灼灼，肯定道：以前我没有太大的信心，但如今我有十足把握，可在10年之内踏入金丹。还10年，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不是太低了点？齐浩笑盈盈的声音传来，紧接着虚空人影一闪，齐浩顺空而至。中天雷原本满是笑容的眼眸中蓦然掠过一抹金色。家主这是什么身法？速度竟是如此恐怖！中天雷心头惊呼。虽然他自信现在的自己也能做到这般速度，但他现在是金丹境啊！钟老，恭喜了！齐浩微笑恭贺道。中天雷咧嘴笑道：多谢家主，但这丹结的还是超出时间了，嘿嘿。齐浩揶揄一笑：现在的钟老可还惧那灵武宗？中天雷嘿嘿干笑道：老朽一直也没怕过他们。钟老雄心暴涨，我心甚慰。齐浩呵呵一笑：不过您这刚刚突破，还是先静心稳定一下境界吧。中天雷忙道：好。他当即盘膝坐下，收整心绪，再次进入修炼。齐浩走到季东山跟前，笑问道：季兄弟如何？灵剑胎可成了？
季东山拱手笑道：“3日前已将灵剑胎凝聚成型了。原以为以我现在的境界，根本不可能凝聚成功，但没想到竟真的成了。往后修行，家主如何指点，我便如何去做，再不会有一丝犹疑了。”齐浩微笑道：“犹疑是可以的，但任何时候都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也不要低估了自己。敢有逆天之狂，方可聚擎天之魄。敢有逆天之狂，方可聚擎天之魄。”季东山眼神发光，嘴里重复叨念了一句：“家主，你这句话可说得太好了，以后这句话就是我在武道上的座右铭了。”齐浩哈哈笑道：“完喽，木讷寡言的季兄弟也是学会拍马屁了。”季东山脸色大红，忙道：“家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齐浩笑道：“开玩笑了，跟我来吧，送你个礼物。”季东山一愣，礼物？随即脸色狂喜：“家主出品，必属精品。这礼物会是啥？”齐浩身形飞跃而起，季东山连忙跟上。那是。片刻后，季东山脸色惊变：“不错，礼物就是他了，怎么样，瞧得上吗？”齐浩揶揄道。季东山激动的脸色涨红，颤声道：“家主，我能行吗？您要是觉得我能行，我现在就上。可你应该不行。”齐浩轻咳道：“啊！”季东山被齐浩的回答弄得一懵。齐浩笑道：“这可是筑基境9品灵兽，虽然你如今已经成功凝聚出灵剑胎，但尚未积累出足够的剑气，对上他，你还是没有胜算的。”他鼓励季东山修炼武道要有足够的信心，但这种信心也不是不要命的逞强。敢拼不等于无脑冲。齐浩要送给季东山的礼物便是灵渊秘境之中的黑灵虎。虽然这头筑基境9品的黑灵虎在普通武者眼中已经是极其珍贵的灵兽了，齐浩却没看上。当初之所以能看上银羽雷雕，主要是它能飞，飞行灵兽修为低点也无所谓了。但对于季东山来说，齐浩若能将黑灵虎送给他当灵兽，那绝对是一份天大的人情了。随我过去吧，他若不答应做你的灵兽，我便宰了他，到时候炖上一锅虎肉，为你和钟老庆祝。齐浩揶揄一笑，身形朝着黑灵虎掠去。一处腐草丛里，黑灵虎正在撕咬着一只灰兔。这几日，他和其他2只灵兽都活得小心翼翼。地灵精甲虫被杀，给他们3个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眼下这些可恶的人类还没有离去，他们每天都在担心着会被这些人类找上。豁然，黑灵虎猛然心中一紧，惊慌抬头，看到齐浩和另一个陌生人类朝他飞来，他嘴里的灰兔吧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唰！下一刻，他便是急窜飞逃。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臣服。齐浩身形闪动，恐怖的速度很快就追到了黑灵虎身后。黑灵虎大惊，不惜妖灵的加速飞逃。齐浩嘴角扬起一抹冷笑，如今灵渊秘境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这黑灵虎又能逃到哪里去？省点力气，你是逃不掉的。再逃，我可要出手了。那日的剑阵想杀你有点困难，但今日我若祭出剑阵，杀你如宰猫。臣服，你跟我们一起吃肉；不臣服，今晚我们就吃你的肉。齐浩一直掉在黑灵虎身后，口出威胁之言。黑灵虎的心一阵阵惊恐猛跳。吼！蓦然，黑灵虎停下身形，扭头朝着齐浩愤怒地咆哮一声。他一身妖元，汹涌爆腾，似是已经明白，以他的速度，根本就不可能逃过齐浩的追杀了。齐浩眼眸一眯，冰冷道：“看来你是想要与我搏命一战了。志气虽然可嘉，但实则是在找死。”嗡！齐浩抬手一剑，剑尖嗡鸣着，指向黑灵虎。轰！恐怖的剑气从剑身之中冲出，化作一头巨大的白色龙影，龙尾勾在剑身上，龙身、龙首高悬于空，低头俯视着黑灵虎。一对怒张的前爪，剑气玄武，仿如可以轻易撕裂黑灵虎那强壮的腰身。黑灵虎惊的虎目一缩，恐惧的趴伏在地，最后那点搏命的凶性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就连跟着飞来的季东山亦是身躯一震，他一脸骇然惊呼：“家主，您这又是什么剑技，竟能以剑气化作如此凝实的狂龙之形？感觉单是这狂龙的威压之气就能压死我啊！”齐浩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多解释。他看向黑灵虎，淡漠道：“收你当灵兽，那是看得起你，莫要不识抬举。再顽抗，死！”齐浩冰冷呵斥，他可不想在黑灵虎身上浪费太多时间。嗡！趴在地上的黑灵虎散去一身狂暴的妖元气息，虎头上一只猫大的迷你小黑虎飞向齐浩。齐浩却是看向季东山，笑道：“季兄弟，收礼物吧。”黑灵虎一愣，几个意思？你连追带吓得逼我认怂，现在我乖乖臣服了，你却要把我送给别人？狗人类，你也太欺负虎了吧！
季东山激动道：“家主，这黑灵虎可比您的银羽雷雕强多了，您真给我了。”齐浩淡笑道：“有了他，往后再遇到灵武宗的内门长老，你便也有实力一战了。”季东山心中不由感动，原来家主是担心之后灵武宗的人再来报复时，他实力太低，没有一战之力。家主，东山欠您的实在太多了，您的恩情我恐怕这辈子都没办法还了，但以后我的这条命就是您的。季东山郑重道。齐浩轻笑道：“别让他等急了，赶紧收了他吧。”齐浩又瞥了一眼黑灵虎，淡淡道：“算你识相，要不然今晚你就是一锅虎骨汤了。”黑灵虎郁闷地努了努嘴，心里不爽道：“我都屈服了，还要吓唬我？你这人有意思吗？”认主的过程，黑灵虎很配合，季东山自然是兴奋不已。东陵城与齐浩初识那一日，他哪里敢想，给齐浩看大门，不仅可以得到一部仙武剑诀，还能凝聚出了仙灵大陆剑道体系内根本就没听说过的灵剑胎，如今还得到了一头筑基境9品的黑灵虎灵兽。他的这份造化若是传了出去，恐怕全天下的武修都要争着来给齐浩看大门了。家主，您身边还缺人吗？看门的若是够了，护院也行，再不行厨娘也行。季东山激动道：“厨娘？”齐浩脸皮一抽：“嘿嘿，对，我师傅，她是个女子，她厨艺老好了。”季东山干笑道：“他也是知恩图报，自己在齐浩这里得到了诸多造化，所以就想把他的师傅给弄来一起的造化。”齐浩愕然，他也是意外至极。他知道季东山有个师傅，但没想到季东山居然会想着把他的师傅给弄到齐府来。你师傅要是愿意，齐府当然可以有他的一席之地，如此你们师徒也能团聚了。齐浩笑道：“有实力的帮手自然是越多越好。”季东山惊喜道：“那离开秘境后，我就去找我师傅。”齐浩笑道：“你别太乐观了，你师傅可未必愿意屈尊来齐府。对了，你师傅是什么修为？”筑基境9品巅峰。季东山眼眸轻闪着笑道。齐浩笑了笑，原来这季东山的心里还打着另一个小九九。你先把人弄来，后面的事以后看情况再说。齐浩淡笑道：“我师父人很好的，等家主见到他本人了，一定会很满意的。”季东山咧嘴笑道，一副对自己师父很有信心的样子。齐浩嘴角微抽，此刻的季东山完全没了当初在东陵小破屋里那股傲见天才的气质，完全就像是个拉皮条的。中天雷刚刚突破，尚需修炼几日才能将境界稳定下来。帮助季东山收服黑灵虎后，齐浩便先带着季东山出了灵渊秘境。当季东山发现自己出了秘境，直接就到了齐浩的院子中，着实是惊震了许久。齐浩自然不会将掌天图的秘密告诉他，只说是自己在秘境之外布置了一个转空阵法。这个阵法可以直接将人从秘境所在的山谷传到他这个小院里，也可以从他的小院里直接被传进秘境。季东山虽然觉得这太神奇了，但对齐浩的说法也没有怀疑，毕竟齐浩身上的神奇事还少吗？家主，那我去看过我母亲后，就去找我师父了。魏昭死了，灵武宗的报复随时会到，若我师父早些来，我们也能多个帮手。季东山道。齐浩笑道：“行，你去吧。”东山告辞。季东山作别，转身离开。3天后，齐浩将中天雷从秘境中带了出来。中天雷原本还有些不舍得离开，毕竟在灵瀑之侧修炼速度堪称1日千里，出去后可就没有这样的宝地给他修炼了。当他得知从齐浩小院就能直接进入秘境时，那一张老脸笑得堆满了褶子。这太好了，这以后进灵渊秘境可就极是方便了呀。家主啊，还是你手段高明。中天雷竖起大拇指，笑呵呵地拍了一记响亮的马屁。齐浩笑道：“是方便很多，但什么时候能再进去修炼，可就要看钟老的表现了。”中天雷激动道：“老头儿早就是齐家的人了，家主有事只管吩咐。”齐浩微微一笑，拿出一块玉简和一个储物简。这玉简里面是炼制一种特殊剑兵的法门，虽然炼制过程繁杂，但对您来说应该不算太难，给我炼制2柄出来就行。需要的矿石都在这枚储物戒里。中天雷讶然，特殊剑兵，他心里很好奇，这特殊之处又在何处？他迫不及待想要从玉简中查看，顺便将我这柄蛟灵剑也回炉融入一些阳灵晶石粉，增强其封印程度。齐浩将蛟灵剑取出，也一并交给了中天雷。蛟灵剑只是05低阶剑兵，虽然勉强能用，但遇到防御强悍的对手，封印程度就显得不够用了。之前对战4大灵兽的时候，如果齐浩手里有一柄05高阶剑兵，仗着剑兵之力，他便有很大机会将4兽尽数斩杀。3岁孩童若无力，手握利刃可杀人。好的兵刃对整体实力的提升绝对有很大的作用。
中天雷将玉简和蛟灵剑先行收起，呵笑抱拳道：“老朽一定不负家主所托。”齐浩笑道：“钟老的炼气炉也是时候重见天日了。”中天雷神色兴奋道：“是啊，我那老伙计已经尘封界中27年了，炼气可不是能在锻造台上完成的，每个炼气师自然都配备着炼气炉。那钟老就忙去吧，别忘了给您自己那秉云铁锤也添点阳灵晶石。”齐浩道。中天雷激动道：“多谢家主，家主之慷慨，实乃老朽生平仅见。快去吧。”齐浩无奈摆手，怎么他身边的人忽然都变成了溜须拍马之徒？中天雷走后，齐浩立在院中，半眯双目。魏昭死了这么久，就算没人去灵武宗传消息，他们应该也觉察到不对劲了吧？毕竟几个大活人都消失这么久了。以齐浩当前筑基境7品的修为，掌天图可窥察的范围已经变成了方圆300里，而灵武宗地处园林城西北方向460里，掌天图的覆盖范围和灵武宗所在只相差了160里。嗡！齐浩心神一动，直接将银羽雷雕从灵渊秘境之中传送了出来。银羽雷雕出来的时候也是两眼一猛，朝西北方向飞出200里，然后找个风景好的地方落下。齐浩吩咐道：“他没想着要和一只大雕解释什么。”立！银羽雷雕飞身而起，朝着西北方向暴掠而去。与此同时，拉风的骑虎青年季东山也终于来到一座熟悉的山峰前。“师傅，我回来了！”山前，季东山激动地喊道。唰！一道白裙人影蓦地从山中暴掠腾空，飞身而来。这女子娇面白裙，气质出尘，宛如折落人间的仙子，煞是好看。任谁也想不到，这看起来年轻又貌美的女子，竟就是季东山的那位师傅。季东山没说他的师傅是个女子之前，齐浩和中天雷一直都觉得季东山的师傅应该是个比较古板的老头子，否则怎么会把季东山这样的一个小伙子教成了冷面青年呢？其实季东山当初的冷和他的师傅并无关系，只是因为他那从未见过的生父，还有他母亲的病，渣爹病母让他很难像其他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一样阳光快乐。但在遇到齐浩之后，他母亲的病有了希望，自己也造化连连，这才让他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东山，你母亲的病，你做下的该不会是黑灵虎吧？白柳星刚想问季有容的情况，猛然发现自己徒弟胯下骑的竟然不是一匹黑马，而像是灵兽黑灵虎。可遇到成年黑灵虎，以他的修为都得避让其凶啊。他这徒弟怎么可能收服得了黑灵虎？除非是运气好碰见个虎崽子，但眼前这头黑灵虎体格壮硕，完全就是一头成年黑灵虎，而不是虎崽。白柳星自是震惊极了，甚至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季东山咧嘴笑道：“师傅，您没看错，他就是黑灵虎，我还给他取个名字叫黑蟒。至于我是怎么收服他的，回头再说吧。师傅，我这次来找您，是希望您跟我出山的。”黑灵虎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一下，心里不爽道：“什么黑蟒？本虎可不认这个破名字。”白柳星眉头一皱：“出山？为师若是想出山，就不会在这岳灵峰一待20年了。”季东山脸色一正，郑重道：“师傅，弟子不知道您为何不愿意离开岳灵峰，但这一次弟子真的希望您能跟弟子走。山下有大机遇大造化，您知道弟子是绝对不会骗您的。”白柳星摇头道：“出山之事不必再说了。你母亲现在如何了？病情可有好转？”季东山笑道：“我母亲的病已经好了大半，再等一些时日便可完全恢复了。”白柳星闻言一愣，随后眉头忽然冷皱起来，沉声道：“是谁在替你母亲医治，竟敢夸下这样的海口？”季有容的情况，白柳星其实一清二楚，也正因为他清楚，所以才有心无力。季东山道：“是齐家主在替我母亲医治，如今弟子已经投奔齐家主麾下，为其效命。齐家主对弟子恩深似海，弟子这次回来就是希望师傅也能前往齐家，以助齐家主一臂之力。”季东山这是想把话说得好听一点，让白柳星有个体面的出山理由。他总不能直说是想带着自己的师傅一起去薅齐浩的造化吧？白柳星目色一沉：“齐家主，这东陵城里什么时候有了个齐家？”季东山忙道：“齐家不在东陵城，而是在园林城。师傅，您可别因为齐家在园林城就小看了齐家，齐家主是真的厉害，我看你真是被忽悠的昏了头了。”白柳星脸色一黑，言语间也有了斥责。东陵域强大的家族基本都汇聚在东陵城内，这园林城他压根听都没听过，那定然是一个偏远的小城池了。这种小城小族的能出什么厉害的人物，还能治金丹破裂之伤？这种伤势整个东陵域都没人能治。
白柳星本能的就认为自己这个傻徒弟是遇到骗子了。瞧着一脸寒霜的白柳星，季东山眼神一亮，指着坐下黑灵虎道：“师傅，这头黑灵虎就是齐家主送我的礼物。”哼，用灵兽当礼物送人，这齐家主还真是阔气啊。那我想问问，他自己的灵兽又是什么？白柳星冷笑问道。显然他依旧在怀疑季东山的话，哪个傻子会把黑灵虎这种强大的灵兽送人？如果这世上真有这样的傻子，那他也想认识一下。季东山道：“家主的灵兽是银羽雷雕，虽然不如我的黑灵虎，但家主早之前就有了银羽雷雕，所以在遇到黑灵虎的时候，家主就把黑灵虎送给了没有灵兽的我。”白柳星眉头一挑，没想到这齐家主的麾下竟然还真的有灵兽，而且这银羽雷雕也是极为难得的一种灵兽啊！难不成这小小的园林城里还真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师傅，我知道您依旧怀疑，但您可以先跟我过去看看啊。如果到了齐家，您觉得不适应，再回来就是。季东山道。白柳星皱眉道：“你为何这么想让为师跟过去？”季东山一脸郑重道：“2个原因，一个是为师傅，一个是为了齐家主。”白柳星眼眸微眯：“具体说说。”季东山道：“齐家主虽然年轻，但背景不凡，身后必有大能照应。跟在齐家主身边的人，基本都得到了足可受益终生的造化。师傅对弟子同样恩深似海，所以弟子不想让师傅错过这样的大好机缘。就在前几日，一名追随齐家主的筑基境9品巅峰武修成功缔结金丹，从那时弟子心中便想到了师傅。”白柳星讶然，这么说来，东陵域内又添一位金丹境强者了。这踏入金丹境的人叫什么？白柳星问道。季东山回答道：“钟天雷，原来是东陵城内的一个老铁匠。在齐家主找上他之前，根本就没人知道他其实是一个筑基境9品巅峰的炼器师。我和钟老都是同一日被齐家主找上的，我们也是一起跟着齐家主从东陵城一路去的园林城。”白柳星眼神一阵烁闪，沉吟片刻后，他低沉道：“你口中的这个齐家主确实有点不简单。他一个出身园林城的人，不仅能说服你跟着他去了园林城，还能精准找到一个大隐隐于市的炼器师，并且也说服了他。他说服你，应该是用能治好你母亲的理由。可他又是用什么理由说动了一个有心隐士的筑基境9品巅峰强者？难道这个钟天雷突破金丹境真的和他有关系？”季东山忙道：“那自然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大了。师傅，您现在还不是家主的人，所以有些事情弟子还不能全部和您说，这是弟子向其家主保证过的，所以还请师傅谅解。但弟子真的没有骗您，您若愿意随弟子去往齐家，只要能得到家主的认可，您将来必然也能顺利踏入金丹境。毕竟您的武道天赋可比钟老强多了，他都行，您更没问题的。”白柳星眼眸动了动，如果这个齐家主真能助他踏入金丹境，他倒也想去见一见了。他问道：“刚才你说的是为了为师的那部分原因，你为了这个齐家主找为师的原因又是什么？”季东山当即将齐昊和灵武宗之间的仇怨说了一遍。白柳星闻言当场瞪直了眼：“你们是疯了吗？竟然杀了魏新狂的儿子！”白柳星忍不住惊怒道：“魏新狂正是灵武宗的宗主。”季东山咬牙道：“那魏昭欺人太甚，就该死。”白柳星哼声道：“他即便再该死，你们杀了他，那也是在找死。灵武宗的实力有多强，你难道不知道吗？不说筑基境有多少人，单是金丹境就有3人，其宗内老祖魏远山更是金丹境5品修为，其实力是在整个东陵域都能排入前3的强大存在。”季东山闻言却是一撇嘴道：“怕什么？齐家主身后也有人的。”白柳星脸皮一抖：“他身后有什么人？你看见了吗？”白柳星哼了一声。季东山摇头道：“弟子是没看见，但肯定有的，要不然齐家主怎么还敢留在园林城？连钟老之前都有退去之意，劝着家主离开，但家主却气定神闲，半点不慌，那一脸的自信可不是装出来的。”白柳星青眉一皱，这确实也不太正常，难不成这齐昊的背后真有什么大能？师傅，您跟弟子走吧，那灵渊秘境里还有一头白狼和一只妖刀螳螂呢，要是您被家主认可了，说不得也能弄一只灵兽呢。弟子瞧着那头白狼就很适合给您当坐骑。季东山咧嘴笑道。白柳星没好气的笑道：“就算有这么2头灵兽，那也不是好收服的吧？”季东山点头道：“倒也是，灵渊秘境里原本有5只灵兽的，钟老收了一条赤炎蛇蟒，我收了这头黑灵虎，还有一个地灵金甲虫，不愿臣服，被家主一剑斩了脑袋，赏给银羽雷雕当食物了。”白柳星眼眸一震，惊呼道：“那钟老也收服灵兽了？”“对啊，现在的齐家光是灵兽就有3。东陵城的那些家族虽然名声挺大，
看着挺强，可又有哪个能比得过现在的园林城齐家？季东山挺了挺胸膛，有些傲然地说道。这一刻，他身为齐家人感到无比自豪。白柳星忽然发现，季东山这次回来，好像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变得爱说话，还爱笑了。在以前，他的这个弟子也从来没有如此的吹捧过其他人。既然你把齐家说得这么好，那为师就去齐家见见这位齐家主。但为师先说好，为师只是去见见，未必会留在齐家。白柳星淡笑道。季东山连忙道：好，我敢保证，师父见了齐家主后，那肯定也不会再想着走了。白柳星撇撇嘴，他可不会轻易被人忽悠。去之前，我们先去东陵城，我想去看一下你母亲。白柳星道。季东山笑道：我母亲也在齐家呢。白柳星一愣，季东山的母亲可不是那么好被忽悠的人啊，怎么也去了齐家？看来这齐浩的确是有些真本事的了。白柳星心中暗道：师父，您收拾一下吧，收拾好了我们立即出发。季东山道。白柳星淡淡道：急什么？你在外面待久了，心都浮躁了，既然回来了，那就先修炼几日剑心咒，收收心神，再回齐家。季东山闻言一急，忙道：这不行啊，万一灵武宗的人……不等季东山说完，白柳星神色一冷，寒声道：怎么跟了这个齐家主，你连师父的话都不听了？灵武宗的人若真杀去了，你这点实力又能顶多大的用？而且你不是说了吗，这位齐家主背后有人，我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他背后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季东山脸色有些难看，他沉默片刻后咬牙跪了下来。你这是做什么？白柳星皱眉道。季东山郑重抬头，沉声道：师父，这次弟子不能听您的了。家主对弟子恩重如山，弟子一世难还。纵然弟子实力有限，帮不了家主太多，但家主有难时，弟子必须要在身侧。若弟子明知齐家有难，却要躲在暗中观望，那如何对得起家主的恩情，又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您若不愿意去齐家，弟子也不勉强了。弟子这就拜别，自己回了。季东山话音一落，磕了3个响头，便径自爬上了黑灵虎的背。黑蒙，走了。黑灵虎鼻子里呼哧一口气息，转身便跃了出去。白柳星一个人呆滞许久了，这混小子还真生气的就这么走了。这齐浩究竟给他灌什么迷魂汤？白柳星回神后不由气怒一声：不行，我得跟过去看看。白柳星低哼一声，身形一闪，悄然跟了上去。季东山骑虎返回，一路上心情都有些复杂。他回来是想拉着自己的师父一起在齐浩身边得造化的，但刚才白柳星的那些话忽然让他有种心悸的感觉。他在齐浩身边不久，但却深知齐浩的为人。齐浩待身边人是很不错，但同时眼里也揉不进沙子。心思不纯者靠近齐浩，反而可能会引来祸事。他果断离开，并非是因为生白柳星的气，而是担心白柳星以这样的心态去齐家会出事。他宁肯白柳星错失机缘，也不愿看到白柳星和齐浩不睦，从而引祸上身。园林城西北方200里，银羽雷雕飞落在一座孤峰上。赏你几颗妖元丹，一边炼化去吧。齐浩随手丢出3颗妖元丹，银羽雷雕欣喜地张开大嘴，一口吞了下去。齐浩盘膝闭目，心神进入掌天图。进入图中后，他的心神只奔西北方向的边缘看去。西北边缘正是灵武宗在掌天图上的所在之地。灵风矗立，山岚涌动，一座座亭台楼阁半隐于葱郁山间。半山腰处，一座巨大的门楼上赫然刻着灵武宗3个金色篆体大字，一条青石梯山道从山脚一路直通山顶。山顶上百座楼宇群坐其中，其间灵气溢流，有人影走动其中，亦有不少灵力光华，频频烁动，如虹多彩。齐浩的心神就像是一个隐形之人，闲庭信步般的逛荡其中。这灵武宗如此安静，倒不像是要有大动作的样子。难不成他们还没有发现魏昭已经死了？齐浩觉得奇怪，他却不知魏昭以前就时常下山，莫说10几天不回宗，就算是几个月不回宗，那都是常事。魏新狂、魏远山他们常年都在闭关之中，哪里会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魏昭？咦，这不是宋长风那老小子吗？忽然齐浩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宋长风有些焦躁地在院中来回踱步着。此时正有一个弟子飞快来到宋长风的院外。师父，弟子回来了。青年弟子站在院外恭敬作礼道。宋长风疾步走过去，急声问道：怎么样，少宗主还在玄枪门吗？青年弟子摇头道：玄枪门的人说，少宗主10多日前在玄枪门只是逗留了片刻，就离开了玄枪门。至于少宗主一行之后去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宋长风闻言脸色不由煞白。完了，
少宗主定是带着毕长老他们去了园林城，这已经10多日没回来，恐怕……宋长风嘴里喃喃自语着，却又不敢将内心的猜测完全说出口，因为如果一切真如他所料，那事情就糟糕透顶了。青年弟子脸色微变道：“师父，难道您怀疑少宗主出事了？这不太可能吧？少宗主身边可是跟随着5大长老的，毕长老更是筑基境8品修为，谁能伤得了他们？”宋长风身躯摇晃，惨然道：“你们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是心比天狂，却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毕长老的实力是不弱，可即便在我们宗内，实力能够碾压他的人都有不少。你又怎知他们在外面遇不到比毕长老更强的人？”这青年弟子也有点慌了。师父，那现在怎么办？要去禀报宗主吗？弟子紧张道。宋长风低吸一口气，沉声道：“事到如今，也只能去禀报宗主了。不管少宗主是否出了事，灵武宗和齐昊之间都该做一个了结了。”弟子忐忑道：“师父，那您不会有事吧？”宋长风惨然道：“如果少宗主没有出事，为师还有活路；倘若少宗主已经没了，为师恐怕也将命不久矣。”弟子惊道：“这是为何啊？少宗主若真的出事了，这和您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啊！丧子之痛，足以让人疯狂。明这与我无关，怒极其免牵连。”宋长风凄哀一叹，早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当初魏昭找上他时，他一定会拒绝魏昭，并且第一时间去向宗主汇报。只可惜时光无法倒转。师父，要不我们别管这些破事了，直接离开灵武宗，离开东陵域吧。青年弟子咬牙道：“因为魏昭的事，他的几个师兄师姐死的死，残的残，如今连师父也要被连累。宋长风一旦出了事，他这个小弟子就算还能活着，在灵武宗里也不可能再有好日子过了。”宋长风摇头道：“为师可以逃，但为师的家人都在灵武宗，若带着他们一起走，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等被抓了回来，那便是一点生机都没有了。小桃啊，你若害怕，便自行离宗去吧，为师不会怪你的。为师没能保护好你的师兄师姐，只希望你能平安无事。”师父，小桃眼眶一红：“去吧，为师该去见宗主了。”宋长风轻叹一声，迈步走出院子。齐昊的心神跟着宋长风来到一座阁楼之前，整座阁楼被一层淡淡的薄光笼罩着，这是阵法力量在掌天图内的呈现痕迹。阁楼第3层，盘膝坐着一名长发白袍中年，这中年正是灵武宗宗主魏新狂。宗主，老朽宋长风有要事禀报。宋长风站在阁楼前，躬身作礼道。阁楼上的魏新狂缓缓睁开眼眸：“宋长老有何要事？”魏新狂淡淡问道。宋长风沉声道：“少宗主可能出事了。”什么？原本一脸淡然的魏新狂眼眸猛地暴睁，充满惊震之色。嗡！他袖袍一挥，阵法撤去，身形唰的一晃，便来到宋长风跟前。一股强大的威压之气压得宋长风砰的一声伏跪在地，双膝都刻出了血色。快说，昭儿出什么事了？他现在身在何处？魏新狂怒声问道。他的心神已经在灵武宗内扫了一遍，没有感应到魏昭的气息。宋长风脸色很是难看，他想过魏新狂得知魏昭出事后会震怒，但却没想到他只是刚说魏昭出了事，魏新狂便如此暴虐地对待他。他好歹也是灵武宗内的内门长老啊！少宗主10多日前和毕长老等人去了玄枪门，至今未归。老朽派弟子前往玄枪门打探消息，得到的消息是少宗主当日便从玄枪门离开了。如今老朽担心少宗主是去了园林城。宋长风沉声道。魏新狂眉头一皱：园林城？是那个孟家所在的园林城？宋长风眼眸一震，他没想到魏新狂居然会知道孟家。对，正是孟家所在的那个园林城，但孟毅一家早已被杀。在孟毅一家被杀之前，少宗主曾收到孟家之女孟清然的求救。宋长风将事情原委快速说了一遍，包括安云涛等人在园林城被杀，以及他和一众弟子在齐家的遭遇，尽数都说了。当然，他也告诉了魏新狂，他曾极力劝阻魏昭不要小看齐昊。轰！魏新狂得知一切，一股凶气蓦地震荡开来，强大的气劲顿时将宋长风轰飞了出去。噗！宋长风一口老血喷出，眼里含着怒意。魏新狂双拳紧握，兀自怒笑道：好啊，这个齐昊还真是狂得没边了。未曾想在东陵域内竟还有人敢如此将我灵武宗不放在眼里，本宗倒要亲自去看看这小子究竟有何底气，敢向我灵武宗叫板。虽然宋长风的口述让魏新狂也怀疑魏昭等人很有可能落在了齐昊手里，但魏新狂却并不担心魏昭的安全。他根本不信在东陵域内
还有人敢杀他的儿子。宋长风，既然你早就猜到这旗号背后有所依仗，为何不早些向本宗禀报？这点教训是你该受的。卫星狂怒沉地凶视着宋长风道。宋长风低吸一口气，咬牙道：是老朽一时糊涂，未能及时向宗主禀报。魏昭干的事情并不光彩，如果不是事情发生到了这种地步，谁会冒着得罪少宗主的风险把事情捅到宗主这里？宋长风现在的心情是又气怒又觉得冤。起来，跟本宗去一趟园林城。卫星狂哼声道。宋长风眼眸一颤，起身作礼道：宗主，不如叫上大长老一起吧。卫星狂冷冷一笑：怎么，你莫不是觉得那旗号的身边还能有金丹境不成？宋长风凝重道：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毕长老已是筑基境8品修为，但却依旧未能护持着少宗主安然归来，如此我们就不能小觑了那旗号啊！还是叫上大长老一起，如此方可稳妥。卫星狂怒哼道：灵武宗出动2大金丹境，跑去园林城对付一个小小的孟家赘婿，这事若是传了开去，灵武宗和我卫氏的脸还要不要了？宋长风叹息一声，不再多劝，无力地拱手道：那就随宗主的意思吧，老朽这便为宗主领路。宋长风往嘴里塞了一颗丹药，转身便朝着灵峰之外飞去。我灵武宗怎么会有这种胆小怕死的废物东西，竟还让他修炼到了筑基境6品？我宗资源用在他身上根本就是浪费。卫星狂心里鄙视了一声，飞身而起。呵，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山峰上，齐浩缓缓睁开眼眸，嘴角露出一抹冷笑。雷雕回了。齐浩起身淡淡道：立。随着齐浩飞身站到银羽雷雕背上，银羽雷雕一声厉笑，朝着园林城方向暴掠而去。一回齐府，齐浩便传音给中天雷。中天雷很快来到齐浩跟前：家主，您唤老朽何事？玉简中的炼制之法，老朽还没有完全掌握呢。中天雷笑道。齐浩淡笑道：炼气之事先放一放吧，我掐指一算，今日一杀人，就有老种老陪我出去一趟了。中天雷愣然，家主还会掐指算卦，这又有哪个倒霉催的招惹了家主？好脸！中天雷咧嘴一笑，一口应下。从齐浩身上得到诸多好处后，中天雷对齐浩的吩咐再无一丝犹疑。二人朝着西北方向御空而行，很快飞出100里。中天雷眉头微挑，这个方向好像是去灵武宗的方向啊。家主该不会想着直接奔去灵武宗杀人吧？这玩的可就有点大了啊！就在中天雷心里忍不住打鼓时，齐浩淡笑道：我们去下方等着吧，我有感觉今日要死的人马上就要出现了，到时候钟老不用多言，只需听我吩咐，直接突袭其身，给他一锤子。如果一锤子没砸死，那就给他2锤子。中天雷愕然：家主这是让老朽去偷袭对方？齐浩笑道：我也是为了这一片的草木生灵着想啊！你看这一片森林何其葱翠，富有生机，倘若你们正面交手，产生的能量冲击要轰毁多少花花草草，轰死多少只无辜小昆虫啊！既然这来人注定要死，倒不如让他死得干脆点，别让他连累了这里的无辜生灵。中天雷嘴角一抽：搞偷袭就搞偷袭吧，还要说的这么大义凛然？可老朽听家主的就是，只是这要杀的人究竟是谁啊？中天雷笑问道。齐浩笑道：我也不知，只能感觉到有一道杀气向我而来，而此地是其人的必经之地。中天雷眼露震惊，家主居然还能感觉到来自遥远他方的杀气，真有这么玄乎？好，那我们就在此等着。中天雷虽然能感觉到齐浩对他应该有所隐瞒，但也没再多问。如今不管是想杀齐浩的人，还是齐浩想杀的人，那都是他中天雷的死敌。突破金丹境之前，中天雷对东陵域的一些强者还有几分敬畏之心，但如今同为金丹，他心中也有了一些底气。齐浩盘膝闭目，以掌天图关注着魏星狂和宋长风的动向。片刻后，他双目豁然睁开，杀气尽了。待会上空会有2道人影掠过，钟老仙以全力击杀后方之人。齐浩沉声道。中天雷眼眸半眯，右手一伸，云铁锤直握在手，口中应道：好。既然要搞偷袭，中天雷自然不会释放心神之力查看上空动静，心神探空弄不好会被对方感应到，如此便会暴露。刷刷，森林上方蓦然有2道人影自偏北方向御空而来，二人速度很快，须臾间就要从二人头顶飞过。中天雷眼眸凶眯，身形豁然自森林之中暴起冲空。与此同时间，他右手里的云铁锤黑光烁闪，凝聚着一股恐怖的力量，力破苍穹。2式陨星锤去！当他身形冲出森林的那一刹，
云铁锤骤然被他飞掷而出，轰砸向卫星狂。轰！卫星狂在御空之中，正想着一会儿到了园林城要怎么羞辱齐浩呢，忽然感觉下方有动静传来，正想喝怒一声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偷袭他，但低头的瞬间，他却被害得浑身汗毛都炸了开来。天武灵盾，虽然他反应极快，匆促之间第一反应就是释放强大灵力，形成盾体来保护自己，可袭来的锤影速度却是快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天武灵盾尚未完全成型，恐怖的锤影已经轰砸到了他的身前。轰！随着一声恐怖的轰响声，卫星狂周身的灵力瞬息崩散，整个人也被轰得飞向更高空去。同行在前的宋长风被这突然一幕直接吓懵了。堂堂灵武宗宗主，金丹境一品的卫星狂竟然被人一锤子轰飞了，这什么情况？轰！不等宋长风回神逃跑，一记灼热的拳影扑面轰来，宋长风的脑袋瞬息当空爆裂。唰！中天雷身形暴掠而动，朝着卫星狂被轰飞的身体追去。此时的卫星狂其实已经重伤垂死，再无半分战力。一击陨星锤已然将卫星狂这颗狂心毁去了大半生机。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何偷袭本宗？看着暴掠着追空而来的中天雷，七窍流血的卫星狂绝望又不甘地问道。卫星狂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人从下方丢出一锤子砸了个大半死中。天雷冷冷一笑道：你还真是可怜，到死都不知道是谁要你死，告诉本宗你究竟是谁？卫星狂用尽最后的气力嘶吼道：齐家守门人中天雷。中天雷话音一落，一拳迅猛地出，强大的拳劲顷刻将卫星狂的肉身轰爆开去。卫星狂临死前的那一刹，心里终于后悔了，后悔他为什么没有听从宋长风的建议。齐家守门人，显然这个偷袭他的人是齐浩的人。身临下方，齐浩抬手对着上空抓扯2次，2枚带血的储物戒先后落入他手中。这2人的储物戒收藏必然都很不错，齐浩自然不会让他们遗落身灵。唰！中天雷身形一闪，飞落到齐浩身边。他咧嘴笑道：家主果然是算无一策，说今日宜杀人，那就真的宜杀人。这堂堂灵武宗宗主竟就这样轻易地死在了老朽手中。虽然中天雷没有见过卫星狂，但看到宋长风的那一刻，他就猜到了卫星狂的身份。齐浩笑道：卦象虽疑，但主要还是钟老有实力。中天雷哈哈笑道：不，是家主所传的锤法厉害，若是以老朽之前所修的灵功为基，即便是偷袭恐怕也难以偷袭成功。这卫星狂的感知力还是很敏锐的，但陨星锤的速度快到堪称恐怖，这才让他来不及祭出完整的灵盾进行防御。齐浩淡笑道：就算他祭出了完整灵盾，以他的实力也挡不住钟老的一锤之威。钟老莫要低估了自己的实力，以您如今的战力，足可硬汉金丹境3品。中天雷闻言狂喜道：真的？这次是他首次和金丹境交手，对其他的金丹境实力他也不是很了解。齐浩微笑道：自然是真的，这灵武宗内还有一个金丹境3品和一个金丹境5品，等那金丹境3品来寻仇时，钟老正可拿他试试身手。中天雷神色一紧，沉声道：这个老朽知道，金丹境3品的是灵武宗大长老和藏坤，金丹境5品的是魏氏老祖魏远山。家主，这和藏坤老朽或许能够应付，可那魏远山实力雄厚，我们又如何应对呢？齐浩淡笑道：钟老莫急，赶来犯者，除非是我想留他一命，否则没人可以活着离开。中天雷心中震撼不已，连金丹境5品家主竟都不放在眼里，这是有多强的底气啊！家主，老朽其实有一事不明。中天雷干笑道。齐浩微笑道：钟老是想问，既然您可以轻松斩杀卫星狂，我为何要让您偷袭他？是的，老朽想不通，还请家主为老朽解惑。中天雷道：他可不信齐浩真是为了西顾这深山之中的花花草草，原因很简单，如他这种人，一锤砸死就好，省得听他在我面前卖狂，所以偷袭他最是干脆利落。齐浩轻笑道。中天雷愕然，就这原因？他不由尴尬一笑。虽然偷袭得手，卫星狂没机会卖狂了，但他也没机会装了不过，等灵武宗再来人的时候，老朽还是有机会再显摆显摆的。中天雷心里暗道，能在人前显威，那也是修行的一种动力，可不是所有人都有齐浩一般的心境。这是卫星狂和宋长风的储物戒，这是您老的战利品，收着吧。齐浩微微一笑，将刚刚收取的2枚储物戒递向中天雷。中天雷忙道：这使不得啊，人虽然是老朽杀的，但老朽是为家主效力，这好处岂能归老朽一人所得？你杀的人，战利品就归你，往后亦如是，不必多言。
齐浩淡淡道。钟天雷低吸一口气，他真是对齐浩不服都不行啊！这卫星狂作为一宗之主，收藏必然可观至极，可齐浩就这样给了他，这样的家主，谁能不死心塌地？多谢家主，那老朽就收下了。钟天雷郑重道，收下了储物戒，回了。齐浩淡笑一声，返回园林城。卫星狂悄然陨落，在东陵域没有激起半点水花。毕竟任谁也想不到，卫星狂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回城后，钟天雷继续闭关练气，齐浩也回了皇家闭关修炼。次日，季东山便是急奔而回，看着安然无恙的齐府，季东山轻松一口气，还好没回来迟。季东山咧嘴一笑，就算灵武宗杀来，他帮不了多大的忙，但只要他能出上一份力，他便能无愧于心了。季东山是个懂感恩的人，齐浩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才会与之造化。开门，我回来了。季东山朝着大门里喊道。很快，阿南阿北从左右拉开门。季东山笑道，怎么是你们守门？钟老还没出关呢。阿南笑道，钟老早已出关了，如今忙着练气呢。季东山眼神一亮，练气，他可没忘了灵渊秘境里那块阳灵晶石的事，这要是给他的灵剑融入一点阳灵晶石粉，必然能够增幅他不少实力啊。好，你们再帮我看回大门，我先去找趟钟老，然后就回来换你们。季东山笑道。季东山激动地入府，府外不远处一个角落里悄然跟来的白柳星青眉一皱，这傻小子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他在齐家是给齐府看大门的？想到这种可能，白柳星脸皮一阵抽搐。他调教多年的天才弟子，如今竟然沦落到给人看大门了。关键是这弟子还屁颠屁颠一副很乐呵的样子。白柳星以手扶额，这小子是失心疯了吗？还是那齐浩有着什么可以蛊惑人神智的邪门手段？玄枪门，寒冰院。师父，弟子兰陵有急事禀报。寒冰院外，一名身着冰蓝色长裙的青年女子，神色凝重的半弓腰身，朝着院中作礼呼声。院内，罗冰云眼眸微睁，心中暗道，看来是灵武宗那边有动作了。进来吧。兰陵匆步而入。灵武宗有动静了？罗冰云眯眼问道。兰陵凝重点头道，是的，昨日未时，宋长风和卫星狂忽然飞离灵武宗，他们飞往的方向正是朝着园林城去的。罗冰云沉声道，以他们二人的速度，当日就能抵达园林城，此刻那边应该已经有结果了。兰陵低沉道，卫星狂亲自出手，那齐家定是保不住了。罗冰云摇头道，那齐家家主虽然有些狂妄，但却神秘得很，他的背后应该也有强者守护。卫星狂虽然是金丹境，但只是金丹境一品，只有他一个金丹境前去，未必能够讨到什么便宜。兰陵眼眸一闪，道那用不用弟子前往园林城打探一番？罗冰云道，为师和你一起去。他也想早些知道齐浩究竟有没有抗住卫星狂这份压力。你先去一趟疾风院，找你许师叔，让他把许汉山放了吧。罗冰云道，好，弟子这就去。兰陵转身去了疾风院。许汉山随着罗冰云等人回到玄枪门后，许仲刚得知齐浩杀了魏昭，自然不可能再放许汉山离宗。父子二人争吵一番后，许仲刚气得直接把许汉山给关了起来。兰陵来到疾风院，将自己师父的意思转告给了许仲刚。许仲刚微微犹豫了一下，便叹息一声道，让他跟着去一趟也好，如果齐家已经没了，这傻小子就不用再执拗了。若那齐浩真的连卫星狂都挡住了，这小子给齐家当10年护院，那也不算丢人了。许仲刚现在只后悔当初为什么一时脑热，让自己的儿子去挑战齐浩残阳渐落，日暮时分。齐浩一轮修炼结束，心神进入掌天图，以妖灵模式进行查看。虽然卫星狂昨日方才陨落，按道理说灵武宗的人反应没这么快，毕竟当时卫星狂离去时只带上了一个宋长风，并未告诉其他人。但为防有意外发生，齐浩每结束一轮修炼就会进入掌天图查看一次，反正进入掌天图对他也没有什么损耗。西北边倒是没有什么异常，但在园林城内他却发现了一个颇大的灵力光团。这灵力光团的本体应该是个筑基境9品巅峰，而且这个筑基境9品巅峰就在齐府近处，这样的存在齐浩自然要关注一下。且看看是谁。齐浩心神一动，朝着光团所在之处看去。临来客栈天字号客房，雾气蒸腾，白裙轻落，2条白皙的长腿先后轻抬而起，跨入温热的浴桶之中。随着咕咚一声，女子坐入水中，葱白的玉指拈动水花，朝着白净的脖子浇洒。好久没有这样美美的泡个热水澡了。白柳星面含轻笑，眼眸微闭着，将脑勺枕在浴桶边缘，静静地享受着温热裹身的舒适感。季东山进了齐府之后就没再出来，
白柳星也不好直接追进齐府，所以就在附近的临来客栈中住了下来。皇家，齐浩嘴角轻轻抽搐了一下，这女子该不会就是季东山的那个师傅吧？齐浩猜测间，将心神从客房里移出，去了齐府。果然，季东山已经回来了。齐府之中也都是些熟悉的气息，并没有陌生的筑基境酒品。这就意味着季东山的那位师傅要么没跟来，要么就是来了但没住进齐府。看来这洗澡的女人多半就是季东山的师傅了。齐浩不由摸了摸鼻子，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他居然撞见了白柳星在洗澡，这多少有点尴尬了。夫人，你已连着修炼多日了，我陪你出去走走吧。齐浩笑道。黄烟眼神一亮，欣喜道：好啊。自从阵法建成，灵狐之气上涌后，黄烟基本都处于修炼之中。他其实也早想出去走一走了，但一想到齐浩为他创造了这么好的修炼环境，他便不好意思懈怠了。有时候人太懂事了，便容易自苦。那就收工走吧，咱们出去吃点好的。齐浩轻笑道。黄烟嬉笑应着，收工起身。夫妻二人离开皇府后，齐浩笑道：听说临来客栈的吃食不错，我们去尝尝。好。黄烟自然没意见。二人刚进临来客栈坐下，耳边便传来一阵阵刻意压低的私语声。一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一个不知廉耻的骚妹子，确实是绝配了。娇柔，你小声点，我们可得罪不起他们。怕什么？就算他听到了，难不成还能因为我说了几句实话就杀了我吗？你们好歹也都是个家千金，胆子怎么这么小？娇柔，你再这样，我们可就走了。你们谁要是走了，以后就再不是我陆娇柔的姐妹了。娇柔，没必要这样。行了行了，瞧你们怂的，我不说了，行了吧？陆娇柔不屑地撇撇嘴。黄烟的脸色有些难看，虽然陆娇柔没有指名道姓，但他能感觉到这陆娇柔说的就是他和齐浩。齐浩本不在意这些长舌女，但见黄烟有些生气，便站了起来。夫君，算了。黄烟抓住齐浩的手掌，摇头道。齐浩微笑道：都惹你不开心了，怎么能算了呢？也怪为夫平日对园林城里的这些老旧家族太客气了些，以至于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出门的时候就只带了一张臭嘴，连脑子都敢不带了。齐浩的声音丝毫没有遮掩，吓得不远处石桌上的几名年轻女子脸色瞬息煞白，身躯都忍不住抖颤起来。啪！陆娇柔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怒然站起，看向齐浩道：齐浩，你说谁没带脑子出门？齐浩瞥了一眼过去，冷冷的目光在众女脸上一扫，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只要你们每人对陆娇柔掌嘴100下，就可以安然无恙的走了。陆娇柔狰狞笑道：齐浩，我看出门没带脑子的人是你吧？她们可都是我的姐妹。啪！陆娇柔话音刚落，一个响亮的巴掌便抽在了她的脸上。陆娇柔愤怒地捂着右脸，冲着邻座的女子凶吼道：张花月，你干什么？你疯了是不是？这张花月可是和她关系最好的一个啊！陆娇柔，你给我闭嘴！你想死，别拉上我们！你最好乖乖站在这里，让我们挨个打上100个耳光，否则今日我们张家就会联合其他家族一起出手灭了你陆家。张花月怒声道。她刚才就劝过陆娇柔，可这个蠢女人就是不听，现在惹怒了齐浩，那就别怪她不讲闺蜜之情了。她可不想因为一个蠢货连累了自己和自己身后的家族。张花月，你这个贱人！陆娇柔怒吼一声，不仅没接受张花月的威胁，反而挥手一巴掌朝着张花月的脸上扇去。张花月冷哼一声，一掌轰出，不弱的掌力顿时将陆娇柔震退开去，身子被震退，陆娇柔扇出的那一巴掌自然也就落空了。姐妹们，我们交友不慎，今日险些给家族招来大祸，好在齐家主给了我们补救的机会，你们可不要像陆娇柔一样犯蠢。若你们都想安然离去，还请各位姐妹替我按住陆娇柔。张花月沉声道。刷刷，当场便有2女冲向陆娇柔，将她左右双臂按住，折压到背后。宁婉、苏燕，你们这2个贱人，放开我！啪！啊！啪啪！啊！张花月冲过去，甩起手掌就对陆娇柔的脸上一顿猛抽。她100个耳光抽完，陆娇柔半张脸已经肿得老高，嘴角的血水一直挂淌着，着实惨得很。但在场的却没有一人同情她。该你们了。张花月揉了揉自己的右手，对着其他女子道：我来。一个胖乎乎的女子哼声走来。盛南，你下手轻点，别把他打死了。他要是被打死了，我们就没得打了。宁婉提醒道。哦，那我先给他喂颗丹药，让他恢复一点元气。我手中不晓得能不能控制好力道，还是让他吃颗丹药保险一些。铁盛南说着，朝着陆娇柔的嘴里塞了一颗丹药。陆娇柔，今天要是不死，
这颗3品金疮丹，回头你可得还我，我自己都没舍得吃过。铁圣男有些肉疼道：你们！陆娇柔气得想咬人。啪！啊！又是一轮猛抽。等所有人都打完了，陆娇柔一张脸早已肿成了猪头。要不是后面的几个女子在开打之前都给她喂了一颗丹药，弄不好她已经被生生打死了。张花月等人走到齐浩、黄烟跟前，恭敬作礼道：齐家主、黄姐姐，今日真的很对不起。我们虽然和陆娇柔相聚在此，但我们真的没想到她竟敢对2位出言不逊。我们也试图阻止过她，奈何她没有听我们的劝。如今我们已和她断情绝义，自今日之后也绝对不会再和陆家任何人往来。齐浩淡淡道：回去告诉你们的父辈，我齐浩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就该谢天谢地了。再来惹我，一人犯蠢，我亦会诛其全族。张花月等人瞳孔一缩，一人犯蠢，诛其全族，我们一定将其家主的话带到。张花月等人心中虽然是又怕又怒，但面对齐浩这样狠人煞星，他们哪敢犯蠢顶撞。你们可以走了。齐浩摆摆手：多谢齐家主，我们这就告辞了。张花月等人连忙作礼离开，只有陆娇柔一个人萎靡地躺在地上，哀嚎着不清不楚的声音。她不仅嘴肿得老高，牙齿都掉了好几颗。齐浩走到陆娇柔跟前，淡淡道：我知道你是因为孟贤才会出言诋毁我们夫妻2人，但你知道孟贤当初为什么会拒绝你，而想着求娶我夫人吗？为什么？陆娇柔含糊不清地问道。齐浩说的没错，他正是因为孟贤才会诋毁齐浩和黄烟的。他一直喜欢孟贤，奈何孟贤根本看不上他，反而一直想娶黄烟。齐浩淡淡道：因为孟贤不仅看到了你的丑，还早就看清了你的蠢。像你这种又丑又蠢的女人，只要不是个傻子，那都不可能会看上你。而我的夫人，只要是长了眼睛的人，那都能看到她的美和优秀。今日你更是将你的蠢出了极限。你的父亲想必这一刻也在后悔生了你这么个蠢女儿。陆娇柔瞪大着眼睛，想再骂齐浩2句，却猛地胸口一颤，嘴巴大张，一口血水怒喷而出。血水还在喷溅中，陆娇柔瞪大的眼眸里已经失去了光泽。夫人，你说这陆娇柔到底是被我气死的，还是被她自己给蠢死的？齐浩看向黄烟，揶揄问道。黄烟却是俏脸微红，羞声道：夫君，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那是自然。齐浩轻笑一声，牵起黄烟的手掌道：不管任何时候，夫人在我眼中都是最好的，也都会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黄烟心中一甜，夫君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黄烟羞嗔一声，心里却是幸福至极。掌柜的，给我们上你们店里最好的酒菜。齐浩朝着柜台方向淡淡吩咐道：是，小人马上就给齐家主送上小店最好的酒菜。掌柜的赶忙应道。齐浩和黄烟坐回原来的桌子，3楼楼梯口处立着一道人影，从侧面窥视着2人。这青年就是齐浩，此人的性情未免也太凶狠了些。白柳星皱了皱眉，在张花月等人掌国陆娇柔的时候，他听到楼下的动静就出来了。很快，客栈大门方向急匆匆地冲进来一道人影。这人只是扫了一眼地上的陆娇柔，便扑通一声跪在了齐浩夫妇跟前。齐家主，是陆某疏于管教，这才让小女胆大包天，非议您和夫人。您放心，回去之后，陆某便拔了这孽女的舌头，让她以后再不敢乱说话了。陆丰年眼眸惊颤道。陆娇柔不知深浅，陆丰年却知道齐浩有多凶狠。齐浩眼眸微抬，看向陆丰年：陆家主需要致歉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吗？陆丰年神色一颤：难道王尊那小子已经把我卖了？陆丰年脸色煞白，一咬牙连忙道：还有一事，陆某需要向齐家主坦白，就是王尊当初投奔您时，陆某曾暗示让他成为陆某种在齐家的眼线，但陆某可以向天发誓，这么多日陆某从未和王尊再有过联系，因为时至今日，陆某早已清楚，招惹齐家主那就是自寻死路，所以陆某早就把王尊当作一枚弃子了。齐浩淡淡道：你还算坦诚，王尊早已向我禀明了一切，只因你陆家一直也没有什么过分举动，所以我才没有动你陆家。可今天你女儿胆敢辱骂我们夫妇2人，这罪便不能轻饶了。陆丰年忙道：齐家主想怎么惩罚我陆家，陆某都心甘情愿的人，反抗那是必死。陆丰年倒也是个聪明人，所以从进来到现在一直在不要半点尊严的认怂，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陆家不至于被灭门。齐浩淡淡道：那就罚你将陆家所有资财尽数移交齐家，移交之后你陆家人就可以离开园林城了。陆丰年瞳孔一缩，他没想到齐浩居然这么狠，竟要他陆家所有的资财。怎么，你不答应？
齐浩眼眸一眯，露出冷光。陆丰年闻言吓得一颤，忙道：“陆某都答应，齐家主能留我陆家众人性命，陆某已经感激不尽了。带着你女儿的尸体滚吧，稍后秦震和王尊会去陆家与你完成交接。”齐浩淡漠道：“好。”陆丰年应声后，走到陆娇柔的尸体旁，一挥手将她尸体收入储物戒中，随即又对着齐浩躬身做了一礼，这才离去。围观之众不少人心中觉得，这陆丰年未免也太没骨气了，也有一些人则觉得正是陆丰年的这份隐忍，方才保住了陆家众人的性命。对陆丰年的看法虽然不一，但齐浩的凶名和狠辣却是再次深入人心，倒是个不爱管闲事的。齐浩唇角微扬，心里暗道：白柳星在暗中窥看，自然没能逃过齐浩的感知。此时白柳星眼眸微闪间，缓缓下楼，到了1楼，隔着齐浩几张桌子坐了下来。小二，给我来碗面，不要放葱花。白柳星冲着店里的小二喊道。好脸。小二应和一声，钻去厨房。夫君，那女子面生得很，气息我竟是看不透。黄烟小声道。齐浩笑道：想不想认识一下？啊，这黄烟有点懵，这么直接的吗？他是觉得这个女子的出现有些不正常，毕竟他现在已经是筑基境修为，却依然看不透白柳星的修为，这就意味着白柳星的修为定然在他之上。园林城这种小地方，以前可是几乎不会有筑基境强者出现的，如今一个陌生的筑基境来了园林城，黄烟严重怀疑对方就是冲着齐浩来的，所以才小声提醒，希望齐浩能够小心一些。但他没想到齐浩竟想着主动去结识对方。走吧，没事的。齐浩笑道：好，那就去认识一下。黄烟笑道：齐浩不怕事，他作为齐浩的妻子，自然也不能露怯。白柳星眼见齐浩和黄烟朝着自己走来，青眉不由微挑。行至酒桌前，齐浩拉着黄烟直接在白柳星对面坐下，淡笑道：想来我也不用自我介绍了，仙子来到园林城，应该和我有些关系吧？白柳星撇嘴道：你倒是自我感觉很良好，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冲着你来的？齐浩淡笑道：我的感觉一向很准，仙子便是季东山的那位师傅吧？白柳星眉头一挑，讶然道：你怎么知道？是那小子跟你形容过我的样子。白柳星的话无疑也是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既然已经被齐浩找了过来，他也没必要隐瞒身份了。黄烟一愣，这长得跟仙子一样的女子竟然是季东山的师傅，难怪夫君会直接过来了，原来早就猜到了对方的身份。难不成夫君来临来客栈吃饭，本就是冲着他来的？黄烟心里忽然明白了过来。齐浩笑道：季兄弟只跟我说过，他的师傅是一个女子，有着筑基境9品巅峰修为，还有就是似乎厨艺很不错。仙子身上除了厨艺我没看到，但其他2个方面都对上了，所以仙子的身份也就不难猜了。只是我有些疑问，仙子既然跟着来了园林城，为何没随季兄弟去齐家，而是住在这客栈里？莫非是想藏身暗中，慢慢了解我吗？白柳星嘴角一阵抽搐，没想到自己的那点心思被齐浩完全看透了。他却不知道，齐浩不仅看透了他的心思，还看光了他的身子。齐家主，您的菜来了。是上在这一桌，还是上到您原来那一桌？小二端着菜盘子过来，紧张地问道。就放这里吧，不管仙子存着什么心思，既然来了园林城，我理当一尽地主之谊。齐浩微微一笑。小二依言将菜肴放下。白柳星淡淡道：我存的心思正如你刚才所说，就是想待在暗中，看看你齐家主是怎样的一个人。毕竟世人都善伪装，当面很难看清楚一个人。齐浩笑道：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不邀请仙子去祈福小筑了，仙子只管在暗中慢慢了解我好了。白柳星嘴角微抽，他都被发现了，即便不去祈福，也很难窥察到真实的齐浩了吧？你该不会是因为这点事就不欢迎我了吧？白柳星眉头轻挑，忽然问道。齐浩微笑道：我只是比较尊重别人而已。菜也上的差不多了，我先敬仙子一杯。白柳星端起酒杯和齐浩对饮了一杯。我也敬仙子一杯。黄烟端起酒杯起身笑道。白柳星笑道：齐夫人这般年轻就已是筑基境修为，未来必然是前途无量啊。白柳星心里实则震惊得很。一个小小的园林城里，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这么多天才齐浩不过20出头的年纪是筑基境。这黄烟与齐浩差不多年纪，也是筑基境。这等年纪的筑基境，在整个东陵域内那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根据季东山对齐浩的吹捧，白柳星有理由相信，这黄烟之所以能有筑基境的修为，必然有齐浩帮衬之功。看来这齐浩手中确实是掌握着一些奇门手段，可与人造化。白柳星暗道：多谢仙子夸奖，我这点天赋和仙子一比，
那可就差远了呢。黄烟谦虚笑道。白柳星脸色微红，他在黄烟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只是大宗师呢。可齐夫人太谦虚了。白柳星轻笑一声，与黄烟对饮而尽，放下酒盏，他冲齐浩笑道：齐家主，既然我们已经遇见了，我还是想去齐府小住几日，不知齐家主愿不愿意？齐浩笑道：自然可以了，那就叨扰了。白柳星坐里笑道。一顿饭吃喝闲聊，气氛倒也融洽。饭后三人朝着齐家而去。季东山打开门，看到白柳星时忍不住惊喜道：师傅，您是何时来的？怎么还和家主走在了一起？白柳星没好气地瞪了一眼季东山，道：还不是你把齐家主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所以为师就跟着过来见识一下了。季东山咧嘴道：师傅现在已经和家主见过了，那应该相信弟子没有骗人了吧？白柳星点头道：齐家主和齐夫人确实是人中龙凤。齐浩笑道：季兄弟，还是先请你师傅进去吧。东山，领我去见见你母亲，我和她住一起就行。白柳星道：好。季东山自然没意见了。家主，那我先领我师傅去见我母亲。季东山坐礼道：去吧。齐浩微笑应允。季东山带着白柳星去找季有容。齐浩笑道：夫人，正好回了府，我领你去个地方，送你一个小礼物。黄烟眼神一亮，小礼物。齐浩领着黄烟来到小院，带他进入了凌渊秘境之中。黄烟自是一阵惊讶，他没想到齐浩的这间小院竟然可以直通秘境空间，这里就是凌渊秘境。齐浩笑道：啊，凌渊秘境的入口怎么会在齐家？黄烟惊愣道。齐浩笑道：本来不在这里，我布置了一个转空阵法，所以可以直接从小院之中进出凌渊秘境。夫君，你也太厉害了吧！据我所知，那些大宗名下掌握的秘境也都只能从特定的入口处进出呢。黄烟满目崇拜地说道。齐浩轻笑道：在为夫跟前，他们又算什么大宗，不过是一群井底之蛙罢了。齐浩说完，一手揽住黄烟的小蛮腰，御空而起，飞跃数十里。齐浩眼露轻笑，左手一指山林中飞奔中的一道白影，笑道：夫人可喜欢那头白狼？夫君难道是要把那头白狼送给我当礼物？黄烟眼眸放光，激动不已道。齐浩笑道：就是不知道这白狼有没有这个福分给我夫人当灵兽了。倘若他不愿意，为夫便剥了他的狼皮，将狼皮炼成一件防御宝衣，作为礼物送给夫人也成。黄烟忙道：夫君，我还是更想要活的。好。齐浩一笑，这事儿他也只能尽力了。灵兽认主，纵是他也无法强行为之，那妖魂印只能由灵兽自己将之从妖魂海当中祭出，强行摄取只会让妖魂海爆裂开去。二人说话间，已经来到白狼头顶上空。白狼惊恐不已，他已经玩命狂奔，没想到还是被这个人类给追上了。别跑了，给我夫人当灵兽，你不亏。只要你肯乖乖认主，不仅可以离开这处秘境，见识外面更广阔的天地，他日我还会助你缔结妖丹，甚至凝聚妖婴，化身人形。狂奔中白狼眼眸一震，缔结妖丹，凝聚妖婴，这大饼画的真馋狼。你们4个之中，地灵精甲虫因为顽固和愚蠢被我所杀，他的一身妖元已然被我的灵兽所炼化，妖身也变成了一坨坨的鸟粪。黑灵虎就很聪明了，他选择了乖乖臣服。如今的他不仅在外面享受着自由，还能日日吃上妖元丹，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缔结妖丹了。这就是选择不同，结果不同。如果你再跑，我就默认你和地灵精甲虫是一种选择了。是。狂奔中的白狼猛然急停下来，那一双狼眸惶恐之中又带着些许恼怒之意。齐浩淡笑道：把妖魂印交出来吧，认我夫人为主，我保你将来至少可以修炼至元阴境。你应该很清楚，以你的白狼之身，正常修炼的话，最多只能修炼到金丹境9品巅峰而已。但我有妖族秘法，可助你突破妖身极限，凝聚妖婴。嗷呜！白狼仰头轻笑一声，随即一头迷你小狼从他的头顶飞出。黄烟激动道：夫君，他这是同意做我的灵兽了吗？对，你将一抹心神之力融入进他的妖魂印当中，以后就能一念控其生死，成为其主人。但夫人须记着，你们虽是主仆，但认主灵兽，很多时候便如手足一般，要尽量善待他。齐浩微笑道：真正忠诚于主人的灵兽和被奴役的灵兽，在战斗的时候表现是完全不同的。有些被奴役的不堪忍受的灵兽，在一些危险的情况中，甚至会选择拉上主人一起死，但忠诚的灵兽则会选择替主人挡下致命的一击。灵兽有志，很多时候已与人无异。黄烟忙道：夫君，我一定会善待他的，毕竟灵兽可稀罕着呢。
而且你看他这一身雪白的毛发，多好看，多可爱啊！齐浩笑道：“他这皮毛确实挺好看，但可爱就未必了。这可是筑基境9品巅峰的白狼，獠牙一路，吃人都不用吐骨头的。”黄烟惊道：“他是筑基境9品巅峰？去完成认主吧。”齐浩笑道。黄烟震惊不已，筑基境9品巅峰的白狼，竟然被他夫君几句话就吓得乖乖臣服。夫君真实的实力到底是有多强啊？黄烟低吸一口气，一抹心神散发出来，朝着白狼的妖魂印当中融入进去。完成认主后，齐浩便带着黄烟离开了灵渊秘境。虽然灵渊秘境中的灵气比外面浓郁很多，但却无法和皇家小院里相比。夫人，你回去后可以将白狼放出，让他也在你院子里修行。他这刚认主，估计心里头还有些不甘，总要给他点甜头尝尝。出来后，齐浩笑道。黄烟笑道：“好，那我就先回去了。”黄烟离开后，齐浩便传音给了秦震和王尊，让他们2人去陆家，自己则是盘膝坐下，心神进入掌天图内。白柳星随着季东山来到季有容的院子后，便将季东山支开了。此刻院中，季有容和白柳星围着石桌相对而坐。白柳星查看了一下季有容的身体情况后，激动道：“小姐，你的经脉和丹田竟真的恢复了大半。”季有容笑道：“是啊，我也没想到，我这丹田之伤竟真有完全恢复的可能。能遇见其家主，是我们母子的造化。”白柳星眼眶忍不住通红起来，哽声道：“这真是太好了。”季有容温柔地笑了笑，抬手摸了摸白柳星的脸，道：“这些年苦了你了。”白柳星连忙摇头道：“柳星不苦，当年要不是小姐，柳星早就死了。柳星只恨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还是筑基境，没法帮小姐和季家报仇。”季有容神情一颤，缓缓收回手掌。他收回手掌的过程中，右手用力握成拳头。只要我能够重铸丹田，报仇之事就还有希望。但这件事你切记不要跟东山提及，哪怕是将来我回去报仇时，你也不要告诉他。季有容沉声道。白柳星忙道：“小姐，东山他已经长大了，而且如今投靠了齐浩，也不再需要我这个师傅了。所以小姐回去时一定要带上柳星一起。”季有容摇头道：“不，这是我自己的仇，我自己回去便可。即便东山已经长大成人，但他身边依旧需要有人照顾。万一我出事，他的身边至少还有你这个师傅，不至于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唰！白柳星猛地站起来，紧咬着嘴唇道：“小姐，我不答应。无论如何，我都要和你一起回去。如果小姐不肯答应柳星这个请求，那我一定会告诉东山，他那个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畜生。”季有容脸色一变，声音微斥道：“柳星，你这是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也是，如今我就是一个废人了，早不是什么季家的大小姐了。你不听我的话也是正常。”“小姐。”白柳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哽声道：“柳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啊，柳星只是不想让小姐一个人去冒险啊。”季有容抿了抿，眼眶也有些发红。他岂能不明白柳星的心意？但他又怎么能够带着白柳星一起去涉险呢？他低吸一口气，狠着心肠道：“你若不是这样想的，那就听我的话，替我好好照顾东山。柳星，你知道的，如今我相信且能信的人就只有你了。”“小姐。”白柳星哭红了眼，还想再求季有容，却被季有容沉声打断道：“你早些离开齐府吧。齐家主虽待我们母子不错，但他这个人聪明神慧，一双眸子如能看穿一切，我担心你逗留在此会被他看出什么异常来。还有，这里毕竟是齐家，你这样哭闹也是不妥，赶紧起来吧。”白柳星连忙起身，着急道：“小姐，你别赶柳星走。之前在东陵城，小姐担心惹人注意，不让我留在身边。那时候小姐身边没什么危险，柳星离远点也就离远点了。可如今这齐家得罪了灵武宗，随时可能会爆发危险，柳星是绝对不会在这时候离开小姐的。”季有容道：“放心吧，虽然我不知道齐家主有什么依仗，但他应该能应付灵武宗，否则他也不会杀了魏昭，还敢留在这里了。”白柳星道：“就算他有依仗，能够护得住齐家，可若真在齐家爆发了大战，他未必能够护得住所有人。柳星可以走，但那也要等灵武宗的事情解决之后，柳星才会离开。你……”季有容见白柳星眼神坚决，想要斥责，最终却只能化作一声轻叹：“哎，罢了，那你就小住几日吧，估计灵武宗的报复也就在这几日之间了。”季有容可不知道，灵武宗的报复已经来过了，只不过还没到园林城，就被齐浩带着钟天雷截住了。小院里，齐浩淡笑着睁开眼眸，没想到这季有容和白柳星之间竟是主仆关系。这季有容以前究竟是什么身份？这季家应该不是东陵域内的势力，
这白柳星重情重义，资质也还不错，倒是不错的见识人选。齐浩心中暗道：家主，许护院回来了。这时院外传来李靖的声音。齐浩并不意外，淡笑道：就只有他一人来了吗？李靖一愣，看了看身后的许汉山，问道：许护院，你是一个人来的吗？许汉山抓了抓脑门子，干笑道：对啊，可不就我一个人吗？齐浩背负双手从院中走出，淡笑道：我还以为玄枪门的人会不放心你一人前来呢。既然你如约而至，那从明天开始就担起齐府护院的职责吧。许汉山拱手道：这个你放心，我既然来了，往后10年我就是齐家的护院，也一定会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事。齐浩点点头道：李靖，你给许护院安排个住处吧。等一下。许汉山轻咳道：那个，我问一句啊，灵武宗的人没来找你麻烦吗？我可是听说了，魏新狂已经知道魏昭死在你手里的事情了。李靖脸色大变，魏新狂已经知道了，那灵武宗岂不是很快就要杀来了？家主，要不您先出去避一避？李靖连忙建议道。齐浩淡笑道：避什么避？魏新狂若赶来，那就让他们父子团聚好了。李靖和许汉山都听懵了，那可是魏新狂啊，也是能随便杀的。你牛！许汉山回神后，朝着齐浩竖了个大拇指。不管齐浩能不能扛住魏新狂的报复，单是敢说这样的话，许汉山就很服。毕竟这样的狂言他是没底气说出来的。李靖见齐浩这么有信心的样子，也不再劝说了，对许汉山道：许护院，随我来吧。许汉山咧嘴一笑，拱手作礼道：有劳。二人走开后，齐浩淡笑道：魏新狂昨日刚有动作，罗冰云今日就来了园林城，看来他是一直在关注着灵武宗的动静了。之前发现白柳星的时候，齐浩就发现了另外3颗灵团正朝园林城靠近过来，随意扫了一眼，见是罗冰云、许汉山以及一个陌生女子后，就没在意了。许汉山住处有了安排后，以出去采办一些生活用品为借口离开了齐府。巧合的是，罗冰云、兰陵2人住的也是灵来客栈。他们刚到客栈，就听说了齐浩虐杀陆家之女陆娇柔的事情。师傅，这齐浩未免也太凶残了，那陆娇柔不过就是说了他2句，他竟就让与陆娇柔同行的另外6名女子每人打了他100个耳光，最后不仅把人活活气死了，还夺了整个陆家的家业，这也太霸道欺人了。客房内，兰陵皱眉冷沉道。罗冰云的反应则是有些平淡，他淡淡道：他连魏昭都敢随手杀死，欺负一个陆家又算什么稀奇事？后面如果和他照了面，你切莫和他生出争执。这人目空一切，狂妄至极，身边又有筑基境9重巅峰的强者，以我们师徒的实力可惹不起他，我们也没必要为了一个无关的陆家鸣不平。兰陵低吸一口气，点头道：弟子明白。弟子只是在替汉山师弟担心，他若真在齐家待上10年，还不得被这齐浩给带坏了。罗冰云眯眼道：这魏新狂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竟然还没到园林城。早知这样，我便不领那个憨货过来了。兰陵也是奇怪道：是啊，按照魏新狂和宋长风的速度，昨日就该到了才是，可园林城的人并没有看到一点动静啊。罗冰云道：那魏新狂许是被什么事情耽误了吧？又或者他是先去了别处，但他是和宋长风一起离开的灵武宗，最终的目的地必然是园林城无疑。我们在此等上几日便是。兰陵应道：罗师叔。这时外面传来许汉山的声音，兰陵连忙去开了门。汉山师弟，那齐浩没有为难你吧？兰陵关心地问道。许汉山一愣：齐家主为何要为难我啊？罗冰云眉头一挑，问道：他就没问你为何隔了这么久才回来？许汉山摇头道：没问，他就问了一句，我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说我是一个人来的。罗冰云脸色微变，当即心神探查出去，在周围没有感觉到可疑的气息后，他方才松了一口气。看来他也就是随口一问，并没有怀疑什么，否则的话应该会派人跟着你。罗冰云道。许汉山抓了抓脑门子，不解道：师叔，其实我有点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的出现啊？难道就因为齐家主和灵武宗不对付？可这是他们之间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罗冰云笑道：跟我们是没什么关系，但魏昭身死，事情已经闹大了，如果这时候我们出现在齐家，容易被魏新狂攀咬，说成是我们和齐浩合谋一起杀的魏昭，到时候宗门就会卷入麻烦之中，所以有些事能避就避吧。许汉山摇头道：你们会不会想的太多了？我听着就觉得脑壳疼。罗冰云笑道：你之后就在齐家好好待着就行了，也不用去管这些事。如果齐家没能挡住魏新狂，你就亮出自己的身份，魏新狂知道你的身份后，应该不会对你出手的。许汉山道：我觉得齐家应该能挡住魏新狂。罗冰云讶然：你为何这么觉得？
莫非你在齐家见到什么很厉害的人了？许汉山摇头道：那倒没见着，但齐家主说，要是魏新狂赶来，他就让魏新狂和魏昭父子团聚。罗宾云瞳孔一张，兰陵也是惊震的张了张小嘴。这齐浩哪来这么大的底气？他要是真的连魏新狂也敢杀死的话，那就说明他的靠山实力绝对不只是金丹境一品。灵武宗最强的人是金丹境五品修为的魏氏老祖魏远山，难道说这齐家之中一直隐藏着一个修为在金丹境五品之上的强者？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真有这样的强者，又怎会匿居在一座小小的园林城之中？罗宾云深吸一口气道：但愿不是这样，若真是这样，以齐浩此人的凶性，东陵域的往后可就真的不太平了。兰陵一惊，师父是担心齐浩击溃灵武宗后，还会借助那位强者的力量向我们其他宗动手。罗宾云沉声道：虽然我不想以恶意去揣测他，但齐浩这个人手段太过狠辣，性子又霸道，他若真掌握着强大的实力，对整个东陵域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如今我们和他并无怨仇，也不能只凭这些猜测就将他当作仇敌看待。先在暗中看着他和灵武宗之间的这场博弈，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再说吧。兰陵点头道：师父说的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便不去交好，也不能轻易和他树敌。许汉山道：我觉着你们想的太多了，这一直以来齐浩对付的人，那都是算计他或者是主动找他麻烦的人，也没见过他无缘无故的欺负过什么人啊。难不成有人找你们麻烦的时候，你们都是笑呵呵的劝人家别来找麻烦吗？只要是能打得过的，那不都是还以颜色，狠狠教训对方一顿的？罗宾云、兰陵闻言微微一愣，师徒二人脸上竟都有些烫热之感。汉山，你先回去吧，若没有什么大事，你后面也不用来找我们了，我们待几日也就回去了。罗宾云轻咳道。许汉山虽然很多时候都是一副憨憨的样子，但刚才那一番话却让他这个院长忽然有一点羞愧和尴尬之感。是啊，齐浩虽然很辣，但这份狠辣都是用在那些找他麻烦的人身上，别人若是来找他的麻烦，他好像也不会客气。那行，我就先回去了。许汉山说了句坐里退去，兰陵也跟着回了自己的客房，并让店家送去一桶热汤，美美的泡了一澡。其家小院里，齐浩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白柳星、许汉山都是第一天入住齐府，齐浩作为家主，自当礼遇，便邀请了二人以及季有容、季东山共进了晚餐。餐后众人散去，齐浩也准备回皇家继续修炼。齐家主，这时白柳星却是去而复返。齐浩笑道：白仙子找我何事？白柳星脸上挂着一抹无奈的说道：方才东山和我说，如果我想在齐府常住，就得找个活干，不知这齐府之中有什么活儿是适合我干的？齐浩笑道：齐府的确不养闲人，但白仙子若只打算住上个10天半个月的，那就只需遵享客人之道，不必做什么活的。白柳星眼眸微动道：若我想留得更久呢？齐浩微笑道：那就要参与进齐府的事务之中了，毕竟在齐府不需做活的就只有2种人。白柳星眼眸一动：哪2种人？男主人和女主人。齐浩揶揄笑道：白柳星，这齐浩是在调戏他吗？你还是说说看，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吧？白柳星轻哼道。齐浩笑道：季兄弟说白仙子厨艺不错，可以进后厨当我齐府的厨娘。什么？让我给你们当厨娘？白柳星惊恼道：这个混小子，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虽然他厨艺是不错，但他好歹也是筑基境9品巅峰的强者，怎么能沦落进厨房当厨娘？齐浩淡笑道：白仙子若不想当厨娘，我也不勉强，但你若想长留在齐府，那便需要一个正当的身份。除了分担府中杂物之外，我瞧着还有一个身份挺适合白仙子的，就是不知道白仙子愿不愿意了。白柳星眉头一挑：什么身份？做我的剑士。齐浩微笑道。白柳星神色顿时一阴：剑士？你说让我给你当剑士？剑士就是剑修的侍者，这和给人当丫鬟没多大的区别，只不过一般来说，剑士都是有一定修为在身的。齐浩轻笑道：白仙子心中定然觉得，你一个筑基境9品巅峰的剑修，我哪配让你当剑士？是也不是？白柳星沉声道：没错，就算你是齐府的主人家，你这要求也属实太过分了些。我若不是看在东山的面子上，我根本就不会来。齐浩笑道：白仙子的想法是人之常情，但恕我直言，白仙子能做我的剑士，其实才是白仙子这一生中最大的造化与机遇。呵呵。白柳星冷笑了一声：这齐浩是真狂。齐浩微笑道：白仙子是剑修，我亦是，不如我们切磋一场。倘若白仙子能赢我，白仙子想在齐府住多久，
便住多久，连着继兄弟也可免去守门之职，永远白享我欺负一切资源。倘若是我赢了，白仙子就做我的剑士，如何？白柳星皱了皱眉，有些犹豫。剑士可不像看大门，剑士与剑主的关系正常都是伴随一生的。这赌约看似他是占便宜的，毕竟他乃是筑基境9品巅峰的剑修，而根据季东山所言，齐浩踏入筑基境连1个月还没到呢。可这赌注未免也太大了，我不跟你赌，这里头肯定有诈。白柳星哼声道。齐浩嘴角一抽，这女人还挺难忽悠。齐浩摇头一笑，没想到白仙子作为一名筑基境9品巅峰的剑修，竟是这般胆小，如此胆弱，倒也不配做我的剑士了。这事就当我没提过好了。明日一早，白仙子记得去后厨报道。我还有事，就不陪白仙子瞎耽误了。胆小、不配、瞎耽误，一个个刺耳的词汇刺激着白柳星的神经，让她精致绝美的脸庞一阵阵抽搐。你等等，我跟你赌，但条件得改一改。白柳星气怒道。齐浩唇角一扬，心里暗笑，终究还是年轻了些，被刺激2句就失去了冷静。白柳星的真实年龄虽然也有30几岁了，但这个年龄在拥有2世记忆的齐浩面前却依旧太年轻了。白仙子要怎么改？齐浩嘴上笑问道。白柳星哼声道，若我输了，我可以当你的剑士，但倘若是我赢了，你也得给我做剑士。齐浩揶揄道。这女剑修身边带着男剑士，名声可不太好听啊。白柳星脸色一红，哼声道，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让你当剑士，也只是让你老老实实当剑士而已，可没存什么别的心思，你也休要多想。他心里暗道，等你小子成了我的剑士，看你还能怎么狂。齐浩一笑，白仙子的条件我答应了，白仙子可以出手了。白柳星一愣，就在这里打，你不怕我毁了你的院子？齐浩笑道，无妨，白仙子只管全力出手。白柳星眉头一皱，这齐浩的口气未免也太狂了。就算齐浩得到的传承不简单，可他毕竟是筑基境9品巅峰强者啊，如此口气未免也太不拿他当回事了。必须给这小子一点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做人还是要谦虚一些的。白柳星心头一冷，周身一股强悍的剑气轰然暴涌而出。那我可出手了。唰，下一刻他身形猛地一闪，剑与剑气齐至齐浩身前。白柳星的剑亦是一柄05阶长剑，而且还是一柄05中阶长剑。剑身刺出间，表面上的剑气如同水流般顺畅地冲涌而出，其中的道道剑气恰似万千密集的钢针，汇成一条狂奔的溪河，直冲齐浩身躯。齐浩淡淡一笑，竟只是右手食指与中指一并，随手挥出一道白光剑气。轰！剑气斜滑，迅猛至刚，轰然间便轻易地将白柳星的溪河剑印一斩爆散。这怎么可能？白柳星大惊失色。虽然这一剑他并没有使出全部力量，但也用了70%之力。这一剑的威力，正常情况下足以将一名筑基境7品瞬息重创，甚至是斩杀了。出剑之前，他还在想着，倘若齐浩不敌，他就及时偏离剑锋，削下齐浩一缕断发，吓他一下，就当是给了教训了。可现在这种结果，他是完全没办法接受啊！齐浩身子都没动，就是抬了个手，仅凭一道看似细弱的剑气，便将凝聚着他70%之力的溪河剑印给斩爆了。白仙子，你认真一点啊！这场赌战可是关乎到你的未来呢。齐浩眯眼笑道。白柳星嘴角一顿抽搐，他都用上70%之力了，还叫不认真吗？你不是才突破进筑基境没多久吗？怎么可能这么强的？白柳星问道，心里忽然有点后悔了，自己不是已经拒绝了吗？怎么被激了一下又答应了呢？现在好了，感觉像是赢不了了。齐浩能够轻描淡写的挥手化解他的70%之力，就算他使出10%力量，那意义也不大了。齐浩眉头一挑，白仙子，你是听谁说我是才突破境的筑基境？你莫不是被人忽悠了吧？我踏入筑基境可都已经快1个月了。白柳星脸皮一抖，1个月很久吗？白柳星气恼地把灵剑一收，瞪目问道，你老实说，你现在究竟是筑基境几品？我不信一个筑基境1品能够如此轻松地击散我的溪河剑印。齐浩笑道，你把剑收起来做什么？难道是打算认输了？白柳星没好气道，再打下去也不过是被你戏弄罢了。你这人简直是太坏了，故意坑我上当。但你总要让我说个明白，至少你要告诉我你真正的修为境界。白柳星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所以也不想再自取其辱。齐浩轻笑道，你即将成为我的剑士，也该知道我的真实修为。我如今的修为确实不是筑基境1品，而是筑基境7品。白柳星脸色一黑，所以你之前的突破动静就是故意弄出来骗人的。
为的就是让别人误以为你是刚刚踏入的筑基境，好对你掉以轻心，是不是？你这人真是好阴险啊！得知齐昊是筑基境7品，白柳心的心里总算是平衡了许多。虽然齐昊差了他2品境界，但如果所修功法品皆比他更强，也能够弥补实力之差。齐昊能够治愈季有容的经脉和丹田，还能让他的弟子季东山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推崇，这些都足以说明齐昊深修的功法不简单。齐昊轻笑道：“这你可冤枉我了，当时的突破就是真的。只不过这近1个月的时间，我的修为总要有点提升吧？哪能一直停留在筑基境1品？”白柳心翻了翻白眼：“你骗鬼呢？不到1个月的时间，你能从筑基境1品提升到筑基境7品？就算是先帝转世重修，那也不能这么快的。”齐昊笑道：“你怎么知道先帝转世重修不能这么快的？我当然是随口说的，这世上也不可能会有什么转世重修。”白柳心轻哼道。齐昊笑道：“这个就不争论了，但你既然认输了，是不是该履行赌约了？”白柳心眼眸一转道：“赌约我可以履行，但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齐昊皱了皱眉：“认输了还想加条件？”白柳心脸上一热道：“我的条件不会让你太为难的，要不你先听听。”齐昊淡淡道：“那我就先听听。”白柳心抿嘴道：“我有个仇家，实力很强，我可以履行赌约，成为你的剑士，但在将来你不能阻止我去报仇。”齐昊心里明白，这白柳心的仇家其实就是季有容的仇家，他也是见白柳心对季有容赤胆忠心，这才想着把白柳心挖过来变成自己的剑士。齐昊所修行的剑道，剑士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前世身边就追随着72名强大剑士。怎么样，能答应吗？白柳心有些紧张地问道。他已经认输了，从身份上来说，他已经是齐昊的剑士，齐昊则是他的剑主了。如果齐昊真的不答应，他也没有办法。齐昊笑道：“你继承我的人，我怎会让你一直背负着仇恨而活？所以在实力允许的情况下，我自然会让你去报仇。”白柳心闻言一喜，连忙道：“既然你答应了，那我愿赌服输，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剑士。但我只是剑士，可以侍奉你的衣食住行，陪你练剑，但那些事情你可别想。”你说的那些事情是哪些事情？齐昊揶揄问道。白柳心脸色一红，哼声道：“你一个成过婚的人，会不明白我的意思？”齐昊笑道：“哦，原来你说的是那些事啊。这个你放心，只要你不愿意，我自不会勉强你的。但我觉得时间久了，你自己恐怕会忍不住的。”狗屁！白柳心面红耳赤的张口喝道。齐昊瞪了他一眼，提醒道：“你现在可是我的剑士了，以后说话要注意点，否则便是不懂尊卑了。”白柳心哼声道：“那你也要有个正经剑主的样子，我这个年纪都够让你喊我一声姨娘了，你以后不许再跟我说这些混话。”齐昊心中暗笑，武道修行，莫说10几岁的年龄差距，就算是相差几百上千岁，只要驻颜有术，那都不是问题。来吧，跟我进屋。”齐昊淡笑道。白柳心眼眸金瞪，恼道：“进屋做什么？你可别想，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妥协的。”齐昊白了他一眼，不屑道：“你长得是不错，但也别把自己想得太有魅力了。做我的剑士和做别人的剑士是有些不同之处，但区别并不是在床上。”白柳心脸色通红，这个齐昊看着年纪也不大，怎么那些羞人的虎狼之词张口就出？快点！齐昊也没再客气，自己当先朝着屋里走去的同时，声音里也微带呵斥语气。白柳心一咬牙跟了过去。白柳心走进屋内时，齐昊已经盘膝坐在了地上。“盘膝坐我面前。”齐昊淡淡道。白柳心有些狐疑，难不成这齐昊是要传授他功法？他一言坐了下来。齐昊盯着白柳心，眯眼道：“白柳心，你既赌输了，也愿认赌服输，那自今日起，你这一生都是我的剑士了。”白柳心眼眸一颤，微咬红唇道：“放心，我白柳心说话作数，你不必重申。”齐昊冷沉道：“这不是重申，是警告，亦是命令与威胁。他日你若生出背叛之心，必受万箭剐身之刑，最终死无完尸，形神俱灭。”白柳心心中一紧，看着此时的齐昊，他心中莫名的有些恐惧。这一刻的齐昊让他感觉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就是给你当剑士吗？你有必要说的这么吓人吗？白柳心苦笑道。齐昊淡淡道：“做我的剑士，不仅是你命运的蜕变，从此之后，你与我之间亦是将息息相关，绑定终生。我自当郑重相告，你也当牢记于心。我不想白费功夫，你也莫要罔顾自己的性命。”“好，我记住了便是。”白柳心郑重道。若齐昊真能助他变强，让他有机会帮季有容报了大仇，他给齐昊当一生的剑士，
那又何妨你放松身体，我要为你种下风铃禁印。齐浩淡淡道。白柳星脸色一变，为何要种下风铃禁印？齐浩冷沉道，身为剑士，对剑主之言不可有所犹疑。这第一次我便不计较了，倘若再犯，必有罚。如果你不能早点适应自己的新身份，吃苦的会是你自己。白柳星忍不住眼眶一红，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把自己给卖了，这给齐浩当剑士，好像比给别人当丫鬟还不自在啊。行，谁让我技不如人，输给你了呢？你来吧。白柳星郁闷一声，放松身体，眼眸微闭起来。只要齐浩别是兽性大发，要毁他的清白之身，其他的就随便吧。齐浩见状，心里也是有些无语。女人是好，但他看着也不像是那种会随便玩弄女人的人吧。他双手抬起，飞速凝结灵力，随即两手各自并指如剑，迅速在白柳星身上点动起来。白柳星脸色浮起一片红晕，齐浩的手指有几次都差点戳到他的敏感部位了。你的灵力暂时被我封印了，接下来我会在你的丹田之中种下一道我的元剑气，这道元剑气不会伤害你，反而会助你淬炼自身剑气，令你的剑气更加纯凝灵力。齐浩淡淡道。白柳星眼眸猛地睁开，惊声道，这岂不是等于将我的性命从此交付到了你的手上？齐浩说的好听，但白柳星也不傻，他人的剑气种在了他的丹田里，就算有所裨益，但也是致命的威胁啊！只需齐浩一念心动，引爆元剑气，他轻则丹田损裂，重则便是瞬息爆体而亡啊！齐浩淡淡道，剑士的命本来就属于剑主。白柳星脸色难看，咬着红唇道，齐浩，你和东山不是兄弟吗？能不能看在他的面子上，别给我种元剑气？齐浩淡淡道，我与季东山是有些交情，但我的剑士必须被种下我的元剑气，否则我要你何用？齐浩收剑士可不是为了剑士伺候自己的，他的剑士真正要伺候的乃是他种在剑士丹田内的元剑气。所谓元剑气，便是齐浩所凝练的一道本元剑气。这道本元剑气可以帮助剑士淬炼剑气，强化剑气，但同时也会吸收剑士的部分剑气，壮大本元剑气。除此外，在作战之时，因为元剑气的关系，他更可以和剑士之身完美组成剑阵，御敌杀敌。白柳星见齐浩似是铁了心，眼眶一时再次通红起来。一次赌约，自己这是把命都卖了，他不再多言，只是闭紧了双目，两行清泪随着眼角闭合被挤入滚落。齐浩淡淡道，你现在感觉到的不安和不甘，是因为你对我还不够了解，不过没关系，你有的是时间慢慢来了解和接受。言罢，齐浩从丹田的灵剑胎中抽取一道本源剑气来，剑气游离在他的指尖，朝着白柳星的小腹处贴合过去。噗嗤！啊！一声撕裂的声响，剑气刺破白柳星腹部的衣物，刺透他的肌肤，钻入他的丹田之中。白柳星的嘴里一时忍不住发出一声痛呼。忍耐片刻，我的元剑气还需要和你的气息完成相融，唯有如此，往后修行，你的剑气和灵力才不会和元剑气相斥。齐浩淡淡道。白柳星小嘴一抿，也不答话，显然他心里是很生气的。齐浩唇角一扬，忽然发现这白柳星闭着眼抿着小嘴生气的样子还挺可爱，都30多岁的女人了，这性子还像个小女孩似的。他心里暗笑，白柳星虽然30多岁，但14岁就和季有容带着襁褓中的季东山一起逃到了东陵域。之后为了更好的隐藏身份，不引起他人的注意，季有容定居东陵城，白柳星则隐藏在东陵城外的岳灵峰上修炼，同时暗中照应季有容母子。当时的季有容身负重伤，也只有待在东陵城才能买到一些勉强可以压制伤势的药材。后来季东山长大一些，才被白柳星收为弟子，静心教导。白柳星在岳灵峰一待便是20年，几乎未曾涉世，除了季东山，基本没和外人打过交道。正因为这些，才使得他的心性并没能跟上身体和年龄的成熟程度。约莫1炷香后，齐浩方才缓缓移开剑指，并且以造化之力愈合了白柳星腹部的细小伤口。随后他解开白柳星身上的风铃禁印，一瞬间，白柳星只觉得周身灵力如同潮水般涌动起来，竟比先前活跃了数倍。他美眸之中微露讶然，但却没说什么。现在我传你一套剑诀，往后你就修炼我传你的剑诀，但这套剑诀只能你自己修炼，可听明白了？齐浩淡漠叮嘱道。白柳星轻哼道，现在我的命都被你握在手上了，你说的话我能不听吗？齐浩淡淡道，都是成人年了，莫要再说小孩子的气话，武道悠长，孰好孰坏，你有的是时间慢慢体悟。嗡！齐浩抬指点在白柳星的眉心上，随即一股灵石力量朝着白柳星的魂海之中涌去。白柳星不敢对抗，小心翼翼地接受其中信息。很快，他的眼眸猛地爆瞪，
离天剑诀，这是什么品阶的剑诀？感觉好强大。他忍不住惊呼问道。齐昊传给他的剑诀竟比季有容传他的05高阶剑诀还要强大无数倍，只是微微感应，他便觉得自己的魂海要被离天剑诀中所蕴藏的恐怖剑意给吞噬了一般。齐昊淡淡道，你只需知道，这离天剑诀绝对是整个仙灵大陆上都无有能与之相较的顶级剑诀即可。现在我送你去灵渊秘境，你好好参悟，约莫半个月后你就可以准备结丹了。白柳星狂喜道，结丹？你确定我半个月后就能结丹？齐昊皱眉道，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喜欢在我面前反复作问？难道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白柳星脸色涨红道，不是你说的不够清楚，是你说的话让人太难以相信了。那你现在信不信？齐昊撇嘴道。白柳星抿嘴露出一抹笑意，如果是被传离天剑诀之前，那他肯定是不信的，但现在他觉得齐昊应该没有骗他。难怪东山说跟着齐昊能得大造化，没想到还真是这样。若是能够顺利结丹，再把离天剑诀中的那些强大剑招学会，他日定可相助小姐报仇了。白柳星激动不已。齐昊瞧着脸上偷偷露着笑意的白柳星，揶揄问道，现在是不是觉得把命卖给我似乎也不算太亏了？白柳星脸一红，哼声道，我还是觉得亏，但谁让我赌输了，没办法，只能认了。齐昊翻了翻白眼，没想到你这红润润的小嘴竟和死鸭子的嘴一样硬。出去吧，我送你去灵渊秘境。白柳星有些气恼，自己这红润润的小嘴怎么就像死鸭子的嘴了？二人走出房屋，来到院子。齐昊心神一动，阵门涌现。白柳星惊道，秘境的入口就在你的院子里。齐昊没回答，只是伸手一拉，将白柳星推进了阵门之中。往前80里有灵瀑悬壁，你就在那儿修炼。齐昊的声音灌入白柳星的耳中，随后他挥手散去阵门。白柳星须闭关几日，季夫人无庸担心。一道魂音传入季有容的耳中，季有容一脸讶然，白柳星刚到齐府，怎么就忽然要闭关了？而且齐昊为什么会传音给他？难道他已经看出来我和柳星之间的关系不一般了？还是只是因为柳星与我同住，所以他才告知我一声的？季有容心中狐疑，却又不好前去多问。但齐昊传音后，白柳星不归，他倒也不用担心了。齐昊回了皇家，院子里的白狼怯怯地看了一眼齐昊，跑去角落里趴伏如狗。齐昊淡笑道，此间灵气比灵渊秘境更为精纯，你好好修炼一阵子，待你体内的妖元更凝练一些，我便助你结丹。白狼眼神一亮，连忙点头。齐昊一挥手，将银羽雷雕放了出来。不需齐昊吩咐，银羽雷雕便寻了一处地方，蹲伏在地，进入修炼状态。齐昊这才推门进屋。黄烟美目轻抬，收弓起身，笑意相迎。夫人，双修一番否？齐昊握上黄烟的手掌，轻笑问道。黄烟俏脸一红，羞笑应道，愿君多采撷。齐昊哈哈一笑，抱起黄烟便朝床榻走去。佳期和娇柔，郎君启用偷。转眼10多日过去，齐家众人皆在安稳修炼之中度过。临来客栈中的罗宾云和兰陵则是有点懵了，难不成宋长风根本就没和魏新狂提过魏昭的事？可宋长风的弟子明明都去有踪问过魏昭的行踪了啊，这说明魏昭迟迟未归，宋长风已经感到不妙，心中急了，那他又是怎么敢继续瞒着魏新狂的？罗宾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如果宋长风想继续隐瞒，那便绝对不敢和魏新狂贴得这么近。再者，少宗主出事，姿势体大，宋长风正常情况下也是绝对不敢隐瞒的。师父，您说这魏新狂和宋长风会不会已经没了？兰陵想到一种可能。罗宾云闻言一惊，道：你的意思是他来过，却被齐昊悄无声息地杀死了？这不能吧？魏新狂好歹也是一名金丹境一品强者，怎么可能会死得悄无声息的，连一点战斗波动都没有激荡出来？兰陵苦笑道：虽然弟子也觉得不太可能，但眼下这种情况又怎么解释？要不我们回去一趟，让陆师妹去灵武宗探探情况，看看魏新狂在不在灵武宗内。罗宾云摇头道：这显得太刻意了，如果魏新狂真死了，魏家那个老家伙必然愤怒，所以还是不要把红英牵扯进来了。魏家和齐家的事，我们只要在暗中关注即可。兰陵嗯了一声道：那我们还是继续留在园林城吗？罗宾云道：就在客房中以临时修炼吧，虽然慢点，但也不能白耗着。这一日，齐昊结束修炼，带着黄烟一起回了一趟齐家。进入齐府的时候，黄烟眼神微动，问向齐昊：夫君，你说我如今的实力能打得过许护院吗？齐昊笑道：你对他那不是吊打吗？啊！
我和许护院只是差了一品修为，可我修炼的功法那么厉害，怎么还是打不过他？黄烟有些郁闷道。齐浩一把搂紧黄烟的小细腰，抬手刮了一下黄烟的鼻子，哈哈笑道：为夫说的是你吊打他，而不是被他吊打。这样一会你们就切磋一下，让他给我夫人长点自信。黄烟眼神一亮，真的吗？那太好了，我正愁着一直只顾着提升修为，但却始终没有实战经验呢。齐浩笑道：走，这便找他去。季东山在一边听到了，连忙激动道：家主夫人，我能跟过去观战吗？一起来吧。齐浩笑着答应。很快，除了还在练气的钟天雷以及闭关修炼中的白柳星，齐家为数不多的人几乎都聚到了中庭大院。夫人竟要和许护院对战，这许护院可是筑基境4品修为啊。是啊，而且许护院出身玄枪门，一身实力那是相当强大啊。出身玄枪门又怎么了？连我们都得到了家主赐予的功法，夫人还不是尽得家主真传？我估摸着夫人早已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完成筑基了啊。夫人都筑基了，还真是谁和家主走得近，谁就能得到大造化啊。那是，你也不想想，几个月前你敢想你这辈子能够成为一名宗师？嘿，以前哪敢想啊。不说我这资质本就一般，就是孟家每个月发的那几颗灵石，又能炼出几缕元气啊。要我说，咱们之中最聪明的还是李哥和秦老。你看他们二人现在一个大宗师3品，一个大宗师9品巅峰，眼瞅着秦老都要筑基了。而那些当初离开的宗师客卿，如今还是宗师境。我更是听说上次临来客栈的时候，有几家把当初投奔他们的宗师客卿都给撵走了啊。这么惨的吗？惨吗？谁让他们当初有眼无珠要走的？现在城里那些家族一个个都为家主如虎，哪敢再继续收留从齐家走出去的人？场中许汉山抓了抓脑袋，瞥了一眼齐浩，迟疑道：家主，您确定让我和夫人对战吗？我一旦出手，可是没轻没重，万一伤了夫人，你把自己顾好就行了。我能以筑基境3品胜你，我夫人便也行。齐浩淡笑道。许汉山眉头一扬，那可我要好好向夫人讨教一番了。咚！许汉山右手一伸，长枪枪尾落地，发出厚重咚响之声。黄烟右手一伸，掌心里出现一柄反武高阶长剑。反武剑兵。许汉山一愣，黄烟笑道：先凑合着用用，等终老出关，我就有灵剑了。许汉山迟疑道：我本就比夫人高1品修为，再以灵枪为战的话，那便更不公平了，容我换一杆长枪。不必，纵你手握灵枪，我亦有信心胜你。你出手吧。黄烟淡然自信道。他的信心一部分源于自己，一部分源于齐浩。齐浩说他能赢，那就一定能赢。许汉山眉头一挑，好，既然夫人这么有信心，那我便全力出手了。许汉山沉声道。他已经输给了齐浩，这次可不能再输给齐浩的媳妇了，要不然他这个玄枪门天才的脸可就丢大了。许汉山在玄枪门中乃是5大妖孽之一，其天才之名几乎整个东陵域的人都有耳闻。轰！许汉山气势一显，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体内轰涌而出，随即流转其身，形成强烈的灵罡之气。出招吧。黄烟眼眸一眯，手持长剑，剑尖向前一指，追风枪。唰！许汉山脚下重步一踏，一枪爆刺而出。他脚步一起，身如炮弹射出，枪尖上爆发出一道凌厉锐芒。好迅猛的速度，好凌厉的一枪，不愧是玄枪门的高徒。一众护卫不由惊呼，也不知夫人能否接下这一枪。众人正期待时，黄烟眼神一凝，右脚轻迈而出，早已蓄势待发的剑身嗡然一颤，一道光华自剑身之上爆闪而出，微剑黄影。笑！呼啸的剑气自剑身冲出的瞬间，竟是化作一头金黄的巨大鸟影扑向许汉山。许汉山瞳孔猛地狂缩，握枪的右手顿觉一沉，下一刻他怒咬钢牙，神色微睁，继续冲步刺枪。任凭你行化百怪，都敌不过我这一枪风采，给我破！许汉山怒吼一声，枪尖上锐芒爆闪，刺向扑来的金黄之影。轰！金黄之影双翅向内一裹，翅尖如同双刃合并，爆轰出密集如流的恐怖剑气。这些剑气其色如金，爆发出强大的穿透之力，瞬息间便将许汉山枪尖之上的枪芒威势尽数破去。许汉山大惊失色，正欲侧身急退，枪身上的金芒剑气却是直冲苍穹，在100米长空之上轰然爆散，化作漫天金色流霞。砰！许汉山一屁股坐在地上，平时珍爱无比的长枪摔在地上哐当作响。他那高大伟岸的身躯这一刻却是忍不住颤抖着。夫人，咱这还是切磋吗？您这是差点杀了我啊！
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跟您和家主切磋了。许汉山差点都哭了。刚才那一刹，他甚至感觉到自己就要被那些金色的强大剑气给轰成一地碎尸了。幸好剑气及时流转，冲向了苍穹，否则他恐怕连抽身都来不及。齐府内的所有人这一刻都是惊骇地看着黄烟。家主厉害，他们都知道，没想到夫人的实力竟是也如此的恐怖。黄烟这一刻一脸的歉疚，连忙收起长剑，欠身作礼道：许护院，真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这一剑的威力这么强，我这是第一次出手，也不知道轻重啊。幸好你没事，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这才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果然是吊打许汉山啊。他是又激动又后怕，万一刚才他没来得及将剑气引向上方，那此刻的许汉山岂不是碎成了一地？齐浩轻笑道：不愧是我的夫人，这实力太厉害了。黄烟羞瞪了一眼齐浩，道：夫君，你就别取笑我了，我刚才都吓死了，差点就铸成大错了。齐浩笑道：怎么会呢，这不是有为夫在吗？即便你没能及时引走剑气，我也可保许护院安全无事。众人再次骇然，刚才那种情况，家主还能来得及救下许护院？你们夫妇俩真是一个比一个妖孽，我求求你们了，以后不要再拿我试招了，行不行？我是来给你们当护院的，不是来给你们虐菜的。许汉山气恼道。齐浩笑道：这不能怪我啊，我这不是听说你是玄枪门内的5大妖孽之一，实力绝强，那肯定是一块极好的试金石啊，谁成想你连我夫人一剑都没能接住。许汉山真想骂人啊，虽然只是一剑，可这一剑是正常人能轰出来的一剑吗？夫人，我就问您，刚才那一剑是不是您最强的一剑了？许汉山问道。黄烟摇头道：不是，刚才那一剑名曰微剑黄影，是基础剑式，黄影祭出之后才是连连杀招，那些杀招我一招都还没使。行，您别说了，给我留点脸面吧。许汉山苦笑道。都散了吧。齐浩轻笑道。李靖、王尊等人连忙躬身作礼，带着震撼退下。季东山摸了摸鼻子，冲着许汉山道：许护院，要不改天我们也切磋一下？你放心，我的实力绝对没有夫人那么强。许汉山苦笑道：你们是不是看我老实，就非得逮着我一个老实人可劲的欺负啊？季东山干笑道：这不是只有你的修为和我最接近吗？我拒绝。许汉山气恼道：欺负人就会欺负人，他也再不能给玄枪门丢人了。齐浩揶揄道：要不我传你一套枪法，帮你提升实力。可你虽然是我齐府的护院，但你终究是玄枪门的弟子，我愿意传你枪法，你也不能随便学啊。许汉山眼眸一亮：你要是真愿意传我一套更厉害的枪法，我明天就回去，让我父亲把我逐出师门，我回来就拜你为师。齐浩的妖孽许汉山早就看到了，如今他又看到了黄烟的强大，他哪能不知道这都是源自齐浩的传授？毕竟黄家可没有如此强大的剑道传承。齐浩淡笑道：那你明天就回去吧，跟着我确实能比你在玄枪门学到的更多。许汉山大喜：好，那我也不等明天了，我现在就回去。说完，他抓起长枪就往外冲，把外面那2个也带走，顺便告诉他们，有些人他们再也等不到了。齐浩笑喊道。许汉山眼眸一震，原来家主早都知道了。他脸色涨红，也没应话，低头跑出了齐府。季东山眉头轻挑，疑惑道：家主，这许汉山就算离开了玄枪门，那也是许仲刚的儿子，您真要传他仙武阶的枪法？齐浩淡笑道：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真能忠于齐府10年，我留他又有什么意义？之前与他定下赌约，将他留在齐府，本也是看中了他的资质，只要他接下来能如你们一般忠于齐府，这栽培也就值了。季东山躬身作礼道：家主的这份心胸当真是无人可及。齐浩笑道：别拍马屁，如今你见他已成，接下来就好好提升修为吧。没有实力的忠诚，最多也就能替我挡下对手一剑而已，所以我希望你们都能变得更强，唯有如此才能与我同抵风雨，踏向仙灵最巅峰。踏向仙灵最巅峰。季东山心头一震，没想到家主对他竟有这么高的期望，东山一定好好努力。季东山郑重道。齐浩微笑道：去吧。季东山作礼退下。夫人，我们回院里。齐浩轻笑间牵起黄烟的小手，黄烟心中甜蜜无比。齐浩宠他爱他，还帮他变得这么强大，当初成婚时齐浩那点小心机留下的隔阂，这一刻尽数消散一空。回到院子，齐浩带着黄烟直接进入了灵渊秘境。灵瀑之侧，白柳星周身剑气环绕，灵力磅礴汇聚，感觉到有人靠近过来，他双目猛地一睁。不错，10多天的功夫，剑气已经锤炼纯凝，可以冲击金丹境了。
齐浩与黄烟并肩飞身而来。白柳星神色一喜，收弓起身，作礼道：“柳星见过剑主，见过夫人。”黄烟讶然地看了一眼齐浩，齐浩笑道：“夫人，前些日子我已将白柳星收为剑士。”黄烟有些愕然，虽然白柳星长得是不错，可这年纪应该有30好几了吧？夫君还收这么大年纪的剑士？黄烟20出头，白柳星这个年纪的女子，在他眼里已经是个老阿姨了，夫君喜欢就好。黄烟柔声一笑。白柳星一愣，黄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齐浩喜欢就好？他是清清白白的剑士，可不是通房丫鬟啊。齐浩揶揄一笑，也没替白柳星解释，只道：“那就原地坐下，好好观摩吧。我先接个单，给你打个样。”白柳星震惊道：“你也要接单？你不是才住激进7品吗？”齐浩眉头一掀：“你都不记日子的了吗？那已经是10多天前的事了。”白柳星，黄烟掩嘴一笑，心里暗笑：“夫君这话也太气人了吧！”白柳星彻底服了，10多天的时间，从筑激进7品提升筑激进9品巅峰，而且这不需要沉淀的时间就直接冲击金丹，这齐浩到底是个什么妖孽啊？夫人，你也用心看着，毕竟用不了多久，你也要结丹呢。齐浩笑道。黄烟笑道：“嫣儿定当用心观摩。”齐浩一笑，不再多言。黄烟乖巧懂事，倒也不用他太过操心。齐浩本可以在皇家突破，那样甚至更便利一些，但在灵渊秘境之中突破，他还能照应白柳星1、2。如今他体内灵力积蓄已满，再有前世经验，结丹对他而言不会有半点疏漏，一切必将水到渠成。随着齐浩盘膝静坐，他周身的灵力豁然开始磅礴涌动起来，无数恐怖的剑气从他体内咆哮而出，飞旋头顶。黄烟和白柳星忍不住诧异，这结丹不都是收缩灵力，炼灵为实，从而内蕴金丹吗？这齐浩怎么将一身灵力和剑气全都释放到外面来了？大道万法各有其术，寻常结丹多为内蕴之法，而我这结丹之术则为外炼之术。术曰万炼金丹。外炼金丹相比内蕴金丹，虽然难度更大，但却可以最大强度的锤炼灵力，将灵力化实到极致。齐浩口中淡笑而言，双手却在飞速翻转结印。这娴熟的结印手法看起来完全不像是第一次结丹。随着印法联动，他周身磅礴的灵力尽皆疯狂聚向头顶上空，汇成一团庞大的灵雾。炼！齐浩低喝间，灵雾之中闪烁起如电光华，噼啪作响，阵阵收缩。隐隐间，灵雾之中渐渐生出一道道如丝流光，穿梭其中。这么快就有灵力化实了？白柳星惊呼一声：“白姑娘，小声些，莫要惊扰了我夫君。”黄烟连忙提醒道：“哦。”白柳星赶忙捂住嘴巴。轰轰轰！齐浩手中印法不停，头顶上方的灵力光丝也是越来越多，灵雾则是在锤炼之中渐渐变得稀薄。那些消失的灵雾自然都是被锤炼成了灵力光丝。仅仅一炷香后，齐浩头顶便是成片的灵力光丝，再无一丝物态灵力，已经完全化实了。接下来就要凝丹了吗？白柳星心中激动道。轰！可让白柳星没想到的是，随着齐浩手印一变，那些灵力光丝竟然尽数崩散开去，再次化成了大片灵雾。而这一次灵雾之形明显比之前小了一圈。这是化石失败了。白柳星一愣，黄烟也有些焦急。齐浩淡笑道：“所谓万炼金丹，自然不可能只锤炼到这种程度。一旦金丹结成，便如数定型，难再更改。故而在结丹之前，必须尽可能的反复锤炼灵力，使之愈发刚猛坚实，如同炼气淬其精，百炼为钢，千炼为金，万炼生其华。以不同强度的灵力所结成的金丹，对后续修炼的速度以及战力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之后你们结丹的时候，也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锤炼灵力。”眼见齐浩还能轻松传授经验，黄烟和白柳星这才安心下来。很快灵雾再次化丝，这一次每一道灵丝都显得更加凝实，富有光泽。轰！当所有灵雾再次化丝，齐浩又一次将灵丝崩散，全部反雾，然后再次锤炼成丝。白柳星低吸一口气，也只有这外炼之术才能这样反复锤炼灵力。若是以内蕴之法结丹，谁的丹田能经得住这么造啊？恐怕金丹还没结成，丹田就先爆了。反复之间，白柳星和黄烟已经不记得齐浩锤炼多少次灵力了，他们只看见齐浩此刻的灵力一道道如同金丝般坚实有力。差不多了。齐浩唇角微扬，手印一变，玄武头顶的无数金丝开始旋转聚拢，很快便形成一个金色茧球。茧球在飞速旋转之中不断收缩凝实，最终化为一颗拳头大小的金色圆珠。齐浩仰头张口一吸，金色圆珠坠落口中，最终沉寂丹田。轰！刹那间，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齐浩体内暴涌而出，气冲数千米。恭喜夫君成功缔结金丹，恭喜剑主踏入金丹境。黄烟、白柳星兴奋作礼，恭贺道。齐浩轻笑道：“不过就是结个金丹罢了，你们也都可以的。”白柳星激动道：“剑主，那我现在可以尝试结丹了吗？”齐浩淡笑道：“你开始吧。夫人，我带你去个地方。”白柳星脸色一红，连忙道：“剑主，你不帮我看着点，我怕我不行啊。你放手去结丹，我就在不远处。”齐浩淡笑一声，牵起黄烟的小手，朝着西边掠去。那个四象天臂阵，以他现在的实力，已是翻手可破。看着齐浩携其远去，白柳星郁闷不已。他还以为齐浩会帮他护法，随时指点呢。夫君，结丹可是大事，白姑娘又没有经验，你真不守着她？黄烟柔声问道。齐浩笑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凡事都要我盯着，这修行之路，他也别往后走了。”黄烟俏脸一红，道：“我不管，我结丹的时候，夫君可得守着，要不然我害怕。”齐浩哈哈一笑：“夫人结丹的时候，那我肯定得守着。”嘻嘻。黄烟心中一甜。很快，二人来到大阵笼罩的小院前。黄烟讶然道：“这里竟然有个院子。”齐浩笑道：“秘境本有主，有院子也不奇怪。这院子里有不少不错的灵材，待我破了这四象天臂阵，正好用那些灵材之力巩固一番修为。夫人，你且后退一些。”黄烟连忙退后。轰！齐浩周身气势一涌，下一刻，无数剑气嗖嗖窜出，化为400道凝实剑影，环绕在他身旁。如今这剑影不仅比当初多了100道，而且每一道剑影都愈发宽大和凝实了。剑影中心处更有一道金线纵贯剑影。黄烟瞧着被400剑影环身的齐浩，震撼地张大了小嘴。如此神奇的一幕，他何曾见过？看来夫君所修的剑诀比我的黄影剑仙诀还要厉害许多。也不知夫君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些强大传承，他背后的那位靠山又究竟是何其恐怖的存在？剑龙冲！黄烟心中震惊之时，齐浩剑指朝着四象天臂阵猛然一点，顷刻之间，400剑影汇成一股剑影洪流，如同狂龙一般，轰然撞击在四象天臂阵上。轰！剧烈的轰隆声中，四象天臂阵轰然崩裂开去。剑龙归！顷刻间，剑影回流，嗖嗖没入齐浩体内，归回丹田剑胎之中。夫人，进去瞧瞧。齐浩笑着朝黄烟招了招手。哦。黄烟回神过来，满眼崇拜地来到齐浩身边。夫君，你刚才那剑招真厉害，我站在你身后都能感觉到一种可怕的微迫感。这若是正面相对，那微迫感岂不是能直接碾死人？黄烟道。齐浩轻笑道：“这就是极致淬灵的好处。我虽是金丹境一品，但论灵力的精粹程度以及攻击性，哪怕是金丹境5品也不及我。”黄烟眼神一亮，道：“那我也要好好淬灵，即便不能做到如夫君这般强横，但作为夫君的妻子，我也不能给夫君丢人。”齐浩笑道：“每个人的极限不同，等你结丹的时候千炼即可。万炼之术对你太过勉强，过犹不及，反而容易出事。”黄烟点头道：“好，那我就尽力做到千炼。”齐浩一笑，朝着小院中走去。远处，妖刀螳螂一脸垂涎，可却根本不敢靠近过来。以前的齐浩，他都不是对手，更何况是踏入了金丹境的齐浩。这些都是1000年份以及100年份的灵材，你瞧着有喜欢的就收起来。齐浩笑道。黄烟眼眸微闪，脸色微热道：“夫君，我有灵狐助力修行，倒是不需要这些灵材，但我想摘几株灵材，孝敬一下爷爷和我爹娘他们，行吗？”齐浩眉头一皱，板着脸道：“你说行不行？”黄烟见齐浩这样子，顿时心里一慌，忙道：“啊，是我贪心了，这些灵材都太珍贵了。”齐浩两手抬起，捏住黄烟两边的腮帮子，两眼直瞪着黄烟猛深的眸子，笑骂道：“你这傻妮子，这有什么不行的？你父即我父，你娘即我娘，孝敬他们本是理所应当之事。这样，我摘走几株我需要的，其他的你都收起来，你想送谁便送谁。”夫君，你刚才都吓死我了！黄烟气恼地握起小拳拳，轻而急地敲着齐浩的胸口。齐浩乐得阵阵大笑。3日后，齐浩3人方才从灵渊秘境之中出来。齐浩结丹不过用了1个多时辰，白柳星却足足用了近3天，但这已经让白柳星欣喜不已了。他完全没想到，只用3天，他就完成了淬灵和结丹。要知道，东陵域内最快结丹的人，从准备冲境到完成突破，那也用了小半年的时间。跟着齐浩修行准备阶段，直接就省去了。不过没有齐浩在身边护法，
白柳星的外练淬灵只进行到了600练，便不敢继续了。但即便是600练，地劫的金丹也比寻常金丹强了10多倍。当初中天雷结丹之时，齐浩并没有传授这外练之术，一则那时候他无法亲自演示，二来中天雷与他毕竟只是从属关系，这种关系的忠诚度完全看人品，齐浩自然会有所保留。白柳星就不一样了，剑士与剑主的关系乃是相连一生，至死方忠。因为元剑气的关系，更可以说所有的剑士都是齐浩的一部分，齐浩自然会优待一些。没人知道元灵城在悄无声息之中又多了2名金丹境强者。转眼又是一阵岁月过去，灵武宗的报复依旧没来。魏新狂也没想到，他活着的时候还算有点名气，死了不仅没有一场像样的葬礼，甚至连死了都没几个人知道一身金丹骨，荒凉掩身灵。寂寂又凄凄这一日，秦震恭敬立于齐浩跟前，提醒道：家主，后日便是元郎城齐家大少齐征的大婚之日了，您要回齐家一趟吗？齐浩眯了眯眼，淡笑道：虽然不想浪费这个时间，但齐家那边确实也有些恩怨需要了断，便借着这次机会回去看看吧。他这一世父母的灵位还在元郎城齐家，这次回去正好可以将父母的灵位接到元灵城来。当初他要带走父母的灵位，却被齐家的人严词拒绝了，这一次他倒要看看齐家的人还敢阻拦否。秦震道：那老朽去准备一些贺礼。齐浩摆手道：当年我从齐家离开时，连一颗灵石都没能带走，如今我回去也不必带什么。秦震一愣，他原以为家主多少会准备一点贺礼，哪怕只是为了做个样子。好，那老朽就什么都不准备了。秦震笑道：元郎城距离元灵城虽有数百里，但对于如今的齐浩而言，用不了半炷香便可抵达，所以他也不着急出发。家主，练成了，老朽练成了。一阵狂喜的大笑声中，头发糟乱的中天雷一路狂奔到齐浩跟前。闭关练气多日的中天雷终于是出关了。秦震瞧着此刻中天雷的模样，忍不住偏头偷笑。中天雷不止头发糟乱，脸上更是黑黢黢的一片，身上的衣服也散发着一股味道。家主，您要的那2柄特殊剑兵可是太难炼制了，尤其是炼制过程中，每柄剑身都需要烙印7749道灵纹，以老朽金丹境的修为，都险些被累虚脱了啊！您这活可真不是人干的。中天雷虽然嘴上在抱怨着，可他的脸上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狂喜，因为这种特殊剑兵炼成之后，他有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也填补了他炼气生涯中的一项空白。齐浩揶揄一笑：钟老辛苦了，但我可不就是怕辛苦，所以这才将这门手艺传给您了吗？这种辛苦，老朽愿意替家主受一辈子，哈哈。中天雷大笑一声，右手一伸，2柄微微泛金的剑兵出现在他手中。这剑兵和普通剑兵相比，看上去短了一些，不足3尺之长，单从外观倒是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但若以心神之力探入其中，便会发现这2柄剑兵之内竟另成一片空间，其内悬浮着49道强大灵纹。齐浩一边从中天雷手中接过2柄剑兵，一边淡笑道：这种特殊剑兵名曰飞剑，需以特殊的剑道法门催使，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这2柄飞剑，钟老可有为他们命名？中天雷忙道：上尉，这飞剑既然是家主使用，还是请家主为他们赐名吧。齐浩微微一笑道：再好听的名字也就是个叫法。曾经我有个故人，他手里有2柄飞剑，一约初1，一约15，我便觉着不错，不如就捡个现成的吧。我左手这柄飞剑以后就叫初1，右手这柄便叫15。初1、15。中天雷闻言先是一愣，随后猛地眼神一亮，哈哈笑道：这名字好啊，虽然看着普通，但躲得过初1，躲不过15，双剑齐出，必可伤敌啊。齐浩笑道：钟老说的没错，取得便是这寓意。钟老且去洗漱一番，好好休息一夜吧，我也去炼化一下这2柄飞剑，明日一早带您去瞧瞧这飞剑的威力。中天雷欣喜道：好。对了，这柄蛟灵剑也已重新炼制，添加了阳灵晶10粉之后，已是极品灵武剑兵了。齐浩微微一笑：如此夫人也能有一柄像样的剑兵了。你们退下吧。中天雷和秦震退下，齐浩转身回屋内，他以剑气割破手指，2滴鲜血分别滴落在初1和15的剑身上。惊奇的是，鲜血落在剑身上，竟是瞬息被吸收，随即爆发2片红芒。练！齐浩眼眸一眯，心神之力分作2股，朝着初1和15之中轰入进去。飞剑滴血可运灵，炼之可认主，收发由心。炼化飞剑对于齐浩而言自不是什么难事，不到半个时辰，初1、15两柄飞剑便化作2道流光，没入齐浩体内，悬浮在金丹之上，剑胎两侧。次日一早，
齐浩便以魂音将钟天雷和白柳新唤至身前。钟天雷激动道：“家主，咱们去哪里试飞剑的威力？”白柳星眉头一挑：“飞剑？这是什么剑？难不成是自己会飞的剑？”齐浩淡笑道：“我掐指一算，此去西北460里，最易是剑。”钟天雷瞳孔一缩：“西北460里，那不是灵武宗所在吗？家主这是要拿灵武宗试剑？家主，灵武宗内可是有金丹境五品的，咱们要不要再从长计议一下？”钟天雷煞白着脸，干笑道：“虽然他现在对齐浩是言听计从，灵武宗内毕竟还有2名金丹境强者坐镇，而且一个是金丹境3品，另一个更是金丹境5品。以他的实力，倒是能够勉强挡住金丹境3品的何藏坤。可那魏远山，他就算是豁出性命，那也挡不住阿白柳星。”这时候才意识到齐浩是要对灵武宗出手了，他连忙道：“剑主，虽然您已入金丹境，可毕竟是刚刚突破的，为了稳妥起见，要不我们再等等。”啥？钟天雷眼珠子惊瞪起来：“白姑娘，你刚才说什么？你说家主已经踏入金丹境了？”白柳辛苦笑道：“钟老，您能不能不要如此一惊一乍的？剑主要去灵武宗，我本来就有点心慌，被你这猛生一下，我这心里更慌了。”钟天雷哈哈大笑道：“家主都已经是金丹境了，那还慌个屁啊！以咱家主的战力，就算是刚刚突破境的金丹境，那也可无惧魏远山那老了。”钟天雷可没有忘记，当初齐浩以筑基境3品修为，便能力战4大筑基境9品巅峰灵兽。虽然金丹境之间相差1品，实力差距更大一些，但如果是1对1的话，钟天雷对齐浩还是极有信心的。更何况飞剑之威，他虽然还没有看到，但初1和15都是他亲手炼制的，自然能感受到这2柄飞剑比寻常极品灵剑更具威能。齐浩淡然一笑，也该让灵武宗的人知道他们宗主的死讯了。虽然齐浩踏入金丹境后，灵武宗早已算不上是什么威胁了，但灵武宗的报复迟早会来，与其被动等待，倒不如主动出击，把这个麻烦给平了。如此往后一段岁月，他也能专注吸收灵狐之力，不再被这些琐事所扰。3人俱是金丹境，御空飞行，速度极快，400余里，不过斩查即至。灵武宗所在的灵峰山前，3道人影疾飞而来，不知来我灵宗峰前者是何方道友？低沉的苍老声音自灵武宗内震响而出，一时间，整个灵武宗的弟子齐齐震惊，抬头看向灵峰外的天空。唰！身穿一袭灰白长袍的老者跃空而上，双目凝重地盯向齐浩3人。是大长老。这3人的出现，竟让大长老出关了。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啊？不知道，但应该挺厉害的，毕竟不是什么人都能让大长老现身的。灵武宗的弟子们纷纷猜测着，对齐浩3人的身份很是好奇。可下一刻，整个灵武宗的人脸都变了。齐浩唇角微扬，揶揄笑道：“我名齐浩，你们的少宗主魏昭以及宗主魏心狂，皆是死于我手。我一直在等着你们去找我报仇，可你们一直没出现，所以我只能自己过来了。”什么？少宗主和宗主都被杀了？这怎么可能？虽然宗主我们平时难以见到，但少宗主却能经常看到。如今好像是有段日子没看到少宗主了。这人说的该不会是真的吧？灵武宗弟子们震惊之余，议论之声不由鼎沸起来。是他，是齐家那个齐浩，他竟然找上灵武宗来了。一个院子里，4个断腿的青年男女惊恐地指着虚空上的齐浩，大叫道：“你们说，师傅会不会也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了？师傅要是没了，以后我们可怎么办啊？没有师傅的庇护，我们肯定是要被送下山，自生自灭的。”宋长风的几个弟子不由惊恐地颤抖起来，眼里充满了绝望。此刻的何藏坤瞳孔一阵怒张，他怒吸一口气，阴沉道：“我宗宗主，当真已经陨落你手？你又究竟是什么人？和我灵武宗又有何怨仇？”齐浩淡淡道：“他死了也有半个月了，可笑你们居然一点不知。至于我和魏氏父子的怨仇，说起来有点繁杂，我也不打算和你们多解释。我今日来只是为了和魏氏做个了断的。你去请魏远山出关吧，魏氏做的孽，我也只需让魏氏来承担。若你想替魏氏强出头，我也不介意送你去和魏心狂父子泉下相聚。”何藏坤心中一震，这小子好狂的口气，可他若没有足够的底气，又岂敢来我宗前叫嚣？看来果真是来者不善了。何藏坤沉声道：“此事重大，确实需要老祖亲自处理。你且等着，老夫这边去请老祖出关。”齐浩淡笑道：“去吧，别让我等太久。”何藏坤转身飞回灵武宗内，灵武宗的一众内门长老们纷纷抱掠而动，聚到何藏坤身边。“大长老，您觉得这人说的是真的吗？大长老，您能看清这3人都是什么修为吗？”
都给老夫住嘴！老夫问你们，你们谁识得此人？他和少宗主、宗主之间究竟又有何怨仇？何藏坤怒声道：现在宗主和少宗主死了，他却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一众长老们面面相觑，随即都是大摇其头。知道魏昭和齐浩之间恩怨的那些长老，如今都已经死了。毕超凡呢？他怎么没在？还有刘庚、吴善、宋长风，这些人怎么也都没在？何藏坤眉头一皱，忽然发现长老群里少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一名长老惊颤道：之前少宗主前往玄枪门，便是毕长老、刘长老他们陪着的。少宗主离宗之后就一直没回来，这些长老也都一样。另一名长老道：半个月前，老朽看到宗主和宋长老一起突然离宗而去，但他们为何离宗，老朽就不知道了。何藏坤脸色煞白，看来那虚空上的青年没有骗他，少宗主和宗主应该是已经没了，那些不见了的长老们多半也是没了。何藏坤倒吸一口凉气，灵武宗立宗至今还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大事啊！你们去稳住宗内人心，老夫去请老祖出关。何藏坤丢下一句话，便连忙飞跃向魏远山闭关之地。临风前的虚空上，钟天雷不解问道：家主，为何要让那何藏坤去请魏远山出关？我们直接杀过去不就得了？齐浩摇头道：这灵武宗上有数千弟子，他们之中的大多人都是无辜的修行者，如无必要，我也不想多造杀戮。白柳星讶然，没想到齐浩还有如此心善一面。那待会交手，他们要帮着魏远山呢？钟天雷问道。齐浩瞥了一眼钟天雷，淡淡道：交战之前可论善恶，一旦出手便只需分清立场，与我为敌者，杀无赦。钟天雷咧嘴道：明白了。轰！灵武宗内一处高阁中猛然爆发出恐怖的气息来，随即一道白发怒张的老者纵空一闪，瞬息出现在林峰之前的虚空。你们当真杀了我儿星狂与孙儿魏昭？老者赤红着双目，怒吼问道。齐浩淡淡道：他二人罪有应得，你要为他们报仇吗？魏远山脸庞狰狞道：你杀了我儿子和孙儿，居然还问老夫要不要报仇？小子，老夫不管你有多大的来头，今日你都必须要给我和孙儿血债血偿。齐浩点头道：意料之中的选择，毕竟至亲血仇不可不报，这也是我主动来找你做个了断的原因。魏远山脸皮一阵抽搐，在这东陵域竟然有人在杀了他的儿子和孙儿后，还敢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他面前，主动要做个了断。老夫闭关60年，竟不知如今的后生已经狂成了你这般模样。好，很好，那你便准备受死吧。魏远山怒极笑道。齐浩淡淡道：你魏氏无德寻死，但我有怜悯无辜之心，所以就由你我二人一战，了断这一切吧，你看如何？魏远山怒笑道：你休想，不仅你要死，这二人也得死，还有与你相关的所有人，但凡老夫能查到的都得死。齐浩冷笑道：你果然也是个该死的，那就先看看你能否有这个实力，在我手中活下来再说吧。猖狂小儿，那老夫便先杀了你，再杀你身边这二人。魏远山狰狞道。齐浩淡淡道：你们退后，若有人胆敢插手我与这老匹夫的战斗，杀无赦。家主放心，谁敢插手，死！钟天雷阴狠一笑，轰！他金丹境一品的气势轰然释放开来。这老者果然是金丹境。灵武宗的人惊呼道：轰！白柳星没有说话，但金丹境一品的气势也随之释放开来。这女子这般年轻，竟也是金丹境。天啊，他们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啊？宗主和少宗主到底是招惹了什么人啊？完了完了，这青年敢和老祖叫板，那肯定也是个金丹境，而且估摸着修为也不可能低于老祖啊。如此年轻的金丹境强者，恐怕只有大灵州的那些强宗大族才可能培养得出来啊。这一战，即便老祖能赢，我们灵武宗怕也是要完了。这一刻，我竟希望输的人是老祖，只要死的人是老祖，这青年必然不会追究我们这些普通弟子，那样我们便就有活路了。虚这话你都敢说出口，你是不要命了吗？啊，我不是在心里想着吗？我怎么说出来了？师兄，你可不能出卖我啊，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好不好？放心，师兄怎会出卖你，但这种话以后只能在心里想，切莫再说出口了。眼见钟天雷和白柳星气息显露，虽然都只是金丹境一品，但气息却是纯凝至极，远胜普通的金丹一品武修。魏远山的心里也是猛地咯噔一下，难道这三人真是来自大灵州？魏远山恨怒未消，心中又多了一抹惶恐。如果这叫齐浩的青年真是来自大灵州中的大势力，即便他赢了这一战，
后面也必将遭到齐浩背后势力的报复啊！动手之前，老夫需要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与我儿我孙究竟有什么冤仇？魏远山咬牙问道。齐浩淡淡道：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的死。魏远山嘴角一顿抽搐，这小子难道是想逼他自杀，以保全灵武宗不成？只可惜他可没有那么伟大，大不了杀了这3人后，老夫便远遁而去。魏远山眼神一愕，豁然身形一晃，须臾间冲至齐浩身前。去死吧！雷灵拳印。忽然暴起的魏远山以极快的速度冲至齐浩跟前，满面狰狞杀气地轰出一拳。这一拳凝聚着凶猛至极的灵力，灵力之中更有丝丝雷光烁闪，气息狂暴无比。这一拳之威，足可开山。轰！拳印爆轰开来，大片虚空震荡，形成的空间涟漪传荡10多里开外。怎么可能？然而拳影轰裂之处，魏远山却没有见到齐浩的身影。齐浩这恐怖的速度让魏远山心中极为震惊。他一拳击空的同时，背后却是骤然传来一道迅猛的破空声。想背刺老夫？你是做梦！魏远山怒哼一声，右手灵剑一转，朝着背后破空声传来的方位一剑斩去。金兰剑气，轰！剑身吐芒，轰然如狂涛，汹涌奔冲着，与背后袭来的飞剑初一凶猛碰撞。轰！两股剑气如同两股长河对撞虚空。轰轰轰！二人剑气相互倾轧，砰砰炸裂出无数凌乱的细密气芒。这就是金丹境界修的战斗吗？太可怕了！这等激荡出来的剑气芒，恐怕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把恐怕2个字去掉，如此凶猛的剑气，但凡我们靠近100米之内，瞬间就会被碾成碎末。这青年的剑气竟能与老祖不相上下，而且他这剑兵好生奇怪，竟可悬空而击，无需手执。是啊，这等高明的手段，恐怕只有大灵州才有啊！他铁定是来自大灵州，无疑了我们灵武宗，要完蛋了。魏远山手持灵剑，一度疯狂地朝着剑身输送灵力，化作剑气，想要将飞剑初一击溃。可每一次他的剑气增强1分，对面的剑气便也会增强1分，这让他很是恼火的同时，心里也在震撼。这很明显，对方一直有所留手，并未出尽全力啊！而且一旦他的剑气压不过对方的剑气，对方的剑气就会疯狂倾轧过来，他的肉身距离如此之近，必然要受重创。反观对方人在100米之外，背负双手，悬空而立，一副很是悠闲的样子。就算他能将眼前的灵剑击溃，崩飞的也就只有这柄灵剑而已。这等御剑飞击的手段，还真是既阴险又高明。若是老夫能够习得，那可就太好了。看来不能让这小子轻易死了，得从他口中问出这种御剑飞击的法门才行。如此遁逃离去后，老夫也能多一门神通傍身。魏远山一边脸如猪肝似的硬撑着，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幻想：灵武宗的老祖就这点实力吗？我倒是高估你了。齐浩摇了摇头。魏远山怒道：小子，你在狂什么？你也没占什么优势。齐浩笑道：你还真会安慰自己，那我便再给你添上一剑。15遁惊鸿。咻！齐浩掌心一抬，一道流光蓦然从他掌心打出，急速破空，眨眼间爆射至魏远山身前。魏远山双目金张，连忙外放灵力，化为重重灵盾护身。这般防御的灵盾可挡不住15。齐浩淡漠一声，剑指一引，飞剑15剑尖一震，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剑芒，朝着魏远山怒击而去。轰！15爆刺灵盾，魏远山周身的强大灵盾不过只撑了一息功夫，便是轰然崩裂开去。给老夫退去！慌忙之中的魏远山怒吼一声，朝着15轰出一拳，又是雷灵拳印。轰！强大的拳印之力与15的剑芒轰然碰撞，15的剑身微微一颤，却丝毫没有被击退，反而剑身之内激荡出一股更加恐怖的剑气，整个剑身亦在瞬息之间神奇的变大数倍，化作了一柄爆发着灵芒的巨剑。魏远山见状，慌忙左手抬掌，轰出大股灵力，将斩来的巨剑冲顶在虚空，不敢让其落下。白柳星满目震撼，钟天雷激动道：原来刻入剑身的那些灵纹是这些作用，不仅可以提前在剑身之中存储大量剑气，更能在交战之中以心神之力激发其中的灵纹之力，进行针对性御敌杀敌。也不知家主手里有没有炼制飞锤的法门，老朽好想要一柄类似于这种飞剑的飞锤啊！钟老回去之后能不能也给我炼制一柄这样的飞剑？白柳星激动道。钟天雷翻了翻白眼：白姑娘，就算老夫给你炼制飞剑，你懂御史他们的法门吗？更何况炼制一柄飞剑的材料，老夫之前粗略估算过，至少价值400万灵石，你有这么多灵石吗？
白柳星脸色一红，400万灵石，他哪有这么多灵石？钟天雷见白柳星窘迫的样子，不由坏笑道：“不过，你要是把家主伺候好了，趁在他高兴的时候提一嘴，说不定真能得偿所愿呢。”白柳星羞恼道：“钟老，您胡说什么呢？我只是剑主的剑士，可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钟天雷撇嘴道：“傻丫头，老头子我也是好心，才会给你出这个主意。你也不想想，你做了家主的剑士，那边一生都是家主的人，这辈子也不可能再嫁给别人了。你守着那所谓的清白，除了能得到一个孤独终老无人疼，以及错失无数大好机会的下场外，你还能得到什么？人老珠黄完毕生，活了一世，身为女人却连做女人的滋味都没能体会过，那才叫可悲啊！”白柳星脸色涨红，羞怒道：“钟老，你莫要再说了，我原以为您是德高望重的炼器师，没想到竟是剑主的皮条客。”钟天雷翻了翻白眼：“好心当成驴肝肺，对，你就当老朽没说好了。等以后家主收了其他剑士，你再想靠上去，可也未必靠得上去了。”白柳星面红耳赤，虽然钟天雷的话说的好像是有几分道理，可他也不能就这么突然的把自己交出去啊。毕竟他和齐浩之间认识不长，变成齐浩的剑士也只是因为赌输了。不过钟老有句话说的也没错，我这辈子恐怕都只能待在齐浩身边，无法再嫁他人了。人老珠黄完毕身，孤独终老无人疼。想着钟天雷说的那些话，白柳星忽然觉得，如果自己的未来真是这样的话，好像是挺悲哀的。虚空上，魏远山老脸上一片紫红，整个身体都处于高度绷紧状态。他右手的灵剑与飞剑初一对抗，左手的掌力则顶着飞剑15的压力。但凡有一边失手，另一边必然也将支撑不住，到时候双剑近身袭来，他哪里还有活路？大长老，还不速来相助老夫！魏远山羞恼地吼道，心里却是一阵怒骂：这和臧坤是眼瞎吗？看不见他已经快撑不住了吗？还不主动援手，非得他丢人的喊出来。隔空观战的何藏坤自然是看出来魏远山好像是不行了，可对方还有2名金丹境，虽险守一旁，却虎视眈眈。他若插手，对方2人必然也会出手啊。可眼下魏远山已经不要脸的求援了，他身为灵武宗的大长老，若是不援手，必然要受全宗弟子的鄙夷啊。这个老不死的，自己不要脸，还想白搭上老夫的性命，真是可恶至极啊！这齐浩为何不干脆点直接杀了这老匹夫？何藏坤心里一阵骂咧咧，盼着魏远山早点死。齐浩瞥一眼何藏坤，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犹豫和恼火，便淡笑道：今日我只要魏远山死，你若不插手，这灵武宗的宗主之位以后就是你的。当然，也许你不在乎这个宗主之位，但你也要为灵武宗这数千弟子们想想，如果连你也死了，以后这数千弟子怎么办？没了金丹境强者坐镇，灵武宗必会被其他势力所吞灭，不管是正道还是魔修，可都不会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何藏坤眼眸一震，诧异地看向齐浩，这齐浩莫非是想扶植自己，以灵武宗数千弟子的安危为由，分明是在给他铺路啊！大长老，灵武宗不能没有金丹境强者坐镇啊！是啊，我灵武宗虽是魏氏开创，但我等数千人的性命可不能被魏氏一门所累啊！魏氏一门霸道多年，一直将宗门作为他魏家的一言堂，如今也是他们自己招惹了不该惹的人，凭什么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遭难？还请大长老多为宗门考虑。没错，更何况交战之前，老祖和这齐浩已经说好是单打独斗，大长老此时若是介入，那也不光彩啊！一众内门长老纷纷急声劝阻。魏远山大势已去，他们也不傻，自然也都看出来了。你们这些白眼狼，若非我魏氏祖宗在此开宗立派，哪有你们的今日？魏远山听着下方的声音，险些气吐血。齐浩玩味道：魏远山，没想到你们魏氏这么不得人心啊！看来让你死，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魏远山咬牙道：齐浩，不如我们先行罢手，待老夫处理了这些叛徒，再与你一战如何？刚刚叫喊的长老们脸色齐齐大变，这齐浩要是真的同意了，他们岂不是死定了？齐浩不屑道：你还不配浪费我太多的时间，现在没杀你，不过是在利用你，磨合我与这2柄飞剑之间的契合度而已。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魏远山瞳孔怒张，大言不惭。何藏坤，你还愣着做什么？难不成你真要背叛宗门，背叛我魏氏？你可莫要忘了，你有如今，那都是得了我父亲的教导与真传。魏远山见何藏坤迟迟没有动作，不由喝声道。何藏坤低吸一口气，沉声道：师父的恩情我从不敢忘，也正因如此，我必须要替师父他老人家保住灵武宗。毕竟相比魏氏，师父更看重灵武宗的传承。你放屁！
我父亲怎么可能会把宗门传承看得比魏氏还重要？魏远山怒道。何藏坤冷哼道：你魏远山自私自利，自然不会懂得师父所想。魏远山气得想炸裂，他会不懂自己父亲的想法？这分明是何藏坤不愿出手的借口啊！好你个何藏坤，老夫真是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忘恩负义之人！魏远山咆哮的声音震荡天地。何藏坤深吸一口气，朝着虚空之上的魏远山深深做了一礼，沉声道：为保宗门传承，还请师兄放弃抵抗，坦然赴死。这一刻，何藏坤已不再称呼魏远山为老祖，而是称回师兄。一直以来，魏远山为了彰显自己在灵武宗内的超然地位，便让所有人称他为老祖。这个称呼已经让与之平辈的何藏坤默默忍了很多年。为保宗门传承，请老祖放弃抵抗，坦然赴死。灵武宗大部分长老们也学着何藏坤的样子，朝着魏远山恭敬作礼，请他赴死。齐声洪亮，传荡不绝。噗！本就在齐昊双剑之下撑得很辛苦的魏远山，见此一幕，顿时胸膛一鼓，张口喷出大股血雾来。轰！15化作的巨剑失去了魏远山掌力的抵挡，顷刻轰斩而下，将喷血中的魏远山一剑斩爆，化作大片血雨。嗖嗖！初一，15飞旋而回，化作流光，没入齐昊体内。他摇摇头，没想到这魏远山苦撑许久都舍不得去死，最后竟然被灵武宗的人给气岔了气息，导致灵力暴乱，疯狂喷血。即便没有15这一剑斩轰，他最终也会落得爆体的下场。白柳星呆呆地看着齐昊，金丹境5品的魏远山真就这么死在了齐昊手中，而且齐昊看起来还很轻松的样子。这说明斩杀金丹境5品并不是齐昊实力的极限，剑主的战力极限究竟是有多强？白柳星内心震撼不已。留在这样的人身边，哪怕只是作为一个无名无分的剑士，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都是梦寐以求的大机缘了吧。而我得了这份际遇，心中竟还一直有些不甘。白柳星忍不住为之前的自己感到脸红，根本就是自己不配啊，哪来的底气不甘？魏远山被当空斩爆，化作血雨，整个灵武宗陷入了一片死寂。他们这些人刚才想着让魏远山去死，大多都是为了想保全自身，根本不是在乎什么所谓的宗门传承。眼下魏远山当真被杀，他们心中多少又有些唏嘘和惶恐。万一齐昊说话不作数，灵武宗剩下的这点力量可是连和齐昊一战的实力都没有了。大长老，您要不要过去和那齐昊交涉一下？一名长老小声提醒何藏坤道。眼下灵武宗的人也只有何藏坤够资格和齐昊对话了。何藏坤低吸一口气，点了点头，飞身上空。虚空上，何藏坤来到齐昊近处，恭敬做了一礼。他抱拳道：齐公子实力强大，剑术无双，老朽佩服至极。虽不明齐公子和魏氏之间究竟有何仇怨，但魏氏嚣张跋扈的性子，老朽和灵武宗的人都很清楚，对他们一直也是敢怒不敢言。今日魏氏遭诛，我等虽痛心，但同时亦有几分轻松之感。相信没了魏氏的灵武宗，往后必然不会再有人跋扈欺人，行不义之道了。所以还望公子能够高抬贵手，留我宗数千弟子一条生路。齐昊淡笑道：魏氏3人刚死，你便想撇得这么轻，你觉得可能吗？何藏坤神情一震，难道自己会错意了？这齐昊没想扶植他。何藏坤连忙道：不知齐公子要怎样才能放过武宗余下这些人？齐昊问道。灵武宗麾下有几处秘境，几条灵石矿脉？何藏坤忙道：共有3处秘境，14条灵石矿脉。齐昊唇角微扬，还算有些底蕴。现在我便告诉你，我与魏氏因何结仇，只因魏昭觊觎我手中秘境，强抢未成，这才给他和魏氏招来灭顶之灾。我这人向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叫他10倍奉还。如今魏氏虽死，但还不够10倍之成，所以灵武宗麾下的这3处秘境以及14条灵矿都要拿来作陪，你可有意见？何藏坤和下方闻言的长老们俱都眼眸惊震，脸上忍不住浮现怒红。灵武宗一共就3处秘境，14条灵脉，这齐昊竟然全要拿走，那他们以后还如何修炼？齐昊见何藏坤不说话，淡笑道：能留一命已是大幸，你觉得呢？何藏坤瞳孔一缩，这意思是如果他不同意，这齐昊还会继续出手。轰轰！钟天雷、白柳星2人虽然也觉得齐昊太贪婪了，但还是配合的将气势轰涌而出，面露杀伐狠意。好，老朽愿意将3处秘境以及14条灵石矿脉尽数交付于公子。何藏坤咬牙道。齐昊微笑道：你其实是个聪明人，希望你能继续保持这种聪明，莫要让一时不甘毁了前程。这14条灵石矿脉我无暇打理，便交由你负责开采。每隔1月我会派人前来收取灵石。好。
何藏坤低吸一口气，答应了下来，但他的心里也怒啊。齐浩抢了他的灵矿，还要他去负责开采，这比卫士还欺负人啊！可他敢拒绝吗？去将那3处秘境的灵石取来，再带我去秘境所在之处。齐浩吩咐道：“公子稍等，老朽去就来。”何藏坤压着心里所有的负面情绪，低头应道：“除非他想死，否则这时候什么过分的要求，他都得答应着。他已经背叛了魏远山，这时候再寻死路，之前的背叛，那便不值当了。灵池虽然珍贵，但在一方宗门里，灵池都会有专门供放的地方，需要进入时，可以申请取用灵池进入秘境。”很快，何藏坤带着3枚灵池来到齐浩跟前，请公子收好。何藏坤恭敬道：“这一去一回之间，他已经调整好了心态。”齐浩挥手收取灵池，转身对着钟天雷和白柳星道：“你们2人留在此处，将灵武宗内资质不错的女弟子都挑出来。”钟天雷咧嘴一笑，抱拳应道：“是。”白柳星脸色有些不自然，没想到齐浩竟是这样的旗号，简直无耻。何藏坤也是脸色一黑，心里免不了一顿怒骂。齐浩淡笑道：“你带路吧。”何藏坤深吸一口气，飞身领路。钟天雷冲着白柳星坏笑道：“你看，老朽刚才说什么来着？你很快就要排不上号了。”白柳星哼声道：“谁稀罕？”钟天雷撇撇嘴：“你别后悔就成。”唰，他身形一动，飞落进灵武宗。灵武宗那些平时眼高于顶的长老和弟子们，纷纷如见了狼的鸡鸭一样，吓得四散狂掠，都给老夫聚过来。钟天雷冷冷一喝，强大的魂音震得这些长老弟子们眼前一黑，不少人更是直接摔倒在地。虽然金丹境一品在齐浩面前强不了事，但在这些筑基境长老和修为更差一些的灵武宗弟子面前，那是绝对强大与威力。很快，灵武宗的人一个个脸色煞白，紧张地汇聚到钟天雷、白柳星跟前来。跑什么跑？若能被我家主选中，那是你们的造化，懂不懂？钟天雷哼声道：“你们这些男的过来干什么？没听我家主刚才说，只要资质不错的女弟子吗？”钟天雷朝着其中的男长老、男弟子们瞪了一眼，这些人心里冤啊！刚才不是这种老喊着让所有人聚过来的吗？那我们走。一个男长老颤声问道。钟天雷摆摆手：“走走走！”一众男人们欣喜若狂，赶忙离开。很快，钟天雷面前就剩下700-800名女子。钟天雷道：“年龄在40岁以上的也可以回去了。”白柳星脸皮一抽，这钟天雷是以他的年纪为标准做的筛选吗？顿时又少了一大半人。钟天雷冲着白柳星笑道：“白姑娘，我们开始挑选吧。”白柳星淡淡道：“依我看，留下其中的筑基境即可，低于筑基境修为的剑主应该看不上。”钟天雷眉头一挑，小声道：“你还真以为家主只是为了挑选剑士啊？有些话家主不好明说，但我们作为他的从属，得懂家主的心思才行啊。”白柳星背齿轻咬道：“钟老，今日之前，您一直是我敬重的人，可今日，您着实让人不齿。”钟天雷脸色一黑，他让人不齿。在东陵城遇见齐浩之时，他也是傲然于心，眼高于顶。可与齐浩接触越深，他愈发明白，只有让家主开心了、满意了，才能得到更多的造化与恩赐。更何况家主斩杀了魏远山，就算让整个灵武宗臣服，那都是正常的。他从众选几个漂亮的女弟子给家主当顶炉，这不是武道界常有的事情吗？怎么就让人不齿了？哼，也对，你是女人，自然同情女人。可你若想能一直留在家主身边，还是要懂点男人的心思才好。钟天雷淡淡道。白柳星脸色微寒道：“既然如此，那这些人就由钟老来挑吧，我不管了。”齐浩随着何藏坤将3处秘境的位置挨个掌握，但他并没有进入秘境之中。第3处秘境入口跟前，何藏坤拱手道：“齐公子，3处秘境的位置您都已经知晓了，如今灵池也在您手中，这3处秘境以后便归您所有了。”齐浩淡笑盯着何藏坤道：“心中是否还有不甘？”何藏坤眼眸一震，忙道：“不敢，如其公子所言，能留一命已是大幸。”齐浩笑道：“武道本质本就是强者为尊，弱肉强食，若非我有实力在身，早已被魏昭所害，他对我也不会有半点留情。今日我之所为，也不过是还他的恶报罢了。要怪，你也该怪那魏昭，不该招惹了我。”何藏坤躬身道：“老朽深知今日之祸皆因魏昭而起，并不敢怪怨公子，老朽只是为灵武宗的未来有些担心而已。”齐浩唇角一扬，淡笑道：“那你可愿为了灵武宗再做一点牺牲？”何藏坤眼角一缩，还让他再做一点牺牲？这齐浩又想干什么？跪下！不等何藏坤回应，齐浩忽然道：“
何藏坤身躯一颤，眼神有些复杂的看了一眼齐浩，随即忍着屈辱之感，双膝缓缓沉落，跪在齐浩面前。齐浩两指点落在何藏坤的眉心上，瞬时一股灵石之力涌入何藏坤魂海之中。何藏坤大惊，却不敢抵抗。这时候但凡他有半点抗拒，很可能会导致他直接爆魂而亡。但很快何藏坤就愣了，齐浩传给他的竟是一部强大的剑诀，这剑诀远远强过灵武宗如今的传承。齐浩收手而立，面露淡笑道：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剑仆，但为了你这新任灵武宗宗主的颜面，这层身份不必为外人所知。可你自己要明白，你究竟是谁的人？何藏坤连忙激动道：老朽拜见剑主，老朽会永世牢记身份，绝不敢忘记。齐浩微笑道：起来吧，在灵武宗那些人面前，我已经给足了你压力，再加上你本身的实力，你接手灵武宗定会顺利得很。回去之后，你只需正常管理灵武宗即可，以后若有需要你做的，我自会派人传讯给你。何藏坤忙道：是。本来何藏坤还很不甘，甚至觉得在齐浩面前被羞辱了，但得到乘风路剑诀之后，何藏坤心中只有狂喜。对于武修而言，资质第一，传承第二，资源只能排在第三。一部强大的功法，有时候是能够直接改变命运的。虽然还没有修炼成风路剑诀，但以何藏坤的见识，自然能够感受到这部剑诀的强大之处。一旦修成，他和藏坤必然也可成为一名真正的剑道强者。虽不及剑主齐浩，但在东陵域绝对可以称雄一方。魏氏余下的人，我也不打算去杀了，但他们只能活在你的掌控之下，懂我的意思吗？齐浩吩咐道。何藏坤忙道：剑主放心，老朽一定看好他们。倘若有人自寻死路，老朽定当亲手送他上路。齐浩微笑道：很好，你可以回去了。何藏坤起身道：老朽告退。何藏坤躬身作礼，飞身离去。齐浩唇角一扬，将何藏坤收为剑仆，只是为了让他多个耳目。如果东陵域还有人想对付他，必然会找上何藏坤。毕竟在很多人看来，和对手仇深似海的人，那便是最可靠的盟友。用一部他看不上的剑诀笼络人心，他何乐而不为？何藏坤离开后，齐浩将3处秘境挨个进去了一次，便以掌天图将秘境收入其中，随身携带。虽然这3处秘境早已被灵武宗的人探索了无数次，其中珍贵所藏基本都已经被取走，但秘境之内的灵气却比外界浓郁很多。这些秘境用来给剑士闭关修行，最是合适。正当齐浩准备飞往灵武宗时，却意外地察觉掌天图境是传来一阵悸动。莫非收取4处秘境后，这掌天图开启了什么新功能不成？齐浩讶然，心神一动，将掌天图从魂海祭出查看。轰轰轰轰，这是眼前豁然出现的一幕，让齐浩眼眸惊瞪。随着掌天图出现，天地之间竟形成了4股浩大至极的灵气洪流，朝着掌天图上4处秘境所在的位置疯狂涌入。掌天图这是在为秘境空间吸收天地灵气。齐浩惊喜不已，没想到掌天图竟然还有这等神通之能。如此一来，以后他所拥有的每个秘境空间，那都能变成灵气浓厚的修炼宝地了。不过这掌天图吸收天地灵气的动静也太大了点，很容易引起周边的修行者注意。虽然东陵域内已经没什么能够威胁到我的存在，但掌天图的事若传了出去，必然会引起这方世界那些真正强者的觊觎，对我还是有些不利的。齐浩眼眸微眯，将掌天图收起。他已经感觉到有数道不弱的气息正飞速朝着这边靠近过来。哼！齐浩低哼一声，身形化作一道流光，暴掠离去。刷刷刷！很快，4道人影飞身来到齐浩方才所立之地。奇怪，刚才老夫明明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天地灵气疯狂朝着此间汇聚，如今怎么忽然没了动静？是啊，老夫也正是循着那股灵气流动的方向而来，怎么那些灵气到了这里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一共有4股灵气汇聚至此，继而又诡异消失了。莫不成是有什么人以聚灵至宝之物在此吸纳天地灵气？只不过我等行踪被对方感知，所以在我等感知之前又悄然离开了。此地似乎是灵武宗的一处秘境入口所在。咦，老夫没记错的话，这里当初应该立着一块黑曜石碑的吧？这石碑怎地不见了？哈哈，老夫懂了。周老，你懂什么了？其他3人一脸迷糊。周老哈哈大笑道：定是灵武宗的这处秘境因维护不当，空间崩塌了，秘境陷落之时造成空间坍塌，出现了豁口，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吸扯之力。方才那4股灵气正是被空间豁口所吞没了。其他3人闻言一愣，真是这样？周老见3人不信的样子，撇嘴道：3位，
亏你们也都是见多识广的金丹境强者，难道你们真以为能有什么聚灵至宝能够引发出刚才那股浩大的灵气波动？唯有天威方具此能。三人沉吟片刻，再看看消失的黑曜石碑，皆是点了点头，笑道：恐怕真是如周老所言了，灵武宗这次是亏大了。数十里外，齐浩唇角微扬，这周老头还真是个人才啊！既然你们没有发现掌天图的秘密，那便留你们一命吧。低笑间，齐浩起身，继续掠向灵武宗的方向。灵武宗，那和藏坤已经回来许久了，家主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钟天雷不时瞅向远方虚空，皱眉狐疑道。白柳星皱眉，虽然他现在有点不想和钟天雷说话，但刚才他盘膝静坐之时，感应到东边的虚空似乎有过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方才东边有强大的灵气波动传来，会不会是剑主在与人交手？白柳星沉声道：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快过去看看！钟天雷脸色大变，连忙飞身而去，朝着东边虚空暴掠而起。白柳星见钟天雷这般着急，心里暗道：看来这糟老头子对剑主也不只是谄媚。白柳星正准备追逐过去，东边虚空之中掠来一道人影。家主，您回来了。虚空上的钟天雷眼见齐浩平安无事的归来，顿时大喜。齐浩笑道：钟老，你这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呢？钟天雷笑道：方才白姑娘说东边似有交战的动静，您又许久没回来，老朽有点担心，便想着过去看看。齐浩微笑道：有心了。他心里却是暗自诧异，方才掌天图吞灵之地距离灵武宗可是足有200多里，但身在灵武宗之中的白柳星竟然都感觉到了动静，这说明闹出来的动静确实不小，以后再祭出掌天图可就要更小心些了。二人飞落到灵武宗，那些被挑选出来的女弟子们一个个娇躯轻颤，脸色煞白起来，但近距离看到年轻俊朗的齐浩之后，有些女弟子心中却是不由一荡，如果留他们下来真是为了给齐浩做顶炉，情况好像也没那么糟糕啊。家主，这些就是为您挑选出来的女弟子了。钟天雷笑眯眯地说道。白柳星不由轻哼一声。齐浩瞥了他一眼，揶揄道：白姑娘这是怎么了？鼻子难受？白柳星脸皮一抽，随即咬牙道：剑主，恕柳星直言，您与灵武宗有仇，杀任何人都无妨，可您若以胜利者的姿态随意欺凌女子，这传了出去，定会毁了您的名声的，到时候更甚至会被整个东陵正道武修看作是魔派邪修的。齐浩淡笑道：且不说别人怎么看我，你就问问他们是愿意站在这里，还是想要被杀。齐浩此言一出，灵武宗这些女弟子齐齐吓得腿软，砰砰跪倒在地，还请齐公子饶命。白柳星嘴角又复一抽。齐浩这么问，谁不怕死啊？齐浩淡淡道：本公子问的是，你们是愿意站在这里，还是想要被杀？请你们回答的标准一点。我等愿意站在这里。女弟子们赶忙道。齐浩看向白柳星，笑道：白姑娘，你怎么说？白柳星抿嘴道：他们不过是怕死屈服而已，所言并非是真心。齐浩唇角一扬，踏步走到白柳星跟前。白柳星心中一紧，颤声道：你要做什么？齐浩一抬手，用力地捏住白柳星的下巴。白柳星吃痛，眉头一蹙。齐浩捏着白柳星的下巴不放，冷视着他的眼眸，寒声道：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这张小嘴以后若是不会说话，那就少说点话。你也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人，难道不知道在很多时候能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吗？你刚才所谓的好心之劝，不仅有可能断了他们的武道机遇，更可能因此断了他们的生路，你知道吗？白柳星咬牙道：好，以后我不多言就是。齐浩瞧着他还是有几分不甘的样子，淡笑道：念你所言，初衷是为我考虑，这一次我便不惩罚你了，但你终究想错了我。齐浩瞥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数十名女子，淡淡道：都起来。女弟子们眼神惶恐着起身。齐浩淡淡道：你们放心，魏氏已灭，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之所以将你们挑选出来，是因为我要招收一批剑士，若愿意追随我，便留下来，我可许你们一场灵武宗给不了的造化与前程。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继续做回你们的灵武宗弟子。一边的钟天雷一愣，家主真的只是为了招剑士？白柳星眼眸一颤，心中不由惭愧，原来都是自己误会剑主了。灵武宗这些女弟子们惊怕地偷瞄着齐浩，他们也不敢确定齐浩刚才说的那些话究竟是真是假。其中一个女弟子却是眼露喜意，腰肢一扭，往前踏出一步，脆声柔笑道：齐公子，我愿意给您做剑士。齐浩微微一笑，刚想夸这女弟子是个聪明人，眉头却是蓦然一皱。50进一品。这女子虽然生得很是娇媚，但年纪看起来已经20岁。20岁的50进一品，只能算是中等之资了。她是谁挑的？齐浩皱眉问道。
中天雷干笑道：“这些都是老朽挑的。”齐浩摇摇头，轻斥道：“难怪白柳星会误会，原来是钟老您老不正经啊！能否做我的剑士，看的是资质，并非是容貌。以后记着给我挑选剑士，可以是好看的，但不能是资质差的。”钟天雷连忙道：“老朽定当牢记。”齐浩嗯了一声，看向站出来的女弟子。这女弟子脸色发白，眼中渲染欲气。她没想到自己第一个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做齐浩的剑士，却被嫌弃了。齐浩淡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女子哽声道：“回公子，我叫戴新兰。”齐浩微笑道：“你虽资质差了一些，但胜在诚心难得。既然你愿意追随于我，以后便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剑士吧。”戴新兰惊喜跪地，连忙道：“多谢剑主收留。”齐浩微笑道：“起来吧，你做了个聪明的选择。今日你有勇气踏出这一步，日后本公子也不会寒了你的心。多谢剑主。”戴新兰欣喜起身，站到他身边去：“他和你一样，也是本公子的剑士。”齐浩指了指白柳星的位置。戴新兰和灵武宗的女弟子们眼眸齐齐惊震，这位金丹境的女武修竟然也是齐浩的剑士，这岂不是说若能成为齐浩的剑士，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成为一名金丹境的强者？白柳星嘴角一阵抽搐，齐浩这是在拿他当活招牌，诱拐这些无知少女。让戴新兰站到白柳星身边后，齐浩冲着其他女弟子淡淡笑道：“看来只有戴新兰一人愿意成为我的剑士，既如此，你们都散了吧。”众女一阵懵逼，他们还没来得及表态呢，齐公子怎么就让他们散了啊？齐公子，我愿意啊。是啊，齐公子，我也愿意的。齐公子，能做您的剑士，那是天大的造化，我们怎么可能不愿意啊？回神之后，顿时数名女子急匆匆地踏步上前，争相表态。当然，也有不愿意的和还在犹豫的。毕竟齐浩杀了他们的少宗主、宗主以及老祖，他们身为灵武宗的弟子，即便不敢对齐浩心怀怨恨，念及魏氏的恩情，也不愿意投身到齐浩麾下，成为齐浩的剑士。齐浩微笑道：“好，既然你们愿意，那就留下。其他人既然还在犹豫，那便不用再犹豫了，都散了吧。”虽然剑士越多，对他的修炼越有益，但齐浩也不想勉强谁。白柳星一个赌来的剑士已经让他时常不爽了，何必再勉强其他人过来，摆个臭脸给他看？那些本就不愿意的女弟子闻言，眼神微微轻闪，随即一咬牙，鼓起勇气离去。见第一波离开的女子，齐浩并没有背刺他们，其他女子这才放心的匆匆离去。齐浩摇摇头，虽然这离开的女子之中有几个姿色和天资都很不错的，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错过的是什么，多半也会后悔的吧。拜见剑主。戴新兰等16名女弟子齐齐欣喜地跪拜在齐浩身前，一双双眼若桃花，扑闪着光亮。他们既然决定了要成为齐浩的剑士，自然也做好了随时奉献自己的准备。虽然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愿意成为强者的附庸，但弱者依附强者乃是亘古不变的捷径之道。这些女子亲眼见识了齐浩的强悍，如今又得到依附齐浩的机会，她们自然会牢牢地把握住。白柳星看着这些女孩，不由愣了。亏他之前还在为这些女子担心，现在看来，他的担心不仅是多余的，很可能在这些女孩心里还在怨他多事。齐浩微笑道：“都起来吧，钟老，事件已经结束，我们也该回去了。您老和柳星一人带上4个，剩下的8人交给我便可。”好。钟天雷咧嘴一笑。齐浩心神一动，初一15轻掠落地，站到剑身上。初一15会在你们与我同行。齐浩吩咐道。顿时有8名女剑士抢着站到飞剑上，这可是斩杀了魏远山的强大飞剑，能被这样的飞剑带着飞行，那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呢。没抢到飞剑位置的其他8名剑士，只能走到白柳星和钟天雷的面前，躬身作礼道：“有劳前辈了。”钟天雷哈哈笑道：“无妨，你们既是剑主的剑士，往后都是自己人了，理当相互照拂。”他大笑间，体内灵力一冲，化作4股，将4名女剑士腰身缠绕，带着他们御空飞起。白柳星亦是同样操作，以灵力裹住4女腰身，带着他们飞空而起。走。齐浩淡笑一声，身跃长空。初一15紧随其后，平稳飞空。剑主怎么连背影都这么好看啊？那秦阳一直聪明得很，这次却犯了蠢，竟然不愿意成为剑主的剑士。灵武宗3大金丹一允其二，3处秘境和14条灵脉也都成了剑主之物，留在那样的空客宗门还有什么前途？剑士们飞空之间回首看向灵武宗，心中皆有碎念。同时齐浩离去时，灵武宗各处的人也都伫立抬头，望着那一行人，如雁群渐远。这些人的目光里有憎恨的，也有劫后余生庆幸的，也有哀叹和忧愁的。秦师姐，你说我们没有跟着去，真是正确的选择吗？灵武宗内，
一名女子轻抿红唇，问向身边的师姐。这师姐正是剑士所念叨的秦央。这秦央不仅是卫星狂的关门弟子，亦是灵武宗数百年来最有天赋的天之娇女，仅仅23岁，已是筑基境5品的修为。要不是为了和玄枪门联姻，增强灵武宗在东灵域的影响力，秦央才是卫星狂心中最理想的儿媳妇人选。秦央低沉道：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宗门对我们有恩，如今宗门遭难，我们岂能跟随仇人而去？可宗主和老祖都已经没了，以后的宗门怕是难了。女弟子满脸忧愁地轻叹道。秦央抿嘴道：我们还有大长老守护着宗门，所以只要人心凝聚，抱团不弃，100载之后，我灵武宗必能重复荣光。对，我们还有大长老。秦央旁边的几名女弟子眼里皆是亮起了希望的光芒。正午时分，齐浩等人从天空落入齐府。谁能想到太阳出生之时，齐浩3人从园林城出发，仅仅是半日的功夫，便让东灵域5大强宗之一的灵武宗换了主人。从此东灵域内也再无卫士之风光。回到齐府后，齐浩直接带着众人进入了灵渊秘境。咦，老朽怎么感觉这灵渊秘境里的灵气变得浓郁了许多？一进秘境，钟天雷便感觉到了灵渊秘境的变化。白柳星讶然道：确实浓郁了许多。按理说这不应该啊，我们3人接连在这方秘境之中缔结金丹，明明消耗了秘境中不少灵气，为何这灵气未曾减弱，反而浓厚了？齐浩淡笑道：既是好事，那就不要管那么多了，你们安心在此修炼即可。钟天雷眼神一喜：家主，那老朽这次能在秘境之中修炼多久？齐浩笑道：卫士已除，暂时也用不着您老守门了，除非需要您帮忙炼气，其他时候您老都可以在此修炼。钟天雷激动道：那可太好了，家主您忙，老朽这边自己找个地儿修炼去了。去吧，你也去吧。齐浩对着白柳星道。白柳星做了一礼，转身离去。齐浩目光一转，看向戴新兰等16名女子，淡笑道：我知道你们选择做我的剑士，是看到了我的实力，相信我能赐予你们一场造化，让你们的未来可以变得更强。这点你们猜对了，我的确可以让你们变得更强。虽然你们的资质参差不齐，但只要你们忠心追随于我，在不久的将来，你们都可以踏入金丹境。众女眼神齐齐放光。金丹境，这可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他们之中有一大半人所求的不过就是能够筑基，从而真正踏入灵武阶段。只有少数几个有着与天资不匹配的野心，妄想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踏入金丹境。现在齐浩却告诉他们，所有人都能踏入金丹境。剑主，连我这样的资质也有机会结丹吗？戴新兰忍不住激动问道。齐浩微笑道：只要你信我，你便可以结丹。戴新兰满面惊喜地激动道：新兰绝对相信剑主。其他剑士也是兴奋不已，连戴新兰都能结丹，他们的资质比戴新兰还要更好一些，那定然是绝对能够结丹了。齐浩微微一笑道：但还有一件事，我在灵武宗时没有和你们说清楚，做我的剑士和做其他剑修的剑士有一点区别。众女脸色一红，皆是害羞的低下头。虽然事情不是剑士的分内之事，但谁都知道一般剑主和剑士之间都有一腿，所以如果齐浩想要他们事情，那也不算是什么区别了。齐浩知道这些小女子们都想到事情上，他淡笑道：做我的剑士，需要将你们的性命交到我手上。众女骇然抬头，还要把性命交付出去，这到底是做剑士还是做死士啊？女子们不由在心中幽怨，如果齐浩在灵武宗上就言明这一点，恐怕他们就未必会愿意跟随齐浩了。剑士和剑主虽是终生从属身份，剑士也要对剑主绝对忠诚，但也不用直接把性命交给剑主啊。齐浩淡笑道：不管你们有没有后悔，现在都已经没有退路了，但只要你们不叛主，自可性命无虞。接下来我便传你们一套顶级剑诀，只要你们用心修炼，便可轻松做到100日筑基。什么100日筑基？剑主，我现在可才武士境1品。戴新兰难以置信道。齐浩淡笑道：刚才不是还说绝对相信我吗？怎么现在又质疑了？啊，新兰不敢，新兰只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戴新兰连忙道。齐浩道：以你们当前的眼界，质疑也是正常的。现在你们什么都不用去想，等我传下剑诀后，你们专心修炼即可。是。众女齐声应道。既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只能把命交到剑主手里，好好修炼了。齐浩满意一笑，当即将离天剑诀传给众女。众女自是免不了一番震惊。你留下，其他人都去前方80里处的灵铺周围自行密地修炼吧。齐浩一指灵铺方向。戴新兰等人一听，这秘境空间里竟然还有灵铺这等修炼宝地，
个个眼神又亮了。这等修炼宝地，在灵武宗时，可是只有宗门内那些真正的天骄才有资格享用的。多谢剑主，那我们便去了。众女欣喜作礼，便赶忙飞奔而去。只有被留下来的这名女子，俏脸一片通红。她微低着脑袋，两只小手紧张地扣在小腹前。你叫什么名字？齐浩笑问道。沈明月。齐浩笑道。不必紧张，更不用害怕，我是剑主，又不是屠夫。往后你与我可是要相处无尽岁月的。沈明月欠身道。明月知道了。明月这就侍奉剑主。齐浩让其他姐妹都去修炼了，独留下他一个。沈明月自然就想到齐浩是留他下来做那事的。齐浩揶揄一笑，抬手挑起沈明月的下巴。你倒是主动，不过这事不急，我留你下来是为了在你丹田之中种下一道元剑气。啊！沈明月脸色大红，原来剑主留下他是另有其事，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事。坐下吧，放松身体即可。齐浩唇角一扬，轻笑道。果然，害羞时的女人最撩人心动。本来没有那意思的齐浩，这一刻倒是升起了一抹邪火。不过正是为先。沈明月坐好后，齐浩先对他种下风灵禁印，而后方才抽取了一道元剑气，朝着沈明月的丹田之中融入过去。唯有筑基境以上的修为，才能承受得住齐浩的一缕元剑气。修为太低的人，丹田薄弱，根本无法承载元剑气的威压。再者，修为太低的人也薅不到多少剑气，耗费手段强行种下元剑气，完全没必要。好了，以后你修行之时，这道元剑气会助你淬炼灵力和剑气，但同时它也会吸收你部分灵力和剑气，与你一同成长。齐浩直言不讳地淡笑道。即便他不说，沈明月以后修炼之时，也会发现这道元剑气会吞噬他的部分灵力和剑气。但即便如此，得到了离天剑诀和元剑气的沈明月，依旧是受益最多的。等这些剑士想通这些，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元剑气侵吞的那点力量了。当然，除非他们想死，否则也不敢在意。得了齐浩恩赐的造化，付出些许也是理所应当的。多谢剑主造化之恩，明月一定好好修炼，不负剑主恩赐。沈明月起身作礼道。齐浩笑道。这小嘴儿会说话。沈明月俏脸一红，羞声道。那明月也去修炼了。齐浩摸了摸鼻子，这小妮子刚才还挺主动的，现在把她的邪火撩了起来，就要跑了。本剑主这里还有一套颇为不俗的双修之术，你要不要学学？齐浩坏笑道。这沈明月有明显的侍奉之心，他邪火正起，又岂会放过？而且有些事是早晚的事，又何必扭扭捏捏，不让好事早一点发生呢？更何况这是沈明月自己做出的决定，他这样做也不算是欺负人家小女孩了。沈明月脸如火烧，害羞的点头道。能与剑主双修，是明月之福。齐浩邪魅一笑，抬手将沈明月拉入怀中，看着那羞红的小脸，他笑道。那就让我来教教你，这套双修之法该如何去修。齐浩一挥手，灵力洒落如星，化而为阵，将二人所在的方圆100米笼罩其中。一时春风起，撩得人如意，催得花蕾放，羞得明月藏。许久之后，沈明月含羞带俏，飞落向灵瀑近处。一群女子莺燕扑来，细雨相寻，倒是让这灵渊秘境添了不少春色与生气。修炼之中的白柳星偏头瞧着那一脸红润的沈明月，还有他身旁围着的那些嬉笑女子，不由面露苦笑。他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太过自视清高，还是世道沉沦。这些女子已完全不知羞耻，为何误了齐浩完事之后便离开了秘境。纵然如今的他没了前世之身那通天彻地的修为，但融合了前世记忆之后，很多事在潜意识里已经是一种习惯。譬如坦然接受弱者的依附，又譬如漠视众生，向强而活。从灵渊秘境出来后，齐浩将季东山母子以及李靖、秦震二人也送入了小院。既然掌天图能为秘境空间吸收灵气，他便也不在乎多几个人进入其中修炼了。更何况这些人对他一直是忠心耿耿，李靖、秦震又面临筑基，进入秘境也是为他们二人的突破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如今卫士已除，暂时不会再有人进犯齐府，留2个普通护卫守门就可以了。这许汉山又迟迟不回，看样子是他老子知道我杀了卫星狂之后，又吓得不敢让他出门了。齐浩淡笑摇头，朝着皇家走去。次日一早，齐浩与黄嫣从小院走出。夫人，我与元郎城齐家早已无任何情谊可言，此番回去，你无需看任何人脸色，更不用受着任何人的气。倘若有人敢刁难你，只管狠狠教训回去。走出小院的那一刻，齐浩出声叮嘱道。黄嫣温柔良善，齐浩怕他顾忌晚辈的身份，面对齐家之人的刁难，会选择忍气吞声。黄嫣挽着齐浩的手臂笑道：夫君放心，我可是筑基境3品的修为，
那齐家谁能欺负得了我啊？而且在外，我可不只是我若任人欺负了，那便是丢了夫君的脸面，所以我定然不会太过忍让的。齐浩轻笑道：是一点不要忍让，那群人都是一帮得寸进尺的东西。齐浩眼眸半眯而起，这次回去，有些他始终想不明白的事，也该去弄个明白了。初一，15载着夫妇二人飞空而起，转眼化成2道流光，消失在园林城上空。园林城内，不少尚在闺阁中的家族小姐，瞧着黄烟与齐浩并空齐飞，皆是羡慕不已，暗道黄烟真是好命。东临1万里，坐落百十城，除了实力最强的东陵城，余下小城实力亦有差别。元郎城临近东陵城，映照其辉，自有得意，整体实力比其他小城要强上不少。在100座小城之中，实力能进前3。别的不说，单是筑基境就有好几个。相比之下的园林城，在齐浩崛起之前，莫说是筑基境了，就连大宗师都没有一个。元郎城齐家之中，便有一位筑基境强者。当初若非是有魏昭做靠山，就算齐浩在齐家不受待见，孟氏一门也是绝无狗胆敢坑害齐浩的。这一日，齐府张灯结彩，喜气迎门，前来恭贺的宾客络绎不绝。齐家长孙齐征大婚，这不仅是齐家的大喜事，更是齐家成为元郎城第一大族的重要时刻。因为齐征的成婚对象乃是东陵城董家之女董雪琪。董家是东陵城4大家族之一，齐族老族乃为金丹境强者。即便董雪琪是董家3老爷的庶出之女，齐征能娶上董雪琪，也算是高攀了。家族底蕴不同，哪怕是嫡娶庶，嫡出的长孙齐征也绝不敢怠慢了庶出的董雪琪。这齐浩没脸回来也就罢了，怎么连小俊也没回来？热闹的人群中，一名妇人脸上挂着担忧，对着身边的中年男子道：放心吧，夫人，小俊身边跟着4名宗师客卿，不会出什么事的，定是那齐浩故意拖沓，这才耽误了他们的脚程。但料想着他们应该也快到了。中年男子安慰笑道。这中年男子是齐家二爷齐云海，旁边的妇人是他的正妻王蓉，齐俊正是2人的次子。忽然齐云海在府门外看到一道有些熟悉的身影。夫人，门外走来那个是不是齐浩那小子？齐云海皱眉问道。是他，可怎么只有他和孟家那丫头？小俊呢？王蓉惊呼一声，心里忍不住有些发颤。齐浩身边的黄烟被他认作是孟清然。园林城和元郎城相距甚远，没人传递消息的话，元郎城这边自然不知道园林城的情况。齐浩当年在齐家时都不受关注，去了园林城后就没人会关注他的消息了。齐府之外，齐浩和黄烟并肩走来。府前10米外，齐浩停下脚步，抬眼看向热闹非凡的齐府之内。同是齐家的孙子，待遇却是完全不同。即便他当初没有跟着孟毅离开，他的婚事也不可能会有齐征这般风光热闹。夫君，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如今的你早已是齐家无法企及的存在，以前那些伤心事就莫要再想了。黄烟抓着齐浩的手掌，柔声安慰道。如果齐浩在齐家很受重视，齐浩又怎么可能入赘孟家呢？再加上出门前齐浩说的那些话，聪明如黄烟自然能猜到齐浩当年在齐家过得肯定不好。齐浩轻笑道：夫人不必安慰我，因为这些人而伤心，那可不值得。但过去的事可不能让他随便过去。齐浩，小俊呢？这时王蓉怒冲冲地从齐府内奔走出来，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声喝问。齐云海跟在王蓉身后，亦是冷沉走来。只看到齐浩回来，他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儿子了。齐浩瞥了一眼王蓉和齐云海，诧异道：齐俊还没回来吗？难不成他死在外面了？你这小孽种，竟敢咒我儿子！王蓉本就心慌，一听齐浩这话，顿时暴怒一声，扬手一巴掌便朝着齐浩脸上抽去。砰！未等王蓉的巴掌抽到齐浩跟前，王蓉的胸前便挨了一掌，身体连连倒退。念你是长辈，这一掌只当是个警告，你若再敢辱我夫君，就休怪我不客气了。黄烟俏脸冰寒的怒道。他没想到自己的夫君刚回来，迎接他的竟就是一巴掌。这齐家的人竟是如此的欺负齐浩。孟清然，你敢向你二伯母出手？你孟家还真是好教养。齐云海眼眸一凶，怒声道。被唤孟清然，黄烟并没解释，只是冷声道：孟家根本就没有教养。至于这个泼妇，我可没认她是什么二伯母。齐浩此时也是一愣，他没想到平时温柔贤淑的黄烟竟会比自己还早出手。夫人，今日你可要把为夫护好了，这齐家的人可没一个善茬。齐浩揶揄一笑，脚步一移，躲到黄烟身后。黄烟脸色一红，刚才他是情急之下想也没想的就出手了，现在回神一想，以夫君的实力哪里用得着他出手啊？黄烟见齐浩躲到自己身后，
心里好笑之余，又暗自揣测道：夫君这是何意？莫非是不想暴露实力，想让我帮他教训其家人？齐浩，你还真是越来越出息了，如今都学会躲在一个女人身后了。见齐浩躲到黄烟身后，齐云海嘲弄一笑。齐浩淡笑道：二伯还有心情嘲笑我呢？难道您就不担心齐俊真在回来的路上被人杀了？以那他嚣张跋扈的性子，得罪人被杀的几率还是很大的。齐浩，你再敢胡言，老子拔了你的舌头！齐云海怒目一斥：夫君，你想说什么随便说，今日谁也动不了你。黄烟下巴一抬，扭头朝着齐浩笑道：既然夫君想藏着，那就让夫君藏着吧，还是夫人疼我？齐浩笑道。黄烟笑道：只有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才会不疼你。齐云海、王荣二人气的脸色铁青。孟清然，就凭你也敢在我面前放肆狂言？若非是迎亲的队伍就要回来了，我非得狠狠教训你们这两个目无尊长的小辈不可。齐云海捏拳怒道。齐浩笑道：二伯，你果真是有眼无珠的很，在你面前的可不是孟清然，这是我夫人黄烟。齐云海、王荣一愣，黄烟，这又是谁？当初孟毅将齐浩领走，不是入赘到孟家，和孟毅之女孟清然成婚吗？这齐浩的妻子怎么变成了一个叫黄烟的？哼，看来孟家的人和你接触之后，也没能瞧得上你。齐云海冷笑道。齐浩笑道：二伯说的是，他们和您一样有眼无珠，瞧不上我。你这孽障！齐云海大怒，正要克制不住动手时，一阵锣鼓之声从远处传来。齐云海脸色一沉，哼声道：回头再收拾你，先给我滚一边去！若影响了这儿的大婚，就算我不收拾你，你爷爷和你大伯也会扒了你的皮。齐浩只是冷冷一笑，黄烟却是眼眸一颤，对自己的夫君无比的心疼。难道这齐家之中就没一个在乎自己夫君的人？夫人，我们先到一边去。齐浩拉着黄烟的手，笑道。黄烟沉声道：倘若他们再敢这样对你，今日就算背上一个泼妇的名号，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齐浩拍了拍黄烟的手背，笑道：我这次回来就是没打算让他们好过的。黄烟愕然，难道夫君真要在自己堂哥的大婚上搞事？如此一来，和齐家的关系岂不是更加恶劣了？不过既然是齐浩想做的事，黄烟自然会支持。锣鼓声尽，红袍白马缓缓而来，骑着白马的红袍青年满面春风，不时朝着两侧贺喜的人员抱拳致意。在齐征身后，则是一辆装饰的极为喜庆的豪华马车，以及长长的迎亲队伍。与此同时，齐府之内也迎出一拨人来，正是齐浩大伯、三伯等人。他们仅仅是瞥了一眼路旁的齐浩和黄烟，便将二人当作了空气般，未有理睬。新郎官齐征路过齐浩时，倒是冲着齐浩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齐浩，纵然你天资胜我，那又如何？齐家的长孙是我，能娶东陵城大族之女的人也是我，你永远都只会是那个被我踩在脚底下的垃圾。饱含讥讽的混音传入齐浩的耳中。齐浩不屑一笑，踏步而出，走到路中央，挡住了齐征。齐浩，你干什么？还不让开！后方传来大伯齐云山的厉喝声。齐浩淡淡道：我还以为大伯和二伯一样有眼无珠，没能认出我这个侄儿来呢。原来是认出来了，只是没想搭理我。齐云山面色一阴，哼声道：你一个入赘出去的侄儿回来了，我这个大伯还要拿你当贵宾供着不成？赶紧给我退到一边去，今日是你大哥的大喜之日，你若敢胡闹，休怪我当众打断你的腿。大哥，齐浩现在的翅膀可硬了，自以为有个小媳妇护着，就狠了不得了呢。齐云海冷笑道：齐浩，你还不滚开！敢耽误我和雪琪的好时辰，不仅齐家饶不了你，东陵城董家也不会轻饶了你。齐征也是凶怒道。齐浩抬手挖了挖屎，淡淡道：你们是真吵吵。唰，蓦然一道剑光撩起，直劈齐征而去。齐征吓得瞳孔大张，连忙从白马上纵身飞退。扑哧，脖子上挂着喜庆大红花的白马被一剑劈成了血淋淋的两半，轰然倒地，血水瞬间淌了一地。啊！孽障，你怎敢！惊呼声、怒吼声顿时混乱一片。齐云山更是暴怒一纵，右手成爪直取齐浩咽喉。我不过是杀了一匹马，你却生出了杀我之意。哼，你们对我还真是无情至极啊！齐浩冷冷一笑，身形豁然一闪，须臾间来到齐云山身侧，一剑斩下。扑哧，血水飞溅，齐云山握成爪状的右手啪嗒一声掉落在地。啊！齐云山发出痛苦的嘶吼声，这一瞬，在场的所有人都顿住了呼吸，瞳孔惊张。齐浩竟然斩断了齐云山的一只手。且不说这齐云山是齐浩的大伯，齐云山可是大宗师境界的强者。
这齐浩是怎么做到的？刚才齐浩那速度，好是恐怖。看来齐浩这次回来，并不是来给齐征贺喜的，而是来向齐家报复的。这齐浩也是真狠，先劈了齐征坐下的白马，又斩了齐云山一只手。黄烟这一刻也是有些愣神。他原以为齐浩说的让齐家不好过，也就是教训齐家人，没想到夫君一出手就这么狠。父亲齐征在远处干瞪着眼，惊呼喊道：“父亲受伤！”他很想过去，可中间拦着一个齐浩，他不敢啊。齐浩，你是疯了不成？齐云海瞳孔内缩，颤声喝道，滴血的剑尖指向齐云海。齐浩淡漠问道：“齐云海，你再咆哮一句，信不信我在你嘴上开道口子？”齐云海喉咙一咽，被齐浩一句话吓得闭住了嘴。这一刻的齐浩竟是让人如此的恐惧。见齐云海闭了嘴，齐浩提剑朝着齐征走去。齐征惊恐连退，退到马车旁。陈伯救我！齐征拉着马车旁的一名老者，急声求道。这陈伯是董家的人，此行是护着马车里的新娘董雪琪来的。齐征也知道，这陈伯乃是一名筑基境的强者，只要陈伯肯出手，定然可以护他周全。然而这陈伯却是嘴角一阵抽搐，瞥向齐征的眼神里充满了嫌弃。其实在齐浩剑劈白马的时候，他就准备出手的，可瞬息之后，齐浩又斩了齐云山一只手，而整个过程齐浩身上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丝元力波动。察觉到这一点的陈伯哪里还敢再出手？陈伯纵是对齐征这懦弱无能的样子很是瞧不上，但也不能真的不管齐征的死活，毕竟齐征是董家的新姑爷。你先把手放开。陈明对着齐征冷沉道。哦。齐征连忙放开手。陈明虽然对齐浩的实力有些忌惮，但现在也只能硬着头皮拱手道：“这位齐公子，虽然老夫不知道你和齐家有什么恩怨，但今日毕竟是我家雪琪小姐的大喜之日，还请你莫要再动干戈，否则齐家好欺，董家可不好惹，还请你自多掂量。”齐浩淡淡道：“看在你没有直接出手帮他的份上，我也劝你一句，只要你待在那里别动，今日之事就和你董家无关。”陈明眼眸一眯，冷声道：“齐公子真是好狂的口气啊！整个东陵域可没有几个势力敢如此蔑视董家。”见陈明没有出手，反而和齐浩避避，齐征咬牙道：“陈伯，您何必跟他多言？他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齐家弃子，您只管出手杀了他，我齐家绝对没人会在乎的。”陈明脸皮一抽，心里暗骂道：“你以为老夫没出手是在乎你齐家人在乎不在乎吗？这齐家人也真是蠢上了天，放着如此天骄般的齐浩不宠，却宠着这个懦弱无能的废物齐征。唉，要是雪琪小姐嫁的人是这个齐浩就好了。”看到齐征今日的表现，陈明心里替董雪琪一阵惋惜。哼，又一个想杀我的，很好。齐浩的笑容有些狰狞起来，他踏步继续朝着齐征走去。你们董家的人可以原路返回了，今日这婚他齐征是成不了了，因为他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齐浩冰冷的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在场所有人，包括那些原本抱着看热闹心态的人，这一刻心底全都冒起了寒气。齐浩竟是要杀新郎齐征。陈明意识瞳孔一缩，心里骇然道：这齐浩的杀性怎么这么大？他与齐征不是堂兄弟吗？眼看着齐浩越走越近，陈明有些急了。他若再不出手，恐怕齐征真要死了。可出手他实在没什么信心。够了！一道怒沉喝声从齐府之内传来，随即一袭紫袍加身的老者飞空疾掠而来。齐浩，你已经伤了你大伯，心中的怨气也该散得差不多了。但只要你现在罢手，爷爷可以做主，不再追究你今日所犯下的一切，甚至可以与你再回齐家。齐苍飞身落到齐云山身边，盯着齐浩沉声道。发现齐浩诡异之处的不只有陈明，暗中窥察这边情况的齐苍同样发现了齐浩的不寻常。能够不显一丝元力波动斩下大宗师之境的齐云山一只手，齐浩的修为恐怕已是筑基境。至于是筑基境极品，二人就无法断定出来了。但瞧着齐浩这副惹事的气派，估摸着是有备而来的。所以在没有弄清楚齐浩真实修为之前，不管是陈明还是齐苍都没有贸然出手。当然齐苍没有直接出手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齐浩的优秀已经远远超出齐家所有小辈。如果能够挽回齐浩的心意，让他重新回到齐家，那齐家便是一门两筑基，在元狼城第一家族的位置那就更稳了。父亲，齐浩这孽障可是斩断了孩儿一只手啊，您怎能轻言放过他？齐云山脸色苍白的颤声怒道。齐苍偏头斥道：住口！若非是你对齐浩生了杀意在前，他也不至于会下手如此狠辣。齐云山咬牙怒吸了一口气，他明白了，父亲这是看上齐浩的实力了。齐浩，爷爷已经给了你机会，
你可要好好珍惜才是。齐仓眼眸冷眯，盯着齐浩道。齐浩面露讥讽，这次回来，我原本只想弄清楚一些事情，但没想到3年不见，你们对我的那副嘴脸还是一点没变，我心中的那份亲情之念也正好断了个干净。现在莫说是你给我机会回齐家，就算是你齐仓跪着求我回来，我也不可能再回这个齐家。你这个不孝子孙，既如此，齐家便彻底容不下你了。齐仓知道齐浩心意后，怒然一声，满目凶光。怎么，你也想动手杀我？齐浩冷笑道。齐仓怒哼道：是你自己目无尊长，以下犯上，罪该一死。齐云山狞笑道：齐浩，这可真是你自己找死了。你应该还不知道吧，你爷爷早已是筑基境2品修为了。纵然你长了些本事，但既然你爷爷动了杀心，你便绝对活不成了。什么？齐仓已经是筑基境2品了？齐浩眉头一挑，哈哈哈。齐浩，你现在知道怕了吗？已经太晚了。爷爷，齐浩反骨深重，且对我齐家恨怨极深，您是劝不回他的了，您还是赶紧出手杀了他吧。这眼瞅着孙儿和雪琪的吉时都要被耽误了。齐征阴狠地大笑道。齐仓冷然道：齐浩，你自刎吧，如此还能留个全尸？你们这些齐家人还真是无脑的自信。黄烟冷冷一步踏出，轰！他筑基境3品的气势轰然荡开，齐云山、齐云海以及距离黄烟近处的人尽数被震得连连倒跌。齐仓的身形亦是猛地一晃，连退2步。他一双老目骇然震惊：你竟是筑基境3品？齐仓的惊呼声让齐家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这齐浩怎么这么好命，竟娶了一个筑基境3品的媳妇？还要我自刎吗？我若自刎了，齐家今日不仅喜事办不了，连丧事也没人可以办了。因为我夫人一定会屠了齐家满门，到时候宾客惊散，连个给你们收尸的人都不会有。齐浩邪冷笑道。齐仓气的怒抖，可黄烟的修为摆在那里，他哪敢再动手？陈明此时也是十分震惊，他没想到齐浩的这位小娇妻竟然也是个筑基境，而且还是筑基境3品。这种天才根本不是普通势力能够培养出来的。东陵城各族之中的天才，他即便不是都熟悉，但基本都有过照面。他可以很确定，眼前这个黄烟绝对不是东陵城的人。难道他是5大强宗的弟子？若真是如此，哪怕是董家也绝对不能轻易招惹了。陈明心中暗道：凭什么？凭什么他齐浩这么好命？不仅天赋比我强，连娶的女人也比我娶的女人强。齐征极度的眼眶赤怒，在心里狂吼着不甘。齐家的人也死寂了下来，再不敢嚣张半句。齐仓深吸一口气，阴沉着脸道：你果然有备而来，但老夫若拼死一战，你这小娇妻也未必能够讨得了好处。更何况在此的筑基境强者还有董家的陈克清，若我们2人联手，你这小娇妻又能胜算几何？但老夫也不想将事情闹到那般局面，所以齐浩，带着你的小娇妻离开元狼城吧，从此你与我齐家再无半点关系。齐浩嘲弄一笑：齐仓，你还真是瞧得起你自己。我夫人若是出手杀你一剑即可，你根本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齐仓怒笑道：你少在这里唬人，老夫修为不过低了他1品而已。齐浩脸色一寒，冰冷道：你这井底之蛙，恐怕也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相信我说的都是真话。不过我也给你和齐家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2个问题，我便与我夫人离去。齐仓眼眸冷眯，寒声问道：你想问什么？齐浩冷声道：第一个问题，同是你的子嗣，你为何偏偏薄待我父亲这一脉？齐仓冷哼道：自然是因为你祖母，若不是为了生下你父亲，你祖母便不会难产而死。唰！齐仓话音刚落，一道剑光便是劈向齐征而去。噗嗤！啊！齐征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条手臂已被齐坚砍下。啊！我的手臂！我的手臂！齐浩，你这个混蛋！齐征捂着断臂之处的伤口，痛苦地惨叫着。陈明瞳孔惊缩，这一道剑光的速度竟是快到连他都来不及反应。而且齐浩斩出这一剑同样未曾使用半点元力和灵力，这齐浩究竟是什么修为？难道他的修为还能在筑基境5品以上不成？陈明也有些慌了，这齐浩杀性强烈，又狠又疯，万一杀意蔓延到他身上，恐怕他这个替董家送亲的人也都要没命回去了。这儿，齐云山悲痛呼喊。片刻之前，他和齐征皆是喜气洋洋，对未来充满野心与幻想。可谁能想到，这么一会儿功夫，他这个老子断了手，儿子直接没了整条右臂。齐浩，你这又是为何？齐仓梗着脖子怒吼道。
齐征虽不如齐浩的天资，可毕竟是齐家的长孙，也是齐家未来的家主继承人。现在失去了右臂，本来就一般的实力，又废了一大半，这以后和废物有什么区别？齐浩冷笑道：“他这条右臂是为你不说真话而付出的代价。齐苍，你若真的与我祖母那般伉俪情深，为何他的灵位积满灰尘，却无人擦拭？那灵位上的道道裂痕，你又怎么解释？齐家乃是武道世家，祖母也有不俗，修为在身，难产的说法本就牵强至极。”齐苍眼眸一震，他没想到这些小细节竟被齐浩给发现了。齐浩曾经也以为齐家人之所以薄待他们这一脉，是因为祖母的关系，可随着他日渐长大，心智更成熟了些，便发现了一些蹊跷。你若再不说实话，齐征的左臂也别想保住了。齐浩冷冷道。面对齐浩赤裸裸的威胁，齐苍双拳猛地一握，咬牙怒道：“好，既然你这么想知道真相，那老夫便告诉你，因为你父亲，他根本就不是老夫的儿子，他是你祖母和外人所生的野种。你祖母也并非是难产而死，而是在他生下你父亲之后，被老夫亲手杀死的。”什么？齐家四爷竟然不是齐苍的亲儿子？啧，没想到齐苍竟被戴过绿帽子。看来齐苍当年杀了发妻，却留下齐四爷的命，实则是为了报复了。只是不知这给齐苍戴绿帽子的人又是何人？估计也是个厉害人物。齐家四子当初就是齐四爷天赋最好，到了齐征、齐浩这一代，又是齐浩的天赋最强，这就是血脉上的天赋传承啊。所以说，那个给齐苍戴了绿帽子的人，至少在天赋上肯定比齐苍更强。听着周边的议论声，齐苍脸皮怒抖。这个秘密他饱含屈辱的隐忍多年，如今却在齐浩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说了出来。他眼中的怨气是越积越深，恨不得吃了齐浩一样。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父亲是个野种，你满意了？齐苍怒道。唰！齐浩反手又是一道剑光横削而出。齐浩，不可！水帘灵遁！轰！这一次陈明有了防备，在剑光乍起的瞬间，他便祭出了一道灵遁，将自己和齐征护了起来。砰！剑光激荡在水帘灵遁之上，轰然炸响。刹那间，灵遁破裂，扑哧一声，一道横向的剑痕割裂了陈明的衣袍。陈明眼眸惊突，双腿忍不住一阵发抖。虽然剑气残逝，只是划破了他的衣袍，割裂了他的浅表肌肤，可这一剑，齐浩依旧没有使用半点灵力啊！这要是用上了灵力，他现在岂不是已经被削成两半了？你也想死？齐浩冷目一凶，盯向陈明。陈明骇然忙道：“公子别误会，老朽并没有要和公子为敌的意思。只是齐征毕竟和我家小姐有婚约在身，老朽身为董家客卿，自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齐征被杀，还望齐公子能够体谅啊！”哼，他已是一个废人，只怕董家也不会愿意再将女儿嫁给他了。你若不想死，就带着你家小姐滚吧。齐浩冰冷道。陈明苦笑，这哪里是他一个客卿能够做主的事情啊？既然公子让雪琪回去，那雪琪回去便是。还请公子看在雪琪的薄面上，莫要伤了陈伯。马车里的新娘终于开了口。所有人都愣了，这董家的小姐竟然这么听齐浩的话，而且听这口气，二人似乎早就相识。齐浩讶然，这声音怎么有点熟悉？正当齐浩好奇时，马车上的帘子也掀了开来，一个身穿红色喜服的俏丽女子从马车里走了出来，对着齐浩恭敬地做了一礼。没想到齐征要娶的人竟然是你。齐浩看到董雪琪，淡淡道。董雪琪欠身道：“适才就听公子的声音有些熟悉，没想到竟真是公子。若早知公子与这齐征有仇，雪琪定是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噗！一旁断臂重伤的齐征顿时气怒攻心，一口血水喷如血溅。征儿，你要挺住啊！齐云山痛心的悲呼道。砰！只可惜齐征没能挺住，一口血水吐完，人就昏死了过去，摔倒在地。齐浩，求求你让我救征儿，否则他真会死的。齐云山哀求道。齐浩冰冷道：“他若就这样死了，倒是省得我去杀了。在我没有满意之前，你们谁敢动一下，我便杀了谁。”你！齐云山愤怒不已，在场所有人也都噤若寒蝉，那些看热闹的人想走都不敢抬腿走了。齐苍怒然道：“老夫刚才已经说了实话，你为何还要出手想杀了这？”齐浩冰冷道：“自是因为你辱我父亲，你若再敢辱我父亲一句，今日我便让你齐苍断子绝孙。”齐苍只觉得胸口一掌，老脸瞬息通红。好在他修为比齐征要强一点，硬生生将翻腾的气血给压制了回去。齐浩看向董雪琪道：“你回了吧，以你董家小姐的身份，以后也不愁嫁。”董雪琪嗯了一声，转身又上了马车。
他日公子去了东陵城，一定要给雪琪一个报答公子的机会。放下帘幕之前，董雪琪笑道。齐浩笑道：好。董雪琪眼神一亮，欣喜地放下了帘幕。陈伯，我们回吧。马车里传出董雪琪的声音。齐云山眼见董雪琪真就要这么走了，忍不住怒道：董雪琪，你与我儿已有婚约，今日更是你们的大婚之日，你岂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就算你是董家之女，也不能如此负了我儿。陈伯杀了齐征，他死了，我也就不用嫁了。马车里传来董雪琪冰冷的声音。齐云山瞳孔一缩，噗嗤，陈明取出一剑，狠狠扎透了齐征的心脏。齐征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是死在了陈明的剑下。这儿啊！齐云山哀嚎坐地，泪流满面。好你个董雪琪，我齐家与你……砰！不等齐云山怒吼完，他的脖子上便挨了一掌。把他给老夫送回府内。齐苍阴沉道。他看着昏迷的齐云山，就像是在看一头蠢猪。这董雪琪明显和齐浩有救，更是因为齐浩的出现，直接和齐家反目，甚至杀了齐征。齐云山竟然还不知死活的敢威胁董雪琪，这是嫌齐家面临的危险还不够大吗？他只能在齐云山彻底激怒董雪琪之前，把齐云山打晕了。陈克清，你杀老夫的孙儿，出手倒是干脆利落的很啊。齐苍咬牙道。陈明自然知道齐苍是在嘲讽他，他冷笑道：因为吩咐陈某的是我家小姐，陈某自然不会有半分犹豫。齐苍冷怒一哼：陈伯不必再与他们纠缠，我们走吧，莫要耽误了齐公子的事。董雪琪的声音再次传来。陈明躬声道：是，小姐。返回东陵城，陈明轻声一喝，队伍里董家的送亲队伍当即调转身形，朝着来路返回而去齐家的人，自是个个面色犟子，心感羞辱。可除了心有不忿，又能如何呢？夫君，你与那董家小姐竟是认识啊？黄烟笑道。齐浩笑道：有过一面之缘罢了。这董雪琪正是之前齐浩在刘道洞府里救下的那名女子，他也没想到当时顺手救下的女子竟然是东陵城4大家族之一董家的女儿，还是齐征的未婚妻。黄烟掩嘴笑道：我瞧着那董家小姐对夫君倒是仰慕得很，不如回头夫君就去董家提亲，纳了这董家小姐。齐浩抬手刮了一下黄烟的鼻子，无奈笑道：休要乱说。在场的人脸皮皆是一抽，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们这对小夫妻这么秀恩爱，不太好吧？齐家的人还急着给齐征办丧事呢。齐浩，你还有什么想问的？齐苍沉声道。齐浩目光转向齐苍，原本温柔的笑眼瞬息充满寒霜。我母亲体内的毒是谁下的？齐苍一惊。你母亲是被毒死的，这是老夫当真不知情。唰！齐浩剑锋一提，冷声道：世人死的不够，你还想送谁走？齐苍虽然气得想发狂，但还是急忙道：老夫连那等丑事都说了出来，若真知道是谁害的你母亲，老夫岂会不说？一人之生死，岂有我整个齐家的安危重要？齐浩冰冷道：你不知道，那就去问，若是我来问，会死很多人。觉醒前世记忆之前的齐浩见识不多，自然看不出来他的母亲是被人下毒所害，只当是母亲因为父亲之死哀伤过度，再加上积劳成疾病死的。可前世记忆觉醒之后，他在回忆当年母亲的种种情况，很容易便知道他的母亲其实是被人下毒所害。是谁做的？自己站出来。这齐浩如今有多狠，你们不是没看见。若你们敢做不敢认，到最后不仅自己难逃一死，还会连累了整个齐家。齐苍冲着身边的齐家众人怒喝问道，他一双凶眸同时凶厉地在所有人脸上一一扫过。王荣，是不是你？齐苍豁然一吼，抬手将神情惊惧的王荣给提拎了起来。不是我，父亲，真不是我。王荣惊恐大叫道。齐苍凶声道：若不是你，你为何如此害怕？当年也是你欺负温氏最多，不是你又能是谁？父亲，真不是我，真不是我啊！儿媳虽与温氏不睦，但从未想过下毒害他啊。三弟妹一直图谋四弟留给温氏的那枚储物戒，定是三弟妹害的温氏。对，一定是三弟妹。王荣，你这泼浪贱妇，休要胡乱攀咬！你自己做下的恶事，竟想让我替你背锅？你这贱妇，当真是歹毒！一个妇人怒然叫吼道。这妇人正是齐苍三儿子齐清江的正妻朱燕。王荣，亏得我们夫妇一直敬着你这个二嫂，没想到你竟是如此恶毒。父亲，王荣素来泼浪阴毒，定是他害了四弟妹无疑的。齐清江也是怒然叫道：狗屁！分明就是朱燕下的毒，在父亲面前，你们夫妇就休要狡辩了。齐云海哼声道。齐苍面容狰狞，
这4人可真是自己的好儿子、好儿媳啊！他忽然有些悲凉之感。他的3个儿子竟没有一个能比其亲和那个野种有出息。吵完了吗？如果再吵不出一个结果来，那你们就都去死吧！齐浩冰冷的声音传来，齐浩冰冷的声音犹如催命符音一般。齐家众人吓得皆是惊恐无比。到底是谁？自己承认，莫要连累全族。齐仓怒吼问道：“是他，是他！”王荣和朱燕互指，齐云海指着朱燕，齐清江指着王荣，场面如恶狗互咬，看得那些宾客们心中暗自嗤笑。今日之后，这齐家的人就算没死绝，从此齐家也要沦为元郎城的笑柄了。第一家族的美梦也已经泡汤了。齐仓眼看到了这时候，老二、老三家还在互相攀咬，死不认账，气得怒火一冒，杀气顿生。唰！他脚步蓦然一个前跨，双臂如毒蛇探出，他2只大手分别捏上王荣、朱燕的脖子。父亲不要！父亲快住手！咔咔！在齐云海、齐清江2人惊呼之中，2道碎骨之声传出。王荣和朱燕皆是眼眸突瞪，死不瞑目。父亲，您这是做什么啊？王氏可是您的儿媳啊！朱燕，朱燕啊！娘，母亲，齐仓，你这老匹夫竟敢如此草菅我妹妹的性命！我王家和你齐家没完，你给我等着！我这边回去请我父亲出关。齐仓，你不分青红皂白杀我长简，我朱家也和你们齐家没完！宾客之中自然也有王荣、朱燕的娘家们在，眼见齐仓骤然杀了王荣和朱燕，这2人的娘家人顿时个个目赤，怒吼着离去。齐仓的实力强大，他们不敢直接动手，但杀亲之仇，他们自然也不能就这样算了。齐府门前充满了哀嚎的声音，齐仓脸皮震颤，双臂怒抖。他自然知道，杀了王荣和朱燕，不仅从此父子离心，还会遭到王家和朱家的报复。可如果不杀，眼前这一关，齐家就过不了。齐浩，他2人已死，你可满意了？齐仓扭头，恶狠地看向齐浩。齐浩却是一脸冷笑：我满意什么？他们的命，在我眼里一文不值。我要的是真相。你就这样杀了他们，害我母亲的人，还是没能找出来。齐仓怒道：那你还想怎样？齐浩眼中眯出一道凶光。如果我所料不差，当年我母亲所中之毒，名为碎魂散，点滴服之，日渐憔悴，百日碎魂，最终破裂而亡，极是痛苦。既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承认是谁给我母亲下的毒，那便让你齐家每人都服下1剂碎魂散，想来下毒者自有解毒之法。什么？齐仓惊怒，你要让我齐家所有人都服下1剂碎魂散？齐浩，你简直荒唐！要么服毒，要么都死！齐浩冰冷的提剑起，黄烟亦是眼中冷芒爆闪，取出蛟灵剑来。嗡！剑身一侧，寒芒爆闪，恐怖的剑气萦绕在剑身上，化为一道巨大的黄影。我劝你们之中的知情人自己站出来，莫要累及全族。我不妨告诉你们，孟家背弃我夫君，如今早已被灭门。倘若你们想和孟家一个下场，那便继续闭口不言吧。黄烟低喝道。齐浩疯，但他却不想看到齐浩真的屠了整个齐家，但他不会当众阻止自己的夫君，唯有将那下毒之人揪出来，才能阻止齐家被灭门。齐仓、齐云海等人听闻孟家竟然被灭门了，骇然不已。好，我说，确实是内子下的毒。齐清江颤声道。横竖都是死，他自然不想带着整个家族一起陪葬。齐家有父老4一家，但对他这一脉向来都是不错的，竟真是3婶下的毒。娘，您死得好冤啊！爹，您在胡说什么啊？怎么可能会是娘亲下的毒？齐云山的儿女们惊震不已，齐云海的儿女们则是哀嚎痛哭，为自己的母亲叫屈。齐清江的儿女们则是难以置信。齐仓心里松了一口气，不管是不是朱燕，这件事总算是有个结果了。老三，你做得很好。齐仓沉声道。说完，他看向齐浩，低沉道：齐浩，你三伯已经承认了是朱燕所为，如今朱燕已死，你对你母亲也能有个交代了。齐浩看向齐清江，冰冷道：朱燕给我母亲下毒之事，你也有参与？齐清江脸色一白，忙道：我未曾参与，只是偶然撞见他向一个黑袍人购买了一包毒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买毒药是做什么用的，直到后来我发现他和府中的丫鬟翠宁时常接触，我才怀疑他是在给你母亲下毒。你母亲故去不久，那翠宁也不见了踪影，想来是被朱燕灭了口。齐浩双拳一握，那丫鬟翠宁，他自然记得小时候他经常被欺负的受伤，很多次都是翠宁偷偷拿着伤药帮他涂抹伤口。
可没想到毒害他母亲的事，这翠宁竟也有参与。但他其实也能理解，翠宁在齐家只是一个丫鬟，纵有一些善心，却如何敢违抗朱燕的命令？草芥之身，命薄如纸，气质有限，但有微迫，很容易便就屈从了。齐浩低沉道：“朱燕害我母亲，果真是如王蓉所言，是图谋我父亲留给我母亲的那枚储物件。应该是，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没跟朱燕街开过这件事，一直装作不知道。如果不是你今日非要一个真相，这件事定会永远埋在我心里。”齐清江咬牙道。齐浩阴冷一笑，朝着齐家众人走过去。齐家众人吓得连连后退。齐仓惊道：“齐浩，真相你已经知道了，朱燕也已经死了，你还想怎样啊？你虽非我齐家血脉，但我齐家对你毕竟也有过10多年的养育之恩，难道你真想赶尽杀绝不成？”齐浩默然道：“那不是10多年的养育之恩，是10多年的欺辱之仇。你放心，我不会将齐家灭门的。但你齐仓，还有齐云海、齐清江，麻木不仁，苛待我父一脉，今我归来，必须要让你们付出一点代价。要么你们自废修为，要么我来帮你们废，你们自己选。”“什么？你要我们自废修为？”齐仓大怒。若被废了修为，他就是一个老废物了，那还能活久？你这孽畜，欺人太甚！齐仓怒吼一声，蓦然鼓足灵力，暴冲而出，拼尽全力的一掌迅猛轰向齐浩。被逼至绝境的齐仓终于生出了鱼死网破的拼命狠意。不自量力！齐浩蓦然一哼，强大的气息暴涌而出。轰！刹那之间，齐仓轰出的全力一掌竟被齐浩释放的气息直接轰爆，人也被齐浩的气息冲撞着倒飞出去。齐仓的身体砰的一声砸穿了齐府的院墙，落地后身体依旧翻滚了10几圈，方才停下。噗！灰头土脸的齐仓抑制不住地喷出一口老血，脸色煞白至极。他惊恐地感觉到周身的经脉已被尽数震断，连丹田也被齐浩的气劲之力轰得损裂，一身灵力正在飞快流失。不，老夫不能变成废物，老夫绝不能变成废物！齐仓满嘴惊恐地念叨着，不敢接受这样的事实。齐云海、齐清江原本还想着随齐仓一起和齐浩拼了，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出手，齐仓就飞了出去，这可把齐家的人全都吓懵了。这齐浩到底是什么修为啊？竟是如此凶猛！需要我帮你们吗？齐浩扫了一眼齐云海、齐清江，冷声道：“齐浩，我们可是你二伯三伯啊，你就饶了我们啊！”齐云海颤声道：“是啊，以前都是我们错了，我们也知错了，求你原谅我们吧。”齐清江亦是满目恳求，一旦成了废人，他们就算还活着，这辈子也完了。既然你们自己下不了手，那就让我来帮你们吧。齐浩冰冷一哼，挥手打出2股劲气，分别轰向二人丹田。啊！啊！随着2声惨嚎，齐云海、齐清江的身体亦是倒飞回了齐府之中，跌落在齐仓身边。其他齐家人皆是瑟瑟发抖，畏缩着蹲在地上，不敢说话，更不敢向齐浩出手。齐浩冷漠地扫了他们一眼，阴沉道：“齐家会有今日，皆是咎由自取。你们既侥幸无恙，以后就当安分些，如此或许还有一条活路。夫人，我们进府去拿我父母的灵位。”齐浩看向黄烟道。黄烟嗯了一声，乖巧的齐浩身边。他心中其实很心疼齐浩，今日夫君有多狠，便说明夫君当年有多苦，心中有多恨。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很多事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体会。夫妻2人朝着齐府中走去，熟悉的府邸，熟悉的路，可这里的一切对齐浩来说却充满着无情与冷酷。齐征大婚，齐仓让齐俊喊他回来，根本就没憋过好屁。齐浩用最小的恶意去揣测齐仓的用意，那也是齐仓想让齐浩来见证他那个大孙儿的风光。一间破旧的院落，里屋早已被当成了杂物间。齐浩挥手扬起一道劲气，将屋中密布的蛛网冲散。积沉的案几上摆放着2尊灵位，一个是亡夫齐清河之灵位，另一个为慈母温安逸之灵位。一儿，给我父母行个礼，他们在天之灵便知道你这个儿媳了。齐浩轻笑道。父母故去已久，齐浩早已看开，再加上有2世为人之感，他的心境自然也不会轻易有所波动，只是对这一对苦命鸳鸯颇为同情。黄烟连忙跪地，对着2尊灵位行下大礼。儿媳黄烟迟来祭奠，还望父亲母亲在天之灵能够原谅儿媳。今日儿媳便与夫君带父亲母亲回家。黄烟诚恳道。齐浩走到案几前，拿起齐清河的灵位，擦拭间低沉道：“父亲，孩儿已经替您报了仇，杀了孟毅，也给了齐家一点教训，您可以安息了。至于您的身世，您也无需介怀，人这一生
唯一不能做选择的便是出身。既来世间，便是独我，一切欣然，何关其他？齐浩将齐清河的灵位收入储物戒中，又拿起温安逸的灵位。齐浩的脸上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意。母亲，您是一位尝着苦也能笑的好母亲，您是这世间最温柔的女子，但请恕孩儿不能做到如您一般的温柔仁慈。害您的朱燕已死，齐家这些人也都付出了代价。我知您有遗愿，便是找到当年失散的家人，这件事您就放心交给孩儿。齐浩一边轻语，一边轻轻地将温安逸的灵位擦拭干净，最后也收入储物戒中。夫君。黄烟牵住齐浩的手，满目心疼。齐浩笑道：无妨的，嫣儿，我早就不是需要安慰的小孩了。黄烟柔声笑道：如今的夫君已是顶天立地的伟男子，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定然也都看到了，他们肯定都为有夫君这样的孩儿感到自豪呢。齐浩笑道：我想也是，人死如灯灭，何来天上灵？齐浩和黄烟都清楚这些，但遗留人间的那份不了情总是需要记怀的。相思人已故，难忍相思无，唯以物相思，道尽心头苦。从旧院走出来后，齐府的人基本已经逃散隐匿了起来，不敢再到齐浩面前晃悠，生怕齐浩一个不爽又废了谁。但在齐府大门口倒是瘫坐着一个人。眼见齐浩和黄烟走了出来，齐云海神色一颤，连忙爬到齐浩跟前，颤声问道：齐浩，二伯已废，求你看在二伯现在这副可怜模样的份上，能否告诉二伯，你把小俊怎么样？他是否还活着？齐浩淡漠道：我没杀他，他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齐云海眼眸一喜：你真没杀小俊？那这么说小俊就可能还活着了。太好了。齐浩淡漠道：你在开心什么？就他那没什么实力还嚣张跋扈的性子，就算现在没死，死于非命也是迟早之事。夫人，我们走。齐浩大步朝着齐府外走去。黄烟小嘴一扁，嘀咕道：夫君怎么不继续叫我嫣儿了？他其实心里明白，齐浩唤他嫣儿的时候，应该是齐浩心里最柔软的时候。夫君，等一等，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走出齐府后，黄烟忽然想起一事，便叫住了齐浩。齐浩笑道：我不记得我忘了什么事啊。黄烟凑近一些，低声道：齐仓说父亲不是齐家的血脉，夫君就不想问问那个人是谁吗？或许那个人是夫君如今唯一的亲人了。齐浩轻轻一笑，伸手将黄烟揽入怀中道：不管他是谁，就当他死了吧，就算他还活着，他也不是我的亲人，夫人才是我的亲人。黄烟俏脸一红，嗯了一声。齐浩和黄烟在元郎城的这一日，一道消息也在东陵域内的大势力之中炸开了锅。一个叫齐浩的神秘青年于昨日带着一老仆一女子登临灵武宗，不仅扬言斩杀了灵武宗少宗主魏昭以及灵武宗宗主魏新狂，更是当着整个灵武宗的面将灵武宗的老祖魏远山斩杀。起初不少大势力听到这个消息，皆是充满了质疑，可很快消息就被各方探子得以证实。一时间，东陵域各大强宗和东陵城内的老牌大族皆在疯狂搜寻这个叫齐浩的青年信息。玄枪门寒冰院内，听着兰陵的汇报，罗冰云整个人傻眼了。你说什么？齐浩昨天去了灵武宗，还当着灵武宗所有人的面杀了魏远山？罗冰云目瞪口呆地看着兰陵。当日齐浩让许汉山给他传话，言语之间暗示着魏新狂已死，但对此他只是半信半疑。魏新狂是否身死的消息他也无从验证，但他瞧着齐浩是越来越疯了，所以回来之后就直接建议许仲刚把许汉山关了。齐浩可以疯，但许汉山是玄枪门的弟子，可不能让他跟着齐浩一起疯。可现在兰陵告诉他，齐浩不仅真杀了魏新狂，现在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了金丹境五品的魏远山。罗冰云整个人都骂了，这齐浩哪是疯啊，根本就是一个超级大妖孽啊！兰陵激动道：这等大事，弟子岂敢骗师傅？估摸着这事很快就要传开了。师傅，这齐浩不是疯子，也不是什么狂徒，他是真有实力的人啊！这样的人咱们应该好好结交啊！兰陵现在已经有点后悔了，早知道齐浩真的如此妖孽，当初在园林城他就不该白猫藏着那么些天了，应该和这个齐浩好好接触一下才是啊！如此兴许他也能和萧楠楠一样，从齐浩那里得到机缘造化。罗冰云低吸一口气，连忙起身道：走，你现在就随为师去见宗主。对了，把你许师叔以及许汉山还有萧楠楠、红英也都一起叫上。好。兰陵连忙应道。兰陵刚走，一道洪亮的声音便是自虚空中震荡传来：各院院长速至真武殿议事。罗冰云脸色一变，宗主这时候忽然聚集各院院长议事，多半是已经知道了灵武宗的事。宗主知道了，
其他宗门岂不是也都知道了？这消息未免也传得太快了吧？罗宾云不由苦笑。兰陵，你带着他们直接到真武殿外等候。罗宾云给兰陵传讯一声，自己便飞身而起，朝着真武殿过去。真武殿内，玄枪门12院院长尽数到齐。殿上，陆羌神色凝重。诸位院长，本宗刚刚收到消息，魏远山死了。陆羌低沉开口道。殿下瞬间惊瞪了11双眼睛，唯有罗宾云脸上苦笑更甚。果然，消息已经扩散了。宗主，这魏远山是何人所杀？定是那魔道3大魔头之一无疑。看来这些东陵魔道又想搞事了。唉，可叹我东陵亿万生灵何其无辜，又要遭受涂炭之灾了。在疑问、猜测和悲天悯人的叹息声中，陆羌沉声道：据本宗得到的消息，斩杀魏远山的人并非是魔道之人，或者说并非是我们所熟知的魔道中人。此子自称齐昊，模样虽甚是年轻，一身实力却深不可测。其仆有2，一为老者，气为黑锤，一为女子，应是剑修。此2仆皆为金丹境强者。对此3人，本宗从未听闻，不知诸位院长可有听闻？一众院长愣然之后，皆是摇头。没听说过。东陵域内什么时候出了一个姓齐的青年强者啊？宗主，这3人恐怕不是我东陵域之人，老朽估摸着，他们应该是来自于大陵州。一名院长眼眸一眯，沉声道。他对自己的这种猜测极是自信。他们并不是来自大陵州，但很可能和大陵州有所联系。罗宾云说话间走到殿中，在陆羌惊喜的目光中，罗宾云恭恭敬敬地做了一礼，随后面带歉疚地说道：宗主，我有大错。陆羌一愣：罗师妹，你这是做什么？你又有何错？罗宾云咬着红唇道：其实在魏远山被杀之前，我已经知道齐昊此人了，只不过因为一些事情，怕对宗门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就隐瞒了一些事情，一直未向宗主禀报。罗师妹，你到底隐瞒了什么啊？是啊，莫不是这齐昊也想对我宗不利？不可能，若齐昊想对付我宗，罗师妹又怎可能不将此事告诉宗主？也对，诸位院长都别猜了，还是让罗师妹自己来说吧。陆羌道，他现在就急着想知道齐昊的事情。如此强大的妖孽存在，只要不是魔道之人，哪怕不能结交，也不能去得罪。毕竟玄枪门的实力可不比灵武宗强当即。罗宾云便将齐昊在园林城的身份，以及齐昊传信给陆红英，以及他们几人在园林城亲眼见证齐昊杀死魏昭之事悉数说了出来。陆羌闻言震怒：师妹，你糊涂啊？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竟一直瞒着。陆羌面露怒容道。罗宾云忙道：冰云之错，宗主要如何惩罚，冰云都甘愿受罚。但如今其他各宗的人应该还不知道齐昊的真实身份，我宗依旧占有先机。尤其是疾风院许长老之子许汉山尚有机会回到园林城齐家，冰云以为可让他立刻前往园林城继续和齐昊之间的约定。如此，只要有许汉山在，我宗便能和齐昊之间建立起一道联系，再借机与之交好，亦是大有可为。陆羌皱眉道：可如你所说，许汉山回来也有大半个月了，如今才回去，这齐昊还会留下他吗？罗宾云忙道：可让萧楠楠以及红英与许汉山一道前往园林城，毕竟都是相熟的年轻人，齐昊纵有几分不悦，但年轻人之间抹掉这点嫌隙，问题应该不大。陆羌眉头一挑，除了许汉山，还有他女儿和萧楠楠，这往常如冰山一样的冰云师妹，莫不是想对那齐昊使用美人计？陆羌沉吟片刻道：许汉山可以回吉府，毕竟他与齐昊有约在身，至于萧楠楠和红英，就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吧。罗宾云道：冰云已让他们在殿外等候，事不宜迟，宗主现在就可以问问他们的意思，让他们进来吧。陆羌道。很快，许仲刚、兰陵、萧楠楠、许汉山、陆红英5人进殿路上，兰陵已将齐昊斩杀魏远山的事情告诉了许仲刚等人。许仲刚差点没惊掉下巴，这个把他儿子骗作护院的小青年，竟是如此恐怖的妖孽，连魏远山都杀了。陆红英、萧楠楠等人自然也是免不了吃惊。见过宗主。殿内，许仲刚等人向陆羌作礼。陆羌点了点头，看向陆红英道：红英，这些日子发生了这么多事，你竟是一句没和魏父说过。陆红英忙道：回父亲，魏昭背叛与女儿的约定，与园林城孟家之女有苟且之意，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女儿就没和父亲说了。后来魏昭被杀，影响甚大，女儿不想让宗门卷入齐昊和灵武宗的仇怨当中，所以就一直瞒着了，还望父亲恕罪。陆羌沉声道：事已至此，以前的事情就不追究了。方才你罗师叔建议让你们这几个与齐昊相熟的人去一趟园林城，
你意下如何？”陆红英眼神一亮，道：“女儿愿意去一趟园林城。”齐浩的实力着实让他震惊，他倒也很想再见一见齐浩。那你们便去吧。陆羌笑道。许仲刚忙作礼道：“宗主，此前齐浩有意让汉山退出玄枪门，跟随他修行，不过我没有同意。可如今看来，如果汉山真能追随齐浩，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了。您觉得呢？”陆羌讶然，齐浩竟想过收许汉山当弟子。许汉山抓了抓脑袋，道：“应该不是当弟子，齐家有不少人都在齐家主跟前得了造化，这些人在齐府的身份并没有变化，看门的还是看门的，护卫还是护卫。我若回去了，应该还是齐府的护院。”陆羌眉头一挑，有不少人都在齐浩跟前得了造化，这些人都得了怎样的造化？你且说说看。宗主问话，许汉山自然不敢隐瞒，当即将他在齐府内了解到的一些信息以及黄烟一剑将他击败的事情说了出来。陆羌眼眸雪亮，这齐浩倒是慷慨，竟对这么多人赐予了灵功传承。好，既如此，本宗便同意你退离宗门，追随齐浩。你虽自小受我宗培养，但如今机缘在前，本宗也希望你能变得更强，走得更远。陆羌微笑道。许汉山激动跪地作礼道：“多谢宗主成全之恩。”陆羌脸皮微微一抽，这许家小子退离玄枪门，就这么开心吗？去吧。陆羌摆手笑道。许汉山等人离开真武殿后，陆羌眉宇间再次浮上凝重。这齐浩虽和我们玄枪门没有怨性，但此子实力非同小可，且看起来是个睚眦必报之人。诸位回去之后，要好好叮嘱门下弟子，莫要招惹了此人。陆羌提醒道。这时，一个老者沉声道：“宗主，灵武宗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按照当年的武宗盟约，其他4宗是应当要出面为灵武宗主持公道的，眼下还不知道其他3宗的意思，这时候就让宗门弟子去和齐浩接触，会不会有些欠妥？”陆羌淡笑道：“铁院长放心，其他3宗应该没这个胆量去找齐浩的麻烦。而且齐浩在灵武宗只杀了魏远山一人，并未做出屠宗灭门之事，如此这便是齐浩与魏远山的私人恩怨，和武宗盟约也就没什么关系。”铁院长拱手道：“那就好。”黄昏时分，董家的送亲队伍也回了东陵城。看到董雪琪从马车上下来的那一刻，董家守门的人顿时懵了，这嫁出去的雪琪小姐怎么又回来了？董雪琪一行人疾步入府，很快收到消息的董家长辈们纷纷聚到了董雪琪居住的小院里。陈克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董家家主董范沉声问道。好个齐家，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推我女儿的婚！大哥，明日我便要去灭了他齐家。董雪琪之父董月脸色赤怒道。董雪琪虽然是他小妾生的女儿，可如果真是被退了婚，他这个父亲也是脸上无光的很。老三，先让陈克清说说事情的原委吧。齐家应该没有这个胆量，敢推我董家的婚。更何况先前对于这桩婚事，齐家可是满意的很。董范沉声道。陈明连忙朝着董范、董月作礼，然后将元郎城齐家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什么？齐征被你杀了？陈克清，雪琪胡闹，你怎么也如此糊涂啊？就算那齐征不成器，那也不能死在我们董家人手里啊！这事若是传了出去，以后还有谁敢再娶雪琪？董月怒道。董范却是皱眉道：这齐家的齐浩倒是个难得的天才，他与雪琪有救。陈明尴尬道。回来的路上，陈某也问过雪琪小姐，但雪琪小姐说她与那齐浩也只是有过一面之缘。董月冷怒道：只是一面之缘，他就敢替这齐浩杀了自己的未婚夫？陈明，你也是糊涂。陈明连忙半跪道：是陈某糊涂了，还请家主和三爷责罚，和陈伯无关，杀齐征是我的意思。这时换了一身黑裙的董雪琪从屋中走了出来。董月怒道：你这孽女，你纵是瞧不上那齐征了，你也不能杀他，这传了出去，你自己的名声受损不说，让外人如何看我董家？董范沉声道：雪琪啊，这事你做的确实欠妥了，即便齐家废了，婚约可以解除，但杀死自己的未婚夫确实容易遭人口舌。董雪琪欠身道：大伯，那齐浩与侄女有过救命之恩，侄女段氏不可能为了齐家与之为敌，更何况当时齐征以断一臂，重伤昏死，齐家之人还想强行留下侄女与齐征完婚，侄女岂能答应？侄女杀了齐征，实则也是在维护家族的荣耀与威严，至于侄女本身的名声受损，这无所谓的，侄女已决定终生不嫁，往后只一心修炼，为家族尽忠。董范闻言一叹，无奈道：没想到好端端的一桩婚事竟成了这样，你这孩子也是命苦。董雪琪红唇轻抿，
他的命确实苦，但苦的却并不是今日。董月哼声道：“什么终生不嫁？这事是你能自己做主的吗？魏夫问你，你说这齐浩是你的救命恩人，莫非他救你，就是你之前受伤回来那次？”就在此时，一个董家护卫急匆匆奔了过来：“家主，大事件啊！灵武宗的魏远山被一个叫齐浩的青年人杀了。”“什么？魏远山被杀了？”董范眼眸惊震。东陵域的金丹境强者就那么几个，每一个陨落，那都绝对称得上是大事件。齐浩，怎么又是一个叫齐浩的？这两人该不会是同一个吧？董月愣道。董范先是一惊，随即摇头道：“老三，你想多了，这怎么可能会是同一个人？齐家的齐浩虽然听着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妖孽之才，但年纪还没有齐征大，再是妖孽也不可能杀得了魏远山啊。那魏远山可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境五品强者，能杀他的人自然也是个金丹境，而且品级还不会低。”董月狐疑道：“可杨璐说杀死魏远山的齐浩也是个青年啊，两个青年都叫齐浩，有这要巧？”董范笑道：“什么青年，不过是驻颜有术罢了。老三，你莫非是忘了世上有定颜丹这种好东西了？”董月愣然道：“也是，或许真是重名了吧。”董范看向前来汇报的护卫杨璐，问道：“这是何时发生的事情？你又是怎么知道的？”杨璐忙道：“是昨日之事了。消息是从几个进城采办的灵武宗伙房弟子口中传出来的。这种事，他们应该是不敢乱传的。而且属下还听说，那齐浩杀了魏远山之后，还在灵武宗挑了不少女弟子带走了，估摸是带回去当顶炉了。”董范眯眼道：“杨璐，继续打听这个齐浩的所有一切，若能查到他的身份来历，有重赏。”杨璐一喜，忙道：“属下这就出去继续打听。”“去吧。”董范摆手道。杨璐飞快离去。金丹境在东陵域乃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每一个金丹境的名号，即便未曾见人，但各大家族定然都会知道其名。可齐浩这名字却是陌生。“老三，你家以前的婚事先放一放吧。董家之女，属他容貌最是出众。”董范眯眼道。董月眼神一亮：“大哥，难道你是想……只是个想法罢了。雨前能否有这个机缘，还要看他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了。”董范微笑道：“好，我听大哥的。”董月激动道：“董雨前是他正妻所生的小女儿，天生丽质，乃是东陵城公认的10大美人之一。董范的心思，明显是想将董雨前献给那个斩杀了魏远山的齐浩，哪怕只是做个妾室，那也是和一个实力强大的狠人攀上了关系。这对整个董家来说，自然也是有益的。”杨璐出现后，董雪琪站在院中，未曾再说过话了，但他的心里却是无比的震撼。他可不相信什么重名巧合，今日齐浩在元郎城的手段，分明也不像是一个筑基境能有的。而且当初在流道洞府外，他听到了齐浩和谢文的对话。齐浩明知道谢文师父公孙基乃是金丹境2品修为，却依旧不惧，准备在2个月后将其斩杀。没想到齐公子竟然连魏远山都杀了。如此惊才绝艳的绝世公子，为何偏偏是在我被魔头侮辱之后才能遇见？老天，你为何待我这般残忍啊？董雪琪心中暗自发苦时，董范的目光再次落到董雪琪身上，笑道：“雪琪，既然齐征已死，你也回来了，那你与齐家齐征的婚约自然也就作废了。不过大伯也不可能让你因此终生不嫁的。这齐家的齐浩，你可知他家住何处？他既对你有恩，改日便让你父亲带上你前去登门致谢。”董雪琪摇头道：“侄女不知。”陈明忙道：“家主，您若想知道这个齐浩的住处，老朽再去一趟齐家就是。齐家的人多半是知道的。”董范眼神一亮：“陈克清所言极是，那就有劳陈克清辛苦一趟了。”陈明笑道：“家主客气了，那老朽这就动身前往齐家打听。”董雪琪自然知道董范的心思，可如今的他哪里配得上齐浩？但魔窟里的遭遇，他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董家的人也并不知情。齐浩从元郎城回到元陵城后，先回了齐府，他将父母的灵位安置在小院屋里的案几上。摆放齐青和灵位时，齐浩发现齐青和灵位的底座有些松动。正常情况下，底座都是有风漆的，可如今这底座的风漆却是开了裂。齐浩眼眸微眯，将灵位从底座拔了出来，果然一枚储物戒被藏在灵位底座之中。一旁的黄烟讶然道：“这难道就是朱燕一直觊觎母亲的那枚储物戒？”“多半是了。”齐浩点头道：“没想到母亲竟是将它藏在了父亲的灵位底座中，看来母亲生前觉察到有人要对她不利了，否则也不会将储物戒藏得这么隐秘。可母亲临终前为何没有向我提及此事？”齐浩心中有些不解。
黄烟寻思道：“会不会是夫君当时还年幼，母亲担心如果将储物戒交给夫君，夫君会因此招来祸灾？”齐浩点头笑道：“还是夫人心思玲珑，很有可能便是如夫人所说的。父亲的灵位，齐家的人根本不会碰，能发现这枚储物戒的，迟早是我，也只能是我。”齐浩说话间，将储物戒从底座取出，他心神朝着储物戒中探查进去。这让齐浩没想到的是，这储物戒之中竟收有近100万灵石，以及10多块玉简，还有几十瓶丹药。这些东西对齐浩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当年的齐清河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以齐清河当年的修为以及在齐家的地位，正常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些的。齐浩将其中的丹药查看之后，神色更为震惊。这些丹药竟是从2品到8品的。如果父亲还活着，从武士境到化神境修炼所需的丹药，那都齐全了。他查看了一下那些玉简：3部仙武阶功法，10部灵武阶战技法门，4部激发潜能的特殊秘法。这些东西可不像是父亲机缘所得，更像是有人在为他以后的修行铺好了道路。只可惜父亲被梦呓那个畜生所害，这些东西都没能用得上。难怪母亲要将储物戒藏起来了。若是让齐家那些人知道父亲留下的储物戒收藏着这么多价值不菲的东西，恐怕我们母子早就被齐家人害死了吧。齐浩心中冷冷想到。齐浩将储物戒收了起来。储物戒里的这些东西究竟是齐清河机缘所得，还是有人赠予，这些对齐浩而言那都不重要。该报的仇已报，往后的他便是修前世之法，走今生之路。黄烟乖巧地立在一边，也没问储物戒里有什么。家主，我回来了，您说话可要作数啊。嘿嘿，激动的大笑声在院外传来。齐浩唇角一扬，许汉山这时候回来，多半是玄枪门已经收到魏远山的死讯了吧。这玄枪门的人还真是够现实的。齐浩不屑一笑，着手将灵位重新装好。夫人，我们出去瞧瞧。齐浩微微一笑，背负着双手朝外面走去。齐浩和黄烟从屋中走出，看到院前立着3道人影。萧楠楠眼眸有些躲闪，不敢直视齐浩的双眼。如果不是这次齐浩又做出了惊人之举，斩杀了魏远山，名震整个东陵域，恐怕他很难有机会再见到齐浩了吧。魏昭被杀那次回去后，他就被师父许仲刚强行安排闭关了。许汉山则是尴尬的憨笑着，右手一个劲地抓着后脑勺。齐家主，我们又见了。陆红英妙目一闪，倒是落落大方地朝着齐浩抱拳一笑。他又看了一眼黄烟，作礼道：“这位就是尊夫人吧？果真是美貌无双，倾城绝色。这位姑娘过奖了，姑娘才是人间仙子，气质不凡。”黄烟微微欠身，还礼一笑。齐浩瞥了一眼陆红英，淡笑道：“贵宗的消息还挺灵通。”陆红英脸上的笑容一僵。齐浩这话里的意思，分明就是在嘲讽他们玄枪门势力啊。可是齐家主的实力太让人惊艳了，如今不止我玄枪门收到了消息，恐怕东陵域稍大一些的宗门和家族都已得到消息了。陆红英笑道：“虽然他是有些尴尬，但罗冰云和许仲刚这时候才愿意放许汉山回来，确实说明了一些事，这让陆红英也没法反驳。家主，我知道您现在很生气，但我真的没想过不回来啊。是我父亲，他把我给关起来了。从那日被夫人一剑击败后，我可是一门心思想追随您的啊。”许汉山连忙道。齐浩轻笑道：“你的话我倒是相信的，这次回来之前可与你父亲说好了。”许汉山连忙点头道：“说好了，我已经退出玄枪门了，不仅我父亲同意了，连宗主也答应了，以后我就一直追随家主了。”陆红英有点无奈，许汉山这个憨批只说你父亲同意不就成了，还扯我父亲做什么？如此一来，齐浩岂不是更觉得连玄枪门的宗主都是势利眼了？齐浩点头道：“如今季东山、钟老他们都去闭关修炼了，你回来正好接替他们给我看家护院。至于传你枪法的事，以后再说吧。父亲误我啊。”许汉山心中一苦，忍不住郁闷了一声。要是他早点回来，齐浩肯定会直接传他枪法的。家主放心，汉山一定看好家，护好院。许汉山郑重抱拳道：“你去吧。”齐浩摆手道。许汉山作礼离去。齐浩冲着陆红英、萧楠楠笑道：“许汉山回来是为了继续做我齐府的护院，二位姑娘今日来我齐府又是所谓何事呢？莫不是听说我在灵武宗收了一批剑士，也异动了？”陆红英一脸愣然，这齐浩在想什么啊？他堂堂玄枪门宗主的女儿，怎么可能会给齐浩当剑士？萧楠楠忙道：“齐家主莫要说笑，陆师姐可是宗主的女儿。”黄烟这才知道，眼前这女子竟然是玄枪门宗主陆枪的女儿陆红英。夫君还真是厉害，连玄枪门宗主的千金都拿着热脸来贴夫君了。黄烟心里暗笑：“萧师妹，瞧把你急的，齐家主这肯定是在开玩笑啊。”陆红英笑道。齐浩淡笑道：“
可以是玩笑，也可以是真的。如今我杂事已了，正打算带着我夫人一起闭关，所以二位若有事，还是直说吧。陆红英一愣，他还想着在齐府住些时日，好对齐浩多了解一点呢。可齐浩似乎并没有要留他们做客的意思。可他们来齐家也没什么正事可说啊。陆红英急得看了一眼萧楠楠，萧楠楠心中苦笑，看他也没办法啊。要不是罗师叔让他来，他即便想见齐浩，也不会挑这时候来。哼，看来二位姑娘很闲，只是随着许汉山一道来园陵城游玩来了。齐浩揶揄道：“啊，对，我们就是过来游玩的，顺道看看你。”陆红英笑道。齐浩微笑道：“可我很忙的。这样，我让府上的王尊陪着二位去园陵城四周转转吧。我和我夫人急着双休，就不陪二位了。”陆红英、萧楠楠瞪大了眼，黄嫣亦是瞬间俏脸通红。夫君怎么能把双休这事随便说出来啊？夫人，我们走吧。齐浩牵起黄嫣的小手走了开去。陆红英和萧楠楠被晾在院外许久才回神过来。萧师妹，你说他是怎么好意思当着我们的面说急着跟他夫人去双休的？这也太不知羞耻了吧。陆红英脸色通红道。萧楠楠无奈笑道：“齐家主便是这性子，为人随意又从容。或许我们感到不好意思，只是因为我们的心性修得还不够。”陆红英嗔声道：“萧师妹，你现在倒是会说话了，刚才怎么都不多说几句？如今看来，我们这一趟是白来了。”萧楠楠摇头道：“我本就不想来。”陆红英讶然：“你不想来，这是为何啊？连许汉山都有机会从齐浩这里得到造化，你比许汉山还更早认识齐浩呢。如果你与齐浩的交情再深点，兴许还能再得到一场造化呢。萧楠楠能够比他还早一步筑基，可不就是因为在齐浩这里得到了一颗香灵果吗？”萧楠楠眉头一皱，看向陆红英的眼神有些冷意。陆师姐这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去勾引齐家主吗？陆红英忙道：“萧师妹，你别误会，这怎么是勾引啊？绝世天骄，淑女好逑。虽然齐浩也有正妻，但若能给他这样的妖孽做妾，那也无妨啊。齐浩先前赠你香灵果，定是对你有益的，你可得把握住才好。”萧楠楠俏脸一红，齐浩对他有益，虽然他之前也怀疑过，可齐浩却并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啊。他嗔声道：“陆师姐曾与魏昭约定，一生只能有一妻，如今怎么怂恿着让我去给齐家主做妾？而且陆师姐难道没看出来吗？齐家主对你我也有冷落之意，否则便不会将你我丢在这里了。所以那些歪心思，陆师姐还是别想了吧。”陆红英苦笑道：“我的好师妹，你真是误会死我了。我可不是想害你，真的只是希望你能把握住机会而已。若是齐浩能看上我，我给他做妾我都愿意。如此惊世妖孽，何其难遇啊！奈何我之前和魏昭有过婚约，他心里对我多少会有些膈应，我定是没了这机会的，所以才想推你一把。你若真无此心，师姐以后再不提就是了。”